大红喜烛噼啪炸开一星烛火，赵晨安猛地惊醒，眼前是一片刺目的红，身前一道身影端坐不动，头顶的红盖头遮住了一切，只留下一双交叠在膝前，因紧张而绞紧的素白小手。他的新娘，这是婚房。一股不属于他的记忆进入脑海，无数画面直接炸开。大周王朝16皇子赵晨安，天生凡体，苦海闭塞，此生与仙道无缘，皇室废人，父皇愧疚，兄姐疼爱，皇城第一纨绔，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最终定格在今夜这场荒唐的大婚上。大周王朝铁蹄踏破天狼部落，为表臣服，部落献上他们最神圣的圣女乌兰雪。那些高高在上的皇兄们，谁会要一个战败小卒的女人吊嫁？于是这份荣耀理所当然地落到了他这个皇室第一废柴的头上。用最没用的皇子娶你们最神圣的圣女，这是何等的羞辱！怎么不服？不服正好，那就再打一场，这次直接灭了你们区区部落。说白了，这也是周国对天狼部落的一种服从性测试。他抬起头，目光死死盯着眼前那道安静的如同木雕的身影。红盖头之下会是怎样一张脸？是绝望哭泣，还是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一股狂躁的好奇心压倒了一切，他想看看他。赵晨安猛地伸出手，一把攥住那方红盖头的边角，毫不温柔地向上掀开，红绸滑落。刹那间，赵晨安的呼吸被扼住了。烛光摇曳，映照着一张纯净到极致的脸，肌肤胜雪，五官仿佛神明最完美的造物，糅合了江南的秀美与草原的英气。不是漂亮，是圣洁，圣洁到让人感觉任何一丝杂念都是对他的亵渎。随着他的动作，他惊惶地抬起头，那是一双何等清澈的眸子，倒映着烛火，也倒映着他。眸中有惊慌，有倔强，还有一丝被毁灭家园后的深切悲伤。乌兰雪，天狼部落的圣女，他的妻子。身为一个阅遍无数的现代人，赵晨安自认见惯了顶级颜值，可眼前这张脸却带着一种直击灵魂的真实与惊艳。一个最原始的念头，如疯长的野草，瞬间占据了他的全部心神。他是我的。他身体不受控制的前倾，手掌带着灼人的热度，朝着他那吹弹可破的脸颊抚去。就在指尖即将触碰到那温润肌肤的瞬间，一行冰冷的金色文字毫无征兆的在他视野正中央炸开。定，万4天骄系统启动，绑定成功。宿主大周王朝16皇子赵晨安。赵晨安的动作骤然僵住，手掌悬停在半空，距离乌兰雪的脸颊不过半寸。系统穿越者的金手指，一股狂喜如火山爆发，瞬间冲垮了理智。我的外挂到账了。视野中的金色文字疯狂刷新，检测到宿主正妻天狼部落圣女乌兰雪。核心功能激活，根据妻子资质评分，宿主可获得10倍暴击奖励，若得到子嗣，将会根据评分获得100倍暴击奖励。开始对乌兰雪进行综合资质评分，容貌99，倾国倾城，神颜绝世，资质30，中人之资，泯然众人，特殊血脉天狼血脉，初级，潜力巨大，特殊性格纯洁忠贞，极品。综合评分判定中，最终综合评分81分，优良。赵晨安的心脏砰砰狂跳，81分，10倍暴击奖励会是什么？神兵、丹药，还是能让我这个废柴直接逆天改命的无上体质？优良级评分已触发10倍暴击奖励，奖励正在发放。恭喜宿主获得天品功法大道天眼睛。嗡！看到奖励的瞬间，赵晨安脑子一片空白。功法还是天品功法？他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然后一寸寸垮掉，最后只剩下无尽的错愕与荒谬。系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赵晨安天生凡体，苦海闭塞，不能修炼。你给我一本天品功法，这算什么？给一个双腿残废的人一双绝世神靴，给一个瞎子一幅传世名画，这是奖励？这他妈是2次羞辱！赵晨安几乎要气炸了。就在这时，一道怯生生的带着微颤的声音响起：你就是我未来的夫君吗？乌兰雪看着眼前这个脸色变幻不定的男人，鼓起了全部勇气，轻声问道。他的声音像山涧的清泉，带着一丝清冷，却又无比动人。赵晨安猛地回神，目光从脑海中那本金光闪闪的大道天眼睛重新落回到眼前这张绝美的脸上，看着他眼中的惊慌与无助，他心头的怒火莫名被浇熄了几分。罢了，系统不靠谱，功法是废纸，但眼前这个活色生香的绝色美人可是货真价实的。什么狗屁羞辱，什么天品功法，春宵一刻值千金。他深吸一口气，压下所有杂念，嘴角勾起一抹纨绔皇子该有的邪魅笑容，再次朝他探出手去。没错，从今晚起，我就是你的男人。次日清晨，天光微亮，透过窗棂洒下斑驳的光影。赵晨安睁开眼，身侧是温热的触感。乌兰雪还在沉睡，长长的睫毛在白皙的肌肤上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呼吸平稳而绵长。昨夜的疯狂褪去，只剩下被褥间淡淡的馨香和他酣睡的模样。他蜷缩着，像一只毫无防备的小兽，与昨夜那带着野性的姿态判若两人。赵晨安撑起半个身子，静静地看着他，这张脸真是百看不厌。可惜资质只有30分，不过血脉潜力巨大，性格极品，综合评分81，已经算是不错的开局了。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盘旋，如果换一个容貌99，
资质99，血脉、性格全是顶级的女子，那奖励会是什么？仙品功法，还是传说中的无上圣体？一想到那种可能，赵晨安的心脏就抑制不住地狂跳起来。当然，就算娶不到那种天骄，只要眼前这位容貌绝色的妻子给他生一个子嗣，100倍奖励依旧让赵晨安无比心动。想到这里，他的手不受控制地滑向了身边的温软。乌兰雪在睡梦中轻哼了一声，下意识地朝他怀里蹭了蹭，这一下直接触发了赵晨安的保底机制，日上3竿。赵晨安终于从温柔乡中挣脱出来，只觉念头通达，神清气爽。他穿戴整齐，一身崭新的黄紫蟒袍，腰束香玉系带。床榻之上，乌兰雪还用被子蒙着头，只留下一头乌黑如瀑的秀发散落在枕上。他显然是累坏了。赵晨安没有打扰他，径直推门而出。他必须立刻去见一个人，他的父皇，大周王朝的唯一主宰赵道廷。昨夜洞房花烛后的片刻宁静里，他想通了很多事。系统奖励的大道天眼睛是天品功法，这是足以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圣地、不朽神庭都打出狗脑子的无上之宝。根据他的记忆，大周王朝作为一方王朝，皇室最顶尖的修炼功法也不过是区区地品。天品功法足以改变国运，而他赵晨安是一个无法修炼的麻瓜，根本用不上这等功法。但他知道谁能用得上，也必须用上。想要在这强者为尊的世界里安稳地享受富贵，并且源源不断地迎娶更多资质绝佳的妻子，就必须找到一棵能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放眼整个大周王朝，谁是最大的靠山？毫无疑问是皇帝，那个对他宠溺到近乎放纵的父皇。所以赵晨安决定做一件与所有穿越者前辈都背道而驰的事，他要摊牌，不再藏着掖着，而是要主动暴露自己获得了大机缘，以此换来父皇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当然，穿越和系统是最大的隐秘，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但他可以换一种更玄乎也更让这个世界的人信服的说法。如此一来，他献上功法就有了完美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能把他爹当今皇帝彻底绑上他的战车。想让大周从王朝晋升，甚至成为俯瞰一隅的天朝吗？想获得更强地功法，打破桎梏，触摸那传说中的仙台境吗？那就帮我找老婆吧，去找全天下最漂亮、资质最高的女人。这计划堪称完美。皇宫御书房，身穿玄色龙袍的赵道廷正在批阅奏折，身旁的大太监魏公公垂手而立，呼吸都放得极轻。就在这时，一个小太监碎步跑了进来，跪地禀报：启奏陛下，16皇子殿下在殿外求见。赵道廷批阅奏折的朱笔微微一顿，老16。他抬起头，神色间掠过一丝意外。这个逆子除了每月按例请安，平日里连皇宫的门都懒得进，今天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莫非这小子是对那天狼圣女不满，跑来跟自己诉苦了？心头泛起一丝愧疚，这次联姻确实委屈他了。最合适的人选本是尚未娶正妃的3皇子，可那混账东西抵死不从。其余几个成年的皇子，要么已有正妃，要么其母家世显赫，根本看不上一个战败部落的女子。挑来挑去，这桩苦差事只能落在他最不成器也最没靠山的16子赵晨安头上。让他进来吧。赵道廷放下朱笔，揉了揉眉心，已准备好迎接儿子的抱怨。大不了再多赏他些金银珠宝，让他出去快活就是了。很快，身着蟒袍的赵晨安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儿臣参见父皇。赵晨安躬身行礼，动作干净利落，标准无比，完全不见了平日里的那份散漫与敷衍。赵道廷打量着他，准备好的安抚之词还未出口，就见赵晨安已经直起了身。父皇，儿臣有天大的要事禀报。不等赵道廷询问，赵晨安直接开口，神情是前所未有的严肃。此事关系到我大周王朝的国运兴衰，万代基业。赵道廷愣住了，他看着眼前这个一脸郑重的儿子，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批阅奏折太久产生了幻觉。这还是那个整日只知斗鸡走狗、棉花素柳的混账老16。国运兴衰，万代基业，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比母猪会上树还要离谱。陈安，胡闹什么？父皇。赵晨安却是坚定地向前踏出一步，目光灼灼，请您平退左右。整个御书房瞬间落针可闻。大太监魏公公眼观鼻，鼻观心，仿佛一尊没有听觉的雕塑。赵道廷的表情凝重了起来，他沉默了片刻，对着魏公公挥了挥手：你们都退下，守在殿外，任何人不得靠近。诺。魏公公躬身领命，带着一众太监宫女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并亲手关上了厚重的殿门。御书房内只剩下父子2人。赵道廷坐回龙椅，一股属于帝王的磅礴威严缓缓散开，笼罩了整个大殿。现在可以说了吧，到底是什么事让你如此故弄玄虚？然而赵晨安依旧没有开口，他上前几步，走到了御案之前，压低了声线：父皇，还不够。赵道廷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儿臣恳请父皇动用您的修为，彻底封锁此地，确保我们接下来的谈话不会被任何存在以任何方式探知分毫。此话一出，赵道廷的表情彻底变了，他死死盯着自己的儿子，一股恐怖绝伦的气势轰然从他体内升腾而起。那一瞬间，赵晨安只觉得一股无形的巨山当头压下，连呼吸都变得粘稠滞涩。
殿内飞舞的尘埃都在这一刻被定格在半空。他的双腿不受控制的发软，骨骼都在呻吟，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倔强地迎着自己父皇那审视的锐利的目光。他必须表现出足够的慎重，才能让父皇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超乎想象。当那股足以压他山岳的气势缓缓收敛，赵道廷深深地看了一眼赵晨安，没有多问，只是抬起手，修长的指尖在虚空中轻轻一点，嗡，一道肉眼不可见的金色波纹以他为中心，无声无息地扩散开来，将整个御书房包裹其中，空间被彻底封锁。做完这一切，赵道廷才重新开口，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说，赵晨安终于松了口气，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的废话，当着赵道廷的面，缓缓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在赵道廷惊疑不定的注视下，赵晨安摊开手掌，没有预兆，没有华丽的特效，一本古朴厚重的金色典籍就那么凭空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上。典籍封面上，大道天眼睛5个古篆字，流淌着不朽的神韵，仿佛阐述着3000大道的终极至理。轰！赵道廷猛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双目陡然圆睁，视线死死定在那本凭空出现地功法上。他脸上属于帝王的镇定与威严，在这一刻荡然无存。天品御书房内死寂无声，赵道廷的呼吸都停了。一本通体泛着淡金光泽的典籍就那么凭空出现在赵晨安的掌心，没有储物法宝的灵力波动，没有丝毫空间涟漪，就像是神迹。赵道廷一生征战，身为大周帝王，自认心如铁石，此刻指尖却传来一阵冰凉的麻意。他那双月尽世间沧桑的眼眸第一次出现了无法掌控的收缩。这不是神通，这是他无法理解的法则。大道天眼睛，仅仅是封面上那5个古字，就让赵道廷的神魂一阵刺痛，仿佛在仰望一片无法揣度的星空。这逆子从哪里得来的这东西？是福，还是能将整个大周王朝拖入深渊的滔天大祸？属于帝王的威压轰然降临，却因为主人心绪的剧烈波动而显得不稳。赵道廷死死盯着赵晨安，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此物何来？他第一个念头不是占有，是恐惧。能拿出这等物品的存在，碾死他这个小小的王朝帝王，比碾死一只蚂蚁还简单。自己的儿子平日里斗鸡走狗，怎么会沾染上这等恐怖的因果？莫不是被哪个万年老怪当成了棋子？面对父皇几乎要噬人的目光，赵晨安的脸上却恰到好处地浮现出茫然与激动。他摊开手，仿佛自己也无法解释。父皇，儿臣不知，昨夜大婚后，儿臣梦入混沌，有宏大之音告知，儿臣激活了上古大能遗留的传承。赵晨安按照早已演练无数遍的说辞，语气真诚。那传承规则很奇特，只要儿臣迎娶的妻子资质越是绝佳，诞下的子嗣越是不凡，便能获得越丰厚的传承奖赏。这本功法便是儿臣醒来后脑中多出的第一份赏赐，儿臣不敢隐瞒，立刻前来禀告父皇。说完，他一脸坦荡地看着赵道廷，像个第一时间向家长献宝的孩子。御书房内落针可闻，赵道廷的目光如刀，一寸寸刮过赵晨安的脸，试图找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心虚。没有，只有坦诚和尚未从天降横财中回神的懵懂。突然荒唐！赵道廷勃然大怒，一掌拍在玉案上，坚硬的紫檀木印声浮现一道裂纹。上古传承，取气变强。赵晨安，你当真是3岁孩童吗？帝王的怒火是试探，他要看看自己的儿子在这滔天压力下是否会露出马脚。然而赵晨安身形笔直，不闪不避。父皇，儿臣所言句句属实，苍天可见。他就那么坦然地迎接着赵道廷的怒火，目光清澈，没有半分动摇。看着儿子这副我没撒谎，信不信由你的模样，赵道廷心头的怒火竟诡异地消散了。他了解这个儿子顽劣是真，却没胆子在他面前如此面不改色地撒下弥天大谎。难道这个荒诞到极点的念头让赵道廷的心脏狠狠一抽？他的目光重新落回那本金色典籍，他伸出手，动作缓慢而凝重，指尖触及封面的瞬间，赵道廷闷哼一声，竟踉跄着后退了半步。他的神魂在哀鸣，在颤栗，仅仅是触碰，就让他这个4级境圆满的强者感受到了来自生命层次的绝对压制。是真的！赵道廷眼中的惊骇再也无法掩饰，他双手并用，将那本薄薄的典籍捧了起来，入手却重若山岳。他颤抖着翻开第1页，轮海卷，精妙绝伦，比大周皇室的镇国地品功法玄水真经高明了不止一个维度。他急速向后翻，道宫卷、4级卷、画龙卷。当他的手指停在最后一卷的开篇时，他的呼吸彻底停滞了。仙台卷，从仙台1层到仙台9层，通往圣人致敬的完整道路就这么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他的面前。这不是什么天品功法，这他妈是足以让不朽圣地血流成河的天品传承。周国皇室传承的地品功法已是极限，让他止步于4级，前路断绝。他本以为此生无望，大周也将在他手中继续沉沦。可现在，一条通天大道就摆在他的面前。啪！赵道廷猛地合上典籍，胸膛剧烈起伏，看向赵晨安的眼神再无半分帝王的审视和猜忌，那是一种凡人仰望神迹的眼神，震惊、狂喜，最终化为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敬畏。他信了。
除了真正的仙缘，世间再无任何解释。凭空造物，直指圣人的无上宝典，自己这个最不成器的逆子，撞上了何等逆天的造化。而这份造化的钥匙，竟然是娶老婆。赵道廷的思维因为这个结论而出现了片刻的空白。就在这时，赵承安的声音再次响起：父皇，儿臣天生废体，无法开辟苦海，此等神物在儿臣手中是明珠蒙尘。他对着赵道廷郑重一拜，额头触地。今日儿臣将此法献给父皇，愿祝父皇打破桎梏，君临天下，带领我大周，万世不朽。这一拜，这一席话如神雷天降，狠狠劈在赵道廷的心头。他看着匍匐在地的儿子，这个他曾以为只能当个富贵闲人了此一生的儿子，心中五味杂陈。哪怕是帝王心术，此刻也无法控制那翻江倒海的情绪。赵道廷胸膛剧烈起伏，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走下御阶，亲手将赵承安扶起。他连说了3个好字，声音嘶哑：承安，有你这份心，父皇很欣慰。赵道廷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声音终于恢复了帝王的沉稳与决断：此事是你我父子2人，是我大周王朝最大的秘密，从今日起烂在肚子里，绝不可让第3人知晓，明白吗？儿臣明白。赵承安再次行礼，干脆利落地退出了御书房。厚重的殿门缓缓关闭，御书房内再次只剩下赵道廷一人。他站在原地，如同一尊雕塑。良久，他缓缓低头，看着手中那本薄薄的却承载着一个王朝未来的金色典籍。迎娶的妻子资质越是绝佳，能获得的传承奖励就越丰厚。天狼部落之女便奖励了如此逆天地功法，那若是天赋更加优质的女子呢？赵道廷的呼吸渐渐变得粗重。大周困于王朝之名已有300年，破局之机竟在这个最不成器的儿子身上。他缓缓走回御案，坐上那张冰冷的龙椅，将大到天眼睛珍而重之地放在面前。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着，许久，敲击声戛然而止。黑暗中，一声极轻的低语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那就试试。从御书房出来，赵承安的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天高云淡，暖阳拂面，他成功了，用一个无法被证伪的弥天大谎，将自己和父皇赵道廷这位大周王朝最有权势的男人彻底绑在了一起。大到天眼睛是真的，那份直指圣人境界的诱惑，足以让任何帝王疯狂，而自己就是那个唯一能开启宝藏的钥匙。从今往后，他不再是那个只能混吃等死的废柴皇子，而是大周王朝走向皇朝甚至天朝的唯一希望。这感觉不赖。回到16皇子府，府邸门口，一道纤柔的白色身影正踮着脚尖，焦急地来回踱步，不时朝着宫城的方向张望。是乌兰雪，她身上还穿着那件繁复的飞袍，显然从大婚后就没换过。纯白的长裙衬着她雪白的肌肤，在阳光下美得有些不真实。看到赵承安的身影出现在街角，他那双清澈的眸子瞬间亮了起来，所有的不安与焦急都化作了满意的欣喜。他提起裙摆，小跑着迎了上来。夫君。看着自己刚过门的小娇妻这般粘人，赵承安微微一愣，随即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家的感觉吗？他快步上前，一把拉住乌兰雪微凉的小手，顺势将她揽入怀中。跑出来做什么？风这么大。他故意板起脸，下次老老实实在床上等我便是。怀中的娇躯猛地一僵，乌兰雪的脸颊腾的一下就红透了，一直蔓延到白皙的脖颈。昨夜床榻之上，那令人面红耳赤的疯狂与索取瞬间涌上心头。他把脸埋在赵承安的胸口，不敢抬头，细若蚊蝇的嗯了一声。赵承安轻笑，牵着他的手大步向府内走去。两人刚踏入前厅，一名下人就匆匆跑来：殿下，3皇子殿下来了，正在厅里等您。话音刚落，一个爽朗的笑声就从厅内传了出来。16弟，你可算回来了，再不回来，你这府里的茶都要被我喝光了。只见一个身穿蟒袍、面容俊朗的青年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正是3皇子赵晨宇。赵承安的脑中瞬间闪过关于这位3哥的信息，生母是贵妃，在宫中颇有势力，本人也开辟了苦海，算得上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最关键的是，这桩与天狼部落的婚事本该是他的，是他在父皇面前哭天抢地，说自己心有所属，非李大将军之女李青鸾不娶，又说什么草原女子粗鄙不堪，配不上皇室血脉，这才让父皇把这桩婚事推给了自己这个废人。现在又这般亲近，来干嘛的？莫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赵承安念头飞转，面上却不动声色，挂上了符合原生人设的憨厚笑容。3哥，你怎么有空来了？赵晨宇的视线在赵承安和乌兰雪紧握的双手上扫过，而后落在了乌兰雪那张足以令任何男人失神的绝美容颜上。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艳，但很快便被一抹庆幸所取代。再美又如何？终究是个蛮夷女子，血脉不纯，怎比得上京城第一美人将门虎女李青鸾？弟妹也在呀。赵晨宇装作才看到乌兰雪的样子，笑着从自己的储物法器中取出一物，那是一柄通体碧绿的短剑，剑鞘上镶嵌着宝石，灵气流转，赫然是一把下品法剑。听闻弟妹是草原上的天狼圣女，自幼便精通武艺，这柄碧水剑削铁如泥，就当是3哥我不记你的新婚贺礼了。赵承安故作惊讶地眨了眨眼，贺礼？3哥，
昨日大婚你不是已经送过了吗？赵晨宇哈哈一笑，拍了拍赵晨安的肩膀，那份是给你的，这份是给弟妹的，不一样，演得还挺像。赵晨安心中冷笑，脸上却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这哪里是送礼，分明是这位三哥良心不安，来安慰自己这个替他顶了雷的倒霉蛋弟弟的。他侧过身，对着乌兰雪笑道，还不快谢谢三哥，这可是好东西。乌兰雪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乖巧的从赵晨宇手中接过了法剑，轻声道谢，多谢三哥。赵晨安顺势搂住乌兰雪的腰，对着赵晨宇挤眉弄眼的打趣道，三哥你太有心了，不过说真的，这桩婚事小弟可是喜欢的很呐。他说的情真意切，没有半分虚假。一旁乌兰雪听到这话，心间猛地一颤，她抬起头，怔怔地看着赵晨安的侧脸，自己的夫君当着他哥哥的面说喜欢这桩婚事，喜欢自己，一股难以言喻的甜蜜与感动瞬间填满了他的心房。原来他不是被迫的，原来他也是喜欢自己的。他的小手下意识地抓紧了赵晨安的衣袖，脸上的红晕更盛，整个人都快要融化在男人怀里。赵晨宇看着眼前这一幕，也是彻底放下了心，看来这老16是真没心没肺，娶个蛮女都乐呵呵的，倒也省了自己一番口舌。他摆了摆手，准备告辞，行了行了，看你们俩这腻歪劲，我这做哥哥的也就不打扰你们了，改日再。他的话还没说完，一道尖细却极具穿透力的声音骤然从府外传来，圣旨到3个字让整个皇子府前厅的空气瞬间凝固，所有人都是一致。只见一名身穿暗红色宦官服，头发花白，面容阴柔的老太监，在一队禁军的簇拥下，手捧一卷明黄色的圣旨，缓缓走了进来。来人正是父皇身边最信任的大太监魏公公。赵晨宇脸上的轻松笑容僵住了，乌兰雪也紧张地抓紧了赵晨安。赵晨安心中咯噔一下，圣旨，这才刚从宫里出来，又来一道圣旨，父皇这是要干嘛？魏公公走入厅内，那双浑浊的眼睛环视一圈，最终定格在赵晨安的身上。他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展开了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冰冷肃穆的声音回荡在厅堂之内。赵晨安、赵晨宇、乌兰雪连同府内所有下人齐刷刷跪了一地。自有车骑大将军李秦苍之女李青鸾，德才兼备，性情贤淑，与16皇子赵晨安堪称良配。为张天恩，特将其赐予16皇子为侧妃，择吉日7日后完婚。钦此。轰！圣旨的内容如同一道9天惊雷，在赵晨安、赵晨宇和乌兰雪3人的脑海中同时炸响。三皇子赵晨宇猛地抬头，整个人都傻了。赵晨安则是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心中瞬间掀起了滔天巨浪。卧槽！父皇，您这执行力不去当996郡王真是可惜了。我前脚刚告诉你娶妻资质越高奖励越丰厚，你后脚就把大将军的女儿给我送过来了。这一刻赵晨安彻底明白了，这不是惩罚，也不是什么随机的恩赐，这是试探，是父皇赵道廷对他那个上古传承的第一次，也是最直接的一次投资和测试。魏公公搁上圣旨，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最前方的赵晨安，面无表情。16皇子接旨吧。赵晨安缓缓抬起双手，动作沉稳而标准，没有一丝一毫的颤抖。儿臣谢父皇隆恩。他恭敬地从魏公公手中接过了那卷足以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明黄色卷轴，入手。微臣。魏公公那张布满褶子的老脸看不出任何情绪，他只是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旁边已经彻底石化的三皇子赵晨宇，那浑浊的眸子里像是有几分怜悯，又像是有几分嘲弄。随即他一甩拂尘，转身便走，没有多说一个字。一队禁军甲胄铿锵紧随其后，很快便消失在了府门之外。人走了，但那道圣旨带来的恐怖压力却依然笼罩着整个前厅。不可能！死寂之中，一个破碎的充满着荒谬与不解的喃喃自语响起。赵晨宇还跪在地上，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瘫软在那里。他缓缓抬起头，布满血丝的双目死死盯着赵晨安手中的圣旨，仿佛要将他看穿。李青鸾赐给老16当侧妃，7日后完婚，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柄烧红的铁锤，狠狠砸在他的心上。他猛地从地上爬起来，因为动作太急，一个踉跄差点摔倒。16弟。赵晨宇冲到赵晨安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嘶哑地质问：是你？是不是你跟父皇说了什么？赵晨安任由他抓着，脸上挂着符合人设的茫然与无辜。三哥，我也不知道啊，我刚从宫里回来，父皇什么都没说。这副样子落在癫狂的赵晨宇眼中更是火上浇油，一个连苦海都无法开辟的废物，一个他随手就能捏死的蝼蚁，凭什么？他心心念念不惜顶撞父皇，不惜拒绝天狼圣女也要得到的女人，凭什么就这么轻飘飘的被赐给了这个废物？我不信，我不信！赵晨宇猛地松开手，像是被烫到了一样，连连后退。他失魂落魄地摇着头，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要去见父皇，我一定要亲自问个清楚。他看也不看赵晨安，更没有理会一旁同样面无血色的乌兰雪，就那么状若疯魔地冲出了16皇子府。看着三哥那几乎要崩溃的背影，赵晨安在心中啧啧感叹：可怜的三哥啊，为了李青鸾拒绝为大周联姻，把这口黑锅甩给了自己这个废柴弟弟。他大概以为
自己只要熬到李大将军凯旋，再上门提亲，凭借自己母妃的势力和自己的天赋，这门亲事十拿9稳。他怎么也想不到，父皇转手就是一个回旋镖，把他心心念念的女神打包送到了他最看不起的弟弟床上。这下场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当然自己除外。赵承安甚至有点想笑。就在这时，他感觉自己的衣袖被轻轻地拽了一下，他回过头看到了乌兰雪那张苍白如纸的小脸，他站在那里，娇小的身躯微微发抖。刚刚因为赵承安那句喜欢得很而升起的满心甜蜜，此刻已经被一片冰寒所取代。侧妃夫君又要娶别人了，还是车骑大将军的女儿，是那个带兵击败了天狼部落，让他从高高在上的圣女沦为和亲牺牲品的李擎苍的女儿。一股难以言喻的屈辱和冰冷瞬间攥紧了他的心脏。这算什么？是大周王朝对战败者的又一次宣告吗？让胜利者的女儿和战败者的公主共侍一夫，重点是这个所谓的胜利者还要成为妾室，被自己在身份和地位上碾压一头。他实在搞不清楚大周皇帝到底在想什么。赵承安看着他暗淡下去的清澈眸子，瞬间就洞悉了他心中所有的不安与委屈。他心中一软，上前一步将他揽入怀中，怀中的娇躯明显一僵。担心了，他低沉的嗓音在他耳边响起。乌兰雪咬着下唇没有说话，但那越发用力的抓着他衣袖的小手已经暴露了他所有的情绪。赵承安轻叹一声，捧起他的小脸，让他正视自己，听着他的神态前所未有的认真。你是16皇子妃，是父皇下旨明媒正娶抬进我赵承安府里的正妻，这个身份永远不会变。至于其他人，赵承安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无论她是谁的女儿，进了这个门就只是侧室，是妾。正妻与妾之间的差别，你明白吗？他的话像是带着一股安抚人心的力量。乌兰雪怔怔地看着他，看着他认真的神态，听着他郑重的承诺。正妻侧室是啊，她是正妃，那个李青鸾哪怕家世再显赫，也只是个侧妃，在等级森严的皇家，这道鸿沟不可逾越。夫君他是在安抚自己，也是在给自己撑腰。那颗沉入冰窖的心仿佛被一束温暖的阳光照到，缓缓回暖。他鼻尖一酸，再也忍不住把脸埋进赵承安的胸膛，轻轻的了一声。赵承安搂着怀中温软的娇躯，心中却掀起了另一层波澜。所以本殿下的正妻，你愿不愿意为我生一个小皇子呢？听到高赵承安的话，乌兰雪一愣，随后立刻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一个热烈的激吻。赵承安低头看着怀中少女那泛红的鼻尖和湿润的睫毛，他捧着乌兰雪的小脸，用指腹轻轻抹去她眼角的湿意。记住了，你是这府里唯一的女主人。他的话语郑重，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乌兰雪用力的点头，将脸颊在他温暖的掌心蹭了蹭，然后踮起脚尖，主动献上了自己生涩而热烈的吻。赵承安微微用力，将她拦腰抱起，直奔那新婚后尚未整理的婚房而去。与此同时，皇宫深处御书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龙涎香，混合着墨香。本该是安神静气的地方，此刻却充斥着一股压抑不住的火气。陛下！一声粗犷的暴喝打破了宁静。车骑大将军李擎苍，这位刚刚率军击溃天狼部落、威震北疆的猛将，此刻却连甲胄都未卸下，就这么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他那张饱经风霜的国字脸长得通红，浓密的络腮胡都在微微颤抖。末将斗胆，敢问陛下，那道赐婚的圣旨是真的吗？他站在书案前，因为情绪激动，连自称都有些混乱。御座之上，身穿龙袍的赵道廷缓缓放下手中的朱笔，抬起头，他那张不怒自威的脸上看不出半点波澜，只是平静地回视着自己最信任的这位将军。是朕下的旨。赵道廷的回答云淡风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肯定。李擎苍胸膛剧烈起伏，显然是在极力压抑着什么。陛下，您知道的，小女青鸾，她不是寻常的大家闺秀。她急切地辩解着，声音都有些发紧。她自幼随我习武，天赋异禀，如今不过双10年华，便已成功开辟道宫，踏入了道宫境初期。如此天资，就算配与那些寻常天骄，也未必逊色。可您却将她赐给16皇子做侧妃。说到最后2个字，李擎苍的牙齿都咬得咯咯作响。那可是他李擎苍的掌上明珠，是整个大周王朝都赫赫有名的将门虎女，嫁给那个除了脸蛋一无是处的纨绔废物当侧妃，这简直比让他战死沙场还要难受。赵道廷听着他的抱怨，脸上依旧没什么变化，只是端起手边的茶盏，轻轻吹了吹浮沫，然后他才慢悠悠地开口，说完了。李擎苍一怔，说完了，就该正问你了。赵道廷放下茶盏，发出哒的一声轻响，在你李大将军看来，朕的儿子配不上你的女儿。轰！这一句话平平淡淡，却让李擎苍浑身剧震，刚刚还满腔的怒火和委屈，瞬间被一股彻骨的寒意浇灭，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一股冷汗瞬间从他的额头渗了出来。不是，末将绝无此意。李擎苍扑通一声单膝跪地，高大的身躯伏在地上，声音都带上了颤抖。陛下的皇子乃是真龙血脉，金枝玉叶，小女能嫁入皇家，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末将岂敢有半点不敬。他慌忙解释，生怕说慢了半个字。赵道廷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没有让他起来的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墨江是说16皇子他。李擎苍卡住了，后面的话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说16皇子无法开辟苦海，是个修行路上的废物。说16皇子终日游手好闲，是皇城里人尽皆知的头号纨绔。当着人家亲爹的面数落他儿子的不是，他李擎苍是莽，不是蠢。他可以当着皇帝陛下面前说自己女儿的各种好，却不能说16皇子一个不字，不然就是真在找死。看着他那副憋屈又不敢言的样子，赵道廷心中暗笑，这憨货。他本想稍微透露1、2句，安抚一下这位爱将的心，但转念一想，赵道廷改变了主意。解释？为什么要解释？朕是皇帝。他忽然换了个话题，声音变得深沉。李擎苍，墨江在。李擎苍一个机灵，头埋得更低了。你对朕可还忠诚？这个问题来得莫名其妙，但李擎苍没有丝毫犹豫，斩钉截铁地回答：墨江这条命都是陛下的，只要陛下一声令下，无论是刀山火海还是10万敌军，墨江绝不皱一下眉头。赵道廷点了点头，似乎很满意。很好。他停顿了一下，又问：那你觉得朕会害你吗？李擎苍猛地抬头，他看着玉座上那个熟悉的身影，思绪瞬间回到了几10年前。那时他还只是御前的一个小小侍卫，而眼前的陛下也还只是普通的皇子之一。是陛下一手将自己从侍卫提拔为偏将，再到将军，最后封为车骑大将军，位极人臣。这份知遇之恩，这份君臣情谊，早已超脱了寻常。李擎苍虎目一热，声音变得沉重而坚定：陛下待墨将恩重如山，知根知底。墨将信自己，更信陛下，陛下绝不会加害墨将分毫。哼！赵道廷笑了，他从御座上站起身，走到李擎苍面前，亲自将他扶了起来。既然你信朕，也信朕不会害你。赵道廷拍了拍他坚实的臂膀，脸上挂着一丝玩味的笑意。那你还在这里跟朕唠叨什么？滚回去，洗干净脖子，不是，是洗干净你女儿，等着7日后出嫁就行了。朕的安排自有深意。李擎苍就这么被赵道廷连扶带推的弄出了御书房，直到殿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他高大的身躯还僵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深意？有什么深意？把一个到宫禁的天才闺女嫁给一个开不了苦海的废物，这能有什么深意？李擎苍甩了甩脑袋，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完全不够用了。就在他满心茫然准备离开之时，一道急切的身影从走廊的另一头冲了过来。李将军，李将军请留步。来人正是3皇子赵晨宇，他面容憔悴，双目布满血丝，显然是一夜未眠。此刻看到李擎苍，就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李将军，父皇他。赵晨宇冲到李擎苍面前，刚要说话，然而李擎苍只是用那双瞳林大眼瞥了他一下，什么话都没说。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陛下的深意，哪里有空理会这个失魂落魄的皇子？于是在赵晨宇错愕的注视下，这位车骑大将军就这么迈开大步，直接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连一个停顿都没有。甲胄碰撞，发出铿锵之声，渐行渐远。赵晨宇伸出的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他整个人都傻了。风吹过空旷的宫廷走廊，卷起几片落叶，也卷走了他脸上最后的一丝血色。风吹过空旷的宫廷走廊，卷起几片落叶，也卷走了他脸上最后的一丝血色。赵晨宇伸出的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他整个人都傻了。李擎苍就这么走了，那个脾气火爆，敢在朝堂上跟御史对喷的莽夫，就这么无视了自己。为什么？父皇的圣旨不是也损害了他李家的颜面吗？他不是应该跟自己一样愤怒不甘，想尽办法阻止这一切吗？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慌攥住了赵晨宇的心脏，他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不，还有父皇，只要自己能见到父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或许还有转机。赵晨宇猛地转身，发疯似的冲向御书房。父皇，儿臣求见父皇。他冲到殿门前，不顾一切的嘶吼着，甚至想用手去推那扇沉重的殿门。3皇子殿下，请留步。一个尖细的嗓音响起，御书房的总管太监带着2个小太监，幽灵般的出现在他面前，拦住了他的去路。让开，本皇子要见父皇。赵晨宇双目赤红，状若疯魔。总管太监弓着身子，脸上却没什么恭敬，只是平铺直叙地传达着旨意。陛下口谕。赵晨宇的动作一致，滚回去，禁足思过7日，无诏不得出府。轰！滚回去，禁足7日。这几个字每一个都化作一柄重锤，狠狠地砸在赵晨宇的天灵盖上。他整个人都懵了，身体晃了晃，险些栽倒在地。7日后就是李青鸾和那个废物成婚的日子。父皇这是在用最直接最不留情面的方式断绝他所有的念想。不，为什么？赵晨宇失魂落魄地后退2步，嘴里喃喃自语。他想不通，自己究竟哪里比不上那个废物16弟？论修为，自己早已开辟苦海，命权鼓鼓，神桥在望，而赵承安连苦海都开辟不了。论才学，自己熟读经史，策论文章屡获太傅称赞，而赵承安斗鸡走狗，不学无术。为什么父皇要如此偏袒他，甚至不惜折辱李大将军，也要把一位到宫禁的天之娇女塞给他当侧妃？总管太监看着他这副模样，只是微微垂下头，不再多言。赵晨宇踉跄地转过身，行尸走肉般的朝着宫外走去，绝望，彻彻底底的绝望。然而
就在他即将走出宫门的那一刻，一个念头划过他混乱的脑海：母妃，对，还有母妃，舒贵妃，他唯一的依靠。父皇可以不顾念父子之情，但母妃总会帮自己的。一道新的光芒在他死寂的瞳孔中亮起，他加快了脚步，朝着后宫的方向狂奔而去。御书房内，赵道廷负手而立，他那张威严的脸上没有半点动容。他缓缓闭上双目，整个人的气息沉静下来。下一刻，一幕奇异的景象在他体内发生。原本在他苦海之上，按照皇室功法修炼出的4级秘境，那连接天地四方的4根光柱，此刻竟在微微颤动。一缕缕玄奥墨测的金色符文凭空出现在他的神识之海中，化作一篇浩瀚无边的经文。大道天眼经，这正是赵承安刚刚献上的天品功法。仅仅是入门，赵道廷便感觉到自己卡了10年之久的瓶颈竟然有了松动的迹象。那原本坚不可摧的化龙境壁垒，在这篇经文的运转之下，似乎也并非遥不可及。天品功法果然神妙无穷。赵道廷缓缓吐出一口浊气，那股气息在空中凝而不散，竟隐隐有龙形盘绕。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每一滴血液，每一寸骨骼都在发生着奇妙的蜕变。突破化龙境指日可待，届时他将成为大周王朝数百年来第一位化龙境的君主。而这一切的源头，赵道廷的思绪回到了自己那个不成器的16子身上。他至今也想不明白，为何自己儿子程个清会引来如此惊天的机缘，那背后必然站着一位无法想象的神秘大能。而这位大能似乎对自己儿子的婚事很感兴趣。青鸾那丫头到宫禁的天资可比乌家的女娃高出不少。赵道廷的嘴角勾起一抹深沉的弧度。7日后，朕倒要看看你又能给朕、给大周带来什么样的惊喜。16皇子府婚房之内，春意盎然，锦被之下，一具玲珑有致的娇躯微微起伏，雪白的肌肤上透着一层醉人的粉红。乌兰雪发丝凌乱，沾着细密的汗珠，贴在光洁的额角与脸颊。他侧躺在赵承安怀里，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快没了。夫君，我真的不行了。他的嗓音带着一丝哭腔，软糯而沙哑，听得人心头发颤。他本就是轮海境的修士，体力远超常人，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这个连苦海都未能开辟的夫君，体力怎会恐怖到如此地步。他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蛮龙，每一次的冲击都让他神魂颠倒，溃不成军。赵承安低头看着怀中娇喘吁吁的美人少女，原本清冷的容颜此刻被情潮染得艳若桃李，那双秋水般的眸子也蒙上了一层迷离的水雾，分外勾人。他坏笑一声，手指轻轻刮过她小巧挺翘的鼻尖。这就扛不住了。乌兰雪把脸埋进他坚实的胸膛，闷闷地应了一声，带着浓浓的委屈。赵承安凑到他耳边，温热的气息吹拂着他敏感的耳廓。那可就不能怪我了哦。乌兰雪一愣，没明白他的意思，只听他继续用那带着笑意的声音说道：既然你一个人扛不住，那为夫再给你找个姐妹分担一下，也是合情合理的吧，毕竟是你自己说扛不住的。乌兰雪闻言顿时脸红，随后赶忙小鸡啄米一般点头。赵承安火力旺盛，尚未发泄完毕，目光正好瞟到他的樱桃小嘴。后宫永和宫，奢华的宫殿内，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三皇子赵晨宇跪在地上，死死拽着一个宫装美妇的裙角，他那张曾经俊朗的面容此刻尽是狼狈与癫狂。母妃，您一定要帮儿臣，儿臣不能没有青鸾，不能。舒贵妃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儿子变成这副模样，心疼得直抽泣。赵晨宇自幼便爱慕李青鸾，这件事在皇城上层圈子里并非秘密，他这个做母亲的又岂会不知。他伸手想要扶起儿子，指尖却在微微颤动。雨儿，你先起来，你这样成何体统？不，母妃若是不答应，儿臣就长跪不起。赵晨宇状若疯魔，丝毫没有平日李皇子的仪态。舒贵妃的心彻底软了，她叹了口气，扶着儿子的手臂，用力将他拉了起来。好了，你先回府去，别再让你父皇看见你这副样子，否则又是大不敬。母妃，赵晨宇眼中燃起一丝希望。放心，舒贵妃拍了拍他的手背，脸上挤出一丝镇定的微笑。母妃这就去见你父皇，为你说情。得到承诺，赵晨宇那紧绷到极致的神经才终于松懈下来。他踉跄着被宫人搀扶着离开了永和宫。看着儿子失魂落魄的背影，舒贵妃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凝重与忧虑。她整理了一下仪容，深吸一口气，朝着御书房的方向走去。还未靠近御书房，一股无形却磅礴浩瀚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那气息沉重如山岳，威严如天青，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守在殿外的太监宫女们一个个面无人色，战战兢兢地跪伏在地，身体抖得如同筛糠。舒贵妃心头巨震，脚步不由得一顿。这是陛下的气息，怎么会如此恐怖？她身为贵妃，也算有些修为在身，可在这股气息面前，只觉得自己渺小的如同一只蝼蚁，随时都会被碾成齑粉。她强忍着心头的惊骇，一步步艰难地挪到殿前。贵妃娘娘，陛下正在清修，吩咐了任何人不得打扰。总管太监白着一张脸，哆哆嗦嗦地说道。舒贵妃没有说话，只是抬头望着那扇紧闭的殿门。她能感觉到那股让她心神颤栗的气息源头就在殿内。陛下这是在修炼什么神功？她不敢打扰，
只能在殿外的走廊下默默的等候，从黄昏等到深夜，月上中天又缓缓西沉。殿内的气息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凝实，愈发恐怖。隐隐间似乎有龙吟之声在虚空中回荡。舒贵妃的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她终于明白，陛下这次的修炼非同小可。她不敢再等下去，只好带着满腹的惊疑与不安，悄然返回了后宫。她决定明天再来，然而结果却让她彻底绝望。第二天，赵道廷没有出关；第三天，赵道廷依旧没有出关，甚至连每日的早朝都直接取消了。一连6天，整整6天，御书房的大门都未曾开启过一次。皇帝闭关不出，这在大周王朝的历史上都极为罕见。整个皇宫都笼罩在一片紧张压抑的氛围之中。舒贵妃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她答应了儿子，却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7日之期马上就要到了，娘娘，要不……一个贴身侍女小心翼翼地凑到她耳边，压低了声音：“既然陛下这边行不通，我们何不从另一头想办法？”舒贵妃蹙眉：“若是16皇子出了什么意外，这婚事不就自然告吹了吗？”侍女的声音充满了恶毒的诱惑。轰！舒贵妃的脑中仿佛有惊雷炸响，一个疯狂的念头不受控制的滋生出来：除掉赵承安，只要他死了，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她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攫住了她的心神。但仅仅是一瞬间，她的脑海中便浮现出赵道廷那张威严的脸，以及他平日里对那个废物16子近乎纵容的宠溺。更深处，一个模糊而绝美的身影一闪而过。那个女人虽然已经离开皇宫多年，但舒贵妃清楚地知道，那个女人在陛下的心里刻下了一道谁也无法磨灭的痕迹，而赵承安正是那个女人留下的唯一血脉。动她，无异于自寻死路。一股冰寒的恐惧瞬间浇灭了她心中刚刚燃起的火焰。啪！舒贵妃猛地转身，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甩在侍女的脸上。贱婢，你好大的胆子！她厉声呵斥，整个人都在发抖，不知是气的还是怕的，竟敢妄议皇子，图谋不轨！来人，拖出去，在殿外罚跪，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侍女被打懵了，捂着脸惊恐地看着自家主子，完全不明白自己哪里说错了。很快，2个太监冲进来，将她拖了出去。舒贵妃瘫坐在椅子上，捂着胸口，大口地喘着气。差一点，就差一点，她就要被这贱婢蛊惑，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与此同时，车骑将军府内张灯结彩，一片喜庆的红色。李擎苍穿着一身便服，站在女儿的闺房外，高大的身躯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落寞。他看着房中那套已经备好的繁复华丽的侧妃嫁衣，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房间内，李青鸾正端坐于梳妆台前，她一身素色长裙，为施粉黛，却难掩其绝世的容颜。对于即将到来的婚事，对于自己要嫁给那个全皇城闻名的纨绔废物，甚至只是做一个测试，她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的抗拒与不甘。她平静地擦拭着一柄古朴的长剑，动作专注而优雅，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唉，李擎苍又是一声叹息，终于还是忍不住，迈步走了进去。青鸾，是为父委屈你了。他声音沙哑，这个纵横沙场的铁血将军，此刻却满是愧疚。李青鸾擦拭长剑的动作停了下来，他将长剑归鞘，缓缓起身，看向自己的父亲。父亲何出此言？他的声音清冷，却又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陛下他……李擎苍想说陛下的旨意太过荒唐，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君就是君，臣就是臣，为父只是不懂陛下的深意到底是什么。他最终只能如此说道。李青鸾却是轻轻摇头，他走到窗边，看着院中的一株腊梅，忽然开口问道：“父亲，当今陛下的龙体如何？”李擎苍一愣，不明白女儿为何突然问这个。他下意识地回答：“陛下龙体安康，正值鼎盛之年，若是有朝一日能突破到化龙境，更可增添数百年寿元。”李青鸾点了点头，又问：“那父亲可曾有过站对某位皇嗣的想法？”李擎苍的眉头立刻拧了起来，斩钉截铁地摇头：“胡说！为父只忠于陛下一人，此生绝不可能投奔任何皇子，参与夺嫡之争，这是他的底线，也是他身为车骑大将军的立身之本。”李青鸾的唇边溢出一丝极淡的笑意。既然如此，他转过身，清澈的眸子静静地注视着自己的父亲。那父亲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李擎苍彻底被问住了。李青鸾继续说道：“明眼人都知道，陛下赐下的这桩婚事，是女儿受了委屈，是将军府受了委屈。陛下他会不知道吗？既然知道，却依然如此行事，那便意味着在陛下心中，这份委屈是必须的，而日后他也必然会从其他地方将这份委屈加倍补偿给父亲。”一字一句清晰地传入李擎苍的耳中。这位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大将军，此刻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他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女儿，仿佛第一天认识她一般。李青鸾走到那件华丽的嫁衣前，伸出纤纤玉指，轻轻拂过上面精美的刺绣。这桩婚事于女儿而言不是屈辱，于父亲而言更不是陛下的敲打，它只是陛下提前支付给我们李家的一份无比丰厚也无比安稳的未来。李青鸾的话音落下，闺房内陷入了长久的寂静。而在遥远的皇宫深处，御书房内，那股压抑了整座皇宫6天6夜的恐怖气息
正在以一种奇妙的韵律缓缓收敛。盘坐于龙床之上的赵道廷，身体内部发出了江河奔腾般的轰鸣，四肢百骸之中，一道道金色的神息取代了原有的真元，在他的经脉中肆意流淌，每一次循环都在洗涤着他的肉身与神魂。这便是天品功法大道天眼经的玄妙之处，它并非是在原有基础上修补，而是彻底的推倒重建，将原本大周皇室传承了数百年地功法根基尽数废除，而后以一种更加霸道、更加玄奥的方式重塑道基。轰！赵道廷猛地睁开双眼，两道宛如实质的金光自他眸中迸射而出，将前方的空气都洞穿，发出嗤嗤的声响。他缓缓起身，周身骨节发出一连串噼里啪啦的爆响，如同炒豆子一般，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之感充斥着他的四肢百骸。4级境巅峰，只差临门一脚便可打破桎梏，演化龙脉，踏入化龙之境。届时他将拥有超过800年的寿元，足以将大周王朝亲手推上皇朝之位。天品功法果然神妙无双。赵道廷摊开手掌，感受着体内那股奔腾不息的金色力量，脸上浮现出一抹久违的激动。这便是他那个废物儿子赵承安带来的天大机缘。御书房厚重的大门无声无息地向两侧划开，守候了整整6天6夜的总管太监卫公公一个机灵，连忙跪伏在地，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恭迎陛下出关。”赵道廷迈步而出，龙行虎步，周身那股磅礴的气息已经尽数收敛，看上去与往日并无不同，但卫公公却能感觉到眼前的帝王仿佛与这片天地都更加契合了。起来吧。赵道廷的声音平淡，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谢陛下。赵道廷一边朝着殿内走去，一边随口问道：“朕闭关这几日，朝中可有大事发生？”卫公公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低着头恭敬地回禀：“回陛下，朝堂一切安稳，只是三皇子回府禁足前去过永和宫，舒贵妃这几日日日都来御书房外求见，想来是为三皇子说情。”赵道廷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还有呢？朝中百官对陛下为16皇子与李将军之女赐婚一事颇有议论，不过车骑将军府那边李将军一直没有任何动静，只是默默地为小姐准备着嫁妆。听到这里，赵道廷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好，很好。赵道廷的脸上缓缓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李擎苍此人勇猛有余，谋略不足，但胜就胜在2个字：忠诚。而他的女儿李青鸾却是个玲珑剔透的聪明人。有女如此，李擎苍能压下所有不满，遵从朕的旨意，倒也不算出人意料。朕的儿子不能修行，那朕就为他铺好一条通天大道。李擎苍便是朕为他选的第一块基石。原本这大道天眼经就应该是皇室不传之秘，绝不可外泄。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为了儿的未来，为了大周的江山，些许阻滞破了又何妨？一个化龙境的李擎苍，远比10个道宫境的李擎苍更有价值。就算李擎苍资质差了点，无法突破到化龙境，那也可以成为他的助理。毕竟赵道廷的眼光可从没放在眼前的得失之上，他看得更远，要的更多。而且对于李擎苍来说，这不仅是赏赐，更是一道枷锁，一道将李家与皇室与赵承安彻底绑死在一起的枷锁。想到此处，赵道廷心中再无半分犹豫，他重新坐回龙椅之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整个人的气势在这一刻变得深不可测。传旨！魏公公立刻躬身肃立，传车骑将军李擎苍觐见。夜色如墨，御书房内灯火通明。李擎苍一身戎装，快步踏入殿内，冰冷的甲胄在寂静的宫殿中发出轻微的碰撞声。他单膝跪地，头颅低垂。臣李擎苍参见陛下。龙椅之上，赵道廷的身影笼罩在阴影中，看不真切，却有一股渊庭月至的气息，压得李擎苍几乎喘不过气来。这股气息比陛下闭关前更加恐怖了。平身吧。平淡的2个字响起，那股山岳般的压力却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出现过。谢陛下。李擎苍站起身，依旧低着头，不敢直视天颜。赵道廷并未说话，御书房内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每一息对李擎苍而言都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他心中忐忑，完全猜不透陛下深夜召见，所谓何事？是为了青鸾的婚事？是敲打，还是安抚？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赵道廷终于开口了：“擎苍，你随朕征战多少年了？”李擎苍心中一凛，连忙躬身回答：“回陛下，自陛下登基之日起，臣便追随陛下，至今已有6年。26年。”赵道廷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莫名的感慨：“你李家世代忠良，为陛下尽忠，为大周赴死，乃臣之本分。”李擎苍斩钉截铁地说道。赵道廷从龙椅上缓缓站起，一步步走下台阶，来到李擎苍面前。他并未在说话，只是伸出一根手指，对着身旁一张由千年寒铁打造的桌案轻轻一点，没有真元波动，没有灵力外显，就那么轻描淡写的一点。嗤一声轻响，那张坚不可摧，足以抵挡到恭敬强者全力一击的寒铁桌案，竟以他手指点中的位置为中心，无声无息地化做了一捧比尘埃还要细腻的黑色粉末，簌簌地洒落在地。李擎苍的身体猛地一僵，他死死地盯着地上那捧粉末，整个人如遭雷击，脑海中掀起了滔天巨浪。这不是力量的碾压，这是道的湮灭。
是更高层次的法则之力，将寒铁的本质彻底抹除。这种手段，别说4级境，就算是传说中的化龙境大能，也绝无可能做到。这是天品功法，4个字几乎是从李擎苍的牙缝里挤出来的。他的身体因为极度的震惊而微微颤抖，唯有传说中直指仙台大道的天品功法，才拥有如此匪夷所思的威能。陛下竟然修成了天品功法，难怪闭关6日，气息便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陛下为何要让自己看这个？一个恐怖而又荒谬的念头，不受控制的从李擎苍心底冒了出来。难不成赵道廷看着他惊骇欲绝的模样，嘴角溢出一丝难言的笑意？你心中所想，便是朕的答案。轰！李擎苍的脑子彻底炸开了，他双腿一软，扑通一声，重地跪在了地上，整个人都懵了。陛下，万万不可！他的声音都在发颤，这已经不是赏赐，这是催命符。天品功法乃皇室立身之根本，是绝对的不传之秘，传于外臣，此乃动摇国本的大罪。臣万死不敢接受。赵道廷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那种深邃的目光仿佛早已洞穿了他所有的想法。朕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从青鸾那孩子嫁给阿儿的那一刻起，你李家便不再是纯粹的外臣，朕与你是君臣，亦是亲家。这2个字如同一道9天惊雷，在李擎苍的脑海中轰然炸响。他猛地抬起头，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帝王，瞬间所有的一切都串联起来了。女儿那句无比丰厚也无比安稳的未来言犹在耳，原来如此，原来这才是陛下的真正目的。赐婚不是为了羞辱，更不是为了敲打，而是为了打破君臣之间的那层隔阂，是为了让赏赐这天品功法变得名正言顺，是为了将他李家彻底地牢不可破地绑上皇室的战车。女儿，我的女儿啊！他竟然在圣旨下达的那一刻就洞悉了这深埋在9重宫阙之下的帝王心术。李擎苍心中又是震撼，又是狂喜，又是惭愧。他自诩沙场速将，却在格局和眼光上被自己那个足不出户的女儿甩开了10万8千里。臣谢陛下天恩。李擎苍重地一个响头磕在地上，再无半分犹豫。君以国事待我，我必国事报之。赵道廷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要的就是李擎苍这份绝对的忠诚。他伸出一指，点在李擎苍的眉心，凝神静气。嗡！一股浩瀚无垠、玄奥至极的信息洪流瞬间涌入了李擎苍的脑海。大道天眼睛，霸道、玄妙、神异，无数他从未想象过的修行理念，一个个神妙的法门在他识海中炸开，彻底颠覆了他过去上百年的修行认知。原来轮海可以这样开辟，原来道功可以如此演化。他沉浸在这天品功法的玄奥之中，无法自拔，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奇妙的顿悟状态。许久，当他从那种状态中挣脱出来时，赵道廷已经重新坐回了龙椅之上。李擎苍再度叩首，这一次是发自内心的敬畏与臣服。臣李擎苍愿为陛下肝脑涂地，万死不辞。赵道廷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放下茶杯，状似随意的开口：这份功法朕是为了阿儿传给你的。咔！李擎苍刚刚抬起的头瞬间僵住，他整个人仿佛被施了定身术，跪在那里的姿态瞬间凝固成了一座雕塑。什么？是谁给的？阿儿？16皇子，那个无法开辟苦海，被全皇城视为废物的赵承安。李擎苍虽然憨，但不傻，听到这话，他已然知晓自己和李家今后将要彻底绑在16皇子的身上了。次日清晨，天光乍亮，整座皇城还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晨曦之中。16皇子府邸门前却已是人声鼎沸，一片喧腾的火红，数百名禁军甲胄鲜明，手持长戟，肃立两侧，组成2条威武雄壮的长龙，从府门口一直延伸到长街尽头。进军之后，是上百名身着喜庆红衣的乐师，抱着葛氏乐器，整装待发。长长的接亲队伍一眼望不到头，8台大轿，金顶红幔，上面绣着龙凤呈祥的图案，华贵无比。这阵仗，这规模，哪里是娶一个侧妃？便是当年皇后入宫，也不过如此。整个皇城都被惊动了，无数百姓和修士从家中涌出，站在街道两侧，对着这支豪华到极致的队伍指指点点，满脸的不可思议。一名穿着大红喜袍、身姿挺拔的青年正跨坐在一匹神俊非凡的白色龙马之上，正是这场盛大婚礼的主角赵承安。他脸上挂着爽朗的笑容，目光越过人群，望向车骑将军府的方向。司仪官高举起手中的令旗，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嘹亮的呐喊：吉时已到，齐乐，出发！唢呐高亢，锣鼓喧天，浩浩荡荡的队伍如同一条赤色的长龙，开始在皇城的主干道上缓缓游动。街道两侧早已被闻讯而来的百姓挤得水泄不通，孩童们在人群中穿梭嬉闹，追逐着队伍撒下的花瓣和喜钱，笑声清脆。而大人们则伸长了脖子，对着队伍最前方那道身影议论纷纷。这阵仗，我的天，二皇子当初娶正妃也没这么夸张吧？谁说不是呢？16皇子这娶的还是个侧妃，居然动用了皇家仪仗，进军开道，这恩宠简直没边了。一个老学究模样的修士摇头晃脑，满腹狐疑，看不懂，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先是部落圣女，现在又是车骑将军的独女，这位16皇子明明是个无法修行的废物，怎么接连有如此艳福？嘘，小声点，你不要命了？旁边一个商人压低了声音，脸上带着几分神秘。我可听说了，前几日有人看到皇子妃，那气色，那风采，简直脱胎换骨。据说是16皇子有某种忘妻的特殊体质，真的假的？还有这种说法？8九不离10，不然你以为李大将军是傻子吗？会把自己的宝贝闺女往火坑里推？这些窃窃私语顺着风，零星地飘入赵承安的耳中。他跨坐于神骏的龙马之上，身姿笔挺，大红的喜袍衬得他面如冠玉，英气勃发。对于那些议论，他只是一笑置之。忘妻这个说法倒是有趣，不过也算歪打正着。他的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望向长街的尽头，车骑将军府那威严的轮廓已经遥遥在望。不多时，队伍便在将军府门前停下，府门大开，同样是一片喜庆的红色。李府的家将和侍女们早已列队等候，只是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复杂难言的神情。赵承安翻身下马，动作干脆利落。他抬头，正对上站在府门正中央的那道魁梧身影，车骑将军李清仓。他也换下了一身冰冷的甲胄，穿着一件暗红色的锦袍，只是那股久经沙场的铁血煞气依旧扑面而来。李清仓的视线落在赵承安身上，久久没有移开。就是这个青年，就是这个全皇城都以为是纨绔废物的少年。昨天夜里陛下的那番话，那神鬼莫测的意志还在他脑海中不断回荡。大道天眼睛，天品功法就这么传给自己这个外臣，目的竟是为了他的这个女婿。都说陛下宠溺16皇子，但这是不是也太过了？一个荒诞却又似乎是唯一合理的念头再次从李清仓的心底疯狂滋长。是了，一定是了，定是16皇子那位神秘的生母。传说中那位妃子来历成谜，入宫不久便悄然离去，只留下了尚在襁褓中的16皇子。陛下对16皇子异乎寻常的宠爱与放纵，或许不仅仅是因为怜惜他无法修行，或许还有那位神秘生母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才要自己嫁出女儿，以此来确保李家一定站在16皇子的身后。他看着赵承安，那原本带着审视和一丝不甘的复杂情绪，瞬间化作了某种深沉的感慨。可李清仓清了清嗓子，向前一步，挡在了赵承安面前。他上下打量着赵承安，故意板起脸。殿下。赵承安含笑拱手，岳父大人。这一声岳父大人叫得李清仓心里一颤，他酝酿了半天的威严瞬间就泄了气。罢了罢了，女儿自己都看明白了，自己这个当爹的还在这儿较什么劲？但他还是梗着脖子，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子。青鸾从小被我惯坏了，性子有些骄纵，以后若是他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多担待。这话说的他自己都觉得底气不足。他顿了顿，又加重了音量。我李家虽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但嫁女儿的嫁妆还是备得足足的，黄金万两，绸缎千匹，奇珍异宝装了36台。除此之外，我还给他配了300亲兵，都是我李家军中百里挑一的女兵，个个都能以一当十。说到这里，李清仓凑近了一些，几乎是贴着赵承安的耳朵。他们只听青鸾一人的号令。殿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不痛不痒的威胁，带着一股浓浓的我女儿不好惹，你小子小心点的意味。赵承安差点笑出声，这位大将军还真是直来直去的可爱。他收敛笑意，郑重地点了点头。岳父大人放心，青鸾嫁我，我必以我之所有护他一世周全，不让他受半分委屈。他的话语真诚，没有半分虚假。李清仓怔了一下，从那双清澈的眸子里，他看到的是一片坦然。这个少年似乎真的不一样了，最好如此。李清仓嘟囔了一句，侧身让开了道路。按照规矩，新郎需亲自将新娘从闺房中背出，送上花轿。赵承安迈步走入将军府，府中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在喜娘的引领下，他很快便来到了李青鸾的闺房前。推开门，一股淡淡的幽香扑鼻而来。房间内，李青鸾凤冠霞帔，头顶着红盖头，正端坐在床沿。2个贴身侍女站在一旁，也是满脸的紧张和激动。殿下。赵承安挥了挥手，示意他们退下。他走到床边，看着眼前那道纤细的身影。青鸾，我来接你了。盖头下，李青鸾的身体微微一颤，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赵承安不再犹豫，他半蹲下身子，将后背转向他。上来吧。片刻的迟疑后，一双柔软的手臂轻轻环住了他的脖颈。赵承安顺势起身，轻松地将他背了起来。很轻，这是他的第一个感觉。鼻尖萦绕着他身上传来的馨香，温软的身体紧贴着后背，一种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他背着她一步步走出闺房，穿过庭院，回到了府门前。李清仓看着女儿被那个青年稳稳地背在背上，一步步走向那顶华丽的花轿，心中五味杂陈。养了10几年的掌上明珠，今天就这么成了别人家的人。他长长的叹了口气，像一个最普通的老父亲，眼眶竟有些微微发热。赵承安小心翼翼地将李青鸾送入轿中，放下轿帘。岳父大人，我们走了。去吧，去吧。李清仓挥了挥手，像是要赶走一只苍蝇。齐乐，回府。司仪官再次高声呐喊，锣鼓声、唢呐声再次响起，浩荡的队伍调转方向，朝着16皇子府邸行去。李清仓独自站在府门前，
看着那条赤色的长龙逐渐远去，消失在长街的尽头，他脸上的那份故作的威严终于彻底垮掉。他抬起粗糙的大手，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眼睛，唉，一声长叹，充满了老父亲嫁女儿的落寞与不舍。花轿轻晃，外面是鼎沸的人声和喜庆的乐曲，轿内却是一片安静的红。李青鸾端坐着，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心脏不争气地狂跳。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个男人的气息似乎还残留在自己的身上。刚才被他背出来的那一小段路，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与一个男子有如此亲密的接触。他的后背很宽阔，很温暖，他的脚步很稳，没有一丝一毫的晃动。他身上的味道也很好闻，和传闻中那个终日厮混于烟花柳巷的纨绔子弟完全不一样。鬼使神差的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他想看看他，看看这个即将成为自己夫君的男人此刻是什么样子。这个念头一生出来，便再也无法遏制。他的手微微颤抖着，小心翼翼地掀起了红盖头的一角。从那狭小的缝隙中，他看到了外面的景象，看到了街道两旁热闹的人群，也看到了那个骑在白色龙马上的挺拔背影。他就在花轿的前方，一身红衣，身姿如松，在喧闹的人群和盛大的仪仗中，竟有一种说不出的从容与镇定。就在这时，仿佛心有感应一般，马背上的赵晨安忽然回过了头，四目相对，哪怕隔着轿帘的缝隙，赵晨安也捕捉到了那瞬间的惊慌。随即那片红色便急急地落了下去，严丝合缝。赵晨安失笑，勒住缰绳，放慢了龙马的脚步，与花轿并行。他没有再回头，但那份若有似无的馨香和那道慌乱的倩影却在他心头萦绕不散。16皇子府，相比于车骑将军府的雄浑大气，这座府邸要显得小巧精致许多，但今日这里却是整个皇城最热闹的地方。府门大开，红毯从门口一直铺到了内院，两旁的红灯笼高高挂起，即便是在白日也透着一股浓浓的喜气，宾客往来络绎不绝。虽然碍于赵晨安往日的名声和无法修行的体质，那些真正位高权重的王公大臣并未亲至，但葛家派来的管事和送上的贺礼也足以将半个院子堆满。其余的皇子和公主们也都心照不宣地派人送来了贺礼。对此，赵晨安早已习惯，也乐得清静。他换下那身繁复的喜袍，指着一件大红色的便服，端着酒杯在宾客间穿梭答谢。他举止得体，谈笑风生，丝毫没有传闻中的纨绔与不堪，反倒让不少初次见他的宾客暗暗称奇。酒过三巡，气氛正酣，三皇子殿下到。一声高亢的通报像是平地惊雷，瞬间让喧闹的庭院安静了下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府门口一道身影踉跄着闯了进来。来人同样穿着一身锦袍，只是那料子早已皱得不成样子，发冠也歪斜了，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不堪，满身酒气。正是三皇子赵晨宇，他不是应该在府中禁足吗？众人心中都冒出这个念头。赵晨安微微眯起眼睛，算算日子，3个的禁足好像就是今天结束，还真是第一时间就冲过来了。看着庭院中满目的红色，看着那个正在对宾客言笑晏晏的赵晨安，赵晨宇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头顶。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心心念念了那么多年的女人，终究还是嫁给了别人，嫁给了他这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弟弟。嫉妒、不甘、愤怒，无数种情绪在他胸中翻腾，烧得他双目赤红。16弟，恭喜啊！赵晨宇的声音沙哑，带着一股压抑的疯狂。他推开挡在身前的人，一步步朝着赵晨安走去。周围的宾客纷纷避让，生怕被这个明显不对劲的三皇子波及。赵晨安放下酒杯，脸上的笑容不变，迎了上去。三哥，你能来，弟弟很高兴。高兴？赵晨宇走到他面前，死死地盯着他。你当然高兴，抱得美人归，你怎么能不高兴？三哥，你喝多了。赵晨安的语气依旧平淡，他不想在这种场合刺激这个可怜的兄长。然而他的平静在赵晨宇看来却是赤裸裸的炫耀和嘲讽。我没喝多，我清醒得很。赵晨宇突然伸出双手，癫狂地抓住赵晨安的肩膀，用力摇晃。赵晨安，你凭什么？你一个连苦海都开辟不了的废物，凭什么能娶青鸾？你告诉我，凭什么？他的嘶吼让整个庭院落针可闻。赵晨安没有反抗，任由他摇晃着，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三哥，这桩婚事是父皇赐下的。父皇？听到这2个字，赵晨宇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动作一滞。他松开赵晨安，身体晃了晃，脸上露出一抹惨笑。是啊，是父皇。在这大周王朝，谁敢违抗他的意志？赵晨安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正准备开口劝慰几句，不料赵晨宇却猛地凑了上来，几乎是贴着他的耳朵，用只有2人才能听到的声音，阴狠地说道：16弟，这不怪你，真的，皇兄不怪你。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股彻骨的寒意。要怪就怪父皇，都是他的错，是他毁了我的一切，他会后悔的，我保证，他一定会后悔的。说罢，他猛地推开赵晨安，转身便走。他一边走一边疯疯癫癫地笑着，那笑声里充满了绝望与疯狂。哈哈哈，父皇，好一个父皇！他就这么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踉踉跄跄地消失在了府门外。庭院里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惊呆了。赵晨安站在原地，整理了一下被抓皱的衣领，
若有所思地看着赵晨宇离去的方向。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如果换成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了别人，还是自己的亲弟弟，说不定也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不过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很快便无所谓地笑了笑。既然这婚事是父皇一手安排的，那父皇肯定就算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变数。那位高坐龙椅之上的父亲可不是什么和善之辈，当年他能从上百位继承人之中一路浴血搏杀，最终登上皇位，心智与手段又岂是常人能够揣度的？这些年不过是天下太平，朝堂稳固，才让他收敛了几分锋芒而已。一个失意的皇子还翻不起什么浪来。夜幕降临，喧闹了一天的皇子府终于安静了下来，红烛高照，将庭院映得一片通红。赵晨安独自站在院中，任由晚风吹拂着发烫的脸颊。他抬头望向远处那间灯火通明的房间，那里是他的婚房。深吸一口气，将杯中残酒一饮而尽。赵晨安迈开脚步，朝着那片温暖的灯光走去。穿过寂静的庭院，走过长长的回廊，他停在了那扇紧闭的雕花木门前。门内烛影摇红，赵晨安抬起手，轻轻地推在了门板上。吱呀一声轻响，雕花木门应手而开。门外的夜风与喧嚣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掐断，瞬间被关在身后。眼前只剩下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红。红烛、红帐、红被，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喜庆的甜香，暖得让人脸颊发烫。赵晨安迈步而入，身后的木门自动合上，彻底隔绝了两个世界。他的新娘李青鸾正端端正正地坐在床沿，凤冠霞帔，红盖头垂落，遮住了她所有的神情，只留下一双交叠在膝上的素手。那双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着白，泄露了主人此刻并不平静的内心。赵晨安没有立刻上前，而是先走到桌边，不急不缓地拿起那杆备好的玉如意。他一步步走向床前，靴底踩在红毯上，没有发出半点声音，却让那道端坐的纤细身影急不可察地绷紧了些。一股清冽的幽香丝丝缕缕地钻入鼻息，玉如意探出，轻轻一挑，那方绣着龙凤呈祥的红盖头便无声的顺滑飘落。烛火摇曳，一张绝美的容颜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撞进了赵晨安的眼里。饶是见惯了皇城中各色美人，赵晨安的呼吸还是有那么一瞬间的停止。他见过的美人太多了，或妖娆，或清纯，或端庄，但没有一个能像眼前这张脸让他心头猛地一跳。不单单是五官的精致，更是一种矛盾又和谐的气质。眉眼间自有将门之后的几分英气与凌厉，偏偏唇角和下颌的线条又柔和的不可思议，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他身上完美的交融。李青鸾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长长的睫毛剧烈地颤动了几下，最终还是垂下了眼帘，不敢与他对视。赵晨安回过神，倒了2杯酒，将其中一杯递了过去。喝了这杯和锦酒，你我便是夫妻了。李青鸾抬起手，微凉的指尖碰到杯壁，让他瞬间清醒了几分。两人手臂相交，各自饮进杯中酒，辛辣的酒液滑入喉咙，让他本就泛红的脸颊更添了几分醉人的颜色。放下酒杯，房间里再次陷入了死寂，只有红烛燃烧时偶尔发出的噼啪轻响。嫁给我，委屈吗？赵晨安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砸破了这尴尬的平静。他问得太直接了，没有半点铺垫。李青鸾的身体明显一僵，他似乎完全没料到他会问出这样的话。他缓缓抬起头，这一次没有再躲闪，一双凤眸直地迎上赵晨安的视线。殿下，命运中的一切其实都早已标好了筹码。他的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淡然。得到和失去永远都是对等的，嫁给殿下是陛下的旨意，也是青鸾的命数，没什么满不满意的。赵晨安愣住了，他设想过很多种回答，或许是委屈的沉默，或许是言不由衷的顺从，甚至可能是带着怨气的反问，但他唯独没想过会是这样一番话。这个女人比他想象中通透的多，也聪明的多。她不是在认命，而是在告诉他，她清楚自己的位置，也明白自己的价值。赵晨安忽然觉得有些好笑，自己居然还担心他会心怀怨怼，以后不好相处。现在看来是自己多虑了，这样的女人根本不需要他费任何心思。你说的对。赵晨安赞同地点了点头，心中最后一丝顾虑也烟消云散。他伸出手，轻轻吹灭了桌上的龙凤红烛，啪，房间瞬间陷入了黑暗。李青鸾的心跳骤然加速，他能感觉到那个男人正在一步步向自己靠近，属于他的气息将他完全笼罩。下一刻，一双温热的唇印在了他的唇上。许久之后，云收雨歇，锦被之上一抹鲜艳的嫣红，如同一朵绽放在寒冬的梅花，刺目而又娇艳。赵晨安侧躺着，看着身边已经沉沉睡去的家人，他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眉宇间带着一丝疲惫，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与安宁。就在这时，一道只有他能听见的声音在脑海中冰冷的响起：恭喜宿主成功娶妻，万4天骄系统评估中，姓名李青鸾，综合评分89分，颜值95分，天赋88分，体质血脉无，特殊天赋心性豁达，修炼不易滋生心魔，不易遇到瓶颈，该天赋有一定几率遗传给后代，根据妻子资质评分获得对应资质的10倍奖励。恭喜宿主获得天平5技，大荒求天旨。一连串的信息涌入脑海，
赵晨安脸上的温存瞬间凝固，嘴角扯出一抹浓浓的自嘲。这次不是功法，是武技，而且还是天品。但大荒球天指，听这名字就知道是毁天灭地的玩意儿。可这东西对他一个连苦海都开辟不了的废物来说，跟一本菜谱有什么区别？不，菜谱他至少还能照着做2个菜，这玩意儿他连第1页心法都看不懂。老天爷还真是喜欢跟他开这种恶劣的玩笑。不过这股郁闷和不甘也只持续了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赵晨安的眼神又重新活泛了起来。自己用不了，不代表这东西没用。这大荒求天指正好可以继续丢给父皇。突然得到这等天品武技，他怕是做梦都要笑醒吧。估计对自己编造的上古大能借口，应该也不会再多加怀疑了。更重要的是，他的视线缓缓落在了李青鸾依旧平坦的小腹上。系统的名字叫万四天骄系统，核心是子嗣，子嗣的资质可是100倍奖励，那才是真正的大头。这天品武技不过毛毛雨，就当是暂时投资给皇帝老爹了。等自己以后能修炼了，也可以拿来修炼。想通了这一点，赵晨安心中最后一丝阴霾也彻底消散。他的路不急于现在这一时，而在未来。他翻了个身，再次将那具温香软玉的身子紧紧揽入怀中。李青鸾被惊醒，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娇软的音鸣：“殿下，叫夫君。”赵晨安低头用唇堵住了他剩下的话。为了100倍奖励，今晚必须加倍努力才行。夜确实还很长，天光微亮，赵晨安在一片柔软中醒来，身侧的颈背尚有余温，但佳人已咬。他撑起身子，宿醉带来的轻微头痛让他甩了甩头。昨夜的疯狂与旖旎还残留在空气的甜香里。他赤着脚下床，走到窗边，推开了一道缝隙。庭院中一抹耀眼的红色闯入视野。李青鸾已经换下嫁衣，穿上了一身火红的劲装，手持一杆银枪，正在院中演练。他的身姿挺拔，枪出如龙，每一招每一式都带着一股凌厉的劲风，卷起地上的落叶。这并非单纯的武艺切磋，赵晨安能感觉到，随着他的动作，四周的天地灵气正以一种玄妙的韵律被牵引着汇入他的体内。他的体表甚至泛起一层淡淡的红光，与朝阳交相辉映。红枪烈焰经，李家的家传功法，一部玄品功法，虽然品阶不高，但在李青鸾手中却演化出了万千气象。通过钻研武艺，在一次次的挥汗如雨中感悟功法真谛，吸收灵力，获得提升，这就是他的修炼方式。赵晨安静静地看着这个女人，昨夜在他身下婉转承欢，柔情似水，今天一早变成了英姿飒爽的沙场女将。系统给出的88分天赋果然不是虚的，还有那心性豁达的特殊天赋更是难得。难怪他能如此坦然地接受这桩并非出自本心的婚事，并且在新婚第2天就能心无旁骛地投入修炼，不为外物所扰，不为心绪所困。这种心性在修行之路上是无价之宝。赵晨安又想起了乌兰雪，那位来自北莽的公主，她的修炼方式截然不同。她总是在午夜时分寻一处月光最盛之地，盘膝而坐，吐纳呼吸，汲取那清冷的月之精华。一个动如烈火，一个静若处子。这个世界的修行法门当真是千奇百怪，各具神妙。一丝羡慕，一丝渴望在他心底悄然浮现。他也想拥有这样的力量，去亲身感受天地的脉动，而不是永远做一个旁观者。就在他思绪万千之时，院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名侍女在门外恭敬禀报：“殿下，魏公公来了。”魏公公。赵晨安收回思绪，淡然一笑，转过身开始穿戴衣物，让他去前厅稍后。皇子府前厅，赵晨安换上了一身紫金蟒袍，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魏公公一见他，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躬身行礼：“奴才给16殿下请安。”魏公公不必多礼。赵晨安虚扶一把，开门见山地问：“公公一大早过来，可是父皇有什么旨意？”魏公公直起身，脸上笑意不减，尖细的嗓音在大厅中响起：“殿下大喜，陛下也是龙颜大悦，这不特意让奴才来传个口谕。”他清了清嗓子：“陛下口谕，宣16皇子携2位皇子妃即刻进宫拜见。”2位皇子妃进宫拜见。赵晨安了然，父皇这是在给他这个不能修行的儿子抬高身份，做足场面，也是在提醒他该把惊喜交上去了。而臣遵旨。赵晨安应下，随即对身边的侍从吩咐道：“去请2位皇子妃过来。”没过多久，2道身影一前一后的来到了前厅。走在前面的是乌兰雪，她穿着一身淡蓝色的长裙，衬得肌肤愈发雪白。或许是听到了要面见皇帝，她的神情有些紧张，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乌兰雪身后半步距离是李青鸾，她已经沐浴更衣，换上了一套端庄华贵的宫装，长发高挽，插着几只金步摇，行走间摇曳生姿，那股修炼时的英气被完美的收敛起来，只剩下身为人妻的雍容与大气。2女一红一蓝，一动一静，气质截然不同，却都是倾国倾城之貌。他们的目光在前厅中央第一次正式交汇，空气有那么一瞬间的凝滞。赵晨安心中升起一丝看好戏的趣味。正妻与侧室的第一次会面，按照话本里的说法，这不得电闪雷鸣，火花四溅。然而预想中的针锋相对并未发生。乌兰雪的反应很平淡，只是朝着李青鸾微微颔首，算是打了招呼，没有咄咄逼人，也没有刻意疏远，仿佛只是在看一个寻常的家人。
李青鸾倒也没局促，对着乌兰雪服了一礼：“见过姐姐。”她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人听清，完全没有半点将军之女的高高在上。妹妹不必多礼。乌兰雪开口了，声音清冷，却并无敌意。她上前一步，很自然地扶起了李青鸾。以后都是一家人，无需这般生分。这番友好，也让一旁的赵承安啧啧称奇。诡异的平和。这位将军府的大小姐，比他想象的还要通透。她很清楚自己的地位，看来自己的后院大概率是烧不起火来了，这倒是省了他不少麻烦。好了，时辰不早，我们该进宫了。赵承安打破了这奇妙的氛围，率先向外走去。通往皇宫的巨大青石板路上，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在禁卫军的护送下平稳地行驶着。车厢内空间宽敞，赵承安大马金刀地坐在中间，左手边是李青鸾，右手边是乌兰雪。他一手一个抓着两女柔嫩的手。李青鸾的手骨节分明，带着常年练枪留下的薄茧，触感清凉。乌兰雪的手娇小柔软，此刻却有些冰凉，还微微渗出了汗珠。别紧张。赵承安能感觉到乌兰雪的惶恐，开口安抚道：“一会进了宫，你们会被带去后宫拜见皇后娘娘和几位贵妃。你们记住，少说多看，万事谨慎。”他叮嘱道：“尤其是兰雪，后宫里的那些娘娘，个个都不简单，别被人三言两语套了话去。”我记住了。乌兰雪小声应道。这时，一直沉默的李青鸾忽然开口：“殿下放心。”他的声音很镇定，给人一种莫名的信赖感。青鸾幼时曾随家父入宫数次，宫中礼仪尚且记得一二，我会照看好姐姐的。赵承安转头看他，烛光下的他温婉中透着阴气，此刻的他沉稳而可靠。乌兰雪也投去感激的一瞥，对着李青鸾轻声道：“多谢妹妹。”赵承安满意地点了点头，有李青鸾在，他确实放心不少。马车穿过重重宫门，最终在后宫与前朝的分界处停了下来。魏公公在车外恭声道：“殿下到了。”两位皇子飞请随老奴往凤鸣宫去，陛下在御书房等您。赵承安带着两女下了车，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两位妻子，给了他们一个安心的示意。李青鸾回以一个自信的颔首，乌兰雪则依旧是那副低眉顺眼的可怜模样。两名宫女上前引着他们跟着魏公公走向了那片红墙金瓦的后宫深处。赵承安则在另一名小太监的引领下转身走向了另一条路，那条路的尽头是整个大周王朝的权力中枢御书房。御书房内檀香袅袅，安静的能听见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大周皇帝赵道廷并没有坐在那张象征着至高权力的龙椅上，他负手站在窗前，望着庭院中一棵不知活了多少年的古松，一动不动。但若是有人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他那双藏在宽大袖袍下的手正无意识地摩挲着一枚玉扳指，一下又一下，暴露了他并不平静的内心，期待又带着几分君王不该有的忐忑。那个他最不看好却又最是宠溺的儿子赵承安，自从上次献上那天品功法后，就变得愈发让他看不透了。上古大能的传承，这种话若是从别人口中说出，赵道廷只会当成一个字，平淡无波，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片刻后，赵承安的身影出现在了御书房门口，他迈过高高的门槛，一步步走了进来。整个书房的气氛似乎都因为他的进入而变得凝重。赵承安走到书案前，躬身行礼：“儿臣参见父皇。”赵道廷没有立刻叫他平身，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儿子，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要将赵承安从里到外看得通透。时间在父子二人的沉默对视中一息一息的流逝。终于，赵道廷开口了，他的身子微微前倾，食指交叉放在书案上：“你说的那位上古大能可有动作？”御书房内气氛凝滞，他知道父皇这是在等他交底呢。赵承安抬起头，对上父皇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回父皇：“有的。”他的声音平静。赵道廷没有说话，只是微微抬了抬手，示意他继续。赵承安从怀中取出一个锦盒，锦盒不大，巴掌大小，通体暗金色，上面篆刻着繁复的纹路，隐隐有灵光流转。这是他从系统空间里取出来的天品武技大荒求天指，品级天品下阶，说明上古大能所创，一指出可求天地镇山河，修炼至大成，先台境以下，一指可灭。而这门大荒求天指正是天品下阶的武技。在这个世界，功法武技同样分为圣天地玄黄5个大品级，每个品级又分上中下3阶。王朝势力能拥有地品就已经是镇族之宝，天品那是皇朝才有资格染指的东西，至于圣品，那是天朝神庭级别势力的底蕴。整个大周王朝最强的武技也不过是地品中阶，而现在赵承安要献上的是天品。他将锦盒双手奉上：“父皇，这是儿臣那日梦中上古大能所赠的第2份机缘。”赵道廷的目光落在那锦盒上，他没有立刻去接，而是盯着那锦盒看了许久，仿佛要透过那层锦缎看清里面究竟装着什么。打开，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颤抖。赵承安一眼打开锦盒，一卷古朴的兽皮卷轴静静地躺在其中，卷轴上5个古篆大字苍劲有力，仿佛要破纸而出：“大荒求天指。”赵道廷瞳孔骤然一缩，他豁然起身，一把抓过那卷轴，迅速展开，目光扫过卷轴上的内容，
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一吸、两吸、三吸，整个御书房内只剩下赵道廷翻动卷轴的沙沙声，以及他愈发粗重的呼吸。赵晨安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能清楚地看到父皇那只握着卷轴的手在微微颤抖。终于，赵道廷看完了，他缓缓抬起头，看向赵晨安的目光已经完全不同，那是一种近乎狂热的炽烈。天品，他喃喃自语，声音嘶哑，竟然真的是天品5阶。下一刻，他猛地转身，背对着赵晨安，双手撑在书案上，肩膀剧烈起伏。赵晨安能看到父皇的后背因为情绪的剧烈波动而微微颤抖着。父皇别激动，这武技儿臣用不上，便赠与父皇了。论情商，赵晨安绝对是不低。这么一句话，直接免了赵道廷开口所要。而对于这本天品武技，赵道廷心中的震惊则是难以言表。而除此之外，对于赵晨安口中的上古大能，他已然是深信不疑。没人会用天品功法和天品武技当诱饵来哄骗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亦或者图谋自己的大周王朝，因为这2样至宝价值足以顶整个大周。深吸一口气，赵道廷缓缓道：“你的功劳，朕记下了。下一桩婚事，朕也给你安排好了。”赵晨安听到这句许诺，心中顿时一乐。又一桩婚事，好，太好了！父皇果然是懂我的，这大腿抱得舒坦。但他面上依旧不动声色，只是躬身一礼，语气诚恳：“全凭父皇做主。”赵道廷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个儿子现在是越看越喜欢啊，可惜要是能够修炼就更好了。他将那卷大荒求天纸小心翼翼地收好，那郑重的模样仿佛捧着的是整个大周的未来。你且退下吧，朕要闭关几日，参悟这门武技，儿臣告退。赵晨安应了一声，转身便要离去。可他刚走到门口，却又停下了脚步，像是想起了什么。他转过身，带着几分试探的口吻问道：“父皇，儿臣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说。赵道廷此刻心情大好，大手一挥，显得格外宽容。之前献上的那门大道天眼经，不知能否传给儿臣的2位妃子？话音落下，御书房内刚刚缓和的气氛瞬间又凝固了。赵道廷刚刚舒展的身体重新绷紧，他静静地看着赵晨安，没有说话，但那股无形的帝王威压却悄然弥漫开来。天品功法这4个字的分量比一座城池还要重，在大周这等于是镇国之宝，是皇室最核心的秘密。按照规矩，非储君不可学，甚至非未来的皇帝不可窥其全貌。赵晨安的2个妃子，一个是战败部落送来的质子圣女，另一个是将门之女，虽是忠臣，但终究是外臣，将此等神功传给他们，这不合规矩。赵晨安垂着头，仿佛承受不住那股压力，但他没有退缩。他知道父皇在顾虑什么，但他更知道父皇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是那虚无缥缈却又近在咫尺的仙缘。果然，在沉默了足足10几息后，赵道廷那沉重的威压缓缓收敛。他想到了赵晨安背后那神秘的上古大能，既然功法和武技都是那位大能所赐，那么这所有的一切或许都在那位存在的算计之中。自己若是横加干涉，会不会惹得那位存在不快，断了这天大的机缘？风险但收益更大。赵晨安是自己的儿子，他的妃子未来生的孩子流的也是赵家的血脉，与其将这神功死死攥在手里，不如让他开枝散叶，为赵家为大周培养出更多的强者。想通了这一点，赵道廷缓缓开口，可只有一个字，却重若千钧：功法武技皆可传。赵道廷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但仅限于他们2人。此事若泄露半点风声，会影响朕的谋划。儿臣明白，谢父皇城全。赵晨安大喜过望，深深一拜。他知道自己赌对了。赵道廷最后挥了挥手，赵晨安再次行礼。这一次他没有再停留，转身退出了御书房。当赵晨安回到前朝与后宫交界处时，那辆华丽的马车依旧静静地停在原地，2名宫女和几名禁卫军垂手侍立，周遭一片安静。他掀开车帘，只见乌兰雪和李青鸾正襟危坐，一左一右，谁也没有说话。见到他进来，2女明显都松了口气，尤其是乌兰雪，那一直紧绷的小脸终于有了一丝血色。都结束了。李青鸾率先开口，他的声音依旧镇定。回家。赵晨安笑了笑，在2女中间坐下，马车缓缓启动。皇后娘娘他们没为难你们吧？他随口问道。乌兰雪摇了摇头，小声说：“皇后娘娘很和善，赏了我们很多东西。”李青鸾则补充道：“娘娘们只是问了些家常，旁敲侧击殿下的近况，青鸾都应付过去了。”赵晨安点了点头，不为难才怪。一群人经里突然扔进去2只小白兔，不被8层皮都算好的。不过有李青鸾在，他倒也放心。这位将门虎女心智绝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一路无话，马车穿过繁华的街道，很快便回到了16皇子府。府邸门口，管家早已带着一众下人恭候。赵晨安没有理会这些繁文缛节，直接带着2女穿过前院，回到了他们居住的清新小筑。他挥手平退了所有下人：“你们2个都过来。”他径直走进书房，对跟进来的2女说道。乌兰雪和李青鸾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反应中看到了几分疑惑，但还是乖巧地跟了过去。书房内，赵晨安没有说话，只是自顾自地走到书案前，铺开2张上好的雪浪纸，开
开始研墨，墨香很快在房间里弥漫开来。两女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他。烛光下，男人的侧脸轮廓分明，专注而认真。他要做什么？终于，墨已研好。赵晨安提起笔，手腕悬空，笔尖饱沾墨汁，开始在纸上挥洒。他的动作行云流水，一个个玄奥复杂的古字从他的笔下流淌而出。那些字迹结构奇古，仿佛蕴含着某种天地至理，只是看上一眼就让人觉得心神摇曳。李青鸾出身江门，见识不凡，他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不是普通的诗词文章，这倒像是在抄录某种功法的总纲。他屏住呼吸，不敢出声打扰。乌兰雪虽然看不懂，但他能感觉到，随着赵晨安笔下的字迹越来越多，整个书房的空气似乎都变得厚重起来，一种莫名的道韵在流转。时间一点一滴过去，赵晨安写得极为认真，额头上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这大道天眼经乃是天品功法，每一个字都蕴含道则，哪怕只是默写，也极为耗费心神。终于，当最后一个字落下，他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两卷一模一样地功法静静地躺在书案上，他将其中一卷递给李青鸾，另一卷递给乌兰雪。这是给你们的奖励。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但却充满了笑意。奖励？两女都愣住了。李青鸾下意识地接过卷轴，入手微沉。他展开一看，只见开头4个古朴大字，瞬间攫取了他全部的心神。大道天眼经。他不认识这门功法，但光是看着这4个字，就感觉自己的神魂都在颤栗。他继续往下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引天地灵气，演化大道。只看了几句，李青鸾的呼吸就骤然停滞了。他猛地抬起头，满脸的难以置信。殿下，这是……他的声音在颤抖。一旁的乌兰雪也好奇地展开了自己的那份。他虽然看不懂太多深奥的理论，但他能感觉到这卷轴上记载的东西，比他部落传承了上千年的天狼祭祀法要高深10000倍。这是天品功法。赵晨安看着他们的反应，淡淡的说道：“轰！天品功法。”这4个字如同9天惊雷，在两女的脑海中轰然炸响。乌兰雪手一抖，那卷价值连城的兽皮卷轴差点掉在地上，她的小脸瞬间变得煞白，随即又涌起一股不正常的潮红。天品。她结结巴巴的开口，感觉自己的舌头都大了。夫君，您没开玩笑吧？他出身的天狼部落最强地功法也不过是选品上阶，那已经是部落的镇族之宝，只有历代圣女和族长才有资格修炼。天品功法那是传说中只有皇朝核心人物才能接触到的东西。现在自己的夫君竟然轻描淡写的将一卷天品功法当成奖励送给了自己。这一刻，乌兰雪感觉自己仿佛在做梦，一个荒诞到极致却又甜蜜到心碎的梦。她的眼眶瞬间就红了，泪水不受控制的滑落，打湿了胸前的衣襟。她不是伤心，是感动，是震撼，是巨大的幸福感冲垮了理智的堤坝。自己是什么身份？一个战败小部落送出来和亲的女人，名义上是正妃，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好看点的质子。她从未想过能得到夫君的宠爱，只求能在这深宫大院里安稳地活下去。可现在，夫君给了她什么？是天品功法，是足以让整个大陆都为之疯狂的无上之宝。他竟然就这么给了自己。这份信任，这份看重，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更能击穿他的心房。夫君，乌兰雪再也忍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如雨下。您对兰雪的大恩，兰雪无以为报。而在另一边，李青鸾的反应虽然没有这么激烈，但他内心的惊涛骇浪却丝毫不比乌兰雪小。他死死地抓着那卷功法，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天品功法，他比乌兰雪更清楚这4个字意味着什么。他父亲大周战神李擎苍，4级境巅峰的强者，修炼的也不过是李家祖传的烈火燎原功。整个大周皇室最强地功法，也不过是皇帝陛下修炼的那门地品中阶功法。天品，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这功法是哪来的？殿下无法修炼，这是整个皇城人尽皆知的事情，他不可能自己拥有这种东西。那么来源只有一个，皇帝陛下。是了，殿下今天进宫，刚从御书房出来，这一定是殿下向陛下求来的。李青鸾的脑海中瞬间脑补出了一幅画面：御书房内，他的夫君，那个平日里看起来随性散漫的16皇子，为了给自己的2个妃子求一部天品功法，正对着那至高无上的大周皇帝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才从皇帝那里换来了这2卷天品功法。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他们，为了他这个身不由己嫁过来的侧妃，为了乌兰雪那个身世可怜的正妃。这一刻，李青鸾心中那最后一点因为被赐婚为妾的不甘，那一点将门虎女的骄傲，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悸动和温暖。他看着赵晨安那张带着一丝疲惫的笑脸，在烛光下显得如此的真诚。原来他都记在心里，原来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他们。赵晨安自然不知道，短短瞬间，自己在两女心中的形象已经从一个需要照顾的夫君飙升到了为我们顶起一片天的伟岸男人。他看着一个跪地痛哭，一个呆立当场，不由得有些好笑。不就是一部天品功法吗？至于吗？以后圣品、神品功法多的是。他走上前，将乌兰雪扶了起来，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哭什么？说了
是给你们的奖励。随后他又看向李青鸾，你们是我赵承安的女人，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他这番话本是出自真心，靠山老爹是他不断耐切的保障，而枕边人才是他真正的基本盘。未来无论是为了系统奖励继续纳妾，还是生儿育女，都需要他们的支持和配合。现在给点甜头，稳固内部团结是必须的投资。可在两女听来，这番话却无异于最动听的情话，是最深情的承诺。殿下，李青鸾也红了眼眶，他对着赵承安深深地心甘情愿地行了一个标准的妻妾之礼。多说无益。赵承安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们的感动。你们立刻开始转修功法。他顿了顿，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等你们稳固了境界，还有其他的奖励在等着你们。说罢，赵承安便在书房的软榻上盘膝坐下，为两女护法。李青鸾与乌兰雪对视一眼，彼此都能看到对方决绝的心意。这不仅仅是一部功法，更是夫君的信任与期许，他们不能辜负。两人不再犹豫，各自寻了一处蒲团坐下，将心神沉入那卷《大道天眼经》之中。书房内一时间只剩下3道绵长而平稳的呼吸。赵承安闭目养神，没再打扰他们。转修功法并非易事，尤其是从低阶功法转向天品这等无上宝典，无异于脱胎换骨，容不得半点差池。时间缓缓流逝，两女的身上开始弥漫出淡淡的灵气波动。李青鸾的波动锐利如刀，带着一股金戈铁马的杀伐气，这是他常年修炼烈火燎原功留下的烙印。而乌兰雪的波动则轻灵而神秘，隐约间仿佛能听到草原上风的呼啸。随着大道天眼经的运转，他们原有的灵力正在被一点点转化提纯。这个过程很缓慢，但却极为稳固。赵承安能感觉到他们的气息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厚重精纯。不愧是天品功法，霸道。就在此时，异变突生，乌兰雪的身体忽然微微一颤，周身的灵气波动瞬间紊乱起来，她原本平稳的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赵承安猛地睁开双眼，出问题了。他正要上前查探，却见乌兰雪强行稳住心神，引导着那股紊乱的灵力，小心翼翼地绕开了自己的小腹位置，转而继续淬炼身体的其他部分。他的动作极为谨慎，仿佛腹中有什么绝世珍宝，生怕触碰分毫。赵承安的动作停了下来，这情况不像是走火入魔。又过了1炷香的功夫，李青鸾率先完成了功法的初步转换，他周身的气息已经完全变成了大道天眼经的平和道运，只是境界还有些虚浮，需要时间稳固。他睁开眼，长长吐出一口浊气，那浊气落地，竟将青石地板都腐蚀出一个浅坑。而另一边，乌兰雪也缓缓收了功，只是她的俏脸之上神色复杂到了极点，有惊有喜有茫然，更多的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羞涩和慌乱。他没有看赵承安，而是先看向李青鸾，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怎么了？赵承安走上前，关切地问。是不是修炼出了什么岔子？乌兰雪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一张小脸长得通红。她揪着自己的衣角，低着头，用细若蚊内的音量开口：夫君，他呕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一旁的李青鸾何等聪慧，看到他这副模样，再联想到他刚才修炼时的异常，心中顿时有了一个猜测。他走上前，拉起乌兰雪的手，将一丝灵力探入其体内。下一刻，李青鸾的动作一僵，他抬起头，满脸的惊奇与喜悦。姐姐，我好像有了。乌兰雪终于鼓起勇气把话说完，她的声音很轻，却让整个书房瞬间安静下来。有了。赵承安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什么有了？有什么了？他看着乌兰雪那平坦的小腹，又看了看李青鸾那又惊又喜的反应，一个荒唐却又让他心脏狂跳的念头猛地窜了出来。你是说？他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乌兰雪羞得快要钻到地缝里去，但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刚才运转功法，内视几身，才察觉到腹中多了一道很微弱的生命气息。轰！赵承安只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幸福来得如此突然，他要当爹了，这可是他的第一个子嗣，系统100倍奖励的希望。巨大的狂喜瞬间淹没了他，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想把乌兰雪抱起来转几个圈，但手伸到一半又猛地停住，小心翼翼地改成搀扶。快坐下！他紧张的语无伦次，把乌兰雪按回到蒲团上。还修炼什么功法？不许练了，从今天起你什么都不用干，好好养胎。看着他那副手足无措却又欣喜若狂的模样，乌兰雪和李青鸾都忍不住笑了出来。方才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乌兰雪的心里更是被一种名为幸福的东西填得满满的。她能感觉到夫君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不带任何杂质。夫君没那么夸张的，她柔声说道，有灵力护体，稳固得很。赵承安大手一挥，霸道地宣布，反正现在开始，你的任务就是养胎，其他的一切由我。下午，赵承安决定带着李青鸾回一趟将军府。于情，这是心腹回门，是礼数；于理，他也该去拜访一下自己那位战神岳父了。马车行驶在皇城宽阔的朱雀大街上，赵承安靠在软垫上，心情极好。乌兰雪有孕，系统奖励指日可待，这让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身旁的李青鸾今日换上了一身淡青色的长裙，
少了几分军旅的英气，多了几分女子的温婉。他安静地坐着，只是偶尔掀开车帘，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就在马车行至一处相对僻静的街道时，车夫一声急促的呼喝，整个车厢猛地一震，停了下来。殿下，有刺客！车外传来护卫惊骇的吼声，以及兵刃交击的脆响。刺客！赵承安眉头一挑，胆子不小，敢在皇城当街刺杀皇子。他掀开车帘一角向外看去，只见10几个黑衣蒙面人正手持利刃，疯狂地攻击着他的护卫。这些黑衣人一个个气息沉凝，出手狠辣，修为最低的也是轮海境高阶，为首的2人更是散发着到攻境强者的恐怖威压。赵承安的护卫虽然都是精锐，但面对高出一个大境界的强者，几乎是摧枯拉朽，瞬间便倒下了一片。保护殿下！一名护卫队长目眦欲裂，吼叫着扑向一名到攻境刺客，却被对方一掌拍碎了天灵盖，当场毙命。血腥味瞬间弥漫开来。刺客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他乘坐的这辆马车。青鸾，待在车里别动。赵承安放下车帘，神色平静。他虽然不能修炼，但至少是个男人，这种危险的情况下，自然要先照顾媳妇的感受。然而他话音刚落，身旁的李青鸾却动了。他没有丝毫的慌乱，只是平静地开口：夫君，你且坐好，青鸾去就来。话音未落，他人已如一道青色的闪电掠出了车厢。枪！一声清越的剑鸣，李青鸾不知何时手中已多了一柄3尺清风。他凌空而立，衣袂飘飘，一股远超刺客的强大气息轰然爆发。那气息平和中正，却又浩瀚如海，带着一股眼花万物的玄奥道韵。大到天眼睛，赵承安在车内看得分明，心中一动，他竟然已经能将功法运用到实战中了。那2名到攻境的刺客在感受到李青鸾气息的瞬间，动作齐齐一致。情报有误，不是说16皇子妃只是个初入道宫的修士吗？这怎么爆发出来的力量比一般到攻境中后期的修士还要强大？杀！短暂的震惊后是更凶狠的杀意。2人对视一眼，放弃了其他护卫，同时化作2道黑影，一左一右夹击李青鸾。面对2名同阶强者的围攻，李青鸾神色不变，他手腕一抖，长剑挽出一个剑花。道生一，他轻声念道。剑尖之上一道剑气迸发，看似平平无奇，却瞬间分化为2，又化为3，最终演化成漫天剑雨，将2名刺客笼罩其中。每一道剑气都蕴含着一丝大道至理，玄奥莫测。2名刺客大骇，连忙挥刀抵挡。叮叮当当，密集的金铁交鸣声响起。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刀势在对方那看似轻飘飘的剑雨面前，竟如同纸糊的一般，被轻易撕碎。噗噗，血花飞溅，只一个照面，2名到攻境的刺客便被剑气洞穿了身体，浑身浴血，踉跄后退。车厢内，赵承安看得热血沸腾，忍不住低喝一声：青鸾真神将，这才是将门虎女该有的风采，这才是天品功法该有的威力。一击得手，李青鸾并未停歇，他身影一晃，主动欺身而上，长剑如龙，直取其中1名刺客的咽喉。那刺客亡魂大冒，举刀格挡，却被李青鸾一剑连人带刀，直接震飞出去，重重地砸在墙上，口喷鲜血，再也爬不起来。剩下的那名刺客彻底吓破了胆，他想也不想，转身就逃。想走？李青鸾冷哼一声，屈指一弹，一道剑气破空而去，精准地洞穿了那名刺客的膝盖。刺客惨叫一声，扑倒在地。从李青鸾出手到解决战斗，不过短短10几个呼吸。街道上除了赵承安的护卫，所有黑衣刺客尽数倒地，只有一个活口。李青鸾持剑而立，青裙染血，却更添几分凌厉的美感。就在这时，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从街角传来：庶子，安敢！一道魁梧的身影带着滔天的煞气，如同一头暴怒的雄狮狂奔而至，正是大周战神李擎苍。他感应到府邸外有剧烈的灵力波动，第一时间便冲了出来。可当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时，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的女儿李青鸾正持剑站在一地尸体中央，而那些刺客，李擎苍上前一步，翻过一具尸体。到攻境，全都是到攻境的强者。他猛地回头，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女儿，满脸的震撼。青鸾，这是你做的？李青鸾收剑入鞘，对着李擎苍行了一礼。父亲。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李擎苍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快步走到那唯一的活口面前，一把将其拎了起来，说：谁派你们来的？那刺客没有开口，只是咬牙看着李擎苍，眼中满是死意。眼看如此，李擎苍将刺客单手抓着，急忙控制住他体内的灵力运转，不给他自尽的机会。转过身，复杂的看着赵承安从马车上走下来，虽然心中有万千疑惑，但他也知道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殿下，先进府吧。将军府正堂，李擎苍已经将刺客交给府内人看管审讯。赵承安与李青鸾并肩而立，向上座的李擎苍和他身边的将军夫人行了标准的见礼。小婿拜见岳父大人、岳母大人，女儿拜见父亲、母亲。李擎苍面沉如水，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哼了一声。将军夫人连忙笑着打圆场：快起来，快起来，都是一家人，不必多礼。他拉着李青鸾的手，嘘寒问暖，满是心疼。待重新落座，李擎苍才终于开口，声音沉闷如雷：殿下，今日之事
您是否应该给我一个解释？赵承安还没开口，李青鸾却抢先一步。父亲，他站起身，直面李擎苍的视线。此事与夫君无关，这些贼人是冲着女儿来的，还是冲着整个将军府来的，尚未可知。他顿了顿，语气坚定。而且，夫君待我极好，远超女儿所想。此话一出，整个正堂都安静了。李擎苍愕然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这才嫁过去1晚上，他竟然会主动开口维护这给废物皇子，搞什么？赵承安到底给我女儿灌了什么迷魂汤？岳父，我觉得这些人看起来有点眼熟，感觉像是宗府内训练的皇子宗卫。不对，这些更像是宗卫淘汰的下来的死士。听到赵承安的猜测，李擎苍顿时想到了一个人，但他刚要说，却见李青鸾赶忙摇头制止两人继续交谈。父亲，夫君，此人不要再审了，还是交给陛下处置吧。李青鸾说完，赵承安和李擎苍对视一眼，虽然心中有些不甘，但还是同时点头。事已至此，幕后之人他们都已经猜到了，再审讯下去，将一切挑明了也没有意义，倒不如将锅丢给周皇。至于周皇如何处置，合不合理，那就看他了。与此同时，皇宫深处御书房，身穿龙袍的赵道廷正准备入境室闭关，一名老太监，也就是魏公公，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陛下，紧急情况。说。赵道廷停下脚步，刚刚收到消息，16殿下在前往将军府的路上遇刺，刺客皆为到宫境强者。魏公公顿了顿，继续道：不过殿下与皇子妃安然无恙，皇子妃出手血战长街，留下了一个活口，已经被李将军带回府中。听到这个消息，赵道廷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意外和愤怒，他反而微微一笑，那笑容里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深意。他挥了挥手，让李擎苍那莽夫别乱审了，把那个活口给朕完好无损的送进宫来。魏公公心中一凛，连忙躬身遵旨。看着魏公公退下，赵道廷转身负手而立，望向窗外的云海。好戏就要开场了。夜色渐浓，将军府的灯火也无法驱散空气中残留的血腥。李擎苍没有耽搁，亲自拎着那半死不活的刺客，大步流星地走出府门，直奔皇宫。他一身煞气未散，步履间虎虎生风，到宫境的威压让沿途的行人纷纷避让。然而就在他拐入一条通往宫城的僻静长街时，脚步猛地一顿，一股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让他浑身的骨骼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他体内的灵力在这一瞬间竟变得滞涩无比。谁？李擎苍暴喝一声，将刺客护在身后，全身肌肉虬结，警惕地环顾四周。街道空无一人，只有风吹过屋檐的呜咽，但那股压力却愈发沉重，宛若3座无形的大山，死死地压在他的肩头。扑通！李擎苍双膝一软，竟被这股威压硬生生压得单膝跪地。他堂堂大周战神，到宫境的强者，连对方的人影都没见到，就被压制得动弹不得。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差距！4级境，而且不止一个。3道模糊的人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面前，仿佛他们一直就站在那里。他们身形各异，气息却同样深不可测，与天地四方隐隐相连，举手投足间便能引动天地之力。这是4级境巅峰的强者。李擎苍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为首那人瞥了一眼他手中拎着的刺客，没有一句废话，只是轻轻抬起了一根手指，一道微不可察的劲气一闪而逝。噗！李擎苍只觉得手上一轻，那名被他死死钳住的刺客眉心处已经多了一个血洞，生机瞬间断绝，人就这么在他面前被杀了。他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3道人影做完这一切，便再次变得模糊，仿佛要融入夜色之中。你们是继下学宫的人？李擎苍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那为首的人影动作一顿，似乎有些意外他能认出自己的来路，但终究没有停留，与另外2人一同彻底消失在长街尽头。那3座大山般的压力也随之烟消云散。李擎苍脱力般瘫坐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早已被冷汗浸透。他低头看着地上那具尚有余温的尸体，一股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怒火直冲天灵。皇宫御书房，赵道廷依旧负手而立，仿佛在欣赏窗外的夜景。当李擎苍失魂落魄地走进御书房时，他连头都没有回。陛下！李擎苍单膝跪地，头颅深埋，话语里满是颓丧。赵道廷转过身，脸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怎么遇到意外了？那个活口被人灭口了？李擎苍猛地抬头，满脸的不可思议。陛下，您果然消息灵通。赵道廷摇了摇头，走到他面前，亲自将他扶起。朕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朕只是猜的。李擎苍彻底懵了，猜的？这怎么可能猜得到？那些人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稷下学宫的。赵道廷慢条斯理地拂去龙袍上不存在的灰尘，而白天刺杀陈安的那些刺客，确实是宗府培养出来又被淘汰掉的死士。稷下学宫，宗府死士。李擎苍感觉自己的脑子完全不够用了，这2波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怎么会扯到一起？赵道廷撇了撇嘴，坐回龙椅之上。很简单，有人希望朕早点死，再扶持一个听话的傀儡上位，到那时我大周的江山社稷、朝堂决策就都会成为那些自诩清高的学院派指点江山的工具。轰！李擎苍的脑中宛若一道惊雷炸响，瞬间将所有线索串联了起来。他恍然大悟，
所以世纪下学宫的人出手，替三皇子赵晨瑜扫清后患。白天那场刺杀，就是三皇子的手笔。赵道廷听着他那不加遮掩的吼声，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你这直脑筋，这种诛心之言是能这么大声说出来的吗？李清苍老脸一红，也意识到自己失言，连忙闭上了嘴。行了，此事你不要再管。赵道廷从龙案上拿起一本线装古籍，丢了过去，回去改修那本功法，等你出关再来见朕。赵道廷挥了挥手，届时朕要你陪朕做一件大事。李清苍心神俱震，他紧紧攥着那本功法，重重叩首。臣遵旨。他没有再多问一句，躬身告退，脚步匆匆地离开了御书房。回到将军府，李清苍没有见任何人，直接对管家下达了命令，传令下去，本将军即日起闭关，任何人不得打扰。说罢，他便一头扎进了府内最深处的密室之中。与此同时，16皇子府正堂内灯火通明，赵晨安悠闲地喝着茶，李青鸾和乌兰雪一左一右地坐在他身边。乌兰雪的小脸上满是担忧，而李青鸾则秀眉微蹙，显然还在为白天之事挂心。夫君，父亲他进宫不会有事吧？李青鸾终究还是忍不住开口。赵晨安放下茶杯，轻笑一声，放心，能有什么事？你没发现吗？从出事到现在，父皇连一个过来问话的太监都没派，这说明什么？他环视二女，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这说明一切都在父皇的掌握之中。这点风浪，在他老人家那里根本不算事。李青鸾和乌兰雪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但眉宇间的忧色并未完全散去。就在这时，府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殿下，宫里来人了，是魏公公。话音刚落，身形瘦长的魏公公已经手持一卷明黄色的圣旨，在一众禁卫的簇拥下走进了正堂。他那双锐利的眼睛扫过全场，最后定格在赵晨安身上。赵晨安立刻起身，带着李青鸾和乌兰雪上前行礼，见过魏公公。魏公公面无波澜，只是笑着颔首，然后展开了手中的圣旨，用他那特有的尖细嗓音开始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16子赵晨安，性行纯良，天资聪颖，甚为朕心。今遇刺而临危不乱，有王者之风。一连串的褒奖之词让赵晨安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啥也没干啊，全程看戏，怎么就临危不乱，有王者之风了？他身旁的李青鸾和乌兰雪也是一脸的茫然。魏公公顿了顿，拔高了声调，念出了最关键的一句：特赐晋封。封16皇子赵晨安为魏王。魏公公的声音在空旷的正堂内回荡，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钦此。魏公公收起圣旨，满是褶子的脸上笑意更浓。恭喜魏王殿下，贺喜魏王殿下。赵晨安这才从巨大的错愕中回过神来，他连忙上前扶住躬身的魏公公。公公客气了，我啥也没干啊，就遇了个刺，全程看戏，怎么就临危不乱，有王者之风了，还直接封王了？这位王的名号听着怎么就那么顺耳呢？赵晨安脑子里一团乱麻，但他面上不动声色，熟练地从袖中摸出一张银票，悄无声息地塞进了魏公公的手里。魏公公手腕一翻，银票便消失无踪，脸上的笑容也真诚了几分。王爷，陛下还有口谕。陛下说，您府上的牌匾也该换了，明日一早，内务府会派人送来新的魏王府牌匾。说完，魏公公又行了一礼，便带着一众禁卫转身离去，干脆利落。直到那一行人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府门外，李青鸾和乌兰雪才如梦初醒般围了上来。夫君，这就封王了？乌兰雪的小脸上满是不可思议，李青鸾也蹙着秀眉，他比乌兰雪想的更多。父皇这一手到底是什么意思？白天遇刺，晚上封王，这太反常了。赵晨安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波澜，他当然也觉得反常。父皇这一连串的操作根本不像是单纯的奖赏，更像是在布局一场以他为棋子的大棋。不管父皇是什么意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赵晨安牵起二女的手，脸上恢复了那副随性的笑容。先别想那么多了，赶紧准备一下，明天咱们魏王府可要热闹了。次日清晨，天还未亮，16皇子府，哦不，现在应该叫魏王府的门前就已经车水马龙。内务府的工匠们手脚麻利地换上了鎏金的魏王府牌匾，那3个大字在晨光下熠熠生辉，彰显着主人身份的尊贵。赵晨安一身青王蟒袍，带着乌兰雪和李青鸾站在府门前迎客。前来道贺的皇子公主、朝中大臣络绎不绝，2皇子、4皇子、7皇子，一个个平日里眼高于顶的兄弟，此刻都带着热情的笑容，亲自前来恭贺。一些未出阁的公主也结伴而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位突然声名鹊起的16弟。整个京城都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封王而震动，所有人都想看看这位之前默默无闻，甚至被认为是修行废柴的16皇子究竟是何方神圣。赵晨安应付自如，与每一位来客谈笑风生，滴水不漏。乌兰雪和李青鸾一左一右，一个温婉可人，一个英姿飒爽，也为他赚足了颜面。宴会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日暮，宾客尽欢。然而就在众人以为今日之事将要圆满结束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了起来。3皇子府送贺礼到。一名管家模样的中年男人领着几个仆人，抬着一个精致的紫檀木箱走到了府门前。喧闹的正堂瞬间安静了下来。
赵承安脸上的笑容不变，他缓步上前，有劳了。他亲自从仆人手中接过那个紫檀木箱，那管家昂着头，一副倨傲的神态。王爷客气了，我家殿下政务繁忙，无法亲至，还望王爷海涵。赵承安只是笑了笑，好说好说。他掂了掂手中的木箱，然后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手一松，啪嚓，那价值不菲的紫檀木箱连同里面的鹤礼重重地摔在地上，四分五裂。一尊晶莹剔透的玉如意碎成了好几块，全场死寂。那三皇子府的管家脸上的倨傲瞬间凝固，化为了无边的错愕和愤怒。你，赵承安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拍了拍手上不存在的灰尘，撇了撇嘴，哎呀，真不好意思，本王今天迎客，手都站软了，没拿稳。他看都没看地上的碎片一眼，转身对身后的管家吩咐道：“来人，把这些垃圾扫了，别污了本王府邸的地。”说完，他便转身走回正堂，留下一地狼藉和那个气得浑身发抖的三皇子府管家。满堂宾客鸦雀无声，看向赵承安的眼神彻底变了。这位新晋的魏王不是什么软柿子，他是个疯子。1日后，太和殿早朝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格外凝重，文武百官分列两侧，赵道廷高坐龙椅之上，面无波澜。果然，队列中吏部尚书林海涛一步跨出，臣有本奏。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似极尽巅峰强者的威压，让殿内空气都为之一滞。讲。赵道廷淡淡的吐出一个字：臣弹劾陛下，无功而封16皇子为王，此举不合祖宗礼法。林海涛义正言辞，掷地有声。大周立国数百年，皇子封王皆须有赫赫战功，或对社稷有不世之功。16皇子年幼，于国于民寸功未立，骤然封王，恐寒了天下有功之臣的心，亦会让天下人非议皇室，动摇国本。他话音一落，他身后属于学院派的官员立刻齐刷刷的跪倒一片。臣等附议，请陛下三思。声势浩大，直逼龙椅。赵道廷看着下方跪倒的一片，脸上竟露出了一丝笑意。他等林海涛把话说完，这才慢悠悠的开口：林爱卿言之有理，朕也觉得这么做确实不太符合礼法。此言一出，林海涛心中一喜，以为皇帝是怕了舆论压力，准备妥协。然而赵道廷的下一句话却让他脸上的喜色瞬间僵住。可是圣旨已下，昭告天下，朕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把圣旨收回来吧？那岂不是更让天下人笑话？林海涛懵了，这是什么歪理？这样吧，赵道廷像是想到了什么好主意，一拍龙椅扶手，既然无功，那就让他立功好了。皇子最大的功劳，莫过于为我赵氏皇族开枝散叶，绵延子嗣。魏王如今只有一妻一妾，实在是少了些。朕决定再为他赐下一门婚事，让他尽快为皇室诞下子嗣，也算是大功一件了。轰！整个朝堂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被皇帝这神一般的逻辑给震得外焦里嫩。因为无功封王不合理法，所以解决办法是再赐一个老婆当成功劳。还能这么晚？林海涛更是被这番话噎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一张老脸长成了猪肝色。他正要开口反驳这荒唐的决定，赵道廷却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对身旁的魏公公使了个眼色，宣旨。魏公公一步上前，展开一卷早已准备好的明黄色圣旨，用他那尖细却清晰无比的嗓音响彻整个太和殿。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闻稷下学院圣女柳若霜品貌出众，秀外慧中，堪为良配，特将其赐婚于魏王赵承安为侧妃，择日完婚。钦此。当柳若霜3个字从魏公公口中念出时，整个太和殿陷入了一片死寂，真落可闻。所有官员，包括那些支持林海涛的学院派，全都石化当场。而站在队列前方的林海涛更是如遭雷击，浑身巨震。他猛地抬头，死死地盯着龙椅上那个面带微笑的男人，一股寒意从脚底板至冲天灵盖。他后知后觉，终于明白了，要出大事了。稷下学宫被皇帝给偷家了。太和殿内死寂一片。当魏公公高声念完圣旨，那柳若霜3个字就像3座无形的大山，轰然压在了吏部尚书林海涛的身上。他整个人都僵住了，跪在地上的身体微微颤抖，那股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的寒意让他几乎无法呼吸。偷家？不，这已经不是偷家了，这是皇帝当着他的面把他老家的地基都给刨了。直到赵道廷宣布退朝，百官陆续离去，林海涛才被身边的同僚搀扶着浑浑噩噩地站了起来。他失魂落魄地走出太和殿，甚至没理会身后丞相云茂那意味深长的瞥视。回到吏部衙门，林海涛一把推开所有下属，将自己关进了公房。来人！他对着门外嘶吼。一名心腹幕僚连忙推门而入。大人，用最高级别的信音立刻联系学宫，我要马上知道院长对此事的态度。林海涛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是。幕僚不敢多问，转身匆匆离去。1个时辰，2个时辰时间在煎熬中流逝。林海涛在公房内来回踱步，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他心中还存着最后一丝幻想，或许院长会震怒，会联合其他王朝的学院派势力，共同向大周施压，逼迫皇帝收回这道荒唐的旨意。毕竟稷下学宫的圣女身份何其尊贵，那不是普通的学员，而是学宫未来的门面，甚至可能是下一代的传承者。
让她嫁给一个声名狼藉的废物皇子当侧妃，这是对整个稷下学宫的羞辱。然而，当幕僚带着回信，面如土色的再次推开门时，林海涛的最后一丝幻想也随之破灭。大人，学宫那边。幕僚欲言又止，说。林海涛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学宫内群情激愤，无数弟子在圣女的双华宫外静坐抗议，请求圣女拒婚，甚至有教授出面要求院长驳回这道圣旨。没听到院长的消息，林海涛的心瞬间沉了下去。院长呢？院长的态度呢？幕僚艰难地咽了口唾沫。院长他闭门不出，至今未发一言。未发一言，这4个字像是一柄重锤，狠狠砸在林海涛的心口。沉默就是默认。林海涛颓然松手，一屁股坐倒在太师椅上，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完了，全完了！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他的脑海，将所有零碎的线索串联在了一起。三皇子赵晨宇因为李青鸾被赐婚给赵晨安，怒不可遏。随后，赵晨安前往将军府途中遇刺，刺客之中有人被擒获。惊慌失措的三皇子找到自己，请求帮忙处理掉那个活口，以免牵连到他。而自己为了卖三皇子一个人情，便动用了自己在稷下学宫的关系，将那唯一的活口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灭口。本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殊不知这都是赵道廷的谋划。他是故意给自己机会，也是故意让那刺客去死，为的就是抓住自己的把柄，导致学宫陷入皇室之争。原来如此，林海涛的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无边的恐惧。他终于想通了，是自己亲手将稷下学宫推入了这万劫不复的深渊。学宫势力参与皇子夺嫡，这是历朝历代都严令禁止的大忌。自己安排人出手灭口，这便是铁证。皇帝赵道廷根本不需要去查那刺客是谁派的，他只需要抓住稷下学宫插手皇室内部争斗这一点，就足以占据所有的大义。所以这道赐婚圣旨根本不是商量，而是通牒。同意，稷下学宫从此便被绑上了大周的战车，圣女为人质，学宫只能乖乖听话。不同意，那更好，皇帝正好有了借口，以外来势力干涉国政为名，调动大军踏平学宫，好一盘大棋，好一个老谋深算的赵道廷。林海涛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他猛地捂住胸口，一口逆血涌上喉头，却被他死死咽了回去。他不是输给了皇帝，他是输给了自己。与林海涛的失魂落魄截然相反，当朝丞相云茂此刻正悠闲地坐在回府的马车里，手里端着一杯新茶，气定神闲。车窗外是喧闹的街市，车厢内却是另一番天地。云茂轻轻吹开浮沫，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陛下这一手当真是神来之笔。所有人都以为陛下是为了给16皇子封王找部，是为了平息朝堂的非议，但谁又能想到，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局，一个针对稷下学宫的惊天大局。先是赐婚李青鸾，精准地抓住了三皇子赵晨宇的软肋，逼得他方寸大乱，铤而走险。然后再借着赵晨宇派出的刺客，顺理成章地将林海涛和稷下学宫拖下水。当学宫的强者出手灭口的那一刻，鱼就已经上钩了。至于三皇子，云茂摇了摇头，那孩子从始至终都只是陛下用来牵动林海涛这条线的棋子罢了。可怜吗？或许吧，但出身皇室，谁又不可怜呢？在这权力的棋盘上，人人都是棋子，区别只在于是直棋还是背棋。云茂放下茶杯，掀开车帘一角，望向魏王府的方向。现在就看这位新晋的魏王殿下能不能接住陛下这滔天的恩宠了。魏王府，赵晨安拿着刚刚由魏公公卿自送来的第2份圣旨，脸上写满了古怪。父皇还真是雷厉风行啊！他看着圣旨上柳若霜3个字，忍不住咂了咂嘴。封王的风波还没过去，第3个媳妇就给安排上了，而且还是稷下学宫的圣女。赵晨安对朝堂上的那些弯弯绕绕想得并不深，他只知道父皇这是在给自己撑腰，而且是毫无道理的猛撑。至于父皇的深层目的，管他呢，反正好处都是自己的。稷下学宫的圣女啊，那可是每10届学员之中资质、容貌、心性、实力都最为顶尖的女子才有资格获得的称号。可以说，每一位圣女都是天之娇女中的天之娇女，未来前途无量，不是留校成为学宫高层，就是嫁入各大皇朝、天朝，成为一方势力的关键人物。现在马上就要成为自己的魏王妃了。稷下学宫、双华宫，这里是圣女柳若霜的清修之地，平日里云雾缭绕，静谧无声，宛如仙境。但今日仙境不复，圣女，请您三思，万万不可下嫁啊！区区一个王朝，一个声名狼藉的废物皇子，他凭什么娶您？还是侧妃？这是奇耻大辱！我等恳请院长出面驳回这荒唐的圣旨。是案，是案，是案！我稷下学宫何惧一战？双华宫外人山人海，无数身穿学宫服饰的弟子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一张张年轻的脸上写满了愤怒与不甘。他们将圣女视为学宫的骄傲，是天上的明月，岂能容忍被一个凡俗王朝的泥腿子玷污？群情激愤，声浪滔天，几乎要将双华宫的屋顶都给掀翻。而宫殿深处的静室内，被无数人牵挂的柳若霜却依旧盘膝而坐。她身着一袭素白长裙，青丝如瀑，容颜绝世，
周身有淡淡的道运流转，将外界一切喧嚣都隔绝在外。他正在修炼，心如止水，仿佛外面的一切都与他无关。砰！进室的门被一股巨力猛地推开，一道火红色的身影冲了进来，带着一阵香风和满腔的怒火。若霜，你怎么还练得下去啊？来人是柳若霜的闺中密友白晓。他看着柳若霜那副古井无波的模样，急得直跺脚。外面都快闹翻天了，全学宫的师兄弟都快为你跟大周皇朝开战了，你这个正主倒好，跟没事人一样。柳若霜缓缓睁开双眸，那是一双清冷的不带丝毫杂质的眼眸。他只是淡然地瞥了一眼气鼓鼓的白晓，他轻轻摇头，吐出几个字：我是学宫圣女。白晓被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弄得一愣，随即更加火大。对啊，你是学宫圣女，是未来的传承者，是天之娇女，所以你更不能嫁给那个废物皇子当侧妃啊！我享受了学宫10年的顶尖资源供应，如今学宫有难，我自然要为学宫的安危出一份力。柳若霜的语调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出力？这叫出力吗？白晓简直要被他气笑了。他冲到柳若霜面前，压低了嗓音，但其中的焦急却掩饰不住。这分明就是政治联姻，你就是个牺牲品，他们把你当成货物一样送出去平息那个皇帝的怒火，这不公平。柳若霜闻言却是再次摇了摇头，那张清冷绝美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复杂。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稷下学宫独立于王朝之外，广纳天下英才，却又不受任何皇权节制，这本就是大忌。以往大周皇室孱弱，历代君主庸碌，自然可以容忍学宫日益兴盛，甚至需要仰仗我们。但现在不一样了。柳若霜站起身，走到窗边，隔着朦胧的窗纱，看着外面那些为他而激愤的同门。朝中的学宫派系已经愈发猖狂，而那位大周皇帝又显然不是什么胸无大志之辈。这场冲突是早晚的事，我嫁过去不过是让这一天来得更符合所有人的体面而已。白晓茫然地听着这些朝堂之上的弯弯绕绕，他听不明白，也不想明白，他只知道自己的好朋友要被推进火坑了。我不管，难道就这么算了？为了保全学宫，你就要牺牲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他急得眼眶都红了。再说了，老院长不是已经突破到化龙境了吗？那可是化龙境的强者，就算我们拒绝这道赐婚圣旨，他大周皇帝又能如何？难道他还真敢调动大军杀到我们稷下学宫来不成？他真能？柳若霜斩钉截铁的回答打断了白晓所有的幻想。他转过身，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朋友，他不仅能，而且理由充分，大义在手。是朝堂上的那些师兄们做得太过火了，他们总想着以学宫出身为荣，对天下大事指手画脚，甚至妄图操控皇子夺嫡，扶持他们主义的君主上位。柳若霜的言辞变得锐利起来，他们忘了，当他们踏入朝堂，成为大周官员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再是自由散漫的学子了。在其位谋其政，他们本该对那片土地上的苍生和头顶的君主尽心尽职，可他们呢？心里想的却还是学宫的利益，是派系的争斗，是手中的权力。说到底，这是我们学宫培养体系的问题，也是学宫独立于王朝之外必然会产生的祸端。这一番话让白晓彻底呆住了，他从未想过问题竟然出在学宫自己身上，可他依旧不死心，攥着最后一丝希望。就算你说的都对，那你嫁过去又能如何？大周皇帝的野心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就消失，这不过是把冲突的时间向后推迟一些罢了。治标不治本。对，柳若霜坦然承认，我就是为了治标。他走到白晓面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老院长他老人家早就已经看到了学宫内部的问题，只是积重难返，需要时间去改变。我嫁过去换来的这些时间就足够他去解决一切了。柳若霜的眸光悠远，仿佛穿透了宫墙，看到了稷下学宫的未来。学宫需要改制，需要一场从上到下的变革，更需要告诉后面所有的师弟师妹们，他们寒窗苦读，学有所成的目的不是为了高高在上指点天下江山，而是为了俯下身子去服务芸芸苍生。话音落下，整个进室都安静了。白晓怔怔地看着柳若霜，看着他那张明明无比年轻，却仿佛承载了千钧重担的脸，他忽然明白了，这不是牺牲，这是一场豪赌，一场以圣女的终生幸福为代价，为整个稷下学宫换取一线生机的豪赌。一股巨大的悲伤和无力感席卷了白晓，他张了张嘴，喉咙干涩，许久才挤出几个字：那你呢？柳若霜面色平静：我呀，嫁过去便是，男婚女嫁，本就是世俗之事。柳若霜的话音落下，白晓彻底愣住了，他看着自己这位闺中密友，只觉得无比陌生。这还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一心只问大道的圣女吗？这份决绝，这份清醒，让他感到一阵心悸。男婚女嫁，本就是世俗之事。柳若霜重复了一遍，随即转身推开了进室的大门。门外喧嚣的声浪瞬间涌入，圣女出来了！圣女，您不能嫁呀！我等愿为圣女一战。看着那些义愤填膺的同门，柳若霜的脸上没有丝毫动容，她一步步走下台阶，清冷的声音穿透了所有嘈杂：我意已决，备车，即刻启程前往大周皇都。此言一出，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他，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圣女同意了，她竟然真的要嫁给那个废物皇子当侧妃。短暂的死寂之后，是更加猛烈的爆发。为什么？
圣女，这是耻辱，是我们整个稷下学宫的耻辱。白晓站在门口，看着柳若霜孤身一人走向早已备好的车架，背影决然而孤寂。无数弟子自发地跟在车架之后，形成一条长龙，浩浩荡荡地朝着山门外走去。他们不愿动手，却也不愿离去，他们要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白晓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冲到车窗边，压着嗓子喊道：若霜，你快让他们停下，这么多人跟着，成何体统？车帘被掀开一角，露出柳若霜那张清丽绝尘的脸。不必。他淡淡地看着外面那些群情激愤的学子，话语却冰冷的不带一丝温度。任何改变都需要代价。学宫安逸太久了，养出了太多不知天高地厚、只懂空谈理想的蠢货。让他们跟着，让他们看，让他们明白，这世上没有理所当然的庇护。不懂审时度势，看不清利弊得失，这些人本就是学宫机体上的脓疮，早晚要被挤掉。现在不过是让他们自己跳出来而已。白晓浑身一颤，他怔怔地看着柳若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终于明白，柳若霜不是在牺牲，他是在用自己的婚姻当做一把最锋利的刀，亲手为病入膏肓的稷下学宫刮骨疗毒。3日后，大周黄都魏王府，赵晨安正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悠哉悠哉地晒着太阳。李青鸾在一旁为他剥着葡萄，乌兰雪则是在不远处练着刀法，刀锋呼啸，却巧妙地避开了他所在的区域。岁月静好，一片祥和。就在这时，魏公公迈着小碎步，满脸堆笑地跑了进来。殿下，好消息！赵晨安懒洋洋地睁开一只眼，什么是这么高兴？圣旨到了。魏公公将一卷明黄的卷轴高高举起，陛下口谕，稷下学宫圣女柳若霜的车驾已至城外30里坡，命魏王殿下即刻率迎亲仪仗前往迎接新王妃入府。话音落下，正在练刀的乌兰雪动作一顿，李青鸾剥葡萄的手也停了下来，两女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赵晨安。赵晨安一个机灵，从摇椅上坐了起来。这么快，3天前才得到消息，今天人就到城外了。父皇这效率简直了。知道了。赵晨安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备车更衣，准备出发。看着他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魏公公急得脑门冒汗。哎呦我的王爷，那可是稷下学宫的圣女啊，全天下都盯着呢，您可得上点心，这排场的做足了呀。放心，本王心里有数。赵晨安摆了摆手，心里却在盘算着另一件事。稷下学宫的圣女，资质评分绝对低不了，先天轮回道体，这名头一听就很唬人。系统这次会给什么奖励？10倍资质的奖励，想想都让人激动。父皇，这波助攻真是送到心坎里了。与此同时，三皇子府，砰！一只名贵的青花瓷瓶被狠狠地砸在地上，摔得粉碎。赵晨宇双目赤红，在书房里焦躁地来回踱步，整个人都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废物，废物，都是一群废物！他嘶吼着，状若疯魔。派去刺杀赵晨安的刺客不仅没能得手，反而成了父皇对付稷下学宫的借口。现在好了，赵晨安那个废物毫发无伤，还白得了一个天仙式的圣女做侧妃，而他呢，刺杀皇子的罪名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他的头顶。他能感觉到朝堂之上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他，父皇更是对他不闻不问，任由他在这座府邸里自生自灭。这种等待审判的煎熬快要把他逼疯了。他现在自身难保，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圣女，什么赵晨安？他只想着怎么活下去。殿下，殿下您息怒啊！几个幕僚跪在地上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抬。息怒？你们让我怎么息怒？赵晨宇一把揪住为首幕僚的衣领，我当初是怎么跟你们说的？万无一失。结果呢？现在一切都完了。殿下，我们也没想到16皇子的妃子居然……够了！听到这厮提起李青鸾，赵晨宇的心更痛了。赵晨宇一把将他推开，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父皇没有立刻治他的罪，只是因为要利用这件事对付稷下学宫。一旦16弟的大婚结束，学宫的事情尘埃落定，就是他清算之时。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就在赵晨宇绝望之际，门外传来管家通报的声音：殿下，大皇子殿下到了。大皇子赵晨龙。赵晨宇猛地抬头，仿佛溺水之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对，还有大哥。大哥一向与人为善，在朝中声望极高，对他们这些弟弟也一向爱护有加。只要大哥肯在父皇面前为自己求情，一定还有转机。他连滚带爬地冲出书房，正好迎上缓步走来的赵晨龙。大哥！赵晨宇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抱着赵晨龙的大腿，涕泪横流。大哥，你一定要救救我呀！我是一时糊涂，被猪油蒙了心，才做下这等错事。我真的知道错了。他哭得撕心裂肺，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位一向温和宽厚的兄长身上。然而赵晨龙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没有搀扶，没有安慰，那张总是挂着和煦笑容的脸上，此刻一片冰冷，没有半点多余的情绪。赵晨宇的哭声渐渐小了下去，他有些不安地抬起头，对上了赵晨龙那双陌生的眼。大哥！赵晨龙终于开口了，声音平淡的不带一丝起伏。父皇让我来看住你。一句话让赵晨宇如坠冰窟，他还没来得及消化这句话里的含义，赵晨龙的下一句话便彻底将他打入了无边地狱。等16弟大婚之后，我会亲自带你去宗府。宗府！赵晨宇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
他呆呆地跪在地上，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完了，一切都完了。大哥不是来救他的，大哥是来送他上路的。3日后，魏王府，晨光熹微，整座府邸却早已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上百人的迎亲仪仗早已整装待发，从王府门口一直延伸到长街尽头。这些人大多面孔生疏，气质肃杀，并非王府护卫，而是从宫里出来的禁军精锐，每一个都气息沉稳，显然是赵道廷的亲卫。赵承安一身喜庆的红色王袍，跨坐在一匹神骏的白马之上。殿下，吉时已到。下人躬身上前，小声提醒。赵承安轻应一声，随即一勒缰绳，出发，前往城门迎王妃。起驾！随着大喝，鼓乐齐鸣，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始朝着皇城南门进发。然而，队伍行出不过半里，赵承安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太安静了。按理说，皇子迎娶继夏学宫圣女，这等轰动皇都的大事，街道两旁必然是人山人海，万民围观。可此刻长街之上空空荡荡，连一个看热闹的百姓都没有。两侧的商铺门户紧闭，窗棂之后似乎有无数双窥探的视线，却无一人敢走上街头。整座皇城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空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压抑到极致的诡异氛围。赵承安却依旧神色自若，仿佛只是在进行一场寻常的郊游。他相信父皇既然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就绝不可能没有后手。今天只需要安安稳稳地把人接到府里，就算大功告成。至于路上的这些魑魅魍魉，自然有父皇安排好的人去处理。他要做的就是看戏。当队伍行至朱雀大街的十字路口时，前行的队伍骤然停了下来。前方数百名身穿继夏学宫学子服的年轻人，黑压压地堵住了整条街道。他们手无寸铁，却一个个面带悲愤，昂首挺胸，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了一道人墙。在这些学子的最前方，还站着几位身穿朝服的官员，皆是白发苍苍的老臣。为首的一名老臣上前一步，声若洪钟：“魏王殿下，请留步。继夏学宫乃天下文书，圣女殿下更是冰清玉洁，象征着文脉的颜面，岂能屈身于王府，为一侧妃？此举是为羞辱天下读书人。老臣恳请殿下收回成命，为我大周保留最后一丝颜面。”他话音刚落，身后的学子们便群情激愤地呼喊起来：“请殿下收回成命，我等誓死捍卫学宫尊严，圣女不能嫁！”声浪滔天，回荡在空旷的长街之上。赵承安坐在马上，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甚至没去看那些义愤填膺的学子和痛心疾首的老臣，他只是淡淡的吐出4个字：继续前进。命令下达，他身后的迎亲队伍没有丝毫犹豫。枪！队伍最前方的数十名禁军精锐瞬间抽出了腰间的佩刀，森然的刀锋在晨光下反射出冰冷的寒芒，一股铁血煞气冲天而起，瞬间压过了那数百学子的呼喊声。那些学子虽然满腔热血，但何曾见过这等阵仗？面对那明晃晃的刀锋和毫不掩饰的杀气，许多人吓得面无人色，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为首的那几名老臣也是浑身一颤，他们没想到魏王竟然如此强硬，一言不合便要刀兵相向。你们敢！一名官员指着禁军，气得浑身发抖：“我等乃朝廷命官，尔等安敢如此？”禁军统领面无表情，只是将佩刀向前一指：“奉陛下口谕，护送魏王殿下迎亲，任何人胆敢阻拦，格杀勿论。”格杀勿论4个字如同4记重锤，狠狠砸在所有人的心上。学子们彻底慌了，他们只是想来表达抗议，用自己的血性来唤醒皇室，却没想过会真的丢掉性命。眼看禁军迈着整齐的步伐一步步逼近，那股冰冷的杀意让他们的热血瞬间冷却，人墙出现了松动。就在这时，赵承安的声音再次响起，平淡却清晰地传遍全场：“父皇有旨，今日凡阻拦本王者，皆以谋逆论处。本王不想大喜的日子见血，但也不介意用你们的项上人头来为本王的新王妃铺一条红毯。”话语轻飘飘的，却带着一股令人胆寒的血腥味。这一下，所有人都崩溃了。谋逆这个罪名，谁都担不起。学子们再也顾不上什么尊严和理想，惊叫着四散奔逃，生怕跑得慢了，就真的成了那红毯的一部分。那几名老臣呆立在原地，面如死灰。禁军并未理会这些失魂落魄的老臣，径直从他们身旁走过，为大部队开出了一条通路。迎亲的队伍继续前行。然而，刚刚走过这条街道，在下一个路口，更大的麻烦出现了。萧！上百道黑影如同鬼魅一般，从街道两侧的屋顶和巷道中窜出，悄无声息地落在了队伍前方。这些人全都黑衣蒙面，只露出一双冰冷无情的眸子。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与刚才那些学子截然不同，那是一种纯粹的凝练到极致的杀气。更可怕的是，为首的10几人身上涌动的灵力波动，赫然都达到了到恭敬巅峰，其余的上百人也竟是到恭敬的好手。赵承安的眉头也终于微微蹙起。好家伙，继夏学宫的学子闹事，他能理解，可这群人又是从哪冒出来的？看着训练有素的架势，绝非普通的江湖草莽，而且个个都是到恭敬的强者，这手笔也太大了。难道是其他皇朝派来的谍者密探？不想看到大周皇室将整个稷下学宫彻底掌控，我劫各豁而已，居然把各国的牛鬼蛇神都给炸出来了。黑衣刺客没有任何废话，
为首之人手一挥，上百人便如同离弦之箭，化作一道道黑色的洪流，朝着迎亲队伍冲杀而来。杀！禁军统领暴喝一声，同样绿人迎了上去。瞬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喊杀声、兵器碰撞声、临死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原本喜庆的长街，顷刻间化作了修罗血场。这些禁军虽然也是精锐，但面对上百名同等级别甚至更强的道宫境强者，明显落入了下风。不过片刻功夫，禁军的防线就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数名黑衣刺客突破了进来，直扑队伍中央的赵晨安。赵晨安却依旧稳坐马上。就在那几名刺客的刀锋即将触及他的前一刻，轰隆隆，大地开始剧烈地震动，一阵沉闷如雷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仿佛千军万马在奔腾。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长街的尽头烟尘滚滚，一道红色的潮水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来。为首一人身披赤色战甲，手持一杆龙胆量银枪，坐下一匹通体雪白的战马，英姿飒爽，宛若一尊浴火而生的女战神，正是李青鸾。在他的身后是300名同样身披甲胄、手持利刃的女兵，300玄甲女兵，个个都是精锐中的精锐。他们组成的骑兵阵，带着一股摧枯拉朽的气势，狠狠地撞入了黑衣刺客的阵型之中。噗噗噗，人仰马翻。黑衣刺客们引以为傲的阵型，在这股狂暴的冲击力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被撕得粉碎。李青鸾一马当先，手中长枪舞动如龙，所过之处，无人能挡其一合之威。他没有看那些四散奔逃的刺客，而是径直策马来到赵晨安的面前，翻身下马，单膝跪地：“夫君，妾身来迟，让您受惊了。”赵晨安看着眼前一身戎装、眉宇间尽是煞气的李青鸾，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荡。这就是他的女人，大周皇城10大美人之一，平日里温婉贤淑，此刻却能为他披甲执锐，冲锋陷阵。他翻身下马，亲手将李青鸾扶起，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王妃，真乃神将也。李青鸾闻言，那张沾染了杀伐之气的俏脸上泛起一抹动人的红晕。他重新握紧长枪，转身面对那些被冲散后重新聚集的刺客，清冷的喝声响彻全场：“夫君且去迎妹妹回府，妾身来会会这群藏头露尾的鼠辈。”赵晨安看着他那决然的背影，心中豪气顿生。他重新跨上战马，对着身后的队伍大喝一声：“继续前进！”迎亲的队伍在300玄甲女兵的护卫下，在震天的厮杀声中，再次朝着城门的方向一往无前。三皇子府，大皇子赵晨龙副手立于庭院之中，神色肃穆。父皇有令，在大婚结束之前，必须看住3弟赵晨宇，绝不能让他惹出任何乱子。就在此时，一道黑影毫无征兆地闪过，赵晨龙心头一凛，猛然转身，一股磅礴的气势自体内轰然爆发。什么人？然而那道黑影的速度快到了极致，根本不与他缠斗。一道凌厉的掌风袭来，赵晨龙仓促间抬手抵挡，砰！一股巨力传来，赵晨龙只觉得胸口一闷，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退数步，气血翻涌。对方没有下死手，那黑影的目标是屋内的赵晨宇。3弟，赵晨龙大惊失色，不顾自身伤势，转身便要冲回屋内，可一切都晚了。黑影已经裹挟着一脸惊愕的赵晨宇冲天而起，几个闪烁便消失在了天际。混账！赵晨龙一口鲜血喷出，又惊又怒，他顾不上其他，强行压下伤势，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朝着黑影消失的方向疯狂追去。父皇的大事绝不能被耽搁。高空之上，狂风呼啸，赵晨宇被一股柔和的力量包裹着，并未感受到任何不适。他看清了掳走自己之人的面容，吏部尚书林海涛。林大人，你……林海涛没有回头，声音却顺着风声清晰地传了过来，带着一股浓浓的死志与决绝。3殿下，老臣有罪。老臣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陛下的决心，不仅没能保住学宫的颜面，反而害得圣女殿下要屈身嫁入王府。老臣是继下学宫的罪人。赵晨宇沉默了，他能听出林海涛话语中的悔恨与不甘。老臣已无颜面苟活于世，但在此之前，还想最后再搏一次。林海涛的声音陡然变得激昂。老臣会将您送出皇城，送往大夏皇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您还在，我学宫一脉便还有希望。至于老臣，自会留下来，以死谢罪。就算阻止不了这场联姻，老臣也要让那位王的大婚染上一点不一样的颜色，为我学宫出最后一口恶气。赵晨宇的心狠狠一颤，去大夏皇朝，离开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他不想走，可现实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他的脸上。不走就是死！谋逆的罪名他担不起，整个3皇子府也担不起。许久，他才艰难地吐出一个字：好。林海涛不再多言，速度再次加快，将赵晨宇一路护送至东城门外，交给了早已等候在此的亲信。做完这一切，他没有丝毫停留，转身化作一道长虹，朝着西城门的方向疾驰而去。那里才是他最后的战场。西城门，迎亲的队伍在经历了刺客的骚乱后，终于抵达。城门大开，隔着长长的街道，已经能看到那只静静等候的仪仗。为首的是一辆华贵至极的凤辇，红色的幔帐随风轻摆，隐约能看到一道端坐其中的倩影，正是继夏学宫圣女
柳若霜。在凤辇的周围还站着数百名学子，他们没有像之前那些人一样激愤，只是沉默地站着，为他们的圣女送行。气氛压抑而沉重。赵晨安稳坐马上，看着那辆凤辇，心中倒是没什么波澜。又一个老婆到手了，就是不知道这个先天轮回道体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奖励。就在迎亲队伍准备上前交接之时，萧一道身影携着无尽的怒火与决绝从天而降，重重地落在了两支队伍的正中央，正是去而复返的林海涛。他一身官服，此刻却散发着4级境强者的恐怖威压，目光死死地锁定在赵晨安的身上。魏王，今日有我林海涛在，你休想羞辱我稷下学宫！他声若雷霆，震得周围的学子们气血翻涌。赵晨安挑了挑眉，又来一个送死的。今天这婚节的还真是热闹非凡。不等他开口，一道更为雄浑霸道的气息骤然从迎亲队伍后方升腾而起。一名身穿玄色甲胄、身材魁梧的中年将领大步走出，挡在了林海涛的面前。正是车骑大将军李擎苍。他刚刚闭关结束，将陛下赏赐地功法彻底融会贯通，便立刻赶了过来。李擎苍没有看林海涛，而是先对着赵晨安的方向躬身一礼：“殿下，莫将护驾来迟。”随后他才缓缓转身，一双虎目直视林海涛，浑厚的声音响彻全场：“林尚书，收手吧！今日只要我李擎苍还站在这里，魏王的婚就无人能够阻止。”林海涛看着李擎苍，脸上浮现出一丝轻蔑：“李擎苍，你一介武夫，也配来教训我？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陛下座下的一条狗，为了荣华富贵，连自己的女儿都能卖。我与你不同，我出身稷下学宫，乃是堂堂正正的天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宫的尊严。”他本就没想过要活着离开。话音未落，林海涛便悍然出手，4级境的灵力轰然爆发，化作一只遮天蔽日的巨手，朝着李擎苍狠狠拍下。李擎苍不闪不避，同样一拳轰出，轰！两股力量在半空中碰撞，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狂暴的能量余波向四周席卷而去，吹得人睁不开眼。然而让所有人震惊的是，林海涛那只灵力巨手竟被李擎苍一拳轰得粉碎。李擎苍身形不动如山，反观林海涛却被震得连连后退，脸上满是骇然。怎么可能？他与李擎苍交手不止一次，两人一直都是半斤八两，谁也奈何不了谁。可今日对方的实力为何会暴涨到如此地步？我不信！林海涛怒吼一声，再次催动全身灵力，与李擎苍激战在一起，拳脚相交，灵力对轰。然而战况却呈现出一面倒的趋势，李擎苍的每一次攻击都大开大合，刚猛无匹，却又蕴含着一种玄奥的大道之理。林海涛引以为傲的学宫秘术，在对方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不过10几个回合，林海涛便被李擎苍一脚踹在胸口，整个人倒飞出去，狼狈地摔在地上。噗！他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气息瞬间萎靡下去。他撑着地面，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宛若战神一般的身影，脑中一道电光闪过。功法是功法变了，李擎苍的功法比以前强大了数倍不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林海涛惨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自嘲与悲凉。难怪你会心甘情愿地让女儿嫁过去，陛下果然给了你天大的赏赐。为了一个强大地功法，你便出卖了武将的尊严。李擎苍，我瞧不起你！李擎苍面无表情地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废话说完了，说完了就上路吧。话音落下，他抬起手掌，毫不犹豫地朝着林海涛的天灵盖拍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苍老而悠远的声音仿佛从9天之上传来，清晰地回荡在每个人的耳边：“看在老夫的面子上，留他一命。”那道苍老而悠远的声音落下，李擎苍拍向林海涛天灵盖的手掌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一股无形却浩瀚如海的威压从天而降，笼罩了整个西城门。在这股威压之下，无论是300玄甲女兵，还是数百稷下学宫的学子，尽皆感觉自己宛若蝼蚁，连呼吸都变得无比艰难。李擎苍这位刚刚实力大进的4级境强者，也感觉到了泰山压顶般的窒息感。他猛地抬头望向虚空，一道身穿朴素灰袍的老者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那里。他看起来平平无奇，却让李擎苍浑身的汗毛都倒竖起来。化龙境，这绝对是化龙境的强者，那股威压远非4级境可以比拟。李擎苍的骨骼在咯咯作响，但他魁梧的身躯依旧挺得笔直。属于武将的倔强与对皇权的忠诚，让他没有半分退缩。他对着虚空中的老者沉声质问：“阁下莫非也要阻止这场大婚，与我大周为敌不成？”老者没有理会他，那双浑浊却仿佛能洞穿世间一切的眼睛落在了地上奄奄一息的林海涛身上。逆徒！一声怒斥，不响，却饱含着失望与痛心。你这是非要将学宫千年的基业毁于一旦不成？非要让所有同窗都为你陪葬吗？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林海涛浑身剧震，他挣扎着抬起头，看到那道身影时，脸上浮现出疯狂的笑意。院长，您终于肯出来了！他咳着血，大声反驳道：“弟子不是在毁了学宫，我是在救学宫，您还不明白吗？那位陛下，他想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左右逢源的稷下学宫，他想要的是彻底的掌控，是让我们成为他赵氏皇族的私产。就算今日圣女殿下嫁入王府，也只不过是饮鸩止渴，
延缓他吞并学宫的脚步而已。稷下学宫从将学子们分别送到各国为官的那一刻起，就错了，大错特错。我们以为可以靠着培养人才换取各国的尊重与忌惮，殊不知，在那些野心家的眼中，我们只是呆仔的肥羊。不只是周皇，天底下所有的皇帝都会想吞并我们，只是他赵道廷率先出手，并且算计了弟子，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时机罢了。林海涛的嘶吼回荡在死寂的城门前，所有学子都沉默了，他们脸上的悲愤渐渐化为了迷茫与深思。虚空中的老院长也沉默了，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难以言喻的悲哀。他何尝不清楚林海涛说的是对的，这本就是学宫延续了数百年的决策错误，以为可以超然物外，靠着输送人才来换取生存空间，但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被那些手握权柄的野心家一步步蚕食，最终沦为他们统治天下的工具。许久，老院长发出一声长叹，他不再看林海涛，而是将视线投向了皇城深处那巍峨的宫殿群。周皇陛下既然已经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何不现身一见？话音刚落，皇城上空一道身穿九龙黄袍的威严身影凭空浮现，正是大周皇帝赵道廷。他脚踏虚空，龙威浩荡，与老院长遥遥相对，整个皇城的气氛都压抑到了极点。老院长看着赵道廷，缓缓开口：“老夫本想让若霜联姻，为学宫换取一段喘息之机，尽快整治内部，再拉拢盟友。但现在看来，倒是林海涛这逆徒一语惊醒梦中人，反倒是老夫太过迂腐，婆婆妈妈了。”赵道廷负手而立，脸上挂着一抹玩味的轻笑。人老了，反应不如年轻人也是正常。他扫了一眼下方的乱局，最终定格在老院长身上。既然老院长已经想通了，那今日准备作何打算呢？在这皇城门口与朕斗一场。老院长闻言竟是仰头大笑起来，笑声苍凉而豪迈。陛下有此雅兴，老夫自当奉陪。那便斗一场。老夫若是侥幸赢了一招半事，便请陛下收回成命，放过若霜，也给我稷下学宫10年时间，让我们安稳发展，以求自保。若是老夫输了，老院长话锋一转，斩钉截铁，也请陛下取消婚约，放过若霜。我稷下学宫上下愿尽数归附大周，从此为皇室效力，为大周万世开太平。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无论是赢是输，婚约都要取消。赵承安站在马背上，整个人都愣住了。不是吧，这局势怎么变得这么快？自己好不容易盼来的老婆就这么要飞了？这老头是诚心来捣乱的吧？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场联姻即将以闹剧收场之时，那辆华贵的凤辇红色的幔帐被一只纤纤玉手轻轻掀开，一道身穿凤冠霞帔绝美无双的身影从辇中走出，正是柳若霜。她没有看任何人，只是对着虚空中的老院长与赵道廷盈盈一拜，清冷而坚定的嗓音清晰地传遍全场：多谢院长爱护，也谢过陛下恩典，但此战输赢，若霜都会嫁给魏王殿下。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所有人的动作都僵住了。老院长脸上的决绝话为了错愕，赵道廷脸上的玩味也凝固了。地上咳血的林海涛那疯狂的笑声戛然而止，就连赵承安也彻底懵了。全场死寂，柳若霜那一句清冷而坚定的话语，宛若一道惊雷，炸响在每个人的心头。无论是天上对峙的两位至强者，还是地上神色各异的众人，此刻都陷入了极致的错愕之中。赵承安更是感觉自己的脑子嗡嗡作响，这反转来得也太快了吧！柳若霜没有理会众人的惊愕，她款步向前，再次对着虚空中的老院长深深一拜：“院长，若霜知道您是为了学宫，为了若霜好，但今日之事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联姻，而是大周皇权与学宫道统的一次正面交锋。”他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洞悉世事的聪慧与决然。此战您若是胜了，若霜嫁入魏王府，便是我稷下学宫主动向大周示好，可换来两国暂时的和平，为学宫争取喘息之机。此战您若是败了，学宫归附大周已成定局，若霜身为魏王侧妃，便能成为皇室与学宫之间最后的纽带，至少能庇护学宫上下数千同门，不因今日之事而被清算，保全学宫最后的香火。一番话掷地有声，将所有的利弊得失剖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本还处于迷茫与悲愤中的学子们，此刻尽皆沉默了。他们看着那道穿着凤冠霞帔却依旧挺拔如松的绝美身影，脸上火辣辣的充满了羞愧与敬佩。他们只看到了屈辱，只想着反抗，却从未想过圣女殿下早已为他们铺好了所有的后路。无论输赢，她都将自己当成了牺牲品，只为保全稷下学宫的传承。圣女殿下，不知是谁低声呢喃了一句，声音中带着浓浓的哽咽。地上原本还在咳血狂笑的林海涛此刻也僵住了，他呆呆地看着柳若霜，那疯狂的神色渐渐褪去，只剩下无尽的悲哀与自嘲。原来他才是最蠢的那个。虚空中，老院长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错愕化为了深深的欣慰与一丝不忍，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声音中带着无尽的感慨：好孩子，是老夫这香了。与你相比，老夫这把年纪当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另一边，皇城上空的赵道廷脸上的玩味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毫不掩饰的欣赏。他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好一个稷下圣女，当真是秀外慧中，有大魄力。他低头看了一眼马背上还在发懵的自家儿子，挤了挤眼。陈安，你小子有天大的福气啊！朕的儿媳就该是这般模样。赵陈安回过神来，看着那道绝美的身影，心中百感交集。厉害，这个女人太厉害了！不仅人长得倾国倾城，这脑子，这份决断，简直甩了自己8条街。娶到她，简直是血赚。既然如此，那朕便更不能输了。赵道廷笑声一脸，战意冲天而起。否则，岂不是让朕的儿媳妇看扁了？老院长同样收敛了所有情绪，华龙镜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陛下有此雅兴，老夫自当奉陪到底。话音落下，两人身形同时冲天而起，直入云霄深处。下一刻，轰！9天之上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恐怖的能量风暴从云层中席卷而下，整个皇城都在这股余波下微微颤动。所有人都抬起头，紧张地注视着那片被灵力搅得混乱不堪的天空。华龙镜强者的威压宛若天倾，老院长的每一次出手都引动天地之力，举手投足间便是一片灵力海洋，朝着赵道廷倾泻而去。反观赵道廷，虽然已经改修天品功法，但终究只是4级境，在绝对的境界压制面前，他的灵力显得那般渺小。砰！又是一声巨响，赵道廷的身影从云层中倒飞而出，身上的9龙黄袍都被震出了一道裂痕，显得有些狼狈。但他身形一稳，再次悍不畏死地冲了上去，属于帝王的霸道与不屈展现的淋漓尽致。下方的稷下学宫学子们看到院长大占上风，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丝希冀，而李擎苍和300玄甲女兵则是紧张地攥住了兵器，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战况呈现出一面倒的碾压，赵道廷完全被压着打，只能被动防御，毫无还手之力。云层之中，老院长一掌逼退赵道廷，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陛下，你虽有天品功法，但境界差距宛若天堑，你不是老夫的对手，认输吧。赵道廷抹去嘴角的血迹，脸上却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是吗？朕可不这么觉得。就在老院长心生警惕的瞬间，一股苍茫、古老、霸道绝伦的气息猛地从赵道廷的体内冲天而起。那股气息不属于这个时代，仿佛从遥远的洪荒跨越时空而来，充满了囚禁天地、镇压万古的无上意志。整个皇城上空风云变色，日月无光，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发自灵魂深处的战力。这是老院长浑浊的双目骤然收缩到了极致。只见赵道廷缓缓抬起右手，并起食指与中指对着他遥遥一点。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股让万物凋零的死寂。大荒求天指一指点出，天地仿佛在这一刻被彻底囚禁，空间凝固，时间停滞。老院长内化龙镜的护体灵力，在这根手指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一般，寸寸皲裂。噗！一节指骨裹挟着荒芜的气息，轻而易举地洞穿了他的胸膛，漫天血雨轰然洒落。老院长那浩瀚如海的化龙镜威压，在这一刻瞬间崩溃，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从高空无力地坠落下来。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这惊天逆转震得魂不附体。4级境逆伐化龙镜，这怎么可能？院长！几名学宫的宿老惊呼一声，飞身而起，接住了坠落的老院长。此刻的老院长面如金纸，气息萎靡到了极点，胸口的血洞汩汩流着鲜血，生命的气息正在飞速流逝。天空之上，赵道廷也并不好受，他脸色苍白，口中含着一口逆血，强行咽下，身躯在微微颤动。显然，施展这惊天动地的意志，对他而言也造成了巨大的负荷。但他赢了，他挺直了腰杆，属于胜利者的威严笼罩了整个皇城。老院长被众人扶着，他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无碍。他咳出一口黑血，惨然一笑：“陛下，好手段，老夫输得不冤。”他的声音虚弱无比，却带着一种解脱。老夫本就大限将至，强行燃烧寿元，才侥幸踏入化龙之境，不过是想为学宫再争一线生机。今日一战，油尽灯枯也好，也好。他挣扎着抬起头，望向那道绝美的身影，缓缓道：“从今日起，稷下学宫上下尽数归附大周，此为院长令。”听到老院长认输，赵道廷俯视着下方的一切，压下翻涌的气血，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响彻皇城的宣告：这场闹剧该结束了。大婚继续。停滞的喜乐声再次响起，那辆华贵的凤辇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缓缓启动，朝着魏王府的方向行去。喜乐声再次响起，刺耳又突兀，强行撕裂了皇城上空凝固的死寂。那顶华贵的凤辇在无数道复杂至极的视线中再次缓缓启动。赵晨安端坐于高头大马之上，身躯挺得笔直，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身侧的凤辇。他看不见里面的柳若霜，但能想象到那张清冷绝美的脸上此刻会是何种神情，是解脱还是悲凉？或许两者皆有。这个女人用自己的一生为稷下学宫铺好了所有的退路。赢，学宫是好，换取和平；输，学宫归附，保全香火。而现在是赵道廷赢了，稷下学宫的归附已成定局。就在此时，那即将离去的稷下学宫队伍忽然停了下来。几位学宫宿老搀扶着老院长，
他那本已油尽灯枯的身躯，竟又挣扎着站直了几分。他没有看天空中的胜利者赵道廷，也没有看地上那些神色各异的朝臣。他那浑浊而涣散的视线穿过人群，最终落在了那顶缓缓前行的凤辇之上。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老院长咳出一口带着黑色血块的淤血，气若游丝，但吐出的每一个字却清晰地响彻在每个人的耳畔。老夫以继夏学宫第8代院长的名义，在此宣布。他顿了顿，用尽了生命最后的气力，发出一声决绝的宣告：自今日起，圣女柳若霜将接替老夫，成为稷下学宫第9代院长。此为院长令。话音落下，他仿佛被抽走了最后一丝精气神，整个人软倒下去，彻底没了声息。院长！稷下学宫的学子们发出一片悲呼，哭声震天。整个皇城却在这一刻陷入了比之前更加彻底的死寂。第9代院长！所有人都懵了。那些原本还带着几分同情和怜悯看向凤辇的朝臣们，此刻脑子嗡嗡作响，几乎无法思考。稷下学宫的院长，那是什么概念？那是一个独立于王朝之外，传承数千年，为个大王朝皇朝输送人才的庞然大物。虽然今日战败，被迫归附大周，但其底蕴与影响力依旧不可估量。柳若霜嫁给16皇子，是一位王侧妃的身份，可现在她又多了一个身份——稷下学宫第9代院长。这哪里是嫁妆，这分明是直接将整个稷下学宫当成了陪嫁品，送给了大周，送给了这位不能修行的16皇子。赵承安也彻底呆住了，他猛地转头看向凤辇，心中翻江倒海。他想过无数种可能，却唯独没有想到老院长会在临死前做出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他这是在用自己的死为柳若霜铺路，让他从一个被迫联姻的牺牲品一跃成为执掌整个学宫，与大周皇室平等对话的存在。好大的手笔，好深的算计！天空中，赵道廷那霸道威严的脸上也闪过一抹诧异，但随即变化为了浓浓的笑意。他懂了，老家伙，这是在给他送一份天大的礼，也是在给柳若霜，更是给整个学宫争一个未来。有了这重身份，大周皇室便不可能再将柳若霜当成一个普通的侧妃看待，更不敢轻易慢待稷下学宫的门人。这一手玩得漂亮！在稷下学宫众人悲痛的哭声中，那支哀伤的队伍抬着老院长的遗体缓缓离开了皇城。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波似乎就此落幕。而地上，吏部尚书林海涛看着空中那个睥睨天下的身影，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尽了。他惨然一笑，放弃了所有挣扎。罪臣林海涛甘愿伏法。他的声音沙哑，充满了绝望。赵道廷的身影悄无声息地从空中落下，站在了他的面前。周围的玄甲军立刻围了上来，将此地隔绝开来。赵道廷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胜利者的喜悦，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他忽然俯下身，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轻轻开口：林海涛，平心而论，你何罪之有？林海涛猛地抬头，满是错愕。只听赵道廷继续用那平淡的语调说道：你出身稷下，心向学宫，本就无可厚非。你拉拢陈宇，想扶持一位亲近学宫的皇子上位，也不过是为学宫谋取利益罢了。甚至你将陈宇那不成器的东西送到大夏，朕还要感谢你。感谢我？林海涛的脑子彻底宕机了，他完全无法理解赵道廷的话。将皇子送去敌国，这是通敌叛国的大罪，皇帝不杀他全家，居然还要感谢他。赵道廷仿佛看穿了他的疑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一个不成器的皇子留在皇城只会内耗，送去大夏却能成为一颗有用的棋子。大夏不是一直觊觎我大周边境吗？如今他们手里有了一位正统的大周皇子，你猜他们会怎么做？林海涛浑身一颤，一个无比荒谬却又无比合理的念头疯狂地涌上心头。他骇然地看着赵道廷，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看来你明白了。赵道廷站直了身体，声音恢复了帝王的威严与冷漠。但是为了让稷下学宫这群读书人安心归附，为了让大夏王朝相信我们合作的诚意，你这颗棋子必须要死。你死了，朕才能名正言顺地清算学院派在朝中的势力，将稷下学宫彻底掌控在手中。你死了，大夏才会觉得他们捡到了一个天大的便宜，才会更加看重陈宇那颗棋子。所以林尚书，你还是要死。一番话不带丝毫感情，却让林海涛如坠冰窟，浑身冰寒。他终于明白了，从头到尾他都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三皇子赵晨宇是棋子，稷下学宫是棋子，他林海涛同样是棋子。这位大周的皇帝在下一盘天大的棋，他算计了所有人，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毫不犹豫地当成了棋子。哈哈哈哈哈哈！林海涛突然疯狂地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悲凉与自嘲。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指着赵道廷，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道：赵道廷，你好狠的心，你好狠的心啊！连亲生儿子都算计，你不愧是皇帝！笑声戛然而止，林海涛猛地抬手，一掌狠狠拍在自己的天灵盖上，砰！生机断绝，他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脸上还凝固着那抹疯狂而悲哀的笑容。赵道廷冷漠地看着他的尸体，转身挥了挥手，拖下去，厚葬。闹剧至此才算真正结束。凤辇再次启程，
一路畅通无阻，在无数百姓敬畏的注视下，终于抵达了魏王府。然而，当赵晨安翻身下马，看到王府门口的景象时，还是愣了一下。只见王府门前车水马龙，宾客络绎不绝，朝中但凡有点品级的官员，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世家大族，几乎都派人来了。那些平日里对他这个废柴皇子避之不及的面孔，此刻全都堆满了热情洋溢的笑容，争先恐后的朝着他拱手道贺：“恭喜魏王殿下，贺喜魏王殿下！殿下与柳院长真是天作之合，羡煞旁人啊！日后还望殿下多多提携。”赵晨安看着这些瞬间变换的嘴脸，心中一片了然。他知道这些人不是冲着他来的，他们是冲着自己那位刚刚上任稷下学宫院长的侧妃来的。一个不能修行的废柴皇子不值一提，但一位未来稷下之主的夫君却足以让任何人趋之若鹜。赵晨安走到凤辇前，亲自掀开了轿帘，一张清冷如月、美到令人窒息的容颜出现在他面前。柳若霜静静地看着他，那双秋水般的眸子里没有喜悦，也没有悲伤，只有一片深邃的平静。赵晨安伸出手，对着他温和一笑：“到家了，我的王妃。”柳若霜那张清冷的面容在凤辇昏暗的光线下愈发显得不食人间烟火。赵晨安伸出的手就那么停在半空中，他温和的笑容里多了一丝真诚的欣赏。这位女子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一座传承数千年的学宫，这份魄力与决断值得尊敬。柳若霜静静地注视着他，片刻之后终于有了动作。他将一只素白纤手轻轻搭在了赵晨安的手上，触手微凉，细腻如玉。赵晨安稳稳地扶着他走下凤辇。当柳若霜的身影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时，周围那嘈杂的恭贺声瞬间低了好几个度，无数道复杂的视线汇聚而来，有惊艳，有敬畏，有探寻，更有掩饰不住的嫉妒。稷下学宫第9代院长这个身份，比任何华丽的珠宝都更能衬托出他的高贵与不凡。那些原本还想上来攀谈几句的官员，此刻竟有些踟蹰不前。面对一个侧妃，他们可以随意攀附，可面对一位学宫之主，他们就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了。王爷、王妃，宾客们都已安排在偏厅奉茶。王府的老管家适时的上前恭敬的躬身行礼。赵晨安点了点头，他能感觉到那些趋炎附势的家伙恨不得跟着他一起进新房。他牵着柳若霜的手，对着周围拱了拱手：“诸位大人，今日天色已晚，本王与王妃一路劳顿，就不多奉陪了。改日，本王在府中设宴，再与诸位同僚把酒言欢。”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全了礼数，也下了逐客令。众人哪敢有异议，连忙乘势纷纷告辞离去。片刻之间，原本车水马龙的王府门口便清静了下来，只剩下李青鸾还站在不远处，神色有些复杂地看着他们。赵晨安冲他安抚性地笑了笑，示意他安心。李青鸾轻轻颔首，没有多言，转身回了自己的院落。他明白，今夜属于魏王，也属于那位新来的稷下学宫之主。魏王府深处，新房之内，龙凤喜烛静静燃烧，将整个房间映照得一片通红，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与喜庆的暖意。柳若霜端坐在喜床边，头顶的红盖头遮住了她所有的表情，她就像一尊完美的玉雕，静默无声，仿佛与这喧闹的尘世隔绝开来。赵晨安挥退了所有下人，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二人。他拿起桌上的玉如意，缓步走到柳若霜面前：“我知道你不愿意。”赵晨安的声音很轻，打破了这片沉寂。盖头下，柳若霜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但老院长的选择，对你、对稷下学宫都是最好的结果。赵晨安没有急着掀开盖头，而是继续说道：“你成了学宫之主，便不再是任人摆布的牺牲品。你有了与皇室平等对话的资格，谁也不敢再轻视你，更不敢慢待学宫门人。从今往后，魏王府就是你的后盾，大周皇室也是你的后盾。”他的话不带任何虚伪的安抚，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懂他的处境，也懂老院长的苦心。许久的沉默，久到赵晨安以为他不会再有任何回应时，盖头下传来一个清冷而略带沙哑的音节：“一个字，却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赵晨安笑了，他用玉如意轻轻挑开了那方红色的盖头，一张绝世的容颜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面前。烛光下，他的肌肤白皙通透，吹弹可破，五官精致的不似凡人，尤其是那双秋水般的眸子，清澈而深邃，仿佛能倒映出星辰。只是那眸子深处依旧是一片平静，没有喜，没有悲。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赵晨安一时间竟有些看痴了。世人皆知稷下圣女美观天下，今日一见，方知传言不虚。他端起桌上的2杯合卺酒，递了一杯给他。喝了这杯酒，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柳若霜接过酒杯，纤长的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赵晨安，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赵晨安也仰头饮尽，随后他俯下身，在柳若霜还带着一丝错愕的时候，轻轻吻住了她的唇。她的唇瓣很软，带着一丝清冽的凉意。柳若霜的身体彻底僵住了，双手下意识地捏紧了衣角，但她没有反抗，只是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红烛摇曳，帐暖春宵，一夜荒唐。当最后一丝烛火燃尽，天际泛起鱼肚白时，赵晨安缓缓睁开双眼，只觉得神清气爽，怀中的玉人还在沉睡，清冷的面容上
难得的染上了一抹淡淡的红晕。也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机械提示音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响。叮！检测到宿主迎娶新妻，开始综合评分。来了！赵晨安精神一振，姓名柳若霜，颜值95，天赋89，特殊先天轮回道体，此体质特殊，无法遗传给后代子嗣。综合评分91分，91分！赵晨安心头狂喜，这评分比李青鸾还要高。恭喜宿主获得10倍奖励，天平法器九龙魔煞戟。话音刚落，赵晨安便感觉到自己的系统空间中多了一件散发着滔天凶煞之气的神兵，那是一杆通体漆黑的长戟，戟身之上盘绕着9条狰狞的黑色魔龙，龙目紧闭，却仿佛随时都会苏醒，吞噬天地。仅仅是感知到它的存在，就让赵晨安有种心神欲裂的错觉。天平法器，这可是能让仙台境大能都为之疯狂的至宝。然而，还不等他从这巨大的惊喜中回过神来，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这一次，声音比之前更加宏大，更加庄严。叮！检测到宿主已成功获得3次那期奖励，触发特殊成就3宫6院初级。特殊成就奖励，宿主守卫子嗣天赋将获得1次随机提升。什么？赵晨安猛地瞪大了双眼。守卫子嗣乌兰雪，他第一个迎娶的妻子是乌兰雪。提升中，恭喜！正妃乌兰雪体内子嗣已成功获得随机先天道体。轰！赵晨安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先天道体，那可是传说中最适合修行的无上体质，无论是那一种，修行之路都将一片坦途，未来成就不可限量。他的孩子将是天生的圣人胚子。狂喜，无法抑制的狂喜席卷了他整个心神。他甚至想立刻冲到乌兰雪的院子里，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他。然而，系统的声音并没有就此结束，仿佛嫌这惊喜还不够大，一道更具冲击力的提示紧随而至。叮！特殊成就奖励追加，当该名 S 级天赋子嗣降生之时，宿主可指定1次100倍奖励内容。赵晨安的呼吸在这一刻彻底停滞了。指定奖励，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修炼了？指定奖励这2个字宛如9天惊雷，在赵晨安的脑海中轰然炸开。他的呼吸在这一刻彻底停滞了。自己无法开辟苦海，一直是心中最大的隐痛。即便有系统傍身，获得了无数常人难以企及的至宝，但自身终究是一个凡人。这种感觉就像是守着一座金山，却手无缚鸡之力。而现在，系统给了他一个选择的机会，一个亲手撬开命运枷锁的机会。只要乌兰雪腹中的孩子降生，他就可以指定1次100倍奖励。到那时，他完全可以为自己指定一门能够打破桎梏，让他踏上修行之路的无上功法，甚至直接指定一种逆天改命的体质。狂喜，难以言喻的狂喜瞬间淹没了他的理智。他强行压下冲到乌兰雪院子里放声大笑的冲动，胸膛剧烈的起伏着。冷静，必须冷静。孩子降生还需要时间，现在高兴还太早。当务之急是处理好眼前的另一件宝贝。他偏过头看了一眼身旁仍在沉睡的柳若霜，女子清冷绝美的睡颜上带着一丝疲惫后的红润，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似乎在做什么不安的梦。这一场婚事，他付出了清白，保全了学宫，而自己则收获了通往未来的钥匙。赵晨安轻手轻脚的起身，穿好衣物，没有惊动任何人，独自走出了新房。天色微明，晨风带着几分凉意，他没有丝毫犹豫，径直朝着宫城的方向走去。皇宫御书房，魏公公在门口焦急地踱步，时不时地朝殿内望去。御书房的内殿此刻灵气翻涌，一股股强大而紊乱的气息不断溢出，让整个大殿的温度都忽高忽低。大周皇帝赵道廷正盘坐于蒲团之上，面色凝重，他的周身时而有龙形虚影盘旋，时而又溃散成漫天光点，化龙境的门槛远比他想象中要坚固。就在这时，一名小太监匆匆跑来：“魏总管，魏王殿下求见。”魏公公一摆手，压低了嗓门：“没看到陛下正在闭关的紧要关头吗？让魏王先回去。”可是小太监有些为难，魏王殿下说有天大的喜事要禀报陛下。魏公公还想呵斥，内殿中却传来一个略带疲惫但威严十足的音节：“让他进来。”是赵道廷。魏公公心头一凛，不敢怠慢，连忙亲自将赵晨安迎了进去。内殿之中灵气依旧激荡，赵道廷缓缓睁开双目，其中布满了血丝，显然是一夜未眠，强行冲击境界所致。16郎何事如此焦急？看到父皇这副模样，赵晨安也不废话，直接躬身行礼：“儿臣特来为父皇献上贺礼。”话音未落，他心念一动，嗡！一杆通体漆黑，散发着滔天凶煞之气的狰狞长戟凭空出现在大殿中央，9条栩栩如生的黑色魔龙盘绕在戟身之上，龙目紧闭，却透着一股足以吞噬心神的恐怖威压。刹那间，整个内殿的空气都凝固了，原本还在翻涌的灵气，在这股凶煞之气面前，竟被瞬间压制，变得死寂一片。这是赵道廷原本还带着几分疲惫，可在看到这杆长戟的瞬间，整个人猛地站了起来。他死死地盯着那杆长戟，呼吸变得无比粗重，脸上写满了无法置信的骇然。作为大周王朝之主，他见过的宝物何其之多，可没有一件能与眼前这杆长戟相提并论。那股仅仅是存在
就让他这个半步化龙境强者都感到心惊肉跳的气息。天平法器，赵道廷的声音都在发颤。他一步步走上前，伸出手，却又不敢轻易触碰，仿佛在面对一件神圣而又恐怖的禁忌之物。他仔细地端详着，摩挲着己身上冰冷的纹路，感受着其中蕴含的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良久，他才猛地转过头，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灼热视线牢牢锁定在赵晨安身上。这也是那位仙人所赐。赵晨安一如既往的躬身，态度谦卑而真诚。正是，儿臣福薄，尚无修为，无法驾驭这等绝世神兵。此等至宝，唯有在父皇这般盖世英雄的手中，方能绽放其真正的光辉，助我大周，镇压国运，威慑八方。一番话说的是滴水不漏，既解释了来源，又捧高了父皇。赵道廷听完，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大笑。好一个小石榴，说得好！他一把抓起九龙魔煞戟，狂暴的煞气瞬间冲击着他的心神，但他不禁反喜，体内的龙气奔涌，强行压制。手握神兵，赵道廷只觉得之前冲击化龙境的瓶颈似乎都松动了几分。有了此物，朕突破化龙境，把握至少再添3成。待朕攻城出关之日，便是我大周晋升皇朝之时。他看向赵晨安，满是赞许与欣慰。你又立下不世之功，说吧，想要什么赏赐？赵晨安垂首，能为父皇分忧，是儿臣的本分，儿臣不敢求赏。你不要，朕却不能不给。赵道廷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脸上浮现出一抹玩味的笑容。这样吧，等你这位新王妃进门满1月，等朕出关之后，再为你赐下一桩婚事，保管你满意。又一桩婚事？赵晨安的心脏猛地一跳，狂喜涌上心头。父皇这是要把赐婚当成固定奖励了吗？他连忙叩首谢恩，儿臣谢父皇隆恩。去吧，朕要即刻闭关炼化此宝。赵道廷挥了挥手，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魏忠，奴才在。魏公公连忙上前传朕旨意，即日起朕闭关，朝中一切事宜待朕出关之后再议。遵旨。赵晨安恭敬地告退，转身离开了御书房。当他走出大殿，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时，只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一切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回到魏王府时，时辰尚早，他没有回自己的院落，鬼使神差的信步走到了王府后方的花园。远远的，一阵若有若无的轻笑声传来。赵晨安脚步一顿，循声望去，只见花园的凉亭之中，3道绝美的身影正围坐在一起。正妃乌兰雪温婉贤淑，正细心地为众人斟茶，她的脸上带着母性般柔和的光晕。侧妃李青鸾，这位曾经高傲的将门虎女，此刻竟也巧笑嫣然，正比划着说着什么趣事，逗得乌兰雪眼唇轻笑。而新入门的柳若霜虽然依旧清冷，但那紧绷的身体却放松了许多，静静地听着，偶尔端起茶杯轻抿一口，晨光透过庭檐斑驳地洒在她们身上。3位女子，3种截然不同的绝代风华，此刻却构成了一幅和谐而又动人的画卷。赵晨安站在远处，没有上前打扰，一股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与骄傲充斥着他的胸膛，这些都是他的女人。下午，柳若霜需在府中接见群龙无首的学院派大臣们，赵晨安还未走进正厅，便有压抑的谈话声隐隐传来。他脚步放缓，侧身立于一根廊柱之后，朝着厅内望去。只见正厅主位上，柳若霜一改昨日的红妆，换上了一身素雅而庄重的宫装长裙，青丝高挽，仅以一根简单的玉簪固定。她的姿态端正，不施粉黛的容颜上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清冷与威严。而在她的下方，7、8名身穿各色官袍的中年男子垂手而立，一个个正襟危坐，大气都不敢喘。这些人赵晨安都认得，吏部侍郎、户部主事、大理寺少卿，无一不是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更是外人眼中铁杆的学院派。他们是继夏学宫走出的骄子，心中秉持着学宫的理念，在朝堂之上自成一派，与传统的世家勋贵、皇权亲族隐隐对立。此刻，这些在朝堂上能言善辩，甚至敢于当面顶撞皇帝的骨梗之臣，在柳若霜面前却温顺的如同待训的学童。诸位大人，都是我继夏学宫的前辈高贤。柳若霜终于开口，声音清冽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厅的每一个角落。若霜一介女流，本不该对诸位大人的为政之道多加智慧。他顿了顿，话锋陡然一转，变得凌厉起来。但如今我已是魏王侧妃，也是下一任院长，有些话便不得不说。学宫的理念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非以天下为棋盘，以苍生为棋子。你们读的是圣贤书，领的是朝廷俸，识的是万民粟，忠君爱国为民，这才是你们的本分。若是谁还抱着那套自以为是的宏伟理想，想着在朝堂之上搅弄风云，施展抱负，视国法为无物，视君权为刍狗。柳若霜停了下来，没有再说下去，但那股无形的压力却让在场的几位大臣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圣王妃教训的事，我等谨记在心，绝不敢忘。吏部侍郎率先躬身，声音干涩，其余人也纷纷附和，一个个噤若寒蝉。他们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眼前的女子还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学宫圣女吗？这番话哪里是训诫，分明是警告，是敲打，
是彻底斩断他们与学宫之间那层不清不楚的联系，逼着他们站队。站在廊柱后的赵晨安将这一切尽收心底，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这就是柳若霜，继下学宫术百年难遇的奇才，先天轮回道体。他的威望在学院派的官员心中，甚至比老院长还要高。现在这份威望，这份人脉，都随着他的出嫁变成了自己无形的资产。他看着厅中那个清冷孤傲却又光芒万丈的女子，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昨夜洞房之中她在他身下婉转承欢、媚态横生的模样。那种极致的反差让赵晨安的心跳都漏了一拍，真是个宝藏啊！又过了一会儿，大臣们如蒙大赦，躬身告退。他们鱼贯而出，路过赵晨安身边时，只是匆匆瞥了一眼，便低下头快步离去，仿佛没有看到这位王府真正的主人。赵晨安也不在意，他整理了一下衣袍，迈步走进了大厅。厅内，柳若霜依旧端坐在主位上，似乎在沉思着什么，眉宇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到是赵晨安，整个人瞬间从那种生杀予夺的威严状态中脱离出来。他急忙起身，快步走了下来，微微垂手：“夫君辛苦了。”赵晨安走上前，很自然地牵起他微凉的手。柳若霜的身体几不可察的一颤，却没有挣脱。我想回一趟学宫。他抬起头，清澈的眸子里带着一丝请求。赵晨安瞬间了然，老院长时日无多，他此番回去，一是为了见老院长最后一面，全了师徒情分；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趁着老院长还在，彻底整治季下学宫内部，将那些心怀鬼胎、不服管教的长老和派系一次性清理干净。从今往后，季下学宫将真正成为他的一言堂，也只有这样，他才能保证学宫这股庞大的力量不会被有心人利用，成为威胁大周、威胁他的隐患。这是一场不见血的战争。赵晨安很想陪他一起去，给他站台撑腰，但他不能。他是皇子，是魏王，他若出现，事情的性质就全变了，那会变成皇室对学宫的强行吞并，只会激起最强烈的反弹。起码名义上，赵晨安确实是不方便露面，这件事只能柳若霜自己去做，应该的。赵晨安松开他的手，替他理了理鬓边的一缕乱发。需要我派人护送吗？柳若霜摇了摇头，脸上浮现出一抹真诚的感激。不必了，学宫自有安排，只是此去可能需要一些时日。他本以为赵晨安会多问几句，甚至会加以限制，毕竟新婚第2天，王妃就要回娘家，而且还是季下学宫这种敏感的地方，传出去总归不好听。可他没有，他只是全然的信任与支持。这种被人尊重、被人理解的感觉，是他过去20多年的人生中从未体验过的。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男人，要么敬他如神明，要么畏他如蛇蝎，要么想将他当做一件珍贵的藏品占有。唯有赵晨安将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人，一个可以并肩而立的妻子。这份好感在心中悄然发酵，变得愈发浓郁。无妨，赵晨安笑了笑，正好我也有些事情要处理，你办完事就回来，王府永远是你的家。多谢夫君。柳若霜深深一躬，在抬起头时，那份属于圣女的清冷已经彻底融化，只剩下属于妻子的温婉。1个时辰后，皇城东门，一辆朴实无华的马车停在城门洞外。赵晨安一袭便服，亲自将柳若霜送到了车前。刚娶进门的王妃，今天就要送走，本王可是亏大了。赵晨安半开玩笑地说道。柳若霜的脸颊微微泛红。夫君放心，若霜此去，快则10天，慢则半月，必定返回。他郑重的承诺，仿佛生怕他误会。好，我等你。赵晨安点头。离别的气氛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柳若霜看了一眼赵晨安，似乎在鼓起极大的勇气。他忽然上前一步，在赵晨安错愕的注视下，踮起脚尖，在他唇上轻轻印了一下，柔软冰凉，带着一丝兰花的清香，一触即分。夫君保重。柳若霜说完，便飞快地转身上了马车，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连头都不敢回。车夫一扬马鞭，马车缓缓启动，朝着远方驶去。赵晨安独自站在原地，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上面还残留着那惊心动魄的触感。光阴流转，时日一晃而过。这一日，天光正好，整个皇城都沐浴在温暖的秋阳之下。魏王府内，庭院幽深，一株百年古槐下，10桌棋盘，楚河汉界。赵晨安手持黑子，冥思许久，却迟迟无法落下。他对面，李青鸾一身劲装，英姿飒爽。他手边是一杯清茶，早已凉透，但他浑然不觉，只是静静地看着棋盘，等待着赵晨安的下一步。李青鸾的棋风便如他的人，大开大合，步步紧逼，充满了侵略性。赵晨安的棋盘上，黑子已是节节败退，被围困的只剩下一小片苟延残喘的区域。再有3步，不可能2步，他就要被彻底屠尽。这女人不愧是神将之姿，下棋都带着一股杀伐之气。不远处的回廊下，乌兰雪正惬意地靠在廊柱上晒着太阳。他对那黑白方寸间的厮杀毫无兴趣，只是偶尔将视线投向赵晨安，带着几分慵懒与满足。王府的日子安逸闲适，比在天狼部落当那个高高在上的圣女要快活得多。赵晨安又枯坐了一炷香的功夫，额角已经见汗。他悔啊，他就不该听信李青鸾的鬼话，什么棋盘之上亦可演练兵法韬略，
这分明就是单方面的虐杀。正当他准备耍赖，尽快结束这场折磨时，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自皇宫深处传来，仿佛有9天神雷在地下炸开，整个大地都为之剧烈一颤。魏王府内的池水瞬间掀起数尺高的浪涛，怎么回事？地龙翻身了！乌兰雪第一个反应过来，瞬间从廊柱上弹起，手已握住刀柄，浑身散发出戒备的气息。李青鸾也豁然起身，秀眉紧蹙，望向皇宫的方向。赵承安被这突如其来的震动搞得一个趔趄，手中的棋子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还没来得及反应，更恐怖的异象发生了。只见皇宫上空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变得金光万丈，无尽的灵气从四面八方疯狂汇聚而来，在皇宫上空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金色漩涡，漩涡之中隐约有龙形虚影在翻腾搅动风云，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法则神链从天而降，垂落到皇宫深处。啊！一声高亢激越的龙吟响彻天地，这龙吟声中带着无上的威严与霸道，仿佛一尊沉睡了万古的君王在此刻苏醒。整个皇城的生灵在这一刻都感受到了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威压。街道上行人纷纷跪倒在地，朝着皇宫的方向叩首，口中高呼天降祥瑞。修为再深的修士们更是骇然欲绝，那股力量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那是化龙镜。魏王府内，李青鸾和乌兰雪都被这惊天动地的异象惊得说不出话来。赵承安却在短暂的错愕之后猛地一拍大腿，他趁着李青鸾和乌兰雪的注意力都在天上，鬼鬼祟祟地伸出脚，轻轻一勾，哗啦啦，整个石桌都被他带翻，棋盘上的黑白棋子散落一地，瞬间乱了那盘他必输无疑的残局。做完这一切，他才猛地抬起头，脸上带着狂喜与激动，笑眯眯道：“是父皇，父皇他成了。”李青鸾发现他的小动作，刚想斥责赵承安掀翻棋盘的无赖行径，可当他看到空中的异象，还是将所有责备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是啊，陛下成了大周的皇帝，突破到了化龙境，这意味着大周王朝将有资格晋升为皇朝，每一个大周人都与有荣焉。一股强烈的自豪与兴奋涌上心头，李青鸾再也顾不得那盘棋的胜负，同样激动地望向皇宫上空的金色龙影。与此同时，皇城东门，一辆朴素的马车缓缓驶入城中，在他身后还跟着一支近100人的队伍。这支队伍人人身穿季下学宫的统一服饰，个个气息沉稳，步履矫健，显然都是修为不俗的青年才俊。他们昂首挺胸，脸上带着属于天之骄子的傲气，好奇而又挑剔地打量着这座大周王朝的都城。车帘掀开，露出一张清冷绝美的容颜，正是柳若霜。她刚回到皇城，便被眼前的天地异象所震撼。那是什么？好恐怖的威压！我的道宫都在颤抖。是龙，我看到了，金色的龙。他身后的学子们早已乱作一团，一个个仰头望着天际，满脸的不可思议。他们是季下学宫最优秀的一批学子，见识广博，心高气傲。在来之前，不少人心中还对圣女的选择颇有微词。大周王朝不过是一个连化龙境强者都没有的末流势力，凭什么能得到他们季下学宫的效忠？圣女嫁给那个传说中无法修炼的废物皇子，更是学宫的奇耻大辱。可是现在，当他们亲眼目睹这皇宫上空那几乎要化为实质的真龙法相，感受到那股让他们灵魂都为之臣服的恐怖气息时，所有的骄傲，所有的不服，都在瞬间被击得粉碎。化龙，这是化龙境的意象。一名年长的学子声音干涩的开口，带着无尽的骇然。大周皇帝，他竟然突破了！天啊，圣女的选择是对的，大周要出真龙了，一个即将晋升为皇朝的势力。我们若是能在此效力，前途不可限量。人群中瞬间炸开了锅，那些原本还心怀怨气的学子，此刻看向柳若霜的背影时，已经只剩下敬畏与狂热。圣女早已洞悉了一切，她不只是牺牲自己，而且还为学宫，为他们所有人寻找一条通天大道。柳若霜没有理会身后的议论，她的视线穿过重重建筑，落在皇宫的最深处，那个方向也是魏王府所在的方向。面纱之下的容颜神色复杂。此次回宫，老院长已经作画，他遵从老院长的遗命，接任了第9代院长的职位，并且以雷霆手段清洗了学宫内部所有反对的派系，将整个稷下学宫彻底凝成了一股绳。他带来的这些学子，便是他向赵承安、向大周地上的第一份投名状。他本以为做到这一步已经足以回报他的信任，却没想到大周王朝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惊喜。化龙境的皇帝，这份沉甸甸的惊喜让他那颗坚固的心再次泛起了一丝涟漪。就在全城都沉浸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突破之中时，皇宫上空那翻腾的金色龙影忽然发出一声更加高亢的咆哮，而后猛地收缩，化作一道金光，重新没入皇宫深处。漫天异象随之缓缓消散，天空恢复了之前的晴朗，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幻觉。紧接着，一个威严而又中气十足的话音在每一个人的耳边清晰响起：明日早朝，朕还有大事宣布。次日，金銮殿，天光自殿顶的琉璃瓦倾泻而下，将盘龙金柱照得熠熠生辉。文武百官分列两侧，却无人言语。整个朝堂之上弥漫着一种近乎凝固的肃穆与敬畏。龙椅之上，赵道廷身着九龙滚袍，静静端坐。他并未刻意释放威压，
但一股源自生命层次的恐怖气息却如渊似海，笼罩着整座大殿。所有臣子都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昨日那惊天动地的异象，那响彻天地的龙吟，依旧在他们脑海中回荡。化龙，他们的大周皇帝真正踏入了传说中的化龙之境。恭贺陛下，神功大成，晋升化龙！一名老臣率先反应过来，颤抖着跪倒在地，声音里满是激动。恭贺陛下，大周万年，陛下万年！山呼海啸般的恭贺声瞬间响彻金銮殿，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发自内心的狂喜与崇敬。大周终于要有属于自己的化龙境强者了，这意味着王朝晋升为皇朝指日可待。然而，面对这百官朝贺的盛景，龙椅上的赵道廷却只是淡然地挥了挥手：“平身吧。”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嘈杂。群臣起身，恭敬地垂首，等待着陛下的训示。朕此次能够侥幸突破，并非朕一人之功。赵道廷缓缓开口，话音在大殿中回荡。群臣一怔，都有些不解：陛下突破，难道还有他人的功劳？朕能有今日，魏王功劳最大。一言既出，满堂皆寂，所有人都懵了。魏王，那个无法修炼的16皇子，这怎么可能扯得上关系？就连站在武将之首的车骑大将军李擎苍也露出了愕然的神情。他知道陛下宠爱16皇子，可这也太离谱了。突破化龙境这等逆天之事，怎么会和一个凡人扯上关系？赵道廷将群臣的反应尽收心底，继续用那平淡的口吻说道：“若非为了魏王的婚事，朕又岂会与稷下学宫有所交集？若无交集，朕便没有机会与稷下学宫那位老院长一战之后勘破瓶颈，一举化龙。”话音落下，大殿内死一般的寂静。这逻辑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怎么想怎么觉得荒谬。群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竟无人敢接话。谁都听得出来，陛下这是铁了心要把天大的功劳往魏王头上安。他们还能说什么？陛下说是，那就是呗。反正陛下宠爱魏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为了给儿子脸上贴金，把突破化龙的功劳分润一些，似乎也合情合理。看着下方那些低眉顺眼、再无半点反对之意的臣子，尤其是以往林海涛麾下那些学院派官员，此刻一个个噤若寒蝉的模样，赵道廷心中划过一丝满意的笑意。朝堂一心，再无掣肘，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实现他胸中谋划了数十年的宏图霸业了。大周将不再是偏安一隅的小小王朝。想到此，他话锋一转：“昨日朕已说过，今日早朝有大事宣布。”群臣精神一振，立刻竖起了耳朵。为了奖赏魏王此番的颇天大功，朕决定。赵道廷故意拖长了声音，深邃的视线扫过下方每一位臣子的脸，再赐他一桩婚事。此言一出，群臣再次哗然。又赐婚？魏王府里不是已经有3位王妃了吗？天狼圣女、将军之女，再加上一个刚刚才确定名分的稷下学宫圣女，这还不够。就在众人以为陛下又要从哪个不听话的世家大族里挑个女儿时，赵道廷接下来的话却像一道9天神雷劈在了金銮殿上。此次赐婚的对象乃是万年世家萧氏家族的嫡女萧楚楚。轰！整个大殿仿佛被投入了一枚炸弹，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萧家？哪个萧家？是那个坐落于大夏皇朝疆域之内，却连大夏皇室都轻易不敢招惹的万年世家萧家。李擎苍这位车骑大将军此刻也彻底绷不住了，他猛地抬头，满脸的骇然。他身为大周军方第一人，对周边势力的了解远超文臣。萧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那是一个传承了上万年、底蕴深不可测的恐怖家族。虽然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几乎与世隔绝，但谁都知道萧家的那位老祖宗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化龙境强者。陛下刚刚突破化龙，就要去招惹另一个同级别的存在，而且还是为了给魏王赐婚。陛下，您是说那个萧楚楚？一位消息灵通的官员声音发颤地问道。没错。赵道廷颔首，得到肯定的答复，那位官员差点当场瘫软下去。天啊，萧楚楚那可是名列整个大陆天骄榜第6的绝世妖孽，传闻他5岁开辟苦海，10岁修成道功，如今才18岁，已是4级境的强者。把这样的天之娇女赐婚给无法修炼的魏王，疯了！陛下一定是疯了！窃窃私语声再也无法抑制，在殿内嗡嗡作响，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荒诞与不解。这已经不是宠爱了，这是疯魔。那可是萧家啊，一个拥有化龙老祖的万年世家，他们的麒麟女岂会嫁给一个王朝的废物皇子？这道赐婚旨意根本不是恩赐，而是挑衅，是对萧家的公然羞辱。一旦萧家震怒，大周刚刚燃起的皇朝之火恐怕瞬间就要被狂风暴雨给浇灭。李擎苍的心脏狂跳不止，他看着龙椅上那个面容平静的君主，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看不懂，他完全看不懂陛下的操作了。但现在刚经过稷下学宫的事情，哪怕看不懂，李擎苍也不敢有丝毫忤逆。陛下之心深不见底，大臣们也是如此。虽然个个面露迟疑，却谁也不敢轻易顶撞赵道廷。无他，威信已经立下，现在的大周朝堂就是这位陛下的一言堂。他要赐婚，那便无人敢说一个不字。金銮殿的风波很快便传到了魏王府。赵臣安正悠闲地躺在院中的摇椅上，听着侍女的禀报，
整个人都愣了一下。又赐婚，还是那个什么万年世家，萧家的嫡女。父皇这效率真是没得说，简直就是婚界战神，月老见了都得递根烟。知道了，下去吧。赵晨安挥了挥手，脸上挂着一丝哭笑不得的表情。乌兰雪正端着一盘切好的灵果走过来，闻言只是温柔一笑，将果盘放在他手边。夫君，陛下也是为了你好。他对此早已习惯，甚至有些麻木。在他看来，只要夫君安好，家庭和睦，多几个姐妹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不远处，正在练剑的李青鸾收剑入鞘，走了过来。他额角挂着细密的汗珠，英气的脸庞上带着一丝不满。陛下还真是雷厉风行，虽然嘴上有些抱怨，但他也只是点到为止。毕竟他曾亲自为赵晨安迎娶柳若霜出战，拦截过那些心怀叵测的探子，与其浴血厮杀。他比谁都清楚，每一次赐婚背后都牵扯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利益与博弈。他拎得清。荒唐！一道清冷的声音自书房内传来。柳若霜一袭白衣，面若冰霜地走了出来。他没有看其他人，径直走到赵晨安面前。陛下这次不是恩赐，是催命符。他的称呼很恭敬，依旧是陛下，但话语里的含义却让整个院子的温度都降了几分。赵晨安坐直了身子，有些意外，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柳若霜如此气愤。怎么说？乌兰雪和李青鸾也投来好奇的视线，他们只知道萧家是万年世家，却不清楚其中的具体分量。柳若霜没有卖关子，冷着脸，语速极快地分析起来。萧家坐落于大夏皇朝疆域，却独立于大夏皇室之外，这本身就说明了其实力。其家族传承万年，底蕴深不可测，族中更是有真正的化龙境老祖坐镇。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柳若霜吸了口气，似乎在平复情绪。关键在于萧楚楚这个人，天骄榜第6，这是什么概念？整个东荒大陆年轻一辈中能排在他前面的只有5个人，这意味着他未来的前途至少是化龙境之上的仙台强者。而且传闻他5岁开辟苦海，10岁道功圆满，如今18岁已是4级境的盖世强者。这样的女子，她的追求者有多少？觊觎她天赋血脉的魔道巨擘又有多少？打她主意的老怪物又有多少？这些人随便站出来一个，都不是我们大周能惹得起的。柳若霜的话像是一盆冰水，兜头浇下。乌兰雪和李青鸾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们终于明白，这次的赐婚和之前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之前的天狼部落、大将军府乃至稷下学宫都还在大周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可这个萧家，这个萧楚楚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周的承受极限。陛下将这样的女子赐婚于你，一个无法修炼的皇子。柳若霜的视线落在赵晨安身上，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焦急。这不是恩赐，这是将整个大周架在火上烤。一旦消息传出，大周立刻就会成为整个大陆的笑柄，而你会成为所有觊觎萧楚楚之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桩婚事是祸非福，他不是在争风吃醋，而是真真切切的在为赵晨安的安危考虑。赵晨安听完也陷入了沉默，他没想到这个萧楚楚的背景竟然如此恐怖。天骄榜第6听起来就很有分量，不过系统的事情他不能说。他看着柳若霜那张写满担忧的冰冷俏脸，忽然笑了。若霜，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他伸手轻轻拉住柳若霜微凉的手，但你觉得父皇会不明白吗？柳若霜一怔，他老人家算计了一辈子，如今更是踏入了化龙之境，成了这方圆10万里真正的霸主。你觉得他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吗？赵晨安的语气很平淡，却带着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他比谁都宠我，比谁都希望我活得好好的，他还能坑我这个亲儿子不成？所以静观其变吧。而且按你的说法，这桩婚事萧家那边根本不可能同意，现在只是父皇单方面宣布，八字还没一撇呢，说不定父皇他老人家还有别的谋划。听着赵晨安的分析，柳若霜微微一滞。是啊，那位陛下的心思深沉如海，他怎么可能做这种自取灭亡的事情？忽然他想到了什么，稷下学宫，当初陛下不也是借着为王赐婚的名义，一步步将整个学宫蚕食，最终彻底收拢，变成了大周的附属势力吗？那一次魏王就是他手中最锋利也最无害的棋子，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魏王无法修炼，所以对他毫无防备之心。而现在柳若霜看着赵晨安那张真诚而又带点无奈的脸，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苦涩。他苦笑着摇了摇头，或许是我想多了吧。他心中依旧担忧，却不再是担心陛下犯傻，而是担心陛下太聪明了，聪明到再一次将自己的儿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与此同时，早朝散去，赵道廷脱下了九龙滚袍，换上了一身朴实无华的青色长衫。他没有惊动任何人，独自一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皇宫，一步踏出，身形便已在100丈之外，再一步便已出了皇城。晋升化龙之后，天地在他脚下仿佛都失去了距离的概念，山川河流在脚下急速倒退，他的方向明确无比，正是大夏皇朝的疆域深处。不知过了多久，前方的天地间出现了一座轮廓模糊的巨城。那不是一座城，那是一个家族的领地，其疆域之广，几乎堪比大周王朝的一座行省。古老、苍茫、厚重的气息扑面而来，
即便是相隔千里，依旧能感受到那片土地上盘踞着的恐怖气郁。万年世家，萧家。赵道廷的身形在千里之外的一座山巅停下，他负手而立，青山在罡风中猎猎作响。他没有再前进，只是静静地看着远方那片古老的土地。那张威严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一抹谁也看不懂的复杂神色。很难想象，为了帮赵承安娶媳妇，他这个当皇帝的老爹居然要来做堵门万年世家的糗事了。短短数日，大周皇城彻底沦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中心。一纸荒唐的赐婚旨意如同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掀起的波澜远超所有人的想象。茶馆酒肆，街头巷尾，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修士高人，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听说了吗？咱们那位陛下又给魏王殿下赐婚了，对象是萧家的麒麟女。哪个萧家？还能是哪个？大夏皇朝境内那个万年世家萧家，天骄榜第6的萧楚楚。疯了吧？一个王朝的废物皇子也配染指那等天之娇女？这已经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想把天都给捅个窟窿。嘘，小声点，陛下刚晋升化龙，你不要命了？化龙又如何？萧家可是有化龙老祖坐镇的万年世家，大周王朝就算能搞定稷下学宫，但不代表人家萧家也那么容易拿捏吧。流言蜚语如瘟一般扩散，很快就不再局限于大周境内。整个东荒大陆的年轻一代，但凡有些名气的，都听说了这桩堪称年度最大的笑话。无数人都在等着看大周的笑话，等着看萧家雷霆震怒，一巴掌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晋皇朝拍回原形。联姻改善皇室血脉可以，但你找个正常的皇子行不行？哪怕是其他有修炼天赋的皇子，众人虽然觉得高攀，但勉强还能理解。可偏偏是那个无法开辟苦海的魏王赵承安，他凭什么？凭他长得好看吗？还是凭他会投胎？一时间，大周皇朝、魏王赵承安都成了整个大陆的笑柄。就在这风口浪尖之上，一道身着青衫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皇城的大街上。赵道廷缓步而行，听着周围那些肆无忌惮的议论，威严的脸上没有半分怒意，反而掠过一丝轻蔑的讥诮。一群无知的蝼蚁，身形一闪，他的人已经消失在原地。下一刻，御书房内，赵道廷的身影凭空出现，他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化龙威压刚刚散开，一道苍老的身影便如同鬼魅般出现在门外，正是大内总管魏公公。陛下。魏公公躬身行礼，苍老的面容上带着掩饰不住的担忧。此行可还顺利？赵道廷脱下那件沾染了些许风尘的青衫，随手扔在一旁，坐回龙椅上，长长吐出一口气。他揉了揉眉心，带着几分疲惫，又带着几分古怪的笑意。顺利是顺利，赵道廷苦笑了一下，就是挺丢人的。魏公公的头埋得更低了，心中好奇的像是被猫爪挠一样，却一个字也不敢多问。赵道廷也没指望他接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回味。那萧家的老东西还真有几分本事，跟朕足足打了3天3夜，最后还是被朕的9龙魔煞戟打碎了他的法器，才算输了半招。不过朕也不好受。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精心修剪的胡须，那里有一小块明显的焦黑痕迹，是被人用强横的火焰神通燎掉的。萧家的火名不虚传。说到这里，赵道廷又忍不住得意地扬起了下巴。不管怎么说，这趟还是赚了，一个天骄榜第6的儿媳妇到手了。不过嘛，在那之前还得陪他们演上一场大戏才行。魏公公的身子微微一颤，依旧保持着恭敬的姿势，假装什么都没听见。可他的心里早已翻起了惊涛骇浪。陛下竟然真的单枪匹马杀到了萧家，还和萧家的化龙老祖大战了一场，并且赢了，这简直匪夷所思。更让他好奇的是，陛下口中的大戏又是什么？为什么陛下会对魏王殿下如此重视，重视到不惜亲自堵一个万年世家的门，做出这等有失身份的糗事？难道真的只是因为那位已经仙逝的魏王母妃吗？魏公公想不明白，也不敢再想下去。与此同时，大夏皇朝都城天下城，这座城市的宏伟与繁华，远非大周皇城所能比拟。天空中不时有驾驭着奇珍异兽的修士飞过，地面上一座座琼楼玉宇直插云霄，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三皇子赵晨宇站在一座恢宏的宫殿前，神情复杂，有忐忑，有不安，但更多的是被压抑许久的怨毒与野望。他逃出大周，一路辗转，终于凭借着自己大周皇子的身份，获得了面见大夏皇朝当朝太子的机会。周国三皇子殿下，太子有请。一名侍卫冷漠的通报后，领着他走进了这座名为东宫的巨大宫殿。穿过重重回廊，赵晨宇终于在正殿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大夏太子陆羽纯。那是一个看上去比他还年轻几分的青年，一袭华贵的紫色蟒袍，随意地坐在一张玉椅上。他明明没有释放任何气息，但赵晨宇一踏入大殿，就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让他几乎喘不过气。化龙境，这就是大夏太子的实力。周国三皇子赵晨宇。陆羽纯抬起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耐平淡的询问，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在下赵晨宇，拜见大夏太子殿下。赵晨宇不敢有丝毫怠慢，直接跪伏在地。陆羽纯轻笑一声，没有让他起来的意思。这么卑微，看来你在周国的日子不太好过呀。听到陆羽纯的调侃，赵晨宇立马道：父皇偏心，奸佞当道，我不甘心。赵晨宇咬着牙，
将早已准备好的说辞倾泻而出。他无耻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昏君迫害、壮志未酬的悲情皇子。陆羽纯只是静静地听着，不置可否。直到赵晨宇说完，他才慢悠悠地端起手边的灵茶，轻轻抿了一口。所以，你来找姑，是想让姑帮你夺回属于你的东西？是，只要殿下肯助我，待我登临大宝，大周愿永为大夏附庸，岁岁来朝，年年内贡。赵晨宇急切地许下承诺。陆羽纯放下了茶杯，身体微微前倾，大殿内的空气瞬间凝固。大周，你们小小周国哪里大了？野心大吗？大殿内的空气瞬间凝固。陆羽纯那句轻飘飘的问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无形的耳光，狠狠抽在赵晨宇的脸上。野心大吗？这4个字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与轻蔑，让跪伏在地的赵晨宇浑身一僵。他将头埋得更深，牙齿死死咬住嘴唇，屈辱的血腥味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在下不敢。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干涩而沙哑。陆羽纯轻笑一声，似乎很满意他这副卑微的姿态。不敢，我看你胆子可是不小。他端起手边的灵茶，慢条斯理地吹了吹热气。正好，姑昨日刚得到一个有意思的消息。陆羽纯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那股无形的威压再次笼罩下来。你父皇又给你那个废物弟弟赐婚了。赵晨宇的心猛地一沉，又是赵晨安，父皇到底要偏心到何种地步？这次的对象是萧家的麒麟女萧楚楚。什么？赵晨宇猛地抬起头，满脸的不可思议。萧家那个盘踞在大夏疆域之内的万年世家，天骄榜第6的萧楚楚，父皇疯了吗？让那等天之娇女嫁给赵晨安那个连苦海都开辟不了的废物，这已经不是荒唐，这是在拿整个大周的国运开玩笑。萧家怎么可能同意？看来你也觉得很离谱。陆羽纯将赵晨宇的震惊尽收心底，玩味地笑了。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一个声名狼藉的废物王爷，也妄想染指万年世家的麒麟女，姑也觉得萧家不可能同意。他站起身，在大殿内缓缓踱步，紫色的蟒袍拖曳在地，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所以姑有一个想法。陆羽纯停下脚步，回过头审视着赵晨宇。如果姑也向萧家提亲呢？一个皇朝太子，未来的天朝之主，一个王朝的废物王爷，大陆的笑柄，你说萧家会怎么选？赵晨宇的心脏狂跳起来，他几乎是脱口而出。那还用说，萧家一定会选择太子殿下您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根本就不是一道选择题。陆羽纯发出一阵欣慰的大笑，似乎对赵晨宇的懂事非常满意。你很聪明。他重新坐回御椅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所以接下来你替姑走一趟，如何？赵晨宇愣住了。我替殿下提亲？没错。陆羽纯的笑容变得意味深长。你以大周3皇子的身份替我大夏皇朝向萧家提亲？放心，路上的安全姑会保证。他的话锋一转，声音陡然变得低沉而充满诱惑。而且姑这次让你回去，可不仅仅是为了提亲，姑还要你回去登基。轰！这2个字如同一道9天惊雷，在赵晨宇的脑海中轰然炸响。登基？让他回去登基？他怔怔地看着陆羽纯，一时间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陆羽纯似乎很享受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你父皇很有意思，放着那么多有天赋的儿子不培养，非要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砸在那个废物身上，又是稷下学宫的圣女，又是万年世家的麒麟女，甚至不惜亲自出手与那老院长一战。这里面要是没什么猫腻，姑可不信。陆羽纯的指尖在扶手上停下，大殿内的气氛瞬间变得肃杀。不过姑也不在乎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既然你已经到了我大夏，那姑就给你一个机会，只要让你登上了那个位置，他所有的谋划，所有的猫腻自然就不攻自破了。冰冷的话语让赵晨宇瞬间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不是傻子，到了这一刻，他终于彻底明白了陆羽纯的真正意图。提亲是假，让他出现在大周境内，出现在萧家，只是为了当一个诱饵，一个引诱父皇、引诱大周那些隐藏强者的诱饵。这个陆羽纯，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萧楚楚，他真正想要的是借着这个机会谋划一场惊天刺杀。他要杀了自己的父皇，然后扶持自己这个傀儡上位，从而兵不血刃地吞并整个大周。好狠的算计，好毒的手段。一股寒意从赵晨宇的脊椎骨直冲天灵盖，他的第一反应是恐惧，是逃避。可是那张威严而冷漠的脸庞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他想起了父皇是如何毫不犹豫地将李清鸾赐婚给赵晨安，断绝他所有念想。想起了自己计划败露后，父皇那道要将他打入宗府，永世监禁的冰冷旨意。还有赵晨安那个废物，凭什么？凭什么他生来就百般受宠，自己却要像一条狗一样跪在这里祈求别人的怜悯？不甘、怨毒、野望，种种情绪如同毒蛇，疯狂地啃噬着他心中最后一点亲情和理智。亲情在父皇眼中，自己这个儿子恐怕还不如赵晨安那个废物的一根头发重要。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赵晨宇的身体不再颤抖，他缓缓抬起头，那张原本还带着几分忐忑的脸上，只剩下了一片彻骨的冰冷和决绝。他重重地磕了一个头，声音铿锵：多谢太子殿下成全，赵晨宇愿返回大周，前往萧家为殿下提亲。陆羽纯凝视着他，
许久，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好，很好，不愧是皇室出身，没有让姑失望。他站起身，走到赵晨宇面前，俯视着这个已经彻底沦为他棋子的周国皇子。记住，亲情这种东西，在你我这种人的身上，本就不该有，也不能有。话音落下，一卷金色的卷轴从他袖中飞出，轻飘飘地落在了赵晨宇的面前。拿着，这是我大夏皇朝的国书，也是给萧家的聘礼清单。此行你只管去，剩下的交给本宫便好。魏王府后花园，暖阳和煦，百花微醺。赵晨安正惬意地躺在摇椅上，享受着这难得的午后悠闲。自从上次献上九龙魔煞戟，祝父皇突破化龙境后，整个大周皇城都洋溢着一种莫名的亢奋，唯独他的魏王府依旧平静。殿下，殿下！尖细的嗓音打破了宁静。魏公公迈着小碎步，满脸堆笑地跑了进来，手里还捧着一卷明黄色的圣旨。赵晨安眼皮都没抬一下，又是赐婚？不至于吧？萧家那位还没进门呢，父皇这效率也太高了点。什么事啊，魏公公？这么火急火燎的？赵晨安懒洋洋地问。大喜事啊，殿下！魏公公躬身行礼，将圣旨高高举过头顶。陛下口谕，这位王殿下即日启程，前往萧家，亲自迎接魏王妃入京。赵晨安的动作顿住了，他缓缓睁开眼，坐直了身体。让我亲自去接亲？他有些发懵，这不合规矩啊！自古以来，哪有让皇子亲自跑几千上万里去接的道理？陛下就是这么说的。魏公公低着头，恭敬地回答。陛下还说，萧家麒麟女乃是天之娇女，当得起这份殊荣，需殿下亲自迎接，方能显我大周诚意。待王妃抵达皇城之后，再行大婚之礼。赵晨安沉默了，父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他也没多想，反正天塌下来有父皇顶着，他这个当儿子的听话办事就完事了。行，我知道了。赵晨安摆了摆手，我准备一下，稍后便去。奴才告退。魏公公弓着身子，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赵晨安在原地坐了片刻，起身走向了内院。这么大的事，总得跟家里的三位说一声。内院的亭台水榭中，三道绝美的身影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卷。乌兰雪穿着一身宽松的素色长裙，浑身散发着一股母性的柔和光辉，正温柔地抚摸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她那张原本带着草原儿女英气的脸庞，此刻纯洁的宛如天山雪莲，不染一丝尘埃。李青鸾则是一袭干练的红色劲装，将她那火爆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她正擦拭着自己的长枪，动作一丝不苟，英姿飒爽。身为将门之女，她的美带着一种锋锐的侵略性，让人不敢直视。柳若霜依旧是那副清冷的模样，一袭白衣胜雪，静静地坐在一旁看书。她就坐在那里，却仿佛与整个世界都隔离开来，空灵而缥缈。她那绝美的容颜上没有任何多余的波动，宛如万年不化的寒冰，却又偏偏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去融化那份冰冷。赵晨安走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让他心头火热的场景。无知三位夫人各有千秋，皆是人间绝色啊！可，他轻咳一声，打破了这片宁静。三女同时将注意力投向他。有个事跟你们说一下。赵晨安走到亭子中央，将刚刚为公公传达的口谕复述了一遍。夫君要亲自去接那个萧家妹妹。乌兰雪第一个开口，她那双纯净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好奇。父皇的命令，那我也想去。乌兰雪忽然站了起来，脸上带着一丝兴奋和期待。我来皇城这么久，还没出去逛过呢。夫君，带我一起去吧，我想看看大周的山水。赵晨安闻言顿时有些犹豫。你现在有身孕，路上舟车劳顿，万一动了胎气。他话还没说完，一旁的李青鸾便将长枪往地上一顿，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有什么关系？他撇了撇嘴，言语爽快。雪儿姐姐本就是天狼血脉，又是轮海境的修士，体质远非寻常女子可比，整日闷在这王府里，反而对她和孩子不好。出去走走，散散心，没什么大不了的。赵晨安一想，也是这个道理。乌兰雪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是草原上最骄傲的圣女，让她像个金丝雀一样被圈养在王府里，确实是委屈她了。好，那就一起去。赵晨安笑着点头。乌兰雪立刻欢呼起来，跑过来抱住赵晨安的胳膊，像个得到糖果的孩子。赵晨安的目光转向了始终没有说话的柳若霜。若霜，你呢？柳若霜合上了手中的书卷，缓缓站起身。她那双清澈的眸子注视着赵晨安，其中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我就不去了。她的声音轻轻冷冷，却很坚定。稷下学宫出入大周，与朝堂各方势力的磨合尚在初期，很多事情需要我留在皇城处理。夫君此去路途遥远，万事小心。虽然她很担心赵晨安此行的安全，但她更清楚自己的责任。作为稷下学宫的圣女，她不能意气用事。赵晨安走到她面前，轻轻牵起她微凉的手。放心吧，父皇既然让我去，就一定都安排好了。他能感觉到这位外表冰冷的圣女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关心。你留在皇城，正好帮我看好家。赵晨安的言语带着一丝调侃。我可不想回来的时候发现王府被搬空了。柳若霜的脸颊上难得的浮现出一抹极淡的红晕，虽然转瞬即逝，却依旧让赵晨安看呆了。冰山融化的瞬间，果然是世间最美的风景。你这次带着雪姐姐和青鸾一起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柳若霜没有理会他的玩笑，只是认真的叮嘱。知道了，我的大管家。
赵晨安笑着应下。傍晚时分，魏王府的马车已经准备妥当。与寻常马车不同，这是一辆由4匹通体雪白、带着一丝龙马血脉的灵马拉着的巨大车辇，车厢宽敞的足以容纳10数人。李青鸾却觉得这还不够，他找到了赵晨安，神色严肃：“夫君，我觉得此事有些蹊跷。怎么说？萧家是什么样的存在？万年世家，底蕴深厚，据说连大夏皇室都要礼让3分。他们家的麒麟女，天骄榜第6，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大周？”李青鸾说得很直白，他实在不相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会同意这门婚事已经很奇怪了，现在父皇又让你亲自去接亲，姿态放得这么低，这里面要是没点问题，我把名字倒过来写。赵晨安挠了挠头，父皇的心思谁猜得到呢？反正他是我爹，总不会害我。我不是说父皇会害你。李青鸾有些急了，我是担心路上不安全。赵晨安歪着头询问，大姨你的意思？我已经派人去通知我父亲了。李青鸾的眸子里闪过一抹金光，这次出行我要带上300精锐骑兵，还有我亲手训练的300玄甲女卫，不管有什么阴谋诡计，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土鸡瓦狗。赵晨安看着他那自信飞扬的样子，不由得笑了。行，都听你的，反正人多也热闹，排场大一点，也免得被萧家看清了。得到赵晨安的同意，李青鸾立刻转身去安排了。夜幕降临，一支由300精锐骑兵和300玄甲女卫护送的庞大车队，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缓缓驶出了皇城。同一时间，皇宫深处，养心殿内灯火通明，赵道廷正站在一张巨大的沙盘前，沙盘上，大周与大夏的疆域犬牙交错，无数的旗帜星罗旗布。魏公公悄无声息地走进来，跪地禀报：“陛下，魏王殿下已经出城了。”赵道廷闷了一声，没有回头。他拿起一枚代表着魏王府车队的金色小旗，将其缓缓地插在了从大周皇城通往萧家方向的道路起点上。做完这一切，他才抬起头，深邃的视线投向窗外漆黑的夜空。鱼儿已经洒下去了，接下来就看有多少鱼儿会忍不住咬钩了。他的话语很轻，在空旷的大殿中几不可闻。车队行进的速度并不快，甚至可以说是缓慢。赵晨安没有催促，李青鸾虽然心急，但看着乌兰雪那开心的模样，也把话咽了回去。自从离开皇城，乌兰雪就像是挣脱了牢笼的鸟儿，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宽敞的车厢内，他趴在窗边，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一切。夫君，你看那座山，好高啊！夫君，那条河里有鱼吗？晚上我们烤鱼吃好不好？夫君，他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纯净的眸子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赵晨安靠在软垫上，手里拿着一卷书，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只是含笑看着他。吴家有7出长成，不对，是出龙，这种感觉还挺不赖的。李青鸾坐在一旁，仔细擦拭着自己的长枪，对这一切充耳不闻，只是偶尔抬起头，看到乌兰雪那毫无防备的笑颜时，自己也会不自觉地柔和几分。罢了，就当是陪他散心了。反正有600精锐护送，寻常宵小也不敢靠近。车队就这样走走停停，白天看山玩水，晚上宿在野外，点起篝火。赵晨安亲自下厨，烤着从河里抓来的肥鱼，外皮金黄酥脆，香气四溢。乌兰雪吃得满嘴是油，幸福地眯起了眼睛。夫君做的烤鱼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赵晨安笑着撕下一块最嫩的鱼腹肉，细心地挑掉鱼刺，递到他的嘴边。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多月。这一日清晨，车队照常准备出发。正在闭目养神的乌兰雪身体忽然微微一震，一股精纯的灵气以她为中心，向着四周扩散开来。车厢内的空气都仿佛变得清新了几分。赵晨安和李青鸾同时睁开了眼。雪儿，你……乌兰雪也有些茫然地感受着体内的变化，一股磅礴的生命精气在五脏六腑间流转，开辟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心、肝、脾、肺、肾5座神脏熠熠生辉，仿佛有神奇在其中诵经。到宫境，他竟然就这么突破了。我好像突破了。乌兰雪有些不确定地说。李青鸾凑过来仔细探查了一番，确认道：没错，是到宫境初期的气息，而且根基无比稳固。怎么可能就这么游山玩水，吃吃喝喝就突破了？这还有没有天理了？李青鸾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受到了冲击。他当年辛辛苦苦修行，费了不少努力才突破，结果人家玩着玩着就到宫境了。赵晨安却是一副了然于胸的模样。天品功法大道天眼经本就神妙无比，再加上乌兰雪身负天狼血脉，天赋异禀。最关键的是，他这段时间心情舒畅，完全放松下来，与天地自然相合，突破自然是水到渠成。看来带着他出来还真是个正确的决定。与此同时，远在万里之外，坐落于大夏皇朝疆域内的萧家祖地，一座被浓郁灵气笼罩的山谷深处，石门缓缓开启，一个身穿淡青色长裙的少女从中走了出来。少女约莫18岁年纪，肌肤胜雪，青丝如瀑，一双灵动的大眼睛仿佛蕴藏着星辰大海。她伸了个懒腰，浑身的骨骼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少女的脸上洋溢着自信而骄傲的笑容。她就是萧家这一代最耀眼的麒麟女萧楚楚。5岁修炼，10岁到宫，18岁4级，放眼整个大陆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小姐，您出关了。一个老妪快步迎了上来，
脸上满是喜色。福伯母，我闭关多久了？萧楚楚随口问道。回小姐，整整3个月。这么久？萧楚楚吐了吐舌头。老祖爷爷呢？他有没有找我？老祖正在后山等您呢。老妪说到这里，忽然欲言又止。怎么了？萧楚楚察觉到了不对劲。老妪犹豫了一下，还是低声说道：小姐，您闭关期间，老祖给您定下了一门亲事。什么？萧楚楚的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亲事？跟谁？我怎么不知道？他的声音陡然拔高了8度。老妪被吓了一跳，连忙道：是大周王朝的16皇子，魏王赵承安。大周王朝？魏王？萧楚楚满脸的困惑。不行，我要去找老祖爷爷问个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说罢，他化作一道青色的流光，风风火火地朝着后山飞去。后山一间简朴的茅草屋前，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正悠闲地给一片药谱浇水。他就是萧家的定海神针，那位活了数千年的化龙境强者，萧家老祖。老祖爷爷，人未到，升仙至。萧楚楚气冲冲地落在了茅屋前，鼓着腮帮子，像一只发怒的小猫。萧家老祖放下水瓢，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一抹宠溺的笑容。哦，我们家的小楚楚出关了，来，让爷爷看看修行可还顺利。他没有提婚事，反而关心起他的修为。4级境之后，可曾遇到什么壁垒？萧楚楚本来满肚子的火气，被他这么一问，顿时泄了半。修行没问题，很顺利。他嘟着嘴，气鼓鼓地说道：但是我的生活有大问题。哦，萧家老祖故作惊讶，什么问题？能让我们的小天骄都愁眉苦脸的？您还说？萧楚楚更气了，您为什么要把我嫁出去？还是嫁给一个什么大周王朝的皇子？我以为我天资如此，是家族未来的希望，就可以不用像其他姐妹一样被当成联姻的工具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委屈和不甘。萧家老祖闻言，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无奈的叹息。楚楚啊，你以为老祖爷爷想这样吗？他缓缓开口，话语中带着一丝沧桑。那您为什么？萧家老祖打断了他的话，慢悠悠地说道：你若是不喜欢，那你可以试着逃婚吗？萧楚楚愣住了，他瞪大了那双灵动的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逃婚这2个字对他来说就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充满了刺激和诱惑，但他还是有些犹豫。可是这样行吗？如果我跑了，萧家怎么办？那大周王朝那边我们怎么交代？萧家老祖笑了笑，走上前轻轻摸了摸他的头。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至于萧家，有老祖爷爷在，天塌不下来。正好那大周的魏王已经在来接你的路上了，你现在动身还来得及避开他们。他循循善诱，这样一来便是你自己不愿意嫁，而不是老祖我为了家族利益把你这宝贝丫头给卖出去了，对不对？萧楚楚的脑子飞快转动着。对啊，老祖爷爷说的好有道理，我自己跑掉那就跟家族没关系了，这既能保全家族的颜面，又能让自己获得自由，简直是两全其美。老祖爷爷你最好了。萧楚楚瞬间多云转晴，开心地跳了起来。萧家老祖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丝谁也看不懂的金光。去吧，去收拾收拾东西，连夜就走，别被人发现了。萧楚楚重重地点了点头，转身就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自己的洞府飞去。看着他消失的背影，萧家老族脸上的笑容缓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邃。他抬头望向大周皇城的方向，喃喃自语：丫头啊，可别怪爷爷坑你，大周王朝或许真可能是我们萧家重新崛起的希望。萧楚楚的洞府内，他正兴奋地往一枚空间戒指里塞着东西。这个灵果好吃，带上；这件法衣漂亮，也带上；还有这把新炼制的飞剑，正好可以试试速度。他一边收拾，一边幻想着自己逃婚之后仗剑天涯，行侠仗义的场景。哼，区区一个王朝的皇子，也想娶我萧楚楚？少女拿起一枚闪闪发光的玉佩，在眼前晃了晃，想得美！本姑娘先去游遍大好河山，等什么时候玩腻了再说。她轻哼一声，化作一道青色流光，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萧家祖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与此同时，萧家山门之外，一队华丽的车马缓缓停下，为首的是一辆由4匹神骏非凡的龙鳞马拉着的巨大车辇。车辇上，一名面容阴柔的青年掀开车帘，打量着前方那座被灵气笼罩的古老山门。他便是奉大夏皇朝太子陆羽纯之命前来提亲的大周3皇子赵晨宇。区区一个万年世家，架子倒是不小。赵晨宇撇了撇嘴，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袍，这才不紧不慢地走下车辇。他身后，一名管事模样的老者早已上前，高声通报道：大夏皇朝太子殿下使者，大周3皇子赵晨宇前来拜会萧家老祖。声音滚滚传开，在山谷间回荡。赵晨宇完全没有半点身为皇子却给敌国太子办事的羞耻，反而感觉很骄傲一般，炫耀着自己的身份。很快，萧家山门大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快步走出，正是萧家的那位老祖。不知贵客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萧家老祖拱了拱手，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赵晨宇却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颇有几分倨傲。老祖客气了，本皇子此次前来是替大夏太子殿下向贵族麒麟女萧楚楚小姐提亲的。他开门见山，直接说明了来意。萧家老祖闻言，脸上露出一抹恰到好处的惊喜。哦，太子殿下竟如此看重我萧家，
实乃我萧家之幸，能与大夏皇朝联姻，老朽自然是求之不得。赵晨宇对这个回答很满意，看来这萧家还算识时务。他正要继续开口，却被萧家老祖接下来的话给打断了。只是老祖话锋一转，满是歉意的叹了口气，只是此事恐怕要让太子殿下失望了。赵晨宇的眉头瞬间拧了起来，什么意思？唉，萧家老祖重地叹息一声，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实不相瞒，就在前不久，那大周王朝也派人前来为其16皇子赵晨安赐婚，要娶我们家楚楚。楚楚那丫头性子烈，不愿被当作联姻的工具。一气之下，老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捶胸顿足。他逃婚了。赵晨宇整个人都懵了。逃婚了？这是什么操作？你一个化龙境强者，看不住自家小孙女？阁下，你这是在消遣本皇子吗？赵晨宇的语气瞬间冷了下来。岂敢！萧家老祖连连摆手，一脸的真诚与无奈。老朽说的句句属实啊，那丫头骗子被我宠坏了，无法无天。老朽已经派人四处去寻了，一旦有消息，定会立刻将她抓回来，给太子殿下一个交代。他拍着胸脯保证，还请三皇子殿下能在族中暂住几日，容老朽处理这桩家丑。赵晨宇盯着萧家老祖那张看不出丝毫破绽的脸，心中怒火中烧，却又发作不得。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姿态也放得极低，自己若是再咄咄逼人，反而显得不大度。好，那我就等几日。赵晨宇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拂袖走进了萧家山门。他倒要看看这萧家能玩出什么花样来。数日后，大周王朝北境，赵晨安的车队缓缓驶入边境最大的军城镇北城。城门大开，一员身披重甲的魁梧将领早已带着一队亲兵等候在此。末将王虎参见魏王殿下。将领单膝跪地，声音洪亮如钟。王虎是李擎苍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爱将，常年镇守北境，是大周的北门所愿。王将军快请起。赵晨安翻身下马，亲自将他扶起。李青鸾也走了过来，对着王虎点了点头。王将军辛苦了，魏大周守门不辛苦。王虎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随后看向赵晨安，目光之中带几丝审视和好奇。殿下，营中已经备好了酒宴，为您和王妃接风洗尘。这些边军将士大多是李擎苍的老部下，对李青鸾自然是亲近无比。军营之中气氛热烈，将士们轮番向赵晨安和李青鸾敬酒，言语间满是豪迈与真诚。殿下，您这次去大夏皇朝的地盘上抢亲，可得给咱们大周争口气。没错，那萧家麒麟女何该是我们大周的王妃？赵晨安笑着一一回应，来者不拒。他能感受到这些沙场汉子的淳朴与热情，这让他心中很是温暖。酒足饭饱，车队在军营中休整了一夜。第二日清晨，赵晨安一行人辞别了王虎，继续向大夏皇朝的疆域进发。车队刚刚驶出镇北城百里，正式踏入了两国交界的缓冲地带。这里是一片荒凉的戈壁，人迹罕至。就在此时，一股冰冷的杀意毫无征兆的从天而降，有敌袭，保护王爷！护卫队的首领厉声大喝，600精锐瞬间结成战阵，将赵晨安的马车团团围住。一道身影鬼魅般出现在车队前方，那人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中，只露出一双阴冷的眼睛，浑身散发着4级境强者的恐怖威压。在他身后还跟着数名道恭敬的蒙面人，个个杀气腾腾。来者何人？李青鸾手持长枪立于车前，冷声喝问。黑袍人没有回答，只是抬起手指向赵晨安的马车，杀了他们，不必留活口。冰冷的声音落下，他率先动了，一步踏出，天地间的灵气都为之沸腾。一只由灵力汇聚而成的巨手朝着马车狠狠拍下。萧家一处雅致的庭院内，赵晨宇正焦躁地来回踱步，英俊的面容上带着一丝病态的兴奋和残忍的冷笑。他算着时间，赵晨安那废物现在应该已经快到边境了吧？只要他一出大周国境，自己安排的人就会动手。赵晨宇停下脚步，看向大周皇城的方向，嘴角咧开一个冰冷的弧度。16弟，别怪三哥心狠，要怪就怪你挡了我的路。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在这里静静等待赵晨安的死讯传来。冰冷的声音落下，那只由灵力汇聚而成的巨手便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朝着马车狠狠拍下。恐怖的威压让空气都凝固了，大地在颤抖，沙石被卷上高天。结阵御敌！护卫首领发出撕心裂肺的咆哮，600精锐没有丝毫犹豫，体内的灵力疯狂涌出，瞬间汇聚成一道厚重的光幕，挡在车队上方。轰！巨手与光幕悍然相撞，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光幕仅仅支撑了不到一息的功夫，便寸寸碎裂，化作漫天光点。噗！冲在最前方的上百名护卫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身体就在那恐怖的余波中炸成了血雾，鲜血染红了戈壁，残肢断臂四处飞溅，场面惨烈到了极点。这就是4级境强者的威能，一击之威，恐怖如斯！该死！李青鸾银牙紧咬，手中长枪嗡鸣，一道道枪影迸发而出，试图阻拦那黑袍人，但他终究只是到攻境巅峰，与4级境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黑袍人只是随意的挥了挥手，那些凌厉的枪影便如同泡沫般幻灭。他甚至没有多看李青鸾一眼，身形一晃，再次出现在车队上空，又是一掌拍下。这一掌比刚才更加恐怖。
王爷，王妃，快走！幸存的护卫们双目赤红，不顾身上的伤势，再次燃烧生命，试图为赵晨安争取一线生机。他们很清楚自己根本挡不住，但没有一个人后退。走！马车内，赵晨安掀开车帘，看着眼前这地狱般的景象，看着那些为了保护自己而悍不畏死的护卫，一股热血直冲头顶。他将惊慌的乌兰雪护在身后，缓步走下马车，与李青鸾并肩而立。李青鸾见状，顿时急了：“夫君，你出来做什么？快回去！”他一边抵挡着周围那些到恭敬刺客的围攻，一边焦急地大喊：“带着乌兰雪快走，我来拖住他们！”赵晨安摇了摇头，他看着眼前这个手持长枪、英姿飒爽却已然浑身浴血的女子，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我不会打架。他的声音很平静，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但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女人，更不会抛下为我拼命的兄弟。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些本已心存死志的护卫，在听到这句话后，身体猛地一震。他们看着那个平日里随和散漫，此刻却挺直了脊梁，站在最前方的16皇子，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情与感动瞬间填满了胸膛。为这样的主公赴死，值了！誓死护卫王爷！杀！残存的护卫们爆发出惊天的怒吼，士气在这一刻攀升到了顶点。他们竟是主动朝着那些刺客发起了冲锋，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最后的防线。李青鸾也是娇躯一颤，他回过头，深深地看了赵晨安一眼。这个男人似乎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黑袍人对于这一切无动于衷，在他看来，这些都只是蝼蚁最后的挣扎。他抬起的手掌再次凝聚起恐怖的灵力，准备彻底了结这一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清脆悦耳却又带着几分张扬与不屑的少女声音自天边遥遥传来：“藏头露尾的鼠辈，也敢在此滥杀无辜！看本小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话音未落，一道璀璨夺目的青色剑光便撕裂了长空，以一种快到极致的速度，径直斩向了那黑袍人。剑光凌厉，带着一股斩断一切的锋锐之气。黑袍人心中一惊，顾不得再对付赵晨安，反手一掌拍出，与那道青色剑光狠狠撞在一起。轰隆！又是一声巨响，狂暴的能量风暴席卷四方，将地面都刮去了一层。一道倩影飘然落下，站在了车队前方。那是一个看起来不过18、19岁的少女，身穿一袭淡青色长裙，容颜绝美，气质空灵，手中握着一柄青光流转的长剑，宛若9天玄女下凡。正是从萧家逃出来的萧楚楚。他原本只是想找个地方试试新飞剑的速度，却没想到正好撞见了这场劫杀。本着行侠仗义的江湖梦，他毫不犹豫地出手了。黑袍人看着突然出现的萧楚楚，阴冷的双瞳中闪过一丝凝重。这个少女竟然也是一位4级境强者，阁下是何人？为何要插手我等之事？黑袍人冷冷开口，试图探清对方的来路。你管我是谁？萧楚楚长剑一指，颇有几分女侠风范。本姑娘就是看你们不顺眼，以多欺少，算什么英雄好汉？说罢，她不再废话，身形一动，主动朝着黑袍人杀了过去。一时间，剑气纵横，灵力激荡，两位4级境强者的战斗，直接将这片戈壁变成了禁区，天地都为之变色。李青鸾见状，精神大振，立刻高声喊道：“收拢阵型，先清理掉这些杂鱼。”有了萧楚楚拖住最强的敌人，剩下的那些到恭敬刺客，对于大周的精锐护卫而言，便不再是无法战胜的对手。护卫们迅速结成战阵，在李青鸾的带领下，展开了凶猛的反击。战局瞬间逆转，黑袍人越打越是心惊。对面的少女年纪轻轻，但实力却强得离谱，功法精妙，剑术超凡。她非但占不到半点便宜，反而隐隐被压制了。更让她心寒的是，她带来的那些手下，在李青鸾和护卫们的反击下，正一个个倒下。任务失败了。这个念头一出现，黑袍人便再无战意。他虚晃一招，逼退萧楚楚，随即整个人化作一道黑烟，毫不犹豫地朝着远方遁去。想跑没那么容易。萧楚楚娇喝一声，正要追击，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些被留下的蒙面刺客在看到首领逃离之后，竟是齐齐停下了动作。他们互相对视一眼，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尽，有的直接震碎了自己的心脉，有的则服下了早已准备好的剧毒。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所有刺客都倒在了地上，生机断绝，现场只留下一片狼藉和满地的尸体。萧楚楚停下了脚步，看着这一幕，漂亮的眉头微微蹙起。这些刺客好生果决，完全不留任何活口。战斗结束，劫后余生的护卫们纷纷松了口气，瘫倒在地，大口喘着粗气。赵晨安整理了一下衣袍，带着李青鸾走到了萧楚楚面前。他对着这位救了自己一命的少女，郑重地拱手行了一礼。在下大周王朝魏王赵晨安，多谢姑娘刚才仗义出手，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李青鸾也跟着行了一礼。虽然他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女子抱有警惕，但对方救了他们是事实。萧楚楚刚刚打赢了一场硬仗，正是心情最好的时候。他摆了摆手，正想说几句不用客气，举手之劳的场面话，可当他听清楚对方的自我介绍后，整个人都僵住了。大周王朝魏王赵晨安，这不是那个要娶自己的家伙吗？自己逃婚的对象。萧楚楚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整个人都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怎么会是他？我行侠仗义，结果救了要抓我回去成亲的人，这算什么事啊？赵晨安看着少女那精彩纷呈的表情，有些不明所以。姑娘啊！萧楚楚如梦初醒，慌乱的摆了摆手，没什么，路见不平而已，不用谢，我还有事，先走了。他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尴尬的地方。说完，他也顾不上什么女侠风范了，转身就化作一道青色流光，头也不回的消失在了天际。那速度比来的时候还要快上3分，只留下赵晨安和李青鸾面面相觑，满头雾水。另一边，萧楚楚一口气飞出了数百里，才找了个隐蔽的山谷落下。他靠在一块大石头上，捂着自己砰砰乱跳的心口，小脸上一片绯红。太尴尬了，实在是太尴尬了。第一次闯荡江湖，第一次行侠仗义，结果就遇到了这种社死现场，他简直没脸见人了。可是不知为何，他的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刚才的画面。那个叫赵晨安的家伙，明明只是个不能修行的凡人，在面对4级境强者的必杀一击时，却能面不改色地站出来。他说他不会放弃自己的女人，他说他不会抛下为自己拼命的兄弟。那份镇定，那份担当，那份与将士们生死与共的决然，萧楚楚想着想着，脸颊更烫了。他从小听到的都是各种天骄如何强大，如何斩妖除魔，却从未有人告诉他，一个男人真正的魅力，或许并不在于他有多强的修为。哼，算他还有点骨气。少女踢飞了一颗小石子，小声嘀咕着。不过，他为了那个李青鸾连命都不要，看来人也不算太坏。或许这家伙也不是那么讨厌呢。与此同时，万里高空之上，云层深处，一道身穿龙袍的伟岸身影负手而立，将下方戈壁发生的一切尽收于底。正是悄悄跟在后面的大周皇帝赵道廷。他看着萧楚楚慌不择路逃离的方向，这位老谋深算的帝王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萧家那老东西还算是讲信用，他喃喃自语，果然把他家这宝贝丫头给忽悠出来了。安儿，接下来的路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话音落下，他的身影便缓缓消散，仿佛从未出现过。萧家雅致的庭院内，赵晨宇猛地将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废物，一群废物！他面容扭曲，病态的兴奋早已被无边的愤怒所取代。就在刚刚，他收到了消息，刺杀失败了，派出去的4级境强者竟然被人中途截胡，非但没能杀了赵晨安，反而连带着所有手下都折损在了那里。怎么会失败？怎么可能失败？赵晨宇烦躁的来回踱步，心中充满了不解与暴力。为了这次劫杀，太子殿下可是动用了一枚珍贵的暗器，那是一位潜伏多年的4级境杀手，就这么没了。按照计划，只要赵晨安一死，父皇赵道廷必然震怒，定会亲自前来大夏边境问罪。到那时，太子殿下便会亲自出手，以雷霆之势将父皇击杀，然后他赵晨宇就能在大夏皇朝的扶持下，名正言顺地返回大周，登基为帝。多完美的计划！可现在第一步就出了岔子，赵晨安没死，父皇就不会被激怒，更不会轻易离开大周皇城，后面的所有计划都成了空谈。就在赵晨宇气急败坏之时，一名黑衣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单膝跪地：“三皇子殿下，太子殿下有令。”赵晨宇猛地转身，黑衣人递上一枚玉简，低声道：“太子殿下说，计划不变，无论如何，务必要在赵晨安抵达萧家之前将其杀死。无论如何。”赵晨宇捏碎了手中的玉简，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看来太子殿下已经对他这次的办事不力感到不满了。如果不能完成任务，他这个未来皇帝的价值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他不能再等了，也不能再指望别人了。赵晨宇深吸一口气，对着门外沉声喝道：“来人，让林护卫和张护卫速来见我。”片刻之后，2名气息沉凝的中年男子走进了庭院，他们身上都散发着4级境的强大威压，这是他最后的底牌，也是太子陆羽纯为了保护他特意安插在他身边的强者。赵晨宇看着眼前的2人，一抹疯狂的决然之色浮现在脸上。一次不行，那就再来一次。这一次他要亲自去。16弟，这可是你逼我的。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们走。”赵晨宇带着2名护卫，化作3道流光，冲出了萧家府邸，消失在天际的尽头。庭院内只余下一地破碎的瓷片和那还未散尽的暴力气息。另一边，大夏边境的戈壁滩上，战斗虽然结束，但空气中浓郁的血腥味却久久不散，残阳如血，将一具具刺客的尸体映照得更加狰狞。幸存的大周护卫们正在默默地打扫战场，将牺牲同袍的遗体小心翼翼地收敛起来，气氛压抑而沉重，每个人都面带哀色。此行600精锐，如今只剩下不到300人，可谓是伤亡惨重。李青鸾手臂上的伤口已经简单包扎过，他站在赵晨安身侧，看着那些倒下的身影，一向坚毅的面容也浮现出几分黯然。这些人都是大周的忠勇之士，是跟随他父亲多年的百战老兵，也有他亲自训练的女兵，如今却为了保护他们客死他乡。赵晨安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将每一张牺牲护卫的面孔都记在心里。他不能修行，无法为他们报仇，但他能做的就是让他们死得其所，让他们的家人得到100倍1000倍的补偿。殿下，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一名护卫队长走上前来，
声音有些沙哑。首领刺客逃了，那个神秘的女侠也走了，他们现在人手不足，若是再遇到危险，恐怕赵晨安收回思绪，整个人恢复了平日里的随性，休整一下，然后继续上路。继续。李青鸾一怔，可是我们的人。无妨。赵晨安摆了摆手，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示意。接下来的路会很安全。护卫们面面相觑，有些不解，这位16殿下为何如此笃定？就在此时，远方的天际，3道强横的气息正以惊人的速度破空而来，毫不掩饰其中的杀意。4级境，而且是2位。幸存的护卫们瞬间面如土色，刚刚放下的心又一次揪紧，绝望爬上了他们的脸庞。又来，还一来就是2位4级境强者，天要亡我等吗？李青鸾也是娇躯一颤，下意识地将赵晨安护在身后，拔出了长剑。殿下快走，我们为你断后。走，往哪走？一个充满怨毒与疯狂的叫嚣从天边传来，3道身影落地，掀起一阵狂风。为首之人正是面容扭曲的赵晨宇，他死死地盯着赵晨安，又瞥了一眼将赵晨安护在身后的李青鸾，整个人妒火中烧，状若疯魔。赵晨安，16弟，你这个废物，你这个窃贼，你凭什么？凭什么？他语无伦次地咆哮着，指着李青鸾，还有你，李青鸾，你这个贱人，本皇子哪里比不上这个废物？你宁愿给他做妾，也不愿正眼看我一次。李青鸾被他恶毒的言语气得浑身发抖，俏脸冰寒。三皇子，请你放尊重些。尊重？哈哈哈！赵晨宇狂笑起来，等我杀了他，再把你抓回大夏，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尊重。相比于他的癫狂，赵晨安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甚至还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衣袍，随意的抬手打了个招呼：“三哥，别来无恙啊！这么大的火气，是来给我送行的吗？”这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更是彻底引爆了赵晨宇的怒火。送行？对，我就是来送你上路的。赵晨宇面目狰狞，猛地一挥手：“林护卫，张护卫，给我杀了他！杀了这个废物，还有他身边所有的人，一个不留。”是，三皇子殿下。那2名4级境的中年男子应声而出，强大的威压铺天盖地而来，让本就疲惫不堪的护卫们连站立都变得困难。完了，所有人的心中都浮现出这2个字。李青鸾催动体内所剩不多的灵力，准备做最后的殊死一搏。然而赵晨安却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不必紧张。他上前一步，迎着那2名4级境强者的威压，非但没有半分惧色，反而长长地叹了口气：“三哥，你说你这又是何苦呢？都说了，接下来的路很安全，你怎么就是不信呢？”话音刚落，一股远比4级境恐怖千百倍的威压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轰隆，仿佛整片天穹都塌陷了下来。那2名刚刚还气势汹汹的4级境强者，连反应都来不及，就扑通一声被这股浩瀚如渊的威压死死地按在了地上。他们的四肢百骸发出不堪重负的碎裂声，整个人扭曲着，口中鲜血狂喷，动弹不得。仅仅是一瞬间的威压，2位4级境强者便被直接镇压，毫无反抗之力。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僵住了。赵晨宇脸上的疯狂与狰狞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惊恐与骇然。他僵硬地抬起头，望向天空，云层之上，一道身穿龙袍的伟岸身影缓缓显现。他负手而立，面容威严，周身有龙气盘旋，宛若一尊执掌天地万物的神明。那双深邃的眸子正冷漠地注视着地面上的一切。父皇！赵晨宇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几乎让他魂飞魄散。他怎么会在这里？计划不是要引他出来吗？可他怎么会提前出现在这里？赵道廷看都未看那被镇压的2个护卫，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这个三儿子身上，没有愤怒，没有质问，只有一片死寂的冰冷。逆子，仅仅2个字，却蕴含着山崩海啸般的帝王之怒，重重地砸在赵晨宇的心头。赵晨宇浑身一软，再也顾不上什么劫杀，什么皇位，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逃！他尖叫一声，转身就化作一道流光，拼了命地朝着大夏皇朝的方向逃窜，狼狈的像一条丧家之犬。赵道廷并未去追，对于这个已经废了的儿子，他连多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数百里之外的山谷中，萧楚楚正偷偷摸摸地跟在赵晨安队伍的后方，他还是放心不下，主要是好奇，他想看看这个赵晨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结果他就看到了赵晨宇带人劫杀，然后又看到了那位威严无双的龙袍中年人从天而降，弹指间镇压2位4级境强者的震撼场面。好强！萧楚楚捂着小嘴，满是震惊。那龙袍中年人的实力绝对超越了4级境，甚至比他见过的萧家老祖还要强上几分。化龙境，这人是谁？看赵晨安他们行礼的样子，难道是大周皇帝？他竟然亲自跟来了！就在萧楚楚心神摇曳之际，一股更加庞大、更加阴冷的气息从另一个方向冲天而起，与赵道廷遥遥对峙。哈哈哈！赵道廷，你终于肯出皇城了！一道年轻而又张狂的笑声响彻天地，云层被撕裂，一名身穿蟒袍、俊美却邪异的青年踏空而来，他周身同样散发着化龙境的恐怖波动，与赵道廷分庭抗礼。陆羽纯！赵道廷缓缓吐出3个字，面无波澜。来人，正是大夏皇朝的太子陆羽纯。陆羽纯悬停在高空，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赵道廷，
神态倨傲。本宫在此地布下天罗地网，就是为了等你这条大鱼。今日之后，大周的皇帝该换人了。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与掌控一切的霸道。在他看来，赵道廷离开固若金汤的大周皇城，孤身一人来到这大夏边境，已经是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然而，面对他的死亡宣告，赵道廷却忽然笑了，那是一种看穿了所有阴谋，看透了猎物自投罗网的笑。朕等你也等了很久了。赵道廷抬起头，迎上陆羽纯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道：大夏皇朝的太子也该换人了。陆羽纯脸上的笑容猛地一僵，什么意思？不等他想明白，赵道廷已经动了。没有多余的废话，一只由磅礴灵力凝聚而成的金色龙爪撕裂长空，带着覆灭一切的恐怖威势，朝着陆羽纯当头抓下。两位化龙境强者的惊天大战瞬间爆发。与此同时，万里之外的萧家，坐镇于祖地深处闭关的萧家老祖猛地睁开了双眼，他一步跨出，人已出现在萧家上空，遥望着远方那两股毁天灭地般的恐怖气息。那张古井无波的老脸上第一次浮现出惊涛骇浪。赵道廷居然真被他给算计成了，不能再等了。萧家老祖当机立断，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响彻整个萧家领地的咆哮：传我号令，所有族人即刻收拾行囊，放弃一切不必要的家当，半个时辰之内全族迁移，目标大周王朝。族人听到迁移，第一反应自然是哗然，尤其是从强大的皇朝之地迁移到王朝。难道老祖决定将楚楚嫁给大周？族人们人心惶惶，但行动速度也是很快，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丢掉，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举家逃亡行动。而另一边，正在和陆羽纯大战的赵道廷则是已经占据了上风。苍穹之上，金色的龙爪遮天蔽日，携带着无尽的帝王霸气，朝着陆羽纯当头抓下。那恐怖的威势让下方大地都为之颤抖，山石崩裂，草木成灰。赵道廷，你敢！陆羽纯又惊又怒，他完全没料到赵道廷一言不合就悍然出手，而且攻势如此狂暴。他乃是大夏皇朝太子，身份尊贵，平日里谁敢对他如此不敬？有何不敢？赵道廷长笑一声，声震九霄，那只金色龙爪的速度更快了3分。陆羽纯不敢怠慢，体内化龙境的灵力汹涌而出，一柄通体漆黑、刻满繁复符文的长枪出现在他手中。黑龙破天枪，此乃大夏皇朝珍藏的天品法器，威力无穷。长枪一抖，一条狰狞的黑色蛟龙虚影咆哮而出，迎着那金色的龙爪冲撞而去。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天空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金光与黑气疯狂交织，湮灭毁灭性的能量风暴席卷四方，将周围的山峰夷为平地。下方的赵承安等人，哪怕隔着极远的距离，也被这股余波冲击的气血翻涌，连连后退。李青鸾俏脸发白，紧紧抓住赵承安的衣袖，娇躯不住地颤抖。这就是化龙境强者的威能吗？仅仅是交手的余波，就足以轻易抹杀掉他们这些道宫境、轮海境的修士，太恐怖了！赵承安也是心神俱震，他仰头望着天空那两道神明般的身影，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他知道父皇突破了，也知道父皇很强，但他从未想过父皇竟然强到了这个地步。那可是大夏皇朝的太子，是成名已久的化龙境强者，身怀天品功法、天品法器。父皇一个刚刚晋升的王朝君主，竟能与他正面硬汉，甚至隐隐占据上风。父皇用的武技是大荒求天指。赵承安看清了那金色龙爪之后，一根贯穿天地的金色巨指凝聚成型，散发着囚禁天地、镇压万古的恐怖气息。这正是他献上的天品武技。而在赵道廷的另一只手中，一柄煞气冲天的魔技悄然浮现，9条狰狞的黑龙虚影在己身之上盘旋咆哮。九龙魔煞解同样是天品法器。天空之上，陆羽纯的处境远不如他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轻松。第一次对撞，他就吃了暗亏。赵道廷的灵力雄浑的不像一个刚刚突破的修士，那股霸道绝伦的帝王龙气更是对他形成了天然的压制。怎么可能？你地功法也是天品？陆羽纯失声叫道，满脸的不可思议。一个区区王朝的皇帝，怎么可能拥有天品功法？赵道廷根本不屑于回答他的问题，手中的九龙魔煞戟猛地挥出，好，9条魔龙咆哮着脱离己身，化作9道毁灭性的黑色洪流，从四面八方封死了陆羽纯所有的退路。与此同时，那根大荒求天指也已凝聚完毕，轰然点下，天地失色，万物寂静。在这一指之下，空间仿佛都被凝固，时间都为之停滞。陆羽纯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伟力将自己锁定，浑身上下的骨骼都在咯咯作响，仿佛下一秒就要被碾成齑粉。他彻底骇然了，这个赵道廷是个疯子，他根本不像是一个养尊处优的皇帝，而像一个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绝世杀神，每一招每一式都充满了不顾一切的疯狂与搏命的狠辣。这是赤裸裸的生死搏杀！疯子，你这个疯子！陆羽纯惊怒交加，他不敢再有任何保留，一口精血喷在黑龙破天枪上，长枪光芒大作，那条黑色蛟龙虚影瞬间凝实了几分，发出一声震天龙吟，勉强挣脱了求天指的束缚，迎着9条魔龙撕咬而去。给本宫破！陆羽纯拼尽全力，想要撕开一条口子逃离。他不想打了，再打下去，他就算能杀了赵道廷，自己也绝对要重伤。为了一个区区大周王朝，不值得。然而
赵道廷的攻势却如狂风暴雨，连绵不绝。他完全是以伤换伤，以命搏命的打法。他可以受伤，但陆羽纯必须死。轰轰轰！高空之中，爆炸声不绝于耳。陆羽纯被打得节节败退，披头散发，身上的蟒袍破碎不堪，嘴角溢出丝丝鲜血。他身为皇朝太子的骄傲，被赵道廷用最狂野、最不讲道理的方式狠狠地踩在了脚下。赵道廷，你给本宫等着！陆羽纯终于怕了，他虚晃一枪，转身就化作一道黑色流光，朝着远处天际疯狂逃窜。他不打了，他要回大夏，他要请父皇出手，调动皇朝大军，踏平这该死的大周。赵道廷见状，发出一声冷笑，正欲追击。就在这时，一个苍老而又带着几分戏谑的笑声悠悠地在天地间响起。呵呵呵，太子殿下既然来了，何必走得这么急呢？声音传来的方向正是陆羽纯逃窜的前方。陆羽纯亡魂大冒，猛地停住身形，只见前方的云层之上，一名身穿朴素麻衣的白发老者正笑呵呵地站在那里，挡住了他的去路。老者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浩瀚如海，渊庭月至，竟是丝毫不弱于他和赵道廷。又一个化龙镜，萧家老祖。陆羽纯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萧家老祖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应该在萧家祖地吗？他不是应该和大周是敌人才对吗？你们！陆羽纯颤抖地指着萧家老祖，又回头看了看追上来的赵道廷，一个让他遍体生寒的念头浮上心头。你们联手了？萧家，你们竟敢背叛大夏，与一个小小王朝联手，谋害本宫，你们是要造反吗？陆羽纯的声音尖锐而扭曲，充满了无法置信的愤怒。面对他的质问，萧家老祖脸上的笑容不变，只是那笑容里多了一丝难言的悲凉与刻骨的仇恨。造反？呵呵，太子殿下言重了，我萧家何曾真正归顺过你陆氏皇族？萧家老祖长叹一声，缓缓开口：太子殿下或许还年轻，不知道一些陈年旧事。你以为我传承万年的萧家，为何会沦落到如今青黄不接，只剩老夫这个化龙镜苦苦支撑的境地？陆羽纯心头猛地一跳，他想起来了，他曾听说父皇多年前为了彻底掌控皇朝疆域内的所有世家大族，曾用过许多铁血手腕，其中最毒辣的一招便是设立各种榜单，举办各种大比，以丰厚的奖励为诱饵，挑动各大世家的天才们自相残杀，借刀杀人。无数精彩绝艳的天骄都在那些所谓的盛会中不明不白的陨落。难道看来太子殿下想起来了？萧家老祖的笑容变得冰寒刺骨。我萧家数代最杰出的麒麟儿都死在了你父皇所谓的天骄盛宴上，这笔血债我萧家记了数百年，今日就先从你这位太子殿下身上讨回一点利息吧。话音落下，萧家老祖再不掩饰，恐怖的杀机冲天而起。陆羽纯如坠冰窟，浑身冰凉。他全明白了，什么劫杀赵承安，什么引蛇出洞，从头到尾这就是一个针对他布下的必杀之举。赵承安是饵，赵晨宇是引线的火星，而他才是那条被钓出水面的大鱼。好一个大周，好一个萧家！陆羽纯状若疯魔的狂笑起来。你们以为杀了我，你们就能高枕无忧了吗？我父皇一定会为我报仇的，他会踏平萧家，覆灭大周，你们所有人都得死，那就不劳太子殿下费心了。赵道廷冰冷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他已经和萧家老祖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实则生变，杀！赵道廷懒得再废话，九龙魔煞戟裹挟着滔天魔威再次出手。萧家老祖也同时动手，一只枯槁的手掌拍出，却引动了天地伟力，化作一方巨大的磨盘，朝着陆羽纯碾压而去。两位化龙境强者联手，其威势何等恐怖啊！陆羽纯发出绝望的咆哮，燃烧精血与神魂，做着最后的困兽之斗。然而一切都是徒劳，金色的巨指与黑色的磨盘交错而过，陆羽纯的身体瞬间被撕裂，而后被恐怖的能量彻底湮灭，连一丝神魂都未能逃出。我父皇一定会为我报仇的。他最后不甘的诅咒还回荡在天地之间，人却已经形神俱灭。大夏皇朝太子与遥远的天边拼命逃窜的赵晨宇正好回头看到了这震撼性的一幕，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冲头顶。死了！大夏皇朝的太子就这么死了，他最大的靠山没了。一股无边的恐惧与绝望瞬间将他吞噬，他完了，这一下他彻底完了。天大地大，再无他容身之处。父皇，他喃喃自语，随后眼中涌出无尽的怨毒与愤恨。又是这样，又一次，他又一次被自己这位好父皇当成了工具，当成了随意丢弃的棋子，用他来调出大夏太子，然后毫不留情的斩杀。斩杀了陆羽纯，赵道廷仰天长啸，胸中郁结多年的恶气一扫而空，只觉得念头通达无比。皇朝太子又如何？敢算计朕，照杀不误。笑声过后，他忽然转动脖颈，看向了数百里外的那处山谷。小丫头，看了这么久的戏，也该出来了吧？他大手一挥，一股无形的力量跨越虚空，直接将藏在山谷中正处于极度震惊中的萧楚楚给射了过来。啊！萧楚楚一声惊呼，只觉得天旋地转，下一秒就出现在了赵道廷的面前。他看着眼前这位威严霸气的龙袍帝王，吓得小脸煞白，话都说不出来了。赵道廷打量了他一番，满意地点了点头。不愧是天骄榜第6，
根骨绝佳，容貌也是一等一的。小丫头，跟朕回大周，做我儿的王妃，如何？赵道廷的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道。萧楚楚懵了，下意识地回头看向不远处的萧家老祖，投去求救的讯息。然而萧家老祖只是笑呵呵地捋着胡须，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萧楚楚瞬间明白了，什么提亲，什么逃婚，从头到尾，老祖爷爷就是要把自己卖给大周啊！他气得小嘴一嘟，有些委屈，又有些无奈。我不同意，又能怎么办？老祖爷爷都把我给卖了。少女娇憨又带着一丝认命的声音响起，她偷偷地抬起脸，水灵灵的大眼睛不由自主地朝着下方那个白衣胜雪的俊朗身影瞥去。魏王赵承安前往萧家提亲的队伍终于返回了皇城。然而当皇城百姓看到那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的队伍时，所有人都懵了。这是什么情况？去提个亲而已，怎么回来的时候队伍比去的时候还庞大了10倍不止？无数百姓挤在街道两旁，伸长了脖子张望，议论纷纷。我的天，这是把谁家给抄了？怎么拉了这么多东西回来？不对啊，你看那些人，男女老少都有，扶老携幼的，不像是俘虏，倒像是举族搬迁。搬迁？谁家搬迁能有这么大阵仗？还让魏王殿下的仪仗队护送。当队伍最前方的萧字大旗映入众人视线时，一些消息灵通的人瞬间炸开了锅。是萧家，万年世家萧家。我听说了，魏王殿下这次提亲的对象就是萧家的天骄萧楚楚。可这也不对啊！提亲是提亲，怎么把整个萧家都给提回来了？这个消息仿佛一颗重磅炸弹，在整个大周皇城瞬间引爆。魏王接亲，结果把新娘子的整个家族都给接回来了，这叫什么事啊？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这么离谱的联姻。消息很快传到了朝堂之上，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文武百官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傻了眼。他们面面相觑，完全搞不懂皇帝陛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车骑大将军府，李擎苍听着手下传回来的情报，那张素来莽直的脸上也浮现出前所未有的惊愕。你说什么？陛下不仅杀了大夏皇朝的太子陆羽纯，还把整个萧家都从大夏境内给搬回来了。是的，大将军，千真万确。萧家的队伍已经入城，陛下亲自下令，在城外划出100里沃土，赐予萧家作为新的族地。李擎苍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头皮发麻。他一直以为自己跟着的这位陛下虽然雄才大略，但行事还算在规矩之内。可现在看来，他完全错了。这位陛下的疯狂与霸道，简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先是和萧家老祖联手，做局坑杀大夏太子，紧接着趁着大夏皇朝还没反应过来，直接釜底抽薪，把人家疆域内一个传承万年的华龙世家给整个挖了过来。这是何等疯狂的手笔！大手笔！陛下这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啊！李擎苍忍不住慨叹，随即一股热血直冲脑门。传我将令，全军戒备，边境斥候增加3倍。大夏皇朝死了太子，绝不可能善罢甘休，大战要来了。他很清楚，赵道廷这一连串的操作，等同于狠狠地抽了大夏皇朝几个大耳光。这已经不是挑衅了，这是不死不休的血海深仇。皇宫御书房，赵道廷安顿好萧家，便立刻返回。他站在巨大的疆域图前，手指在大周与大夏接壤的边境线上缓缓划过。他的脸上没有了之前的霸道与张狂，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沉的冷静。杀了陆羽纯，挖走萧家，只是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大夏皇帝绝不会咽下这口气，一场席卷2国的大战已然在所难免，而他必须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做好万全的准备。魏王府今日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赵承安迎娶第3位侧妃，萧家天骄萧楚楚。前来道贺的臣子络绎不绝，几乎踏破了王府的门槛。与前几次的婚礼不同，这一次来的人格外多，尤其是那些出身稷下学宫的官员们，一个个都带着厚礼，满脸堆笑的前来。赵承安身着喜庆的红色王袍，身旁柳若霜一袭淡紫色宫装，陪着他一同接待宾客。他如今的身份不仅仅是魏王侧妃，更是新任的稷下学宫公主，地位超然。那些学宫派系的官员说是来给魏王道贺，实际上倒有大半是冲着给这位新任的院长表忠心来的。王爷，恭喜恭喜啊！圣女殿下风采依旧。看着那些曾经对自己爱答不理，如今却卑躬屈膝的官员，柳若霜清冷的脸颊上始终挂着一抹恰到好处的淡笑，从容应对。她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为了保全学宫不得不委身出嫁的圣女了。赵承安看着身旁应对自如的柳若霜，心中也是一阵满意。有个能干的老婆就是省心。乌兰雪和李青鸾因为身份和性格原因，并未在这种场合露面。乌兰雪不喜交际，李青鸾则性子直爽，做不来这些。唯有柳若霜心思细腻，将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夜色渐深，宾客们终于陆续散去，喧闹了一整天的魏王府也终于恢复了宁静。赵承安带着几分酒意，朝着张贴着大红喜字的婚房走去。刚走到门口，他正准备推门而入，突然一阵银铃般的嬉笑声从房间里传了出来，不止一个人的声音。赵承安的脚步顿住了，一个离谱的念头瞬间冒了出来：不会吧，洞房花烛夜，我被绿了？随即他自己就给逗笑了，谁有这个胆子？简直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了。他摇了摇头，不再多想，伸手轻轻推开了房门，吱呀一声，
门内的景象让他微微一怔，只见喜庆的婚房内红烛高照，暖意融融，而房间中央的圆桌旁竟围坐着4位绝色佳人，身穿火红嫁衣，带着几分娇羞与好奇的萧楚楚，一袭白裙，腹部微微隆起，浑身散发着母性光辉的乌兰雪，身着劲装，英气与娇媚并存的李青鸾，还有刚刚与她一同送客换了一身居家常服，显得温婉了许多的柳若霜。4女正聚在一起，不知在聊些什么，笑得花枝乱颤。4个女人，4种截然不同的绝代风华，此刻汇聚一堂，那画面足以让任何男人失神。赵晨安一时都看呆了，这是什么神仙场景？我的老婆们关系这么好的吗？还是乌兰雪最先发现了他？他脸颊微红，站起身来，王爷，你回来了。李青鸾和柳若霜也相继起身行礼，唯有萧楚楚还带着新娘的娇羞，坐在原地有些手足无措。乌兰雪柔声解释道：“我看楚楚妹妹一个人刚到皇城，背井离乡的，怕她不适应，就拉着青鸾妹妹和若霜妹妹过来陪她聊聊天，免得她胡思乱想。”赵晨安闻言，心中一暖，他走到乌兰雪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还是王妃想得周到。乌兰雪的脸更红了，她轻轻抽回手，白了他一眼。好了，人你也见到了，我们就不打扰你们的洞房花烛夜了。说着，他便拉着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李青鸾和柳若霜朝着门外走去。楚楚妹妹，我们明天再来找你玩。房间内瞬间只剩下了赵晨安和萧楚楚2人，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萧楚楚低着头，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不敢看他。赵晨安走到他面前，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他带着几分笑意看着眼前这个娇俏可人的新娘。萧姑娘，萧楚楚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声音细弱文瑞。赵晨安凑近了一些，戏谑地开口：“现在可还要逃婚？”萧楚楚猛地抬起头，红扑扑的小脸蛋上满是羞恼。她嘟着嘴，可爱地反驳道：“不逃了，逃不掉，也不好玩。”那句娇憨中带着一丝小女孩般耍赖意味的话，让赵晨安忍不住笑出了声。他上前一步，整个房间的空气似乎都因为他的靠近而变得灼热起来。哦，不好玩。赵晨安伸出手，轻轻挑起萧楚楚小巧精致的下巴。新娘子被迫抬起头，那张本就因为羞涩而红扑扑的小脸，此刻更是艳若桃李，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她不敢与他对视，长长的睫毛如同受惊的蝴蝶翅膀，不停地颤动。本来就不好玩嘛，到处都是人，一点自由都没有。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带着一丝委屈的懦软。赵晨安俯下身，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耳畔，瞬间激起了一片细密的战栗。那现在呢？他压低了嗓音，带着一丝蛊惑人心的磁性。现在没人了，那好玩吗？温热的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垂，萧楚楚只觉得一股电流从耳朵一直窜到脚底，整个身子都酥了半边，软绵绵的，几乎要坐不稳。他的小脸埋得更深了，几乎要缩进那宽大的火红嫁衣里，只留下一截雪白细腻的脖颈，在烛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赵晨安不再逗他，另一只手顺势揽住了他不盈一握的纤腰，将他整个人带入怀中。怀中的娇躯温软馨香，带着少女独有的芬芳。萧楚楚轻轻呀了一声，双手下意识地抵在他的胸膛，却使不出一丝力气。王爷，叫我夫君。赵晨安的命令不容置疑，带着一丝霸道。夫君2个字从他唇间溢出，细若文瑞，却清晰地落入赵晨安耳中。他满意地笑了。下一刻，他不再给他任何思考的机会，低头吻住了那片娇嫩的红唇。萧楚楚的大眼睛瞬间瞪圆，触感温润，带着一丝清冽的酒香。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思绪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吻给冲散了。声色笨拙，却又充满了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红烛摇曳，光影晃动，喜庆的婚房内春色无边。不知过了多久，当房间内的动静彻底平息下来时，赵晨安满足地拥着怀中已经累得睡去的人儿。萧楚楚像一只慵懒的小猫，蜷缩在他怀里，均匀的呼吸轻轻拂过他的胸膛。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机械提示音在他脑海中悄然响起。叮！检测到宿主完成与新婚妻子的洞房花烛，正在对妻子进行综合资质评分。来了！赵晨安精神一振，姓名萧楚楚，颜值93分，倾国倾城，娇俏可人，天赋97分，天骄之姿，万中无一。特殊血脉无，特殊体质焚绝圣体，可遗传的圣品体质，能够完美吸收炼化世间一切天地灵火，强化自身，无视灵火暴躁属性。综合评分94分。看到这个评分，赵晨安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综合评分94，这已经是除了拥有先天轮回道体的柳若霜之外最高的评分了。尤其是那个焚绝圣体，介绍看得他心头火热，能够完美吸收炼化天地灵火，这简直就是玩火的祖宗啊！天地灵物，无论是灵火还是灵雷，哪怕是天地灵水，都蕴含着毁天灭地的暴躁能量。寻常修士别说吸收，就是靠近都可能被其狂暴的能量撕成碎片。就算是一些化龙境的大能，想要炼化一种天地灵物，也需要耗费无数心血，九死一生。可拥有焚绝圣体的萧楚楚却能无视这些副作用，这要是传出去，足以让整个大陆的炼丹师和火系修士都为之疯狂。叮！
检测到妻子综合评分为94分，触发10倍暴击奖励。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天地灵物探测仪。天地灵物探测仪开启后，可自动探测方圆千里范围内的所有天地灵物，并以虚拟地图形式标注其品级与位置。赵晨安的呼吸都停滞了一瞬。探测仪还是专门探测天地灵物的，这系统简直是为萧楚楚量身打造的外挂呀！刚给了个能吸收灵火的圣体，反手就送来一个寻找灵火的探测器，这服务也太周到了吧！正当赵晨安还在感慨系统的人性化服务时，脑海中突然又响起一阵急促的提示音，滴滴滴，检测到宿主附近存在未被收服的天地灵物，目标锁定。下一秒，一幅虚拟的立体地图瞬间在赵晨安的脑海中展开，地图的中心正是他所在的魏王府，而一个刺目的红色光点正在皇城中心区域的一个位置疯狂闪烁。灵物名称天地灵雷，灵物品级黄品，灵物位置大周皇城镇魔塔地底300丈。镇魔塔，赵晨安对这个地方有印象，那是皇城内的一处禁地，据说下面镇压着100年前作乱大周的绝世大魔，常年有禁军看守，任何人不得靠近。没想到那下面竟然还藏着一道天地灵雷，虽然只是最低级的黄品，但那也是天地灵物，其价值足以让任何一个王朝势力为之疯狂。焚诀圣体能吸收天地灵火，不知道能不能吸收这天地灵雷。赵晨安陷入了思索，火与雷都属于至刚至阳的狂暴能量，理论上或许有共通之处，这简直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他已经开始盘算着该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道灵雷给弄出来了。就在他心神沉浸在系统地图中时，怀里的人儿忽然动了动。萧楚楚发出一声娇软的嘤咛，长长的睫毛颤了颤，缓缓睁开了迷蒙的睡眼。刚经历过人世的少女，眉宇间褪去了几分青涩，平添了无数动人的妩媚风情。她似乎还有些没睡醒，只是下意识地往赵晨安怀里又蹭了蹭，寻了个更舒服的位置，温软的娇躯紧紧贴了上来。那惊人的触感让赵晨安刚刚平复下去的心火瞬间又有了燎原之势。夫君，萧楚楚扬起小脸，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就这么直勾勾地望着他，里面带着初尝禁果的食髓之味，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依赖和渴求。赵晨安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这谁顶得住啊？他刚准备开口说些什么，却见萧楚楚忽然伸出2条雪白的藕臂，主动环住了他的脖子，红润的小嘴凑到他耳边，用一种能把人骨头都吹酥了的绵软嗓音，小声地却又无比清晰地说道：夫君，我还要一夜荒唐。当黎明的第一缕微光透过窗棂，赵晨安才悠悠转醒，怀中的娇躯睡得正酣，像只乖巧的猫儿，嘴角还挂着一丝满足的甜笑。昨夜的疯狂几乎榨干了他所有的力气，也让赵晨安彻底领略了焚诀圣体的另一面，那是一种足以将钢铁都融化的热情。他轻手轻脚地起身，为萧楚楚掖好被角，穿戴整齐后，便径直朝着皇宫方向走去。天地灵雷事关重大，必须第一时间告知父皇。御书房，赵道廷早已等候多时，他坐在龙椅上，手中捧着一卷古籍，却一个字也未看进去。见到赵晨安的身影，他才放下书卷，脸上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笑意。来了，儿臣拜见父皇。赵晨安恭敬行礼，免了。赵道廷摆摆手，示意他坐下。你我父子不必多礼。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追问这次仙人又赐下了什么宝贝，只是安静地端起茶杯，轻轻吹着浮沫，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这默契早已在一次次的惊喜中养成。赵晨安落座，却没有第一时间掏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他沉吟片刻，组织了一下语言，郑重地开口：父皇，儿臣有一事相询。赵道廷瞎查的动作一顿，有些意外，这小子今天转性了，不先献宝了。说，如果有一道黄品的天地灵雷，父皇可有把握将其吸收炼化？赵晨安问得十分严肃。哐当，赵道廷手中的茶杯瞬间失手，滚烫的茶水洒了一地，他却浑然不觉。他猛地站起身，双目灼灼地盯着赵晨安，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天地灵雷，哪怕只是最低级的黄品，那也是传说中的天地灵物，是足以让一个皇朝都为之眼红，不惜发动战争抢夺的至宝。莫非这次上古大能的赏赐竟是此等神物？但很快赵道廷就强行压下了心中的狂热，他重新坐回龙椅，闭上双目，仔细权衡。许久，他才缓缓睁开眼，其中已是一片清明，只是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遗憾。没办法，他摇了摇头，坦然承认，朕虽已突破至化龙境，但根基未稳，天地灵物狂暴无比，哪怕只是黄品，也不是初入化龙的修士可以觊觎的。强行吸收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爆体而亡，神魂俱灭。这位大周帝皇终究是理智战胜了贪婪，他清楚的自己的斤两。听到这个答案，赵晨安不禁有些失望，看来想要把这个天地灵雷给父皇是行不通了。可惜了，他叹了口气，儿臣倒是知道，咱们这皇城之中就藏着一道天地灵雷。赵道廷刚刚平复下去的心境，瞬间又被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豁然起身，几步走到赵晨安面前，双手按住他的肩膀。此话当真？你确定他的位置？确定。赵晨安点头。这个回答让赵道廷的大脑飞速运转起来。皇城之中藏着天地灵雷，这怎么可能？
历代先皇都没有发现，这小子是怎么知道的？又是那个上古大能的传承。无数念头在他脑中闪过，最终都化作了一个决定：这东西大周吃不下，也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赵道廷的表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你先回府，当做什么都不知道，也切勿再对任何人提起，让朕仔细想想，此事要从长计议。他松开手，背负着双手在御书房内来回踱步。一道无人能炼化的天地灵雷，就像一柄悬在大周头顶的双刃剑，是天大的机缘，也是灭顶的灾祸。眼下安顿好萧家，稳住与大夏皇朝的对峙局面，才是重中之重。大夏皇朝那位太子陆羽蠢死在自己手中，但以大夏的霸道，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场大战恐怕就在眼前。或许等秋收之后，熬过这个寒冬，明年开春，边境就要燃起战火了。而臣明白。赵承安也清楚事情的严重性，没有再多言，行了一礼后便告退离去。看着儿子离去的背影，赵道廷停下脚步，喃喃自语：灵雷啊，好东西啊。赵承安回到魏王府，心情略显沉重。本以为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宝藏，结果却是个暂时动不了的烫手山芋。他穿过前院，径直朝着自己的院落走去，准备回去再研究一下那个探测仪，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发现。然而他刚踏入房间，还未站稳，房门砰的一声就被人从里面关上了。一道清冷的幽香扑面而来，赵承安一怔，只见一道高挑窈窕的身影正背对着他堵在门前。一袭素雅的白裙勾勒出完美的曲线，3000青丝如瀑般垂落，正是柳若霜。只是这位平日里清冷如月宫仙子的继夏学宫圣女，此刻身上却散发着一种别样的气息。夫君。柳若霜缓缓转过身，那张绝美的容颜上依旧带着几分清冷，但一双秋水般的眸子里却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有幽怨，有委屈，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渴望。夫君出去接亲那么多日，昨夜刚回来便与新来的妹妹洞房花烛，今日又早早进宫，一去便是半天。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赵承安的耳中。都快要把我忘了吧？赵承安愣住了，这还是那个高冷寡言的柳若霜吗？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兴师问罪啊！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解释，柳若霜却已经主动上前一步，雪白的皓腕轻轻抬起，竟是主动为他解开了外袍的系带。乌兰雪妹妹有了身孕，不便侍奉。萧楚楚妹妹昨夜星城雨露，想必也累坏了。他的动作不快，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坚定。那么今日该轮到妾身了吧？话音落下，他抬起头，直视着赵承安，一字一句地说道：夫君，妾身也想念夫君了。轰！赵承安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高冷圣女主动索取，这谁顶得住？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计划，在这一刻全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猛地伸出手，一把将柳若霜拦腰抱起，大步流星地朝着床榻走去。好，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夫君的厉害。房间内很快便响起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序曲。数月光阴，弹指即逝。这几个月里，魏王府倒是风平浪静，但整个大周皇城的气氛却在一种无形的压抑中悄然紧绷。龙椅上的那位至尊赵道廷几乎从朝堂上消失了，除了偶尔处理几件关于边境军防的紧急奏折，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闭关状态。整个皇宫都笼罩在一股若有若无的恐怖龙威之下，那是化龙境强者正在全力巩固修为的迹象。朝政大权暂时交由丞相等几位心腹重臣把持，所有人都清楚，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大夏皇朝的怒火迟早会烧过来。夏皇虽未立刻发动灭国之战，但也并非善罢甘休的主。一道针对萧氏全族的悬赏令早已传遍了周边所有王朝与宗门势力，摆明了是要先断其羽翼。真正的大战恐怕就在明年开春，万物复苏之际。与外界的暗流涌动相比，魏王府的后院却是一片祥和安宁。初秋的暖阳下，一座精致的凉亭里，4道风华绝代的身影围坐在一起。最显眼的莫过于乌兰雪，她本就身材高挑，此刻腹部高高隆起，将华贵的衣衫撑起一个惊人的弧度。这位昔日的天狼圣女脸上早已不见了草原的野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圣洁而温柔的母性光辉。算算日子，或许再有1-2个月，赵承安的第一个子嗣便要降生了。他的身旁，萧楚楚正好奇地将耳朵贴在他的肚子上，侧耳倾听着什么，脸上满是新奇与期待。这位曾经的天骄榜第6，如今也小腹微凸，眉宇间的纯粹天真里又多了几分即将为人母的娇憨。另一侧，一向英姿飒爽、最喜舞刀弄枪的李青鸾，此刻也难得的安静了下来。他学着柳若霜的样子，盘膝而坐，双手结印，呼吸绵长而平稳，气沉丹田，一手神庭，引天的灵气缓缓滋养腹中胎儿。柳若霜清冷的声音，此刻却带着一丝柔和，正在指导李青鸾一种特殊的养胎吐纳之法。这位曾经清冷如月宫仙子的继夏学宫圣女，如今也已有了身孕。腹部的隆起虽然还不如乌兰雪和萧楚楚明显，但那身清冷的气质却被一股暖意融化了许多。她不再是那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山，而更像是一位指点姐妹的温柔大姐姐。4个女人，4个孕妇，曾经的圣女、天骄、将门虎女，此刻都褪去了所有的光环，变成了最寻常的女子。她们不再讨论修炼和道法，
话题永远离不开腹中的那个小生命，脸上洋溢着的是同一种名为幸福的光晕。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赵晨安，此刻正独自一人在后院的湖边垂钓。他手持一根清脆的竹竿，姿态悠闲，心思却早已飘到了九霄云外。这几个月他可没闲着，除了夜夜辛勤耕耘，让几位娇妻先后怀上隆重之外，他几乎将皇室书库里所有关于大陆历史、地理、势力分布的典籍全都翻了个遍。直到此刻，他对这个世界才算有了一个真正清晰的认知。大周王朝不过是坐落于这片广袤大陆的一个偏僻角落，这里灵气相对稀薄，物产也算不上丰饶，属于是被主流修炼界遗忘的穷乡僻壤。而大夏皇朝正是这片穷乡僻壤里的绝对霸主，其疆域之辽阔远超大周，不仅国力强盛，更有无数小宗门、修炼家族甚至妖族部落依附于其鼻息之下，算得上是此地唯一的皇朝级势力。除此之外，与大周疆域接壤的还有另外2大王朝，他们与大周实力相仿，彼此之间常有摩擦，互相牵制，因此极少去触碰大夏皇朝的虎须。这盘棋比想象中要复杂，也更危险。大周就像是夹在几头恶狼中间的一头猛虎，而大夏则是那头最强壮的狼王。一旦开战，另外2个王朝会不会趁火打劫，谁也说不准。父皇闭关是在为这场大战做最后的准备，而自己带着妻子们养胎，又何尝不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大周增加未来的底蕴。想到这里，赵晨安不禁有些自嘲地笑了笑。谁能想到，一个曾经无法修炼的废物皇子，如今却要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来扛起王朝的未来。他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享受着妻妾绕膝的温馨，也享受着腹中那几个即将到来的小生命所带来的期待。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最惬意的一段时光。然而平静总是短暂的，就在他心神沉浸在这份安逸中时，一种莫名的心悸毫无征兆的袭来。湖面原本被微风吹起的涟漪瞬间平息，变得光滑如镜，周围的鸟叫虫鸣在同一时刻戛然而止，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自9天之上轰然降下，笼罩了整座大周皇城。在这股威压之下，轮海境的修士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到宫境的强者也是气血翻涌，脸色惨白，就连4级境的大修士都感觉自己仿佛背负了一座太古神山，连动一根手指都无比艰难。怎么回事？天塌下来了吗？好可怕的威压！这是什么级别的强者降临了？皇城之内，无数人惊恐地抬头望天。赵晨安也猛地站起身，手中的鱼竿啪的一声断成2截。他抬头望去，只见皇城正上方的苍穹，不知何时多了一道身影。那是一个女子，一袭白衣，胜过天上雪。她就那么静静地凌空而立，周身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却仿佛是这片天地的唯一中心。她的容颜被一层朦胧的道韵笼罩，看不真切，但那股超凡脱俗、视众生为蝼蚁的气宇却穿透云霄，直抵灵魂深处。这是化龙境巅峰的强者！赵晨安的心脏猛地一沉，下一刻，一道清冷、高傲却又蕴含着无尽怒火的女子声音响彻天地。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皇城每一个人的耳中，仿佛直接在他们脑海中炸响。大周皇帝，谁允许你将本尊弟子嫁给一个废物？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皇城每一个人的耳中，仿佛直接在他们脑海中炸响。大周皇帝，谁允许你将本尊弟子嫁给一个废物？话音落下，天地间一片死寂。废物！无数人心中一颤，这称呼分明指的是那位无法修炼的16皇子魏王赵晨安。来者不善！赵晨安的心脏瞬间揪紧，整个人头皮发麻。他能感觉到那股锁定在自己身上的气机，冰冷刺骨，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这女人是冲着自己来的，而且他提到了弟子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中闪过。难道是？就在这时，皇宫深处一股同样浩瀚磅礴的威压冲天而起，金色的龙气滚滚荡荡，化作一头狰狞的5爪金龙虚影，盘踞在皇城上空，与那道白衣身影遥遥对峙。这股威压没有与对方的威压碰撞，而是巧妙地化作一层无形的屏障，将那股令人窒息的恐怖压力隔绝在外，护住了整座皇城。皇城内的无数修士顿时感觉身上一轻，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满是劫后余生的惊悸。是陛下！陛下出手了！一道身着9龙黄袍的伟岸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那白衣女子的面前，正是闭关数月的周皇赵道廷。赵晨安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点，有父皇在，总不至于让自己当场被拍死。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他刚刚放下的心又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只见赵道廷面对这位不速之客，非但没有半分帝王的怒意，反而对着他微微拱手，姿态放得极低。不知仙子驾临，有失远迎，朕在此赔罪了。他的姿态客气得近乎谦卑。轰！整个皇城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脑子都炸了。那可是大周的至尊，是刚刚突破化龙境威压盖世的赵道廷，他竟然在向一个女子赔罪。这白衣女子究竟是何方神圣？赵晨安彻底懵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父皇的性格，老谋深算，霸道绝伦，能让他如此放低姿态，只有一种可能，对方的实力，或者说他背后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连如今的大周都必须仰望的地步。白衣女子
也就是莫玉清，对于赵道廷的客气却并不领情。他周身的道韵流转，隔绝了一切探查，只留下一片模糊的轮廓。赔罪！一声冷哼自那朦胧的道韵中传出，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我的弟子天资绝世，本是注定要翱翔9天的凤凰，却被你大周皇室许配给一个连苦海都无法开辟的凡人。赵道廷，你这句赔罪未免太轻了些。赵道廷闻言面不改色，依旧保持着那份客气。仙子息怒，此事确实是朕考虑不周。他没有半分辩解，直接将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随后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指向魏王府的方向。仙子远道而来，想必也是为了探望弟子，不如先一步魏王府，看看楚楚如今过得如何，我们再详谈此事，如何？他竟是主动邀请这位杀气腾腾的强者前往自己儿子的府邸，这份从容与坦荡，反倒让莫玉清准备好的一腔怒火有些无处发泄。他冷冷地注视了赵道廷片刻，最终还是从鼻腔里发出一个冰冷的音节。哼！话音落下，他的身影一晃，便化作一道流光，径直朝着魏王府的方向落去。赵道廷紧随其后。魏王府后院，赵晨安看着从天而降落在府门外的2道身影，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完了，这下全完了。父皇那句楚楚已经彻底证实了他的猜想，这女人果然是萧楚楚那个神秘的师尊，一个连父皇都要客客气气尊称一声仙子的恐怖存在，自己把人家最宝贝的弟子给娶了，还让他怀上了孩子，这已经不是兴师问罪了，这简直是来活剥了他的。凉亭内，柳若霜、李青鸾和乌兰雪3女也感受到了那股越来越近的恐怖威压，一个个面色凝重，下意识地护住了自己的小腹，站到了赵晨安的身后。唯有萧楚楚这个局势的中心人物，此刻却是满脸的惊喜。他侧耳倾听了一下那由远及近的脚步声，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是师尊，是师尊来看我了！他欢呼一声，竟是完全没有感受到那股冰冷的杀意，还兴高采烈地拉着柳若霜的衣袖。若霜姐姐，我师尊可厉害了，她是我见过最漂亮最强大的人。柳若霜、李青鸾、乌兰雪、赵晨安更是欲哭无泪。我的傻老婆，她可不是来看你的，她是来把我挫骨扬灰的呀！说话间，赵道廷已经陪着莫玉清走进了后院。刹那间，整个后院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10几度。赵晨安硬着头皮，领着3位娇妻上前躬身行礼。儿臣赵晨安携家眷恭迎父皇。说完，他又转向莫玉清，姿态放得更低，恭恭敬敬地再次躬身。晚辈见过仙子。然而他预想中的雷霆之怒并未立刻降临，因为一道身影比他更快。师尊！萧楚楚像一只欢快的小鹿，直接冲了过去，一把抱住了莫玉清的手臂，亲密地摇晃着。你终于回来了！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委屈，撅着小嘴抱怨道：当初你闭关前说好了，等我突破4级境，最多3年就回来接我去宗门，结果我等了你5年，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那副娇憨委屈的小模样，任谁看了都会心软。莫玉清身上那足以冻结灵魂的寒意，在被弟子抱住手臂的瞬间，也悄然融化了些许。他看着自己这个单纯天真的弟子，心中又是疼爱又是无奈。魏师倒是想早点来，谁知道闭关冲击瓶颈的时候出了点岔子，硬是多耽搁了2年。他正想开口安慰几句，可就在这时，他的视线不经意间滑落，定格在了萧楚楚那微微隆起的腹部。虽然萧楚楚的身孕月份尚浅，又穿着宽松的衣衫，但对于莫玉清这等境界的强者而言，只需一眼便能洞悉一切。那里正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属于他弟子和旁边那个废物的生命。轰！莫玉清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身上刚刚有所收敛的气息，在这一刻轰然爆发，比之前更加恐怖，更加冰冷。整个魏王府的空气瞬间凝固。他伸出一根微微颤抖的手指，指着萧楚楚的肚子，一字一顿，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怀了他的孩子？那一句质问，每一个字都像是从9幽寒冰中捞出来的，带着足以冻结灵魂的寒气。整个魏王府后院瞬间死寂，空气凝固，万物失声。赵晨安只觉得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杀机将自己从头到脚彻底笼住，连骨头缝里都灌满了冰渣。完了，这是他脑海中唯一的念头。然而作为风暴中心的萧楚楚却完全没有感受到那份杀意，他甚至还有些奇怪师尊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大，眨了眨天真的大眼睛，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己的小腹。萧楚楚脸上洋溢着一种即将成为母亲的纯粹喜悦。是呀，师尊。他重重地点了点头，语气里满是骄傲和期待。您要做师祖啦，开不开心？轰！这句话不亚于一瓢滚油浇进了熊熊烈火之中。开心？我开你奶奶个腿儿！莫玉清身上那刚刚还只是恐怖的气息，在这一刻彻底化作了实质性的杀意风暴。咔嚓！凉亭的石桌上，一套精致的茶具瞬间化为齑粉，地面上坚硬的青石板以它为中心，寸寸皲裂开来，蛛网般的裂纹疯狂蔓延。那股半步仙台的恐怖威压再无半分保留，轰然席卷了整个后院。柳若霜、李青鸾和乌兰雪3女闷哼一声，只觉得一座太古神山压在了身上，呼吸都变得无比艰难，不得不运起全部修为来抵抗。仙子！赵道廷低喝一声，金色的化龙之气再次涌出，却比之前雄浑了数倍。
他一步踏出，挡在了赵晨安和几位儿媳的身前。那金色的龙气屏障堪堪将那毁灭性的威压挡住。饶是如此，赵晨安也觉得胸口一闷，气血翻涌。他看着眼前这个白衣胜雪却散发着蔑视气息的女子，心脏狂跳不止。这女人是真的想杀了自己。师尊，萧楚楚终于后知后觉地感到了不对劲。他看着周围皲裂的大地，看着脸色苍白的几位姐姐，再看看挡在最前面的父皇，小脸上写满了不解和委屈。您怎么了？莫玉清没有回答。他那被道韵笼罩的面容下，一双凤眸死死地盯着赵道廷身后那个一脸无辜还敢管他叫师祖的罪魁祸首。他心中翻江倒海，怒火几乎要将理智焚烧殆尽。自己视若珍宝，千挑万选，准备继承衣钵的绝世仙苗，自己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弟子，闭关2年而已，居然就这么被一个连苦海都开辟不了的凡人给拱了，还穿上了宰，奇耻大辱！这是对他莫玉清的羞辱，更是对他背后宗门的挑衅。杀了这个废物，一个念头在他心中疯狂滋生。可是当他的视线扫过萧楚楚那张委屈巴巴的小脸时，那股滔天的杀意又硬生生被他掐灭了些许。他不能，楚楚的性子他最清楚，单纯善良，现在又有了身孕，自己若是当着他的面杀了他的夫君，孩子的父亲，这个打击足以毁了他的道心。莫玉清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周身那狂暴的威压缓缓收敛，但空气中的温度却依旧冰冷刺骨。他不再看赵晨安，而是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弟子身上。等你生下孩子，他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平静得让人心慌。就跟我走，返回宗门，这里的天地灵气太过稀薄，这片小小的王朝配不上你的天赋。这番话既是命令，也是最后的通牒。萧楚楚一听，顿时急了，他的小嘴又撅了起来，眼圈泛红，委屈地摇着头。师尊，我不想走，我想和夫君在一起，我想和姐姐们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家。莫玉清气得险些一口老血喷出来，他猛地转头弯了一眼旁边那个气定神闲，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大周皇帝赵道廷。这个老狐狸，他一定早就知道楚楚怀孕了，他就是故意等着自己来，故意让楚楚用这个孩子来拿捏自己。好得很。莫玉清恨不得当场拔剑，把这个老谋深算的老东西给劈了。我的宝贝弟子啊，清清白白的绝世天骄，就这么一转眼变成了别人的妻子，还是个已婚带娃的少妇。眼看师徒二人陷入僵局，气氛越来越凝重，赵晨安知道自己不能再装死了，再死下去就真的要死了。他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从父皇身后走了出来，对着莫玉清恭恭敬敬的再次躬身。师尊大人息怒。这一声师尊大人叫得无比自然，仿佛他早就认定了这个身份。莫玉清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但那意思很明显，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叫我师尊？赵晨安却仿佛没看见那足以杀人的目光，自顾自地笑着说道：晚辈知道您是为了楚楚好，只是楚楚如今身怀6甲，情绪不宜波动，您二位师徒情深，有什么话可以慢慢说，不急于一时。他顿了顿，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忧虑。而且师尊大人您回来的正是时候。实不相瞒，最近大周内外很不太平，有不少宵小之辈一直在暗中觊觎萧家，甚至对楚楚的安全也构成了威胁。原本我们还一直担心楚楚生产之时会发生意外，现在您回来了，我们就彻底放心了。这番话瞬间将莫玉清从一个兴师问罪的恶客捧到了一个力挽狂澜的救星位置上。果然，一听到宵小之辈威胁楚楚安全这些字眼，莫玉清的注意力瞬间被转移，他身上那针对赵家父子的冷意骤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更加纯粹、更加凌厉的杀伐之气。谁敢动我的弟子？莫玉清的声音不大，却让在场所有人灵魂一颤。他也不是傻子，赵晨安话里的意思，他瞬间就明白了。萧家远在大夏皇朝境内，却被赐婚给了大周皇子，这件事本身就透着诡异。能在这个时候对萧家和楚楚下手的，除了那个吃了大亏的大夏皇朝，还能有谁？哼，区一个皇朝也敢对本尊的弟子动心思？莫玉清冷哼一声，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气油然而生。说罢，他身形一晃，竟是当真要化作流光，直接杀向大夏皇朝，去找那下皇算账。仙子且慢！赵道廷一步跨出，恰到好处地拦住了他。老皇帝脸上挂着诚恳的笑容，对着莫玉清拱了拱手。仙子息怒，除恶务尽。大夏皇朝狼子野心，背后未必没有其他势力的影子。仙子不如在此地稍作停留，一来可以和楚楚多亲近亲近，缓和一下关系，说不定他哪天就想通了，愿意随您返回宗门了呢。二来也正好可以坐镇于此，引蛇出洞，将那些藏在暗处的鬼魅魍魉一网打尽。这一番话说的是滴水不漏，既给了莫玉清台阶下，又把自己的真实目的包装得冠冕堂皇。莫玉清停下了脚步，他又不傻，哪里还看不出来？这父子俩一唱一和，分明就是想拿自己当枪使，借他的手来对付大夏皇朝。果然啊，不管是王朝还是天朝，只要是皇室，都没一个好东西。他心中冷笑，可当他回头看到萧楚楚那依赖又期盼的眼神时，心中所有的怒火和算计最终都化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罢了，谁让这是自己唯一的弟子呢？
莫玉清冷冷地扫了一眼笑得跟老狐狸一样的赵道廷，最终将视线定格在了赵承安的身上。他咬了咬牙，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给我在你这位王府空出一间房来。赵承安最终还是在为王府里给这位仙子师尊收拾出了一间最雅致僻静的院落。自此，魏王府多了一位谁也惹不起的活祖宗。莫玉清住进来的日子，整个王府的温度都仿佛降了好几度。他不与任何人交流，每日里除了在自己的院中静坐，便是雷打不动地去萧楚楚的房间，指导他修行一个时辰。那一个时辰是萧楚楚最开心的时候，也是王府下人最战战兢兢的时候。赵承安也曾厚着脸皮去旁听过一次，仅仅一次，他就再也没敢去第二次。莫玉清指导修行时那股认真到极致的严苛，以及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天地大道的理解，让他这个连苦海都开辟不了的废物，感觉自己的脑子都快被那玄奥的道运撑爆了。这位仙子师尊是真的强得离谱。更让他心惊的是，他还异常的刻苦，除了指导楚楚，其余时间他几乎都在修行，周身道运流转，从未停歇。一个不到40岁的化龙境巅峰强者，天赋已是万中无一，居然还如此拼命，这种人简直不给别人活路。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0天。第10日，赵道廷一身便衣，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魏王府。他没有惊动任何人，直接让赵承安领着他去了莫玉清所在的院落。赵承安被自家父皇赶了出来，一个人在院外看着紧闭的房门，心里七上八下。这俩人，一个老谋深算，一个战力通天，凑在一起，天知道在密谋什么。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时辰。就在赵承安快要把院门口的石狮子看出包浆的时候，房门终于开了。承安，进来。是赵道廷的声音。赵承安整了整衣衫，迈步走入房中。房间里气氛有些古怪，赵道廷坐在主位上，脸上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而莫玉清则依旧是一身白衣，清冷地立于窗边，周身的气息比之前似乎还要冷冽几分。父皇，仙子师尊。赵承安恭敬行礼。莫玉清似乎是已经习惯了他没皮没脸的称呼，对这声师尊已然是视而不见。但不得不说，仅仅是站在那里不动，这位仙子却依旧美得有些超出天际。赵道廷摆了摆手，直接开门见山。你之前所说的那个天地灵物，今晚仙子与朕随你一同去。赵承安猛地一怔，什么情况？父皇居然把天地灵物的事情告诉了莫玉清。他下意识地看向莫玉清，却见对方连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仿佛这件事与他无关。赵道廷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继续说道：仙子手段通天，恰好有可以安然吸纳那暴躁灵物的方法，此事了结，你也就不必再日夜惦记。赵承安的脑子嗡嗡作响，他不是傻子，父皇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将这种机密托盘而出。唯一的解释是，这位仙子师尊的来头很大，不在乎区区天地灵物。就在他惊疑不定之际，那道清冷的女声终于响起。莫玉清转过身，那被道运笼罩的面容看不真切，但一双凤眸却落在了赵承安身上。区区一个王朝，竟有此等机缘，你这小小王朝的皇帝居然也能有如此果决的心性，难得罕见。难怪不过中上之资，却能侥幸突破道化龙境。他的言语中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慢，仿佛在点评一只蝼蚁的运气。赵承安闻言，心中更是掀起惊涛骇浪。他对父皇这么说话，但父皇却依旧笑呵呵的，完全没有半点皇帝的傲气。啥情况？这仙子师尊到底是什么来头？小子，别乱猜了，本尊出自浑元宗。仿佛是解答他的疑惑，莫玉清淡淡的吐出5个字：浑元宗。赵承安在脑海中疯狂搜索着这个名字。他虽然不能修行，但身为皇子，对这片天地的势力划分还是有所了解的。王朝之上是皇朝，皇朝之上有天朝，天朝之上是圣朝，而能与圣朝并驾齐驱的，便是108上宗。每一个上宗都拥有着不亚于一个圣朝的恐怖底蕴，门内强者如云，甚至有仙台6层之上的王者坐镇。这莫玉清居然是来自这种庞然大物，难怪他如此年轻便有化龙境巅峰的修为，难怪他敢完全不把大夏皇朝放在眼里。来自上宗的天才，其底蕴和战力根本不是他们这种小地方的修士能够想象的。传闻中，上宗的核心弟子在化龙境便可逆行伐仙，与仙台境的强者一战。赵承安只觉得口干舌燥，心脏狂跳，自己这是娶了个什么媳妇，顺带拐回来一个什么级别的师尊啊？放心，本尊对你们的宝贝不感兴趣。莫玉清的声音将他从震惊中拉了回来。那天地灵物收服之后依旧归你，甚至那个大夏皇朝的皇帝，本尊也可以顺手替你们解决了。天上掉馅饼了。赵承安第一个念头就是不信，这位仙子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这么做必然有条件。果然，莫玉清话锋一转，不过本尊有一个条件。他盯着赵承安，一字一句地说道：你要劝楚楚，等他生下孩子之后，随本尊返回宗门。这里的天地灵气，这里的修炼环境，只会埋没他的天赋，让他从一个绝世天骄沦为一个平庸的妇人。这是你欠他的。房间内的空气瞬间凝固，赵承安的心猛地一沉，用妻子未来的修行之路来换取眼前的安稳和天大的机缘，这笔交易何其沉重。他看着赵道廷，发现自己的父皇只是端着茶杯，慢悠悠地喝着，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显然父皇已经替他做出了选择，或者说
他们没得选。好。赵晨安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莫玉清似乎对他的回答并不意外，只是冷哼一声，便不再言语。当晚，夜色如墨，皇城一片寂静。三道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皇城深处。那座禁忌之塔——伏魔塔下。伏魔塔下，夜色如墨，三道身影如同与黑暗融为一体的鬼魅。这座塔通体漆黑，不知由何种材质铸成，即便在月光下也泛不起半点光泽，只是沉默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光线，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压抑。守卫在塔前的是2名身披重甲的皇室供奉，他们看到来人，正要呵斥，却在看清赵道廷面容的瞬间，浑身一僵，甲叶碰撞，单膝跪地，参见陛下。赵道廷只是微微颔首，并未言语，竟指领着2人走入塔中。厚重的石门在身后缓缓关闭，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塔内比想象中更加昏暗，一条深不见底的螺旋阶梯盘旋而下，墙壁上每隔一段距离才有一盏幽绿色的长明灯，勉强照亮脚下的一方寸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杂着血腥、腐朽与怨念的奇特味道。寻常人在此地待上一刻，便会心神失守，陷入癫狂。3人一路向下，畅通无阻。塔内的守卫见到皇帝亲临，无不骇然，纷纷跪地行礼，不敢有丝毫盘问。越是往下，那股压抑的气息便越是浓郁，仿佛整座塔的重量都压在了心头。终于，在下降了不知多久之后，3人的脚步停在了一处巨大的青铜门前。这里的深度已达地下300米，天地灵雷就在此处。赵道廷环顾四周，此地的阴冷与压抑，连他这个化龙境强者都感到一丝不适。他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伏魔塔的最底层，难怪。赵道廷发出一声感叹，似乎是在自言自语。父皇，此地有何玄机？赵晨安忍不住问道。赵道廷指了指那扇斑驳的青铜巨门，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皇室秘卷记载，此地关押着一尊远古魔族，那魔头乃是化龙境的修为，手段诡异，寻常方法根本无法将其杀死。当年我大周先祖联合了数个宗门势力的强者，才堪堪将其镇压于此。远古魔族，化龙境，还杀不死？赵晨安心头一跳，但随即便镇定了下来。系统说的明明白白，无主的天地灵雷，这几个字的信息量可太大了。这魔头当年应该是吞噬了天地灵雷，并且得到灵雷的一些特殊能力，所以才只能镇压，无法杀死。至于现在，8成早就被岁月熬成了灰，只剩下这不死不灭的灵雷，一尊化龙境的魔族而已。清冷的女声响起，莫玉清的反应比赵晨安还要平淡，她甚至连多看那青铜门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仿佛在说一只随手可以捏死的虫子。赵道廷闻言，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化龙境而已，好歹是化龙境啊，在这位仙子口中如此不值一提。上宗弟子果然不能以常理度之，开门吧。莫玉清似乎有些不耐烦了。赵道廷深吸一口气，不再犹豫，他上前一步，咬破指尖，将一滴蕴含着龙气的精血按在了青铜门的兽首弦环之上。嗡！青铜巨门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鸣，其上铭刻的无数符文逐一亮起，流光溢彩，一股浩瀚磅礴的封印之力瞬间充斥了整个空间。紧接着，那扇尘封了不知多少岁月的巨门，在一阵令人牙酸的嘎吱声中，缓缓向内开启了一道缝隙。轰隆！就在门缝出现的刹那，一股狂暴到极致的雷霆之力，夹杂着毁灭一切的气息，从中狂涌而出。赵道廷面色大变，下意识的就要将赵晨安护在身后，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动作，一道白色的身影已经挡在了最前面。莫玉清只是轻轻一挥袖，那足以将4级境强者瞬间撕成碎片的雷霆风暴，在他面前竟温顺的如同被驯服的猫咪，悄然散去，没有掀起半点波澜。进去看看。他丢下4个字，便率先迈步走入了门后那片雷光闪烁的世界。赵道廷父子2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反应中看到了深深的震撼。他们跟随着莫玉清的脚步走入囚牢，囚牢内部的空间极大，足有一个广场大小。然而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魔头踪影，没有尸骸，没有血迹，甚至连一丝魔气都感受不到，有的只是无尽的狂暴的雷霆元素。无数细小的电蛇在空中肆虐，将整个空间映照的一片刺目的银白。而在整个空间的中央，一缕约莫拇指粗细的紫色雷霆正悬浮在半空中，不断的跳动着。它每一次跳动都会引得周围的空间泛起一阵涟漪，仿佛连虚空都无法承受它的力量。那魔族已经死了。赵道廷喃喃自语，满脸的难以置信。赵晨安则是心头大定，果然和系统说的一模一样，区区天地灵雷也敢在本尊面前放肆。莫玉清冷哼一声，对那暴躁的紫色灵雷没有丝毫畏惧。只见他素手在空中轻轻一捏，口中轻斥，混元一气化锤。刹那间，天地间的灵气疯狂汇聚，在他头顶上方凝聚成一柄完全由精纯元气构成的古朴而巨大的锤影。那锤影甫一出现，一股镇压万古、破灭一切的恐怖威压便轰然降临。赵晨安和赵道廷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只要被这锤影锁定，便是先抬进的圣人降临，也唯有神魂俱灭一个下场。当然，这点实属夸张，只不过是赵晨安的幻想而已。莫玉清没有丝毫犹豫，玉手向下一压，那巨大的混元一气锤便带着无可匹敌的威势，
朝着那缕紫色的天地灵雷悍然砸下。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毁天灭地的爆炸，巨锤落下，一切都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那狂暴的紫色灵雷连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便被巨锤直接砸进了地里。周身所有的狂暴气息被一瞬间彻底震散，只留下一丝本源，如风中残烛般瑟瑟发抖。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轻松写意。莫玉清翻手取出一块通体漆黑、毫不起眼的石头，他对着地面轻轻一招，那缕已经失去所有脾气的紫色雷霆本源便乖乖地飞了起来，被他一把抓住，直接强行按进了那块墨色石头之中。黑石光芒一闪，便恢复了原样。整个囚牢内狂暴的雷霆元素也随着灵雷本源被收走而迅速消散，恢复了平静。莫玉清随手将那块黑石抛给了赵晨安，你的了。他的动作随意的就像是扔掉一块没用的垃圾。赵晨安手忙脚乱地接住那块平平无奇的石头，触手温热，里面蕴含着一股让他心惊肉跳的力量。这就是传说中至少要化龙境才能尝试收服且成功率极低的天地灵物，这就到手了。他看着莫玉清，又看了看身旁已经彻底石化的赵道廷，这位活了半辈子自认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大周皇帝，此刻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看起来似乎是震惊麻了，但心中却是暗暗评价：上宗弟子恐不如斯。大夏皇朝，这次你们是真要玩完了。又过了3个月，初秋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却吹不散魏王府上空那股凝重的燥热。产房内撕心裂肺的呼喊与稳婆焦急的催促声断断续续的传来，揪着门外每一个人的心。赵晨安在廊下烦躁的来回踱步，一张俊脸写满了焦虑，时不时便停下来望向那扇紧闭的房门。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李青鸾、柳若霜、萧楚楚3女也陪在一旁，他们同样神情紧张，手心沁出了细汗。夫君，你别转了，坐下歇会儿吧。萧楚楚小声劝道，递上一杯早已凉透的茶水。赵晨安哪里坐得住，他接过茶杯一饮而尽，又开始踱步。时间在煎熬中一点一滴的流逝。就在赵晨安感觉自己快要把地砖踩穿的时候，哇！一声响亮清脆的婴儿啼哭，如同天籁之音，猛然从产房内传出，整个院落的死寂瞬间被打破。赵晨安猛地顿住脚步，整个人僵在原地，随即一股难以言喻的狂喜涌上心头，让他整个人都有些发懵。生了，他当爹了！几乎是同一时间，那道熟悉无比的机械声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响。恭喜宿主喜的子嗣正在进行综合资质评分，评分完毕。子嗣综合评价96分，天赋95，潜力100，特殊血脉天狼血脉，浓度80%。提示：因触发前置系统奖励，该子嗣将获得随机先天道体之一，随机抽取中。恭喜该子嗣获得10大先天道体之一9霄雷霆体。系统提示：因落下的瞬间异变陡升，原本晴朗无云的苍穹，不知何时竟以乌云密布，黑压压的云层疯狂汇聚，沉甸甸的压在皇城上空，宛若天青。轰咔！一道粗壮如水桶的紫色神雷撕裂天幕，带着毁灭万物的恐怖气息，径直朝着魏王府的方向悍然劈落。不好，护住产房！李青鸾和柳若霜同时惊呼，下意识的就要运转灵力。萧楚楚更是花容失色，他能感觉到那9道神雷中蕴含的力量，足以将他们所有人连同整个魏王府瞬间抹除。然而他们的动作终究是慢了一步，或者说有人比他们更快。就在那9霄神雷即将落下的刹那，赵晨安怀中那颗一直被他贴身收藏的墨色石头突然爆发出炽热的温度，嗖！黑石自行飞出，化作一道流光，不退反进，竟主动迎向了那道从天而降的9霄神雷。在所有人惊骇的注视下，那颗平平无奇的石头仿佛一个无底黑洞，竟将那足以毁灭一切的9霄神雷尽数吞噬，一滴不漏。吞噬了神雷之后，墨色石头紫光大盛，表面浮现出无数裂纹，咔嚓，石头应声破碎，化为齑粉。一缕融合了2种雷霆之力的更加深邃、更加恐怖的紫色灵雷从中显现。它在空中灵动的一转，没有丝毫停顿，径直穿透了屋顶，没入了产房之内。下一刻，那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变得更加中气十足，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所有的天地异象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天空恢复晴朗，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幻觉。魏王府内却是一片死寂。李青鸾、柳若霜、萧楚楚3人呆立当场，张着小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们看到了什么？天降神雷，是为庆贺新生，这是何等逆天的资质！不远处，一座阁楼的阴影中，莫玉清的身影悄然浮现。他那万年冰封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名为动容的神色。9霄雷霆体，天生引动神雷淬体，再融汇一道天地灵雷，此子有大帝之姿。而在皇城深处的另一端，一道身着龙袍的身影负手而立，遥望着魏王府的方向，身躯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赵道廷仰天长啸，笑声中充满了无尽的快意与骄傲。好，我赵氏麒麟，天命在我大周。然而这一切的震撼都比不上赵晨安此刻内心的狂涛骇浪。检测到子嗣资质评分为96，远超优秀线，触发100倍暴击奖励。本次奖励，宿主可自由选择奖励方向：功法类、武技类、法器类、体质类、丹药类。来了！
终于来了！赵晨安的心脏疯狂跳动，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功法，他有天品的大道天眼经；武技，他有天品的大荒求天指；法器，他爹手里的九龙魔煞几不香吗？他最缺的是什么？是能够承载这一切的根基，是一个能够修炼的身体。体质，我选择体质类奖励。赵晨安在心中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选择确认。正在抽取体质类100倍暴击奖励，恭喜宿主获得8大仙体之一归元大道体。归元大道体，万法归元，直指大道本源。身负此体，修炼将无任何瓶颈，直至圣境，可容纳修炼世间任何属性功法，无冲突之忧。轰！系统提示音落下的瞬间，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暖流凭空出现在赵晨安的四肢百骸之中。那是一种源自生命最深处的蜕变。他那如同死水一潭，无论如何都无法开辟的苦海，在这一刻仿佛被投入了一颗太阳。干涸的河床被奔涌的神力填满，堵塞的经脉被狂暴的冲开，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感传遍全身。赵晨安缓缓抬起手，他能清晰地看到天地间那五颜六色的灵气正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溪流，争先恐后地涌入他的体内。整个世界在他的感知中瞬间变得不一样了。终于摆脱了无法开辟苦海的废物资质，赵晨安可以修炼了！哇！清澈的哭泣声响起，赵晨安来不及兴奋，赶忙带着三女冲入产房。与此同时，颤颤巍巍的产婆正抱着一个小婴儿，激动地对赵晨安道：“魏王殿下，大喜，是个男孩！”产房内的血腥气尚未完全散去，混杂着一股新生的草木清香。赵晨安几乎是冲进去的，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被产婆小心翼翼抱在怀里的小家伙。魏王殿下，大喜！产婆满脸褶子，笑成了一朵花，颤巍巍地将孩子递了过来。是个男孩，壮实得很。赵晨安伸出手，动作却有些僵硬。他接过那个软软糯糯、皱皱巴巴的小东西，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感觉瞬间包裹了他。这就是他的血脉，他的孩子，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连接感，让他整颗心都快要融化了。他抱着孩子，快步走到床边。乌兰雪的头发被汗水浸湿，贴在苍白的脸颊上，整个人虚弱到了极点，但那双美丽的眸子里却闪烁着母性的光辉。雪儿，辛苦你了。赵晨安将孩子轻轻放到他身边，俯身用袖子帮他擦去额角的汗珠。乌兰雪虚弱地摇了摇头，她的全部注意力都被身旁的那个小生命吸引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赵晨安重重点头，一股名为责任感的东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看着那个正安详睡着的小家伙，内心无比满足。想知道他的名字吗？乌兰雪柔柔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下文。这孩子出生时，天降九霄神雷为他淬体，这是何等的福泽与霸道！赵晨安的胸膛中涌起一股豪情，所以就叫赵霄，九霄神雷的霄。赵霄。乌兰雪在口中默念了一遍，随后绽放出一个绝美的笑容。哦，小名吗？赵晨安想了想，促狭一笑，就叫小九吧，正好对应那9道神雷，好养活。小九。乌兰雪的笑意更浓了。这时，李青鸾、柳若霜和萧楚楚也按捺不住，结伴走了进来。夫君，快让我们也看看孩子。萧楚楚最是活泼，第一个凑了上来。当他看到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婴儿时，一双大眼睛立刻弯成了月牙。哇，好可爱！柳若霜和李青鸾也围了过来，脸上都挂着发自内心的欢喜。这小鼻子小嘴和夫君真像。柳若霜轻声说道，她的气质清冷，此刻却也柔和了下来。那是，也不看是谁的儿子。赵晨安得意地扬了扬下巴。几女围着小赵霄叽叽喳喳地逗弄着，产房内充满了温馨和喜悦。李青鸾身为将门虎女，身上总带着一股云常人难以察觉的凌厉煞气，那是久经沙场才能磨砺出来的。她生怕惊扰了小婴儿，只是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着。可就在这时，原本安睡的小赵霄忽然动了动，他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双怎样清澈又深邃的眼眸，仿佛蕴含着一片星空，甚至隐隐有紫色的电光在其中一闪而逝。他没有哭闹，反而转动着小脑袋，最后将目标锁定在了李青鸾身上。在众人惊奇的注视下，小赵霄竟然对着李青鸾的方向伸出了自己肉乎乎的小手，嘴里发出咿呀的声响。他非但没有被那股煞气吓到，反而表现出了十足的亲近。这……李青鸾愣住了。青鸾姐姐，小九好像很喜欢你呢。萧楚楚惊喜地说道。李青鸾又惊又喜，小心翼翼地走上前，试探着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碰了碰小赵霄的手。小家伙立刻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指，力气还不小，同时咧开没牙的小嘴笑了。那一笑纯净无瑕，仿佛能洗涤世间一切尘埃。李青鸾的心在这一刻彻底被融化了，他那英气逼人的脸上浮现出从未有过的温柔。他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自己已经微微隆起的小腹，一股强烈的期待感油然而生。他和柳若霜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又会是何等模样。整个魏王府都沉浸在新生带来的喜悦之中。不远处，阁楼的阴影里，莫玉清静静地看着产房内那其乐融融的一幕，清冷的仙颜上那丝动容久久未曾散去。他看到萧楚楚毫无心机地逗弄着那个婴儿，笑得比天上的太阳还要灿烂。那份发自内心的快乐，是任何修炼资源、强大功法都给予不了的。
就这样带他走，对他而言，真的就是最好的选择吗？莫玉清的心中第一次产生了一丝迷茫，或许再等一等也好。他微微摇头，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仿佛从未出现过。皇城御书房，赵道廷背负着双手，在店内来回踱步，脸上的狂喜之色怎么也掩饰不住。他终于忍不住，仰天发出一阵畅快至极的大笑。好一个九霄雷霆体，好一个我赵氏的麒麟。他之前也有过几个皇孙，都是其他皇子所生，虽然也算天资不错，但与今日这个相比，简直就是云泥之别。天降神雷淬体，融汇天地灵雷，这是何等逆天的气运！此子未来成就不可限量，甚至有望那传说中的大帝之位。更重要的是，这是赵承安的嫡长子，是他最宠爱也寄予了最大希望的儿子的后代。朕的皇孙何该如此？赵道廷激动的心情平复了许久，才终于坐回龙椅之上。喜悦过后，他开始认真思索起来。如此逆天的皇孙将士，见面礼可不能轻了。寻常的法器、丹药根本配不上他的身份，而且他不仅想到了见面礼，甚至连满月礼、周岁礼都开始一并规划起来。这位大周皇帝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堆到自己这个宝贝皇孙的面前。魏王府产房内一番热闹过后，几女心疼乌兰雪需要休息，便都退了出去。赵承安留了下来，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低头看着怀中已经再次睡熟的小九，父为仙体，子为道体，这是何等奇妙的缘分。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刮了刮儿子的小鼻子。就在这时，睡梦中的小赵萧似乎有所感应，小嘴咂巴了两下。忽然他猛地睁开双眼，一道微不可察的紫色电弧从他的瞳孔深处一闪而过，紧接着他那肉乎乎的小手猛地一挥，一把抓住了赵承安的手指，吃了一缕比发丝还要纤细无数倍的紫色雷电，顺着两人接触的地方瞬间窜入了赵承安的体内。赵承安浑身猛地一震，一股难以言喻的麻痹感和毁灭气息在他指尖炸开，是那道天地灵雷。他进入了赵承安的体内，那股毁灭性的力量在赵承安的经脉中横冲直撞，却又诡异的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他只是在宣示着自己的存在，霸道且狂暴。赵承安的身体僵直了一瞬，但心神却在瞬间沉入体内。这是天地灵雷，感受到其中蕴含着一股精纯至极的天地本源气息，赵承安一愣，随后意识到这应该就是之前在伏魔塔收获的那枚天地灵雷。之前赵萧出生的时候，他被九霄神雷牵引，自动认主进入赵萧体内，现在怎么又来自己这里了？丁，检测到黄品天地灵物淬体灵雷，该灵物因淬体功能不适合婴儿，故主动转移，宿主体质为归元大道体，万法归元，万物包容，可完美容纳此灵物，无任何排斥风险。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接连响起，赵承安的心脏猛地一跳，狂喜瞬间淹没了他。果然是那道天地灵雷，这种属性暴躁的雷霆灵物，没有特殊体质或者化龙境以上的修为，强行吸收只有爆体而亡一个下场。而现在这道淬体灵雷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待在了他的体内，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肉身正在被这股雷霆之力以一种极其缓慢却坚定的方式滋养淬炼，每一寸筋骨，每一滴血液都在发生着微不可察的蜕变，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赵承安低头看着怀里又咂巴着小嘴睡过去的小九，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父为仙体，子为道体，这小家伙不仅出生就让自己摆脱了废物资质，现在还送了自己一份如此大礼，真是自己的小福星啊。他忍不住俯下身，在赵萧那粉嫩的小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我的好蛋儿。然而下一刻，一股温热的液体忽然浸透了他的衣襟，赵承安的动作僵住了。他低头一看，只见自己胸前的王袍上一片水渍正在迅速扩大，还带着一股独特的骚气。小赵萧似乎是被吵醒了，小腿蹬了蹬，咧开没牙的小嘴，打了个满足的哈欠，又睡了过去。赵承安哭笑不得，好小子，见面礼就是一泡童子尿是吧？他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还给床上的乌兰雪，又帮他掖了掖被角。雪儿，你好好休息，我出去一下。乌兰雪刚生产完，虚弱得很，只是柔柔地点了点头，便将全副心神都放在了身边的孩子身上。夫君，你怎么出来了？萧楚楚关切地问。你看这里。赵承安脸上带着笑意，然后指了指自己胸前的湿痕，无奈道：刚被咱家那小子赏了一泡尿。三女先是一愣，随即都忍不住掩嘴轻笑起来。看来小九很喜欢夫君呢。柳若霜清冷的面容上也难得地染上了一抹笑意。行了，你们去照看一下，我得进宫一趟。赵承安摆了摆手，这么晚了还进宫？李青鸾有些意外，天大的喜事当然要第一时间告诉父皇。赵承安的脸上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不仅仅是赵萧的降生，更是他自己终于可以修炼了。这件事必须由他亲口告诉那个为他操碎了心的父亲，而且自己突然能修炼，总得有个说法。梦中仙人也就是所谓的上古大能之事，目前只有赵道廷知道，但自己突然能够修炼，肯定也会引起外界怀疑，所以他也要第一时间和赵道廷商量好官方的理由。这道淬体灵雷就是最好的解释，对外就说是赵萧出生吸收的天地灵雷，无意中进入了他的体内，机缘巧合之下，
激活了他原本隐藏的特殊体质归元大道体，所以才能够开始修炼，合情合理，完美无缺。想到这里，赵晨安更是归心似箭。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快速前往皇宫、皇城、御书房。赵道廷依旧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在殿内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九霄神雷体，好，太好了，朕的皇孙当有大帝之资。他已经想好了，等孩子满月就昭告天下，大赦3天。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赵道廷的孙子是天命所归的麒麟儿。就在这时，殿外传来小太监尖细的通报声：“陛下，魏王殿下求见。”赵道廷一愣，猜到这是赵晨安来找自己报喜了，连忙开口道：“快让他进来。”话音刚落，赵晨安已经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狂喜。父皇，大喜，天大的喜事啊！赵道廷看到他这副模样，当即笑骂道：“你这臭小子，刚当爹就这么不稳重，成何体统？朕已经知道了，不就是生了个带把的吗？看把你给乐的。”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脸上的笑容却怎么也藏不住。父皇，不止这个。赵晨安兴奋地搓着手。哦，赵道廷来了兴趣，还有什么喜事？能比我赵氏添了个麒麟儿还大？赵晨安深吸一口气，他没有直接说，而是伸出一只手，缓缓摊开。嗡，一缕微弱但精纯无比的神力在他的掌心汇聚，化作一个缓缓旋转的微小气旋。御书房内的空气在这一刻仿佛都凝固了。赵道廷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死死地盯着赵晨安掌心的那个气旋，整个人如同被雷电劈中，一动不动。那是什么？那是灵力？怎么可能？他的儿子，那个被断定一生都无法开辟苦海的儿子。赵晨安看着赵道廷震惊的模样，心中涌起一股暖意和酸涩。他上前一步，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父皇，儿臣可以修炼了。”轰！这句话，哪怕是身为皇帝的赵道廷，依旧感觉浑身汗毛立起。他猛地伸出手，一把抓住赵晨安的手腕，那力道之大，几乎要将赵晨安的骨头捏碎。一股磅礴的龙气顺着他的手掌疯狂涌入赵晨安的体内，粗暴地探查着他的四肢百骸。下一刻，赵道廷浑身巨震，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是真的，赵晨安体内真的已经开始有灵气进入。好，真好，太好了！赵道廷的声音沙哑无比，他松开手，踉跄着后退了2步，用一种看怪物的表情看着自己的儿子。怎么做到的？可是那位的手笔？赵晨安咧嘴一笑，确实摇头否认了自己特殊体质来自于上古大能的猜测，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托盘而出。父皇，是小九，儿臣给他取名赵萧，小名小九。那九霄神雷将士不仅为小九淬炼了神雷体，其中一道本源灵雷意外窜入了儿臣的体内，正是这道淬体灵雷激活了儿臣体内原本沉寂的仙体。赵晨安一边说，一边催动体内的那一缕淬体灵雷。吃了一缕微不可察的紫色电弧在他的指尖一闪而逝，那股纯粹又霸道的雷霆气息让身为化龙境强者的赵道廷都感到一阵心悸。原来是天地灵雷。赵道廷先是恍然，眯着眼睛看了几秒，似乎是猜到了什么，但没有明说。随即一股比之前得知喜的皇孙还要强烈100倍的狂喜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的理智。他那身为帝王的威严和城府在这一刻荡然无存。哈哈哈哈哈！赵道廷仰天狂笑，笑声中甚至带上了哭腔，震得整个御书房都在嗡嗡作响。好啊！他一把将赵晨安死死地抱在怀里，用力地拍打着他的后背。我的好儿子，你不是废物，你从来都不是废物，你是天命所归，是我赵氏最大的骄傲。赵道廷抱着儿子的手臂在微微颤抖，那股狂喜过后的余韵让他这位铁血帝王眼眶泛红。他想起了那个女人，那个在赵晨安出生后便飘然离去的仙子。若是他知道他们的儿子如今觉醒了这般旷古烁今的仙体，该会是何等欣慰。一时间，赵道廷心中百感交集，原本想亲自指点儿子开辟苦海的念头也瞬间淡了下去。当然，赵道廷不给儿子亲自开辟苦海的原因还有另一层，那就是莫玉清还在魏王府。这个女人背景大得可怕，出身108上宗之一的浑元宗。若是他知道赵晨安的体质，并且再加上赵晨安和萧楚楚的关系，说不定会有机会让赵晨安脱离自家的小王朝，前往外界更大的舞台。他板起脸，佯装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既然有了如此仙体，那还不赶紧滚回去修炼？杵在这里做什么？等着朕给你开蒙吗？赵晨安何等鬼精，一看自家老爹这神态，便猜到了7、8分。另外，赵道廷故意加重开蒙2字，还让自己回去修炼，明显是另有深意，将矛头直指魏王府住着的莫玉清。想到这里，他也不点破，顺着台阶就下。是，儿臣这就滚回去修炼。父皇你也早点休息。赵晨安嘿嘿一笑，麻溜的行了个礼，转身就跑出了御书房，那速度活像后面有狗在追。看着儿子消失的背影，赵道廷脸上的威严瞬间垮掉，只剩下无尽的欣慰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儿子，他长大了。魏王府，赵晨安一路疾行，脸上的兴奋之色不减分毫。他先是轻手轻脚的回了乌兰雪的房间，看了看已经熟睡的母子俩，又小心翼翼的退了出来。夫君，守在门外的李青鸾、刘若霜和萧楚楚立刻迎了上来。
雪儿和孩子都睡了，我们去偏厅说。赵晨安压低了声音，领着三女来到一旁的偏厅。他平退了所有下人，这才回过身，脸上挂着一抹神秘的笑容。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三女都被他这副模样勾起了好奇心。什么事啊，夫君，让你这么高兴？李青鸾柔声问道。赵晨安清了清嗓子，缓缓伸出右手，嗡，一缕比之前在御书房中更加凝实的灵力气旋在他的掌心浮现，缓缓旋转，整个偏厅的空气都仿佛凝滞了一瞬。李青鸾和萧楚楚都捂住了嘴，满脸的不可思议。柳若霜那清冷的容颜上也第一次出现了名为震惊的神色。夫君，你能修炼了？李青鸾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不错。赵晨安咧嘴一笑，将早已准备好的说辞再次搬了出来。小九出生时引动九霄神雷，其中一道淬体灵雷意外窜入了我的体内，正是这道灵雷机缘巧合之下激活了我体内原本沉寂的一种特殊体质——归元大道体。话音落下，三女彻底呆住了。归元大道体，柳若霜喃喃自语。她出身稷下学宫，见闻远超常人，传说中开天辟地之初诞生的8大仙体之一。她的心神掀起了惊涛骇浪。这种体质只存在于最古老的典籍记载中，万法归元，包容万道，一旦踏上修炼之路，将没有任何瓶颈，直指圣境。难怪夫君之前迟迟无法开辟苦海，原来是这等仙体蒙尘，未曾觉醒。李青鸾和萧楚楚虽然不如柳若霜知晓的这么详细，但也明白这绝对是逆天级别的体质，一时间都为赵晨安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喜悦。太好了，夫君，这真是天大的喜事！我就知道夫君绝非凡人。看着三女发自内心的笑容，赵晨安心中也是一片温暖。他收起掌心神力，将目光投向了萧楚楚，脸上带着一丝期待。楚楚，你是天骄榜上的天才，如今更是4级境的高手，开辟苦海这第一步就由你来指导我，如何？萧楚楚一愣，随即小脸一红，有些手足无措。我来指导夫君。他虽然天资绝顶，但自己修炼都是凭感觉，一路顺风顺水，哪里懂得如何指导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人？对啊，就你来。赵晨安笑得像只狐狸。萧楚楚闻言，脸色顿时羞红。他根本不擅长指导别人，甚至都没有指导过自己。修炼的时候根本就是念头一动，天地灵气就自己涌过来了，哪有这么复杂的步骤？柳若霜在一旁看着，实在是有些看不下去了。他身为稷下学宫的院长，教导弟子本就是分内之事，正想开口指点一二，但话到嘴边，他忽然顿住了。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他的脑海。不对，夫君何等聪慧，怎么会看不出楚楚妹妹根本不擅长教导别人？他为何偏偏要指定楚楚来指导？除非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开辟苦海。柳若霜的心猛地一跳，他想到了一个可能。夫君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在钓鱼，钓的是那位一直隐藏在暗处守护着萧楚楚的师尊。想通了这一点，柳若霜顿时一阵心惊。夫君的胆子也太大了，算计到那等存在头上去了。但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这不奇妙到了极点。那位强者既然如此看重楚楚，那对楚楚的夫君总不能坐视不理吧？尤其是在觉醒了归元大道体这种仙体之后，柳若霜瞬间就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他非但没有上前解围，反而配合着加了一把火，用一种夸张的充满震撼的口吻开口：夫君当真觉醒了归元大道体？这种级别的仙体，一旦错过先天觉醒的黄金时期，后天想要开启难如登天，可一旦成功，便如潜龙出渊，一飞冲天。他加重了语气，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晰无比，仿佛不是说给赵晨安听，而是说给远处那位始终关注着这边情况的人听。传说此体万法不侵，万道归元，修炼之初或许需要引导，可一旦成功开辟苦海，往后的修炼之路便是一片坦途，未来甚至有望问鼎圣境，乃至那传说中的大帝之位。柳若霜的话让本就着急的萧楚楚更加慌乱。这么厉害的体质，要是在自己手上耽误了，那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就在这时，一道清冷而又带着一丝难掩惊异的叹息，毫无征兆的在几人身后响起。归元大道体，有点意思。小子，你想拜入我浑元宗吗？在柳若霜的不断诱惑下，面对如此好苗子，莫玉清终于是坐不住了。那道清冷的女声仿佛带着某种穿透人心的魔力，明明不大，却清晰地落入偏厅内每一个人的耳中。赵晨安脸上的狐狸笑意瞬间收敛，心中却是掀起一阵狂喜。上钩了！他强行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缓缓转过身，装出一副又惊又喜的模样。只见一位身着月白长裙的女子，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那里。她身姿窈窕，青丝如瀑，面容被一层淡淡的云雾遮掩，看不真切，但那股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却让整个偏厅都黯然失色。李青鸾和柳若霜瞬间屏住了呼吸，心头巨震。来人正是萧楚楚的师尊，那位来自外域的恐怖存在莫玉清。萧楚楚则是惊喜地喊了一声：“师尊！”莫玉清对自家徒弟微微颔首，而后那双仿佛蕴含着星辰大海的眸子便落在了赵晨安身上。赵晨安赶忙收敛心神，装作一副受宠若惊又有些忐忑的样子，对琢磨玉清恭敬地行了一礼：“晚辈赵晨安见过仙子师尊。”他这一声仙子师尊叫得无比自然，仿佛已经默认了自己和萧楚楚的关系，
顺便把自己的辈分也定了下来。随后，他用一种带着极致渴望和一丝不确定的口吻问道：“仙子师尊，我也可以加入浑元宗吗？”此言一出，李青鸾和柳若霜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那可是108上宗之一的浑元宗，是足以与圣朝平起平坐的庞然大物。若是夫君能拜入其中，别说区区一个大夏皇朝，就算是天朝降临，也得掂量掂量。莫玉清静静地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那无形的压力让偏厅内的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过了半晌，他才缓缓开口，声线依旧清冷：“以前的你不够资格。”一句话让刚刚燃起希望的几女心头一沉，但紧接着莫玉清的话锋一转：“但现在的你有这个资格了。”赵晨安心中大定，脸上却适时地流露出狂喜之色。莫玉清继续说道：“我混元宗位列108上宗，但宗门弟子数量在所有上宗之中却是最少的。我们从不靠广收门徒来壮大声威，宗门奉行的是精英之道。每一个能拜入浑元宗的，都必须是天才中的天才，妖孽中的妖孽。”他的话语中带着一种源自顶级宗门的绝对自信和骄傲。按理说，你如今才准备开辟苦海，哪怕身负仙体，也还达不到我浑元宗的入门标准。听到这里，萧楚楚都有些急了，刚想开口为自家夫君说情，莫玉清却摆了摆手，继续道：“但凡事总有例外，归元大道体，万法归元，包容万道，这等体制，普天之下，与我浑元宗的根本法混元无法最为契合，没有之一。宗门曾有祖师立下训诫，若在外界遇到身负归元大道体的修士，无论其修为高低，品行如何，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其招揽回宗。”轰！这番话如同一道惊雷，在李青鸾和柳若霜的脑海中炸响，他们彻底呆住了。归元大道体与浑元宗是绝配，这是何等的天赐良缘！柳若霜的心神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拜师学艺了，这是送上门的天命之子，浑元宗根本无法拒绝。萧楚楚更是捂住了小嘴，满脸的不可思议，随后便是无尽的喜悦。太好了，这样一来，夫君就能和自己一起回宗门了。看着三女激动的模样，赵晨安却显得异常冷静，他压下心中的喜悦，得寸进尺地继续问道：“多谢仙子师尊看重，只是不知我这几位夫人，他们的天赋可有资格一同拜入宗门？”他此言一出，李青鸾和柳若霜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齐刷刷地看向莫玉清，紧张又期待。莫玉清的目光淡淡地扫过三女，在看到柳若霜时，他的目光微微停顿了一瞬，似乎是察觉到了齐先天轮回道体的特殊，但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他微微摇头：“乌兰雪，天狼血脉，还算不错。”李青鸾，将门虎女，心性坚毅，资质也是上佳。至于柳若霜，更是身负道体，若是放在外界，足以引得各大势力争抢。莫玉清的每一句评价都让赵晨安心头一紧，但是果然转折来了，他们被这方小天地的规则所束缚，浪费了太多时间。莫玉清的言语很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论断。现在的他们已经不适合加入混元宗了。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李青鸾和柳若霜心中的所有幻想，他们的脸上都浮现出一抹难以掩饰的失落。这种巨大的落差感，让一向高傲的李青鸾和清冷的柳若霜都忍不住有些黯然。赵晨安见状，心中虽有预料，但还是有些不忍。不过他并未沮丧，反而微微一笑，对着莫玉清拱了拱手：“晚辈明白了，我当然愿意拜入浑元宗，追随仙子师尊修行。不过还请仙子师尊宽限晚辈一些时日。如今大周内忧外患，强敌在侧，随时可能爆发灭国之战。身为魏王，我必须等王朝这边彻底稳定下来，才能了无牵挂的随仙子师尊和楚楚一同前往宗门。”他的话不卑不亢，条理清晰，既告诉莫玉清自己会加入浑元宗，也说明了自己的顾虑。莫玉清那被云雾遮掩的面容下，似乎传来一声几不可闻的清冷。对于他这等存在而言，一个小小王朝的存亡本不值一提，但赵晨安能在天大的机缘面前依旧坚守本心，不忘故土，这份心性倒是让他高看了一眼。可莫玉清吐出一个字，他看了一眼旁边喜滋滋的萧楚楚，似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自己这个宝贝徒弟算是彻底栽在这小子手上了。既然如此，那便由我来亲自为你开辟苦海。话音落下，他根本不给赵晨安反应的机会，跟我来。说罢，他转身便朝着院外走去。赵晨安连忙对三女投去一个安心的示意，快步跟了上去。偏厅内只剩下李青鸾、柳若霜和萧楚楚三女。太好了，夫君要开始修炼了！萧楚楚激动地拉着两位姐姐的手。李青鸾和柳若霜对视一眼，压下心中的失落，脸上也重新绽放出笑容。是啊，只要夫君能一飞冲天，他们就算无法拜入宗门，又有什么关系呢？莫玉清在魏王府居住的别院，清冷幽静，不染一丝尘埃。赵晨安跟着他来到院中站定，心中有些忐忑。这就要开始修炼了，开辟苦海，这可是修行之路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莫玉清转过身，清冷的眸子注视着他。开辟苦海，便是以无上毅力于人体命轮之下，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海。寻常人开辟苦海，需引天的灵气，小心翼翼，水磨功夫。但你不同。莫玉清的声音在寂静的院落中回响：归元大道体，不破不立。你的苦海
需要用最霸道的方式来开启。赵晨安还没来得及细想这话中的含义，下一刻他便看到莫玉清缓缓抬起了他那纤细如玉的右手，一根青葱玉指就这么毫无征兆的朝着他的眉心点了过来。指尖上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却带着一股让他灵魂都为之战栗的恐怖威压。开辟苦海，始于神魂。冰冷的话语伴随着那根手指印在了他的额头之上。轰！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力量顺着莫玉清的指尖悍然涌入赵晨安的眉心识海。这股力量并非狂暴的冲击，而是一种更高维度的碾压与重塑。赵晨安只觉得自己的神魂在瞬间被剥离，被一股清冷而霸道的力量包裹着，急速下沉，穿过重重迷雾，最终来到了一片混沌虚无之地。这里便是人体命轮之下万灵修行的起点——苦海。归元大道体果然非同凡响。莫玉清清冷的声音在赵晨安的意识中响起，带着一丝几不可察的惊叹。寻常修士开辟苦海，如同在顽石上凿井，需耗费无数心力与时间。可赵晨安的身体在这股外力的引导下，竟主动开始配合。那片混沌的苦海仿佛久旱逢甘霖的土地，贪婪地吸收着莫玉清渡来的力量，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演化，过程顺畅的不可思议，没有丝毫阻滞。就在此时，莫玉清的动作微微一顿，在赵晨安那片正在急速开辟的苦海中央，一缕细小的闪烁着毁灭与新生气息的金色雷霆正静静地悬浮着。他似乎察觉到了外来力量的入侵，发出一丝警惕的噼啪声。这是莫玉清的意志在赵晨安的识海中波动。天地灵雷，他立刻认出了这东西的本质，这正是那日赵萧出生时引动天地意象，最终没入婴儿体内的那道黄品天地灵雷。他当时就在场，看得一清二楚。后来也听赵晨安和吉女说过，这道灵雷因为属性太过霸道，不适合婴儿，便自主转移到了赵晨安体内，也因此激活了他潜藏的仙体。现在亲眼见到，才确认此言非虚，仙子是尊慧眼。赵晨安的神魂恭敬的回应：我将它命名为淬体灵雷，它能引动雷霆之力，淬炼肉身，提升体魄。他没有隐瞒，因为也隐瞒不了，更何况这本就是他用来解释自己为何能修炼的借口。淬体灵雷，莫玉清的意志在灵雷旁盘旋片刻，似乎在分析其属性，倒也贴切。他收回了力量。你起步太晚，如今已是18岁，却才刚刚开辟苦海。即便你现在开始修炼大周王朝所谓的天品功法，也远远无法与外界那些真正的天骄相提并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你这个年纪早已站在了4级，甚至开始冲击化龙秘境。莫玉清的话语很平静，却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赵晨安的天赋再高，也错过了10多年的黄金修炼期。这道淬体灵雷或许便是你的机缘。莫玉清话锋一转，想要后来居上，追赶甚至超越那些同龄天骄，寻常的苦修对你无用，你必须走最极致的霸道路线，利用这淬体灵雷日夜淬炼己身，将你的肉身潜能压榨到极限，不破不立，方能涅槃。等你日后正式加入浑元宗，修得我宗根本法混元无法，配合你的归元大道体，才能真正做到一日千里，将所有人远远甩在身后。赵晨安闻言心中一动，他顺着莫玉清的话，装作有些好奇地问道：仙子师尊，晚辈有一事不明，既然我加入宗门后修炼混元无法才能一日千里，为何现在还要如此拼命追赶呢？反正早晚能追上，现在按部就班的修炼，打好基础不是更稳妥吗？他的问题听起来像是一个初涉修行、有些好高骛远的少年提出的疑问。莫玉清沉默了片刻，那股笼罩着赵晨安神魂的清冷意志似乎带上了一丝笑意。你以为身负归元大道体就能高枕无忧地成为我浑元宗的真传弟子？你以为我今日允诺你，便代表着你已经是我浑元宗的人了？赵晨安心头一凛，来了，我混元宗的祖师训诫是想尽一切办法将你招揽回宗。莫玉清的声音缓缓传来，这代表的只是你获得了一个进入宗门的资格，一张参与考核的入场券。所有想要成为浑元宗内门弟子的修士，无论天赋高低，背景如何，都必须通过入门9考。这9考考验的是修士的心性、毅力、悟性、战力等等一切。9考不过，哪怕你是天生圣人，也只能沦为外门弟子，终生不得传授混元无法这等核心传承。赵晨安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就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一个圣朝级别的顶级宗门，会因为一个体制就无条件的将所有核心资源倾斜过来？所谓的必须招揽，只是给了他一个参与竞争的机会。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我明白了。赵晨安的神魂微微躬身，也就是说，我现在努力修炼，就是为了能通过那所谓的入门9考，为了追上那些同龄天骄的脚步，在考核中不至于落后太多。不错。莫玉清赞许地点了点头，孺子可教。你不仅要追赶，还要超越。入门9考的评分直接关系到你进入宗门后能获得的初始资源，你表现得越妖孽，宗门在你身上的投入就会越大。为了让他彻底断了走后门的念想，莫玉清又补充了一句：楚楚虽然是我的弟子，但他返回宗门后同样要经历这入门9考，唯有通过他才能褪去凡尘，真正见识到上宗的底蕴，也才有资格继续做我的真传弟子，修行完整的混元无法。这下
赵承安彻底通透了，原来萧楚楚也要考，看来这混元宗的门规当真是铁面无私。也对，若非如此，一个宗门又如何能屹立万古，位列108上宗？就在他们对话的这片刻，赵承安的苦海已经彻底开辟完成，没有惊涛骇浪，没有电闪雷鸣，一切都水到渠成，圆润如意。一片金色的生命之海在他命轮之下缓缓成型，广阔无垠，远超寻常修士百倍，神泉汩汩从中涌出，生命精气浓郁的化不开。一座由神力构筑的虹桥横跨其上，散发着不朽的神光。苦海开辟，命泉自涌，神桥架起，只差最后一步便可到达彼岸，轮海境圆满。好了，莫玉清的声音将赵承安的意识拉回现实，他睁开双眼，发现自己依旧站在院中，而莫玉清那根点在他眉心的手指不知何时已经收了回去。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充斥着四肢百骸，他能清晰地看到自己体内那片金色的苦海，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磅礴生命力。轮海境的修行在于积蓄神力，贯通神桥，最终横渡苦海，到达彼岸。莫玉清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为他指点迷津。你的苦海远超常人，积蓄神力所需的时间也更长，但同样，一旦到达彼岸，你的根基也将远非他人可比。大周地功法品阶太低，你无需在上面浪费太多时间，每日引动淬体灵雷，熬炼肉身与神力，才是你现在的重中之重。待王朝事了，我会给你一部我浑元宗的基础心法，祝你更快到达彼岸。赵承安恭敬的躬身行礼，多谢仙子师尊指点。莫玉清微微颔首，算是接受了他的谢意。他转身，清冷的背影对着他，你的路才刚刚开始，莫要让我，也莫要让楚楚失望。话音落下，他的身影便化作点点清辉，凭空消散在院落之中，只留下一句余音在赵承安耳边萦绕。去吧。夜色如墨，为王府的院落重归寂静。赵承安返回书房，缓缓闭上双眼，细细体味着体内那片出生的金色苦海。磅礴的生命精气在四肢百骸中流淌，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让他几乎要沉醉其中。这就是修行的感觉吗？就在此时，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划破了皇城的宁静。大周御书房，灯火通明，气氛却凝重的如同寒铁。赵道廷端坐于龙椅之上，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龙案，发出沉闷的声响。是边境传来的消息，陛下！一名内侍总管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脸上血色尽失，声音都在颤抖。边境800里，加急！他高举着手中用火漆封口的竹筒，仿佛那是什么烫手的山芋。赵道廷动作一顿，一股无形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御书房。呈上来！他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却让那内侍总管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内侍总管小跑着上前，跪在地上，双手将竹筒高高举过头顶。赵道廷隔空一抓，竹筒便稳稳落入他手中。他捏碎火漆，展开其中的兽皮卷，只看了一眼，整个御书房的温度便骤然下降了数分。大夏皇朝大将军突兀海率军50万，陈兵于黑水河畔，随军供奉，共计10位化龙境强者。10位化龙境！饶是赵道廷心机深沉，城府如海，在看到这个数字时，指尖也不由自主地微微一颤。他设想过大夏皇朝会报复，也做好了迎接一场恶战的准备，甚至这场战争本就是他蓄意挑起的。不破不立，一个偏安一隅的王朝，想要晋升，就必须用铁与血来浇筑根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大夏皇朝的底蕴竟然如此雄厚。为了区区一个大周王朝，为了给太子报仇，竟然直接派出了10位化龙境强者。这已经不是报复了，这是碾压，是抱着灭国的决心来的。皇朝，好一个皇朝！赵道廷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将手中的兽皮卷捏成了齑粉。有趣的是，信报的最后还提了一句，大夏的50万大军兵临城下，却并未直接攻城，也未曾偷袭，他们就那么驻扎在黑水河对岸，似乎在等待大周集结军队，摆开车马，堂堂正正地进行一场会战。为了皇朝的颜面，赵道廷的嘴角噙着一抹冷俏，他可不信这些冠冕堂皇的鬼话。当然，也有可能大夏皇朝的皇帝陆天龙还真是那种好面子的人。就在这时，殿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陛下！车骑大将军李擎苍身披甲胄，大步流星地闯了进来，甚至都忘了通报。他显然也收到了消息，一张国字脸上满是刚毅与决绝。末将请战！李擎苍单膝跪地，声如洪钟。大夏欺人太甚，此战我大周避无可避。赵道廷看着自己最信任的将军，缓缓点头。战，自然是要战的。他站起身，走到巨大的沙盘地图前，俯瞰着大周的万里江山。朕蓄意挑起战火，本就是为了这一天，只是没想到夏皇的魄力比朕想象中还要大。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小事。10位化龙境，呵呵，真是看得起我大周。李擎苍闻言，心头一沉。他虽然莽，却不傻，1位化龙境就足以镇压一个王朝的国运。如今对方直接来了10个，这仗怎么打？大周这边明面上只有陛下刚刚突破到化龙境，1对10，这根本就是一场毫无胜算的屠杀。陛下！李擎苍的声音有些干涩，赵道廷却摆了摆手，打断了他。擎苍，你即刻出发，前往黑水关，整合边境20万大军，构筑防线，严防死守。李擎苍猛地抬头，
急道：“陛下，那您……”赵道廷转过身，一股睥睨天下的霸气轰然爆发。朕将亲率10万禁卫军，随后就道：“朕要让那夏皇看看，我大周的儿郎没有一个是孬种。”御驾亲征，李擎苍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想劝谏，想说陛下乃万金之躯，不可轻身犯险。可当他看到赵道廷那双深邃如渊的眼眸时，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充满了自信、疯狂，以及一种他看不懂的名为算计的东西。最终，所有的担忧与劝谏都化作了一股热血，直冲天灵。君王死社稷，这才是他李擎苍愿意追随一生的君主。末将遵旨。李擎苍重重叩首，随后起身，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转身大步离去。御书房内再次恢复了死寂。赵道廷负手而立，看着沙盘上黑水河的位置，许久才发出一声无人能懂的轻笑。10位化龙镜，很好，希望你们能让朕尽兴。魏王府，赵承安刚刚稳固了体内的神力，正准备研究一下那道淬体灵雷的妙用，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院外传来，是李青鸾。他一向沉稳高傲，此刻却花容失色，步履都有些凌乱。夫君，赵承安迎了上去，扶住他的手臂。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李青鸾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但颤抖的声线还是出卖了他内心的不安。我爹他要去边境了。赵承安一怔，去边境？是大夏。李青鸾的眼眶泛红，大夏皇朝派兵打过来了。他将自己刚刚从将军府得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赵承安。当听到50万大军时，赵承安的心沉了一下；当听到10位化龙镜供奉时，他的心则直接沉到了谷底。10个化龙镜，开什么玩笑？整个大周加上萧家老祖和父皇，也才勉强只有2个化龙镜啊！不仅如此，李青鸾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陛下，他要御驾亲征，父皇要御驾亲征，他要去正面硬汉10位化龙镜强者。”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板直冲脑门，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感受着体内那刚刚开辟的广阔无垠的金色苦海，神力充盈，生机勃勃。可那又如何？轮海境在化龙境强者的面前，在数10万大军组成的绞肉机战场上，他这点实力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一股前所未有的无力感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莫玉清的话仿佛还在耳边回响：“你起步太晚，想要后来居上，你必须走最极致的霸道路线。”是啊，太晚了。他才刚刚踏上修行的道路，连轮海境都未圆满，而他的父亲，他的国家却已经面临着一场足以覆灭一切的滔天巨浪。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只能在这里祈祷着父皇能够创造奇迹。不，赵承安的指甲深深嵌入掌心，他不能接受。他猛地抬头望向皇宫的方向。父皇不是鲁莽之人，他老谋深算，行事向来是谋定而后动。他敢御驾亲征，敢去面对10位化龙镜，一定是有所依仗，一定有他不知道的底牌。可即便如此，那也是拿命在赌。赵承安闭上眼，那股对力量的渴望在这一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他需要力量，需要足以改变战局，足以守护家人的力量。李青鸾看着他紧绷的侧脸，担忧地伸出手，轻轻握住了他那只正在紧握的拳头。温润的触感从手背传来，将赵承安从那股冰冷的无力感中拉扯出来。他垂手看着李青鸾那只紧紧握住自己的手，他手心微凉，带着细汗：“我没事。”赵承安反手将他握住，给了他一个安抚的回应，随后缓缓松开。他站直了身体，胸膛中那片初生的金色苦海正在缓缓流转，磅礴的生命精气冲刷着四肢百骸，驱散了方才的寒意。力量，是的，他需要力量，但力量不是凭空出现的，更不是在焦虑中哭等就能获得的。父皇敢御驾亲征，必然有他的后手，而自己也不能只在这里当一个看客。青鸾，去把雪妃、若霜、楚楚都请到正堂来。赵承安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其中蕴含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李青鸾怔了一下，虽然不解，但还是立刻点头：“是，夫君。”魏王府正堂，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乌兰雪、李青鸾、柳若霜、萧楚楚4位王妃侧妃分坐2侧，她们的容貌足以令百花失色，此刻却都带着凝重与忧虑。赵承安坐在主位，目光从他们每个人脸上一一扫过。他们是他的妻子，是他最亲近的人，也是这个家的一部分。这场足以覆灭王朝的战争，他们有权知晓一切，也有责任参与其中。事情想必青鸾已经和你们说了。赵承安开门见山，没有半句废话。大夏皇朝10位化龙镜，50万大军兵临城下，父皇御驾亲征，每一个词都像一块巨石砸在众女的心头。最先开口的是乌兰雪，她这位天狼部落的圣女，骨子里流淌着草原民族的悍勇与不屈。敌人是很强大，但那又如何？她的声音清脆而坚定：“我们天狼部落败给了大周，我作为圣女也成了和亲的妃子，但我们部落的勇士从来没有因为敌人强大就放弃守护家园的信念，否则大周要面对的就不是一个求和的部落，而是一个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死地。”他的话掷地有声。赵承安赞许地点了点头：“是啊，一个小小的部落尚且有如此血性，何况是一个传承数百年的王朝。”雪妃说的对。李青鸾接过了话头，他出身将门，
对战争的理解更为深刻。高端战力层面，我们与大夏的差距确实如同天堑，但战争并非只看顶尖强者的数量，军心、士气、后勤、战术，只要我大周的军队能在正面战场上击溃那50万大军，就算父皇他们，就算高端战力失利，大夏也未必就能轻易灭亡我大周。他的分析很冷静，也很残酷，言下之意便是做好最坏的打算，用无数士兵的性命去换取一丝惨胜的可能。赵承安的心沉了沉，却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现实的考量。如果大周上下一心，全民皆兵，纵然大夏皇朝能赢下这一战，自身也必然要崩掉几颗牙。想要吞下整个大周，就要掂量自己付出的代价。堂内的气氛愈发沉闷，一直沉默的柳若霜忽然将目光投向了身旁有些坐立不安的萧楚楚，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冷，却带着一种直指核心的锐利。楚楚，萧家老祖会出战吗？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萧楚楚身上，这才是关键。大周明面上的画龙镜，除了刚刚突破的陛下赵道廷，就只剩下那位活了近1000年的萧家老祖。如果他肯出手，两对时虽然依旧是绝境，但总比一对时要多一分希望。萧楚楚被众人看得有些紧张，他下意识地揪住了自己的衣角，小脸有些发白。他摇了摇头，声音细弱文锐：刚刚老祖爷爷传讯给我了，他说他寿元无多，此前与陛下一战已经伤了本源，实在经不起与同阶强者的大战了。陛下也同意了，他不用参战。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冷水，浇熄了众人心中刚刚燃起的一丝火苗。李青鸾和乌兰雪的脸上都浮现出一抹难以掩饰的失望。然而萧楚楚的话还没说完，不过老祖爷爷已经下令，萧家所有到宫禁以上的年轻一代全部编入禁卫军，追随陛下一同前往黑水关。赵承安抬起手制止了想要说些什么的李青鸾，他看着萧楚楚温和地说道：我明白，不必苛责老祖，高端战力差距太大，多他一位少他一位改变不了战局的根本。萧家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仁至义尽，他心中清楚得很。萧家老祖本就是被父皇算计着绑上战车的，能让家族子弟随军出征已经是极限了，指望一个寿元将近的老人去拼死一战本就不现实，更何况赵承安的思绪飞速转动，父皇既然同意了萧家老祖不出战，就说明他根本没把希望寄托在萧家身上。那么父皇的底气究竟是什么？难道真的只是凭着一腔孤勇，想用自己的命去激发大周的血性？不像，那老狐狸算计了一辈子，绝不会做这种亏本买卖。那么唯一的变数也是最大的希望，就只剩下一个人。赵承安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了萧楚楚的身上，或者说是落在了他背后的那个人身上。就在这时，一道清清凉凉仿佛不染尘埃的笑声在正堂内悠悠响起。看来你们都很担心啊。伴随着话音，一道绝美的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堂中，她一袭白衣胜过天山雪，青丝如瀑，不树而下，整个人仿佛是从画中走出的仙子，带着一股超然物外的空灵气息，正是莫玉清。师尊！萧楚楚惊喜地站了起来，像一只找到了主心骨的小鹿，快步跑到他身边。乌兰雪和李青鸾等人也是连忙起身行礼，这位的实力他们可是亲眼见识过的，那可是能轻易碾压4级境连化龙境的萧家老祖都要忌惮3分的恐怖存在。仙子师尊！赵承安也站起身，对卓莫玉清拱了拱手。莫玉清的出现让他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回了实处。放心，莫玉清仿佛看穿了所有人的心思，他伸手摸了摸萧楚楚的脑袋，目光却扫过全场，最后停留在赵承安的脸上。区10个化龙境而已，算不得什么大事。他的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话落在众人耳中却不亚于惊雷炸响。10个化龙境算不得大事，这是何等的霸气与自信！关键时刻我会出手。莫玉清继续说道，给众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赵承安刚要开口道谢，却被他接下来的话打断了。不过不是现在。莫玉清的唇边噙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这些小杂鱼还不够资格让我全力出手，我在等一条更大的鱼。大夏的皇帝，他若是敢亲临战场，或者只要让我锁定他的位置，我便有把握让他有来无回，一击必杀，刺杀敌国皇帝。赵承安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这才是上宗天骄的魄力吗？根本不屑于在战场上和那些供奉纠缠，直接盯着对方的老巢，要玩就玩把最大的。他先是恭敬地对卓莫玉清深深一揖，多谢仙子师尊愿意为我大周出手。随后他只起身，脑中却在疯狂思索，不行，不能就这么干等着，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这不是他的风格。莫玉清前辈要等夏皇现身，这期间黑水河的正面战场怎么办？父皇和那10万禁卫军怎么办？他们将要面对的是10位化龙境和50万大军的正面碾压。就算莫玉清最后能成功刺杀夏皇，恐怕大周的边境大军也早就被打残了。父皇更是凶多吉少，必须要做点什么，必须要在国内给父皇以最大的支持，要让大夏皇朝知道，就算他们能打赢黑水关这一战，等待他们的也将是一个全民皆兵、不死不休的泥潭。要让他们知道，大周的子民会为了守护家园，战斗到最后一人。一股决然之意在赵承安的胸中升腾，
他看着眼前的妻子们，看着他们或担忧，或坚定，或依赖的神情，那股对力量的渴望，那股守护的决心，在这一刻化作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力。他不再犹豫，目光首先落在了柳若霜的身上。若霜，他的称呼很平淡，但其中蕴含的分量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振。柳若霜抬起头，清冷的容颜上带着一丝询问：“你现在是稷下学宫的院长？”赵承安的话语清晰而有力：“我需要你动用院长的权力。即刻起，学宫所有学子停止一切学业。”柳若霜的身体微微一僵，随后坚定的点头。这一刻，他的目光之中难得的出现了一丝欣赏。对于赵承安，柳若霜从未抱有太多期望，甚至哪怕他就是一个纨绔，柳若霜也认了。但此刻真的看到赵承安站出来的瞬间，柳若霜突然意识到，这男人真是该死的迷人。稷下学宫传承千年，向来以学问为本，不设朝政。这道命令无异于颠覆了学宫的传统，但为了他的男人，为了大周王朝，这些都无所谓了。赵承安没有给他太多思索的时间，继续下令，让他们走出学宫，前往大周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村镇，用他们所学的知识，用他们能想到的所有办法，将边境的战况公之于众，告诉所有人，大夏皇朝想要我们亡国灭种，告诉他们，父皇已经御驾亲征，以一己之躯对抗10倍于己的强敌。我要让大周的每一个子民都知道，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要唤醒这个王朝的血性。一番话掷地有声，在正堂内回荡。柳若霜怔住了，她看着眼前的男人，那个曾被世人讥讽为不能修炼的废物皇子，此刻却迸发出了令人心悸的光芒。他没有将希望完全寄托于莫玉清的刺杀，也没有沉浸在绝望之中，而是在第一时间想到了最根本也最艰难的办法，发动人民。一抹异彩在柳若霜的青眸中绽放，随即他露出一抹发自内心的带着欣慰与赞许的浅笑。好，他只说了一个字，却比任何承诺都更加坚定。作为院长，这个资格我还是有的。赵承安点点头，随即转向身旁的李青鸾。青鸾夫君，我在。李青鸾立刻应声。他出身将门，早已被赵承安的决断点燃了胸中的战意。以你的名义，也以我为王府的名义，立刻联络所有在京的兵部官员，以及那些告老赋闲在家的宿将，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魏王府。是。李青鸾没有丝毫犹豫，转身便快步向外走去，雷厉风行，不愧是将门之女。安排完这一切，赵承安才换来一名王府的下人，从腰间解下一块象征着身份的魏王令牌，交到他的手上。立刻去宰相府，请丞相苏宗泽、苏大人前来议事。那下人接过令牌，手都有些发抖。他迟疑了一下，刚想开口询问，若是丞相大人不来，该如何是好？赵承安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又补充了一句：如果苏大人公务繁忙，抽不开身，你就去宫里找魏公公，让魏公公再替本王去请一次。下人闻言，浑身一个机灵，再不敢有半点废话，躬身一礼后，便匆匆忙忙地退了出去。魏公公，那可是陛下身边最信任的太监头子，让魏公公去请，这天底下还没有谁敢不给这个面子。一旁的莫玉清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赵承安有条不紊地发布一道道命令，那双仿佛不染尘埃的眸子里，第一次流露出一丝真正的讶异。他本以为这只是一个运气好，得了些机缘的凡俗皇子，现在看来似乎远不止如此。这份临危不乱的心性，这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力量的魄力，已经初具一方雄主的雏形。一个时辰后，魏王府的正堂已经站满了人，左侧是以兵部几位侍郎为首的文官，他们本就是李擎苍一脉，与魏王府天然亲近；右侧是几位须发皆白却依旧身形笔挺的老者，他们身上虽然穿着常服，但那股久经沙场的铁血之气却怎么也掩盖不住。这些人都是曾经在大周军中叱咤风云的老牌武将，而站在最前方的则是一位身穿紫色官袍、神态肃然的老者，正是当朝丞相苏宗泽。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主位上的赵承安身上，他们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这位向来与世无争的魏王殿下，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将他们紧急召集于此，究竟意欲何为？赵承安环视一周，没有半句客套的开场白。诸位，他站起身，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当前局势危急，想必不用我多说，父皇在前线浴血，我等身为大周臣子，岂能安坐于后方？我这个魏王人微言轻，但总想为父皇为大周做点事情，这需要诸位的鼎力配合。他看向兵部的官员们，我已让稷下学宫的学子前往各地宣扬战局，鼓舞民心，我需要兵部立刻配合，以朝廷名义在各地征召新兵，越多越好。随后他的目光转向那几位老将，几位老将军，你们的威名军中无人不晓，新兵抵达京城之后，训练之事便要拜托诸位了。最后他郑重地看向苏宗泽，微微躬身，苏大人，您是百官之首，国之栋梁，父皇边境大军的粮草辎重已让您殚精竭虑，但现在我恳请您再辛劳一些，将这批新兵的后勤、甲胄一并统筹安排妥当。赵承安的命令清晰果断，直指核心。兵部的官员们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躬身应下，谨遵王爷令。那几位老牌武将更是激动得满面红光，
其中一人猛地一拍胸膛：“殿下放心，只要我等还有一口气在，必定为大周练出一只虎狼之势。”一时间，堂内群情激昂，唯有丞相苏宗泽在短暂的震惊之后陷入了沉默。他微眯着双眼，似乎在飞速地权衡着什么。几秒钟后，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要提出异议时，他却突然开口了：“殿下的计划虽好，但老臣觉得恐怕还不够。”此言一出，满堂再次安静下来。赵承安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哦，那依苏香之见，该如何更进一步？”苏宗泽向前一步，苍老但有力的声音响起：“第一，征召退伍老兵回归军伍，有继下学宫的学子们负责宣传，此事不难。这些老兵不仅是精锐，更能充当教官，大大缩短新兵的训练时间。”赵承安点点头，这个提议很中肯。苏香所言极是，但这还不够。苏宗泽的声调猛然拔高，浑浊的双目中迸发出一丝骇人的金光。老臣还有第二策，那便是征召王府、宗府以及京中各大世家的护卫、亲兵，甚至是死士，全部编入新军之中。话音落下，整个正堂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官员和武将全都倒吸一口凉气，用一种看疯子般的表情看着苏宗泽。这哪里是计策，这分明是把刀架在所有权贵的脖子上啊！苏宗泽却仿佛没有看到众人的反应，他直直地盯着赵承安，一字一句地说道：“此举必然会让殿下得罪京中所有权贵，成为众矢之的，但好处也是立竿见影的。”赵承安沉默着，他扫过堂下众人那一张张惊骇的脸，最后视线重新落回苏宗泽身上。他忽然笑了：“苏相。”他拿起桌上的魏王令，在手中轻轻抛了抛。不愧是苏相，看来父皇早就看这些世家财阀不顺眼了。也对，往日里吸着民脂民膏，坐享富贵，现在国家危急，也该他们出一份力了。赵承安说罢，房内众人还没反应过来，苏宗泽却是目光惊愕地看着他。这位年轻的魏王，果然不是传闻中的那般，难怪陛下对他如此器重。苏宗泽的话宛若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在正堂内掀起滔天巨浪。所有官员和武将无不骇然失色。征召世家护卫，这已经不是在割肉了，这分明是在绝所有权贵世家的根。要知道，这些护卫、亲兵乃至死士，是各大世家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维持自身地位和财富的最后屏障。将他们全部编入新军，送上战场，一旦损失惨重，这些世家就等于被拔了牙的老虎，再无半分威慑力可言。届时恐怕不用等大夏皇朝打过来，大周内部就要先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不可，绝对不可！兵部左侍郎张成几乎是下意识地跳了出来，他脸色涨红，急切地向赵承安拱手：“殿下，苏香此计太过酷烈，恐动摇国本啊！”“是啊，殿下，京中世家盘根错节，势力庞大，若是逼反了他们，后果不堪设想，请殿下三思。”一时间，堂内附和声四起。这些官员或是与世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单纯出于对大周稳定的担忧，都不赞同苏宗泽这釜底抽薪的毒计。那几位告老还乡的宿将虽然没有开口，但紧绷的面部也说明了他们内心的不平静。他们不怕打仗，就怕这后院掀起了火。整个正堂唯有3个人保持着镇定，一个是提出此计便闭口不言，仿佛置身事外的苏宗泽，一个是自始至终都冷眼旁观，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的莫玉清，最后一个便是主位上的赵承安。他没有理会堂下官员们的激烈反对，只是将那枚魏王令牌在指尖转了转，随后轻轻一抛，又稳稳接住。清脆的碰撞声在嘈杂的正堂内响起，并不响亮，却让所有人的心脏都跟着一跳。争论声戛然而止，所有人的视线再次汇聚到这位年轻的魏王身上。赵承安终于站起身，环视众人，最后将视线定格在苏宗泽身上。他笑了：“苏相的计策很好。”此话一出，张成等人面如死灰。赵承安却不给他们再次开口的机会，继续说道：“诸位大人的担忧，本王明白。”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一股沛然的决断之意扩散开来。但是国难当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些世家大族平日里享受着大周的荫庇，垄断各行各业，吸食着民脂民膏，早已富可敌国。现在大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让他们出人出钱，难道不应该吗？至于得罪他们，赵承安的笑容里带上了一丝玩味。这个恶人，我来当，正好合适；我来当，正好合适。这句话掷地有声，每一个字都砸在众人心头。他一个不能修炼，向来与世无争，被父皇百般宠溺的魏王，在所有人看来是最没有根基、最容易被拿捏的皇子。由他来下这道命令，确实能最大程度地降低皇室与世家之间的直接冲突。毕竟谁会跟一个胡闹的废物皇子较真呢？可他们看着此刻的赵承安，那份从容不迫，那份钱刚独断的气度，又有谁敢真的将他当成一个废物？这分明就是一把最锋利的刀，一把由陛下亲自执掌，用来斩断大周陈科顽疾的刀。赵承安不再看众人惊疑不定的脸，心中自有计较。得罪世家，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大周的皇帝，谁爱当谁当去。父皇赵道廷如今已是化龙境强者，寿元族有数百年，正值春秋鼎盛。等他老去，
还不知道是多少年后的事情。况且自己的目标从来就不是这区区一个王朝的皇位，浑元宗那片更广阔的天地才是他未来要去闯荡的地方。等将来自己和几位妻子的孩子出生，个个都是身负神体道胎的天骄，随便挑一个责任心强的，扔给父皇培养成下一代帝王就是了。自己背上这个得罪所有权贵的骂名，换来大周的一线生机，顺便帮父皇解决掉这些盘踞在大周身上吸血的蛀虫，简直是一举多得。想到这里，赵承安瞥了一眼老神在的苏宗泽，这老狐狸怕不是早就和父皇通过气了。君臣二人一唱一和，就等着自己这个最合适的刀把子往里钻呢。也罢，这把刀我当了。苏相，赵承安开口，打破了堂内的寂静。苏宗泽躬身而出，姿态放得极低。老臣代征诏令，以我魏王府的名义下发，后续的兵员接收整编后勤补给，就有劳苏相与诸位大人了。赵承安将手中的魏王令直接抛给了苏宗泽，苏宗泽颤巍巍地伸出双手，郑重地接过令牌，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由衷的激动与欣慰。他猛地一躬到底，声音铿锵有力：殿下高义，老臣遵令，我等谨遵王爷令。兵部官员和老将们见状，再不敢有任何异议，齐刷刷的躬身行礼。大事已定，接下来的15日，整个大周王朝彻底沸腾了。在柳若霜的亲自调度下，数千名稷下学宫的学子奔赴大周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用最激昂的文字、最慷慨的陈词，将边境的危局，将大夏皇朝的狼子野心，将周皇御驾亲征的悲壮传遍了九州四海。奉大风，九九老周，共赴国难。古老的战歌在田间地头，在市井街巷，在学堂书斋，再次被无数人唱响。沉寂已久的血性被唤醒，无数热血青年辞别父母，背上行囊，徒步走向那座名为京城的希望之地。更有无数早已解甲归田的白发老簇，擦亮了尘封的兵刃，重新披上早已不合身的旧甲，在家人的泪光中毅然踏上归程。一时间，通往京城的葛条官道上人流汇聚成河，络绎不绝，而京城之内更是暗流汹涌。一张张盖着魏王大印的征调令被送进了京中大小小数百个世家府邸，哭喊声、咒骂声、摔砸器物声在那些豪奢的府邸中日夜不绝。赵承安欺人太甚，他一个废物皇子，凭什么敢动我王家的根基？我李家与他势不两立。然而咒骂归咒骂，在丞相苏宗泽亲自坐镇，调动京城府衙全力配合的雷霆手段下，没有任何一个世家敢公然抗命。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精心培养的护卫亲兵被一队队的从府中带走，汇入京郊大营。原本因10万禁卫军离去而显得有些空旷的大营，在短短10数日间再次变得人声鼎沸。新兵的呐喊，老簇的号令，混杂着兵器碰撞的铿锵之声，日夜不休，冲霄而起。整个大周这台古老而庞大的战争机器，在赵承安的推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轰然运转起来。与此同时，远在万里之外的边境，黑水关雄关巍峨，矗立于天地之间，关墙之上，大周的玄鸟战旗在凛冽的寒风中猎猎作响。身披玄色龙袍的赵道廷独自一人站在城头，双手负后，眺望着关外一望无际的平原。他已经在这里等了3天。就在这时，一名传令兵神色紧张地飞奔上城楼，单膝跪地。陛下！传令兵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关外30里，发现大夏龙旗。赵道廷闻言，身形未动分毫，凛冽的寒风卷起他玄色龙袍的衣角，猎猎作响，与那面玄鸟战旗交相辉映。他没有回头，只是平静地望着远方地平线上那一道缓缓升起的黑线。黑线蠕动着，蔓延着，最终化作一片遮天蔽日的黑色潮水，携带着无尽的铁与血的气息，向着黑水关汹涌而来。潮水的最前方，10面绣着狰狞异兽的大旗迎风招展，簇拥着中央那面最为醒目的金色龙旗。大夏皇朝关墙之上的大周士族无不感到一阵窒息，那股磅礴的军威，那股凝练如实质的杀气，压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陛下！身旁的将领声音干涩，带着难以抑制的惊惧。赵道廷终于动了，他缓缓抬起手，一股浩瀚的灵力冲天而起，金色的光芒将他整个人笼罩。他的声音在灵力的加持下传遍了整个黑水关，清晰地落入每一个大周士族的耳中。朕在此处，朕的身后是大周的万里河山，是你们的父母妻儿。今日要么敌军的尸骨铺满这片平原，要么朕与尔等一同为这大周流尽最后一滴血。君王死社稷。他没有说太多鼓舞人心的话，只是用最简单最决绝的言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死守！一声令下，赵道廷的身影化作一道金色流光，冲天而起，孤身一人迎向了关外那片黑色的潮水。他没有冲向那数10万大军，而是悬停在了半空之中。几乎在他停下的瞬间，大夏的军阵之中同样有10道强横的气息爆发开来，10道身影从不同的方向腾空，将赵道廷团团围住。这10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但每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化龙境强者的恐怖威压。他们是大夏皇朝的供奉，是陆天龙派来斩杀大周皇帝的底牌。赵道廷，你果然有胆！为首的一名灰袍老者是10人中气息最强者，以致化龙境5重。赵道廷手腕一翻，
那杆沉寂已久的九龙魔煞戟骤然出现，滔天的魔煞之气与他身上的黄道龙气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诡异而霸道的威势。废话少说，赵道廷长戟一横，直指10人。既然来了，那就都把命留下吧！狂妄！灰袍老者怒喝一声，率先出手，一只枯瘦的手掌探出，瞬间化作一只遮天蔽日的灰色巨爪，朝着赵道廷当头抓下。战！赵道廷一声暴喝，不退反进，手中九龙魔煞戟划出一道玄奥的轨迹，9条黑龙虚影咆哮而出，悍然撞向那灰色巨爪。轰！恐怖的能量风暴在半空中炸开，撕裂了云层。其余9名大侠供奉见状，再不迟疑，纷纷祭出自己的法宝，施展最强神通，从4面8方攻向赵道廷。一时间，天空之上道法轰鸣，神光乱窜。赵道廷仗着大道天眼睛的玄妙，以及九龙魔煞戟的霸道，身形在10人的围攻中不断闪转腾挪。大荒求天指频频点出，每一次都逼得一名供奉手忙脚乱。他以一敌10，竟在短时间内不落下风，但终究是双拳难敌4手。在他一击逼退正面3人的同时，一道阴险的剑光从他背后死角刺来。赵道廷强行扭转身躯，避开了要害，但那剑光依旧在他的肩头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血雾喷洒。赵道廷闷哼一声，攻势却愈发狂暴，他彻底放弃了防御，以伤换伤，以命搏命。与此同时，大周京城魏王府前的巨大教场上，20万大军集结完毕，鸦雀无声。这些士兵有的是来自各大世家的精锐护卫，有的是响应号召的热血青年，更有不少是重披战甲的白发老粗。他们的装备或许不尽相同，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股决然之气。高台之上，赵晨安一袭白衣，纤尘不染，与这肃杀的战场格格不入。他走上前，俯瞰着下方黑压压的人头，没有用灵力加持，但他清朗的话语却传遍了整个教场。我知道，你们之中有的人是被迫而来，有的人是自愿前来，但从今天起，你们的身份只有一个。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大周的兵，我父皇，大周的皇帝，此刻正在万里之外的黑水关，为我们，为大周，孤身奋战10大化龙境供奉，浴血厮杀。现在轮到我们了。此去黑水关，路途遥远，凶险万分，到了战场，更是九死一生。他的话语很平静，没有丝毫煽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怕死的，现在可以站出来，脱下军装，回家去。本王绝不为难。整个教场一片死寂，20万人没有一个人动，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声汇聚成一股无言的洪流。赵晨安笑了，他要的就是这股气。很好，既然无人退出，那从今日起，你们便不再是张家的护卫，李家的亲兵，也不是某个田庄的农妇，你们只有一个名字。赵晨安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穿透力。武安死卫，武安死卫，这2个词仿佛带着某种魔力，瞬间点燃了所有士兵心中的火焰。武安死卫，不知是谁先吼了一声，紧接着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冲天而起。武安死卫，武安死卫，声浪滚滚，震得整个京城都在嗡鸣。赵晨安抬手，虚虚一压，呐喊声戛然而止。他翻身上马，抽出腰间佩剑，剑指东方。全军开拔！轰隆隆，20万大军化作一条钢铁巨龙，开始缓缓移动，向着城门方向而去。城门之外，丞相苏宗泽率领文武百官早已等候在此，看着那军容鼎盛、气势如虹的军队，看着那马背上白衣胜雪的年轻王爷，老丞相浑浊的双眼中泛起了泪光。他对着大军离去的方向深深一揖，百官随之躬身。而在高高的城墙之上，几道倩影凭栏而立。乌兰雪怀里紧紧抱着熟睡的小九，李青鸾和柳若霜则不自觉地将手放在了自己尚且平坦的小腹上。他们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看着那道越来越远的白色身影。大军之中，一辆并不起眼的马车里，萧楚楚掀开车帘，小脸上写满了坚定。虽然他也怀有身孕，但作为4位妻子之中唯一的4级境，他必须要陪伴在赵晨安的身边。另外，萧楚楚跟随大军出征还有个好处，那就是莫玉清也不得不陪同在一起。这无形之中相当于是给了赵晨安一个免死金牌。莫玉清盘膝而坐，闭着双目，表情上看不出悲喜。赵晨安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回头望了一眼城墙的方向，他看到了那几道熟悉的身影。他微微一笑，随即毅然决然地转过头，再也没有回头。前路是尸山血海，身后是万家灯火，他一往无前。黑水关，我来了。父皇，再撑一会儿。赵晨安猛地一夹马腹，坐下神驹，发出一声长嘶，速度骤然加快，奔跑在队伍的最前方。黑水关上空，狂暴的能量风暴渐渐平息。持续了3日3夜的惊天大战，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止。苍穹之上，那10道原本不可一世的大侠供奉身影，气息萎靡，各自带着伤势，化作流光退回了关外的大侠军阵之中。他们不敢再战了。赵道廷那个疯子完全是以命搏命的打法，他们只是皇朝供奉，拿钱办事，可没想过要把自己的性命交代在这里。随着天空战场的结束，地面上那片黑色的潮水也缓缓向后退去，留下一片狼藉的战场和堆积如山的尸骸。大周的士簇们发出了劫后余生般的欢呼：退了，他们退了！陛下万岁！大周万岁！
在一声声震天的呐喊中，那道悬于半空的金色身影缓缓降落，重新踏上了黑水关的城头。赵道廷身上的玄色龙袍早已破碎不堪，布满了刀剑的痕迹和干涸的血渍。金色的黄道龙气与黑色的魔煞之气交织，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既威严又邪异。陛下！浑身浴血的李擎苍大步上前，单膝跪地，声音嘶哑。他身上的铠甲多处破裂，一道狰狞的伤口从他的左肩延伸到胸膛，深可见骨，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赵道廷没有看他，只是平静地扫过下方欢呼的士兵，以及远处正在重整旗鼓的大夏军阵。进指挥所，他的嗓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疲惫。是。李擎苍起身，紧跟在赵道廷身后，走入了关墙内临时搭建的指挥所。厚重的门帘落下，隔绝了外界所有的声音。指挥所内，几名将领正围着沙盘激烈地讨论着什么。见到皇帝进来，立刻停下动作，躬身行礼。陛下！赵道廷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必多礼。他径直走向主位，似乎想说些什么。然而他刚张开嘴，噗！一口滚烫的逆血猛地从他口中喷出，溅洒在身前的巨大沙盘之上，将那描绘着大洲山河的舆图染成了一片刺目的猩红。整个指挥所内瞬间死寂，所有人都惊骇地看着这一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们心中，陛下以一敌十，鏖战3日而不败，乃是天神下凡，世无敌的象征。好吧，其实也没那么神圣。但如果赵道廷扛不住，高端战场被大夏占据优势，那黑水关就没有再守下去的可能了。毕竟赵道廷不仅是此处唯一的化龙境，更是所有将士的主心骨。陛下！李擎苍第一个反应过来，发出一声惊呼，3步并作2步冲上前，想要扶住摇摇欲坠的赵道廷。无妨。赵道廷抬手制止了他的动作，用另一只手擦去嘴角的血迹。他的身形依旧挺拔，但原本强盛的气息却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紊乱。朕还是小看了皇朝的底蕴。赵道廷缓缓坐下，闭上双目，调息着体内翻腾的气血。那10个老家伙个个惜命的很，没有一个敢与朕死战，皆是出工不出力。但饶是如此，3日大战，朕的灵力消耗巨大，神识也受了不小的创伤。他睁开双眼，其中布满了血丝。若是再来一次，朕必败无疑。此言一出，指挥所内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李擎苍更是面如死灰，双拳紧攥，指甲深深嵌入掌肉之中，鲜血顺着指缝滴落。都怪莫将无能。他重地一拳砸在旁边的柱子上，发出一声闷响。陛下赏赐天品功法与武技，莫将却迟迟无法勘破化龙之秘，不能为陛下分忧，莫将有罪。修炼这东西，说实话还真是很看天赋。例如赵道廷转修大道天眼睛之后，再搭配9龙魔煞技，分分钟就突破了。结果再看李擎苍，他也转修了，也努力了，但始终卡在4级境，摸不到化龙境的门槛。看着李擎苍那副自责到恨不得以死谢罪的模样，赵道廷摇了摇头。不怪你，修行之事非一朝一夕，而且朕还能撑得住。他的话语虽然平静，但其中的虚弱却难以掩饰。只是这虚弱到底几分真几分假，也就只有这位权谋天下的大周皇帝自己清楚了。就在这时，一名传令兵神色激动地冲了进来，甚至忘了行礼。报！禀告陛下，京城急报，魏王殿下亲率20万新军已出京城，正火速向黑水关驰援。听到这个消息，指挥所内原本压抑的气氛为之一振，几名将领脸上都露出了喜色，唯有赵道廷脸上不仅没有喜悦，反而涌起一股怒意。混账东西！他一巴掌拍在桌案上，发出巨响。国战凶险，岂是儿戏？他一个不能修行的废物，带着一群新兵蛋子来这里做什么？送死吗？这个逆子！他厉声训斥，胸膛因愤怒而剧烈起伏，似乎又牵动了伤势，忍不住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只不过咳嗽的动作看起来好像是在掩饰嘴角的笑意。李擎苍站在一旁，看着龙颜大怒的陛下，挠了挠头，有些发懵。陛下这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他怎么感觉陛下虽然在骂，但那股子怒气之下似乎还藏着点别的什么东西？是骄傲吗？赵道廷没有再理会众人的反应，他不再多言，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倒出数枚散发着浓郁药香的丹药，毫不犹豫地吞入腹中。磅礴的药力在体内化开，修复着他受损的经脉和神识，一切都在按照他的剧本上演。陈安来了，那20万新军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只要他来了，那位浑元宗的仙子必然也跟在左右。幼儿已经就位，演了这么久，也该收网了。赵道廷的呼吸逐渐平稳下来，但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眸深处却燃起了一团冰冷而疯狂的火焰。陆天龙，这一次朕要让你大夏皇朝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朕要用你一尊皇朝帝王的命换我大周100年和平。他缓缓攥紧了拳头，骨节发出一连串爆响。接下来的几日，黑水关上空出奇的平静，那10位大夏皇朝的化龙境供奉仿佛销声匿迹了一般，再未露面。想来是上次被赵道廷那不要命的打法给吓住了，又或是3日大战消耗甚巨，需要时间休养。高端战力的休战却并未给黑水关带来片刻安宁，恰恰相反，地面上的战争惨烈到了极致。咚咚咚，震天的战鼓声从黎明响彻到黄昏，黑色的浪潮一次又一次地拍
拍打在雄关的城墙之上。大夏的军队如同疯了一般，不计伤亡的发动着一波又一波的猛攻，箭矢如簧，遮天蔽日，滚石泪目混杂着滚烫的火油从城头倾泻而下，每一次都带走大片生命。守城的士卒们早已杀红了眼，一批倒下，另一批立刻补上，伤亡的数字在飞速攀升。指挥所内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陛下，东段城墙已经轮换了3批弟兄了，伤亡过半，西段的防御法阵快要撑不住了，临时消耗太剧烈。关外游弋的10万禁卫军也首次遭遇敌军精锐的袭扰，李将军请求增援。一道道告急的军情汇集而来，让在场的将领们焦头烂额，兵力已经捉襟见肘。若非赵道廷御驾亲征，那道玄色龙袍的身影每日都会出现在城头，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恐怕黑水关早已易主。赵道廷端坐于主位，静静地听着汇报，古井无波。他得到了宝贵的5日喘息，靠着丹药和天品功法，体内的伤势与消耗已经恢复了七七八八。当然，表面上他依旧是一副元气大伤、气息紊乱的模样。这出戏必须演得逼真。第5日的清晨，当血色的朝阳刚刚撕开地平线，苍凉而悠长的号角声再次响彻天地。大夏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城。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随着地面大军的涌动，关外大夏军阵的上方10道强横无匹的气息冲天而起，毫不掩饰地悬停在了半空。他们来了！指挥所内所有将领齐齐变了脸色，李擎苍更是上前一步，满是忧虑。陛下，赵道廷缓缓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爆响。他没有理会众人的担忧，只是抬起头望向关外那10道身影，一抹狠厉的笑意在他脸上浮现。终于肯出来了，朕等你们很久了。话音未落，他的身影已经化作一道金色流光，冲出了指挥所，瞬间出现在黑水关的上空。来战！一声暴喝，如同9天惊雷，响彻整个战场。赵道廷手持9龙魔煞戟，黑发狂舞，破碎的龙袍在罡风中猎猎作响，滔天的黄道龙气与魔煞之气交织，宛如一尊从远古走出的魔神。那10位大夏供奉对视一眼，显然也没想到赵道廷重伤之下还敢如此嚣张。杀了他，他已是强弩之末。10道身影化作10道流光，从4面8方同时杀向赵道廷。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再次爆发。这一次，赵道廷的打法比上次更加疯狂，更加不计后果。他完全放弃了防守，面对一名供奉劈来的一道百丈剑罡，他竟不闪不避，任由那剑罡斩在他的左肩，带起一串血花。而在硬抗这一击的同时，他手中的9龙魔煞戟以一个更加刁钻狠辣的角度横扫而出。噗！另一名试图从侧面偷袭的供奉根本没料到赵道廷会如此搏命，躲闪不及，整条右臂被魔戟当场撕裂，化作一团血雾。以伤换伤，不，这根本就是以命换伤。赵道廷仗着大道天眼睛带来的强横、恢复力和肉身，以及9龙魔煞戟的无上锋芒，硬生生将这场1对10的围攻打成了惨烈的换血游戏。他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谁敢碰他，就得做好被烫掉一块肉的准备。一时间，苍穹之上神光迸射，法则轰鸣，狂暴的能量风暴肆虐不休。赵道廷的身影在10人的围攻中纵横捭阖，每一次受伤都必然会换来更加凶狠的反击。他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金色的血液染红了玄袍，可他的气势却在疯狂的战斗中不降反升，愈发狂暴。那10位拿钱办事的皇朝供奉彻底被打懵了。这个疯子，他真的不要命了吗？千里之外，通往黑水关的官道上，20万大军卷起的烟尘如同一条土黄色的巨龙，在广袤的原野上蜿蜒前行，肃杀之气弥漫四野。赵承安一身白衣，骑在神驹之上，遥望着黑水关的方向。即便相隔甚远，他仿佛也能嗅到那从风中传来的淡淡血腥味。父皇一定要撑住！在大军之中，一辆并不起眼的马车内，萧楚楚正坐立不安，小脸上写满了担忧。与他的焦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盘膝坐在对面的莫玉清，他双目紧闭，气息悠长，整个人如同一块万年不化的寒冰，对外界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突然，莫玉清那长长的睫毛微微一颤，紧闭的双目豁然睁开，一抹难以掩饰的惊异在他那清冷的眸子里一闪而过。他猛地扭头望向黑水关的方向，以他化龙境巅峰的神识，足以感知到千里之外那狂暴到极点的能量波动。那是化龙境的战斗，而且不止1、2个，是11个化龙境在混战。不对，莫玉清的感知更加深入，他看到了战场的真实情况。那不是混战，那是一个人在追着10个人打。那个人的气息是赵道廷，以一敌10，非但没有落入下风，反而打得那10个同阶的皇朝供奉束手束脚，节节败退。这真的是一个小小王朝的君主能拥有的战力。这股狠劲，这股风劲，就算是混元宗里那些自诩为战斗狂的真传弟子，恐怕也多有不如。这个赵道廷是个狠人，彻头彻尾的狠人。大周王朝有此一人，恐怕真的要莫玉清的思绪飞转，对这个即将覆灭的王朝第一次产生了另外的看法。他看向一旁满脸担忧的萧楚楚，又看了一眼马车外那道骑在马背上的白色身影。或许自己的徒弟嫁给赵承安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缓缓闭上双眼，莫玉清忽然开口，清冷的话语
在车厢内响起：“你这位公公，当真是个枭雄。”萧楚楚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评价弄得一愣，枭雄这个词听起来可不完全是褒义。他眨了眨那双纯净的大眼睛，有些不解地看向自己的师尊。在他心中，大周皇帝陛下是陈安的父亲，是一位威严而慈爱的长辈，是为了国家可以御驾亲征的英雄，怎么会和枭雄这种带着几分冷酷与霸道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莫玉清没有再解释，他只是重新闭上了双目，周身的气息再次归于沉寂，仿佛刚才那句话不过是风过无痕的错觉。但萧楚楚知道，不是错觉，师尊是真的对那位陛下产生了极大的改观。1日之后，黑水关苍穹之上的厮杀已经持续了1天1夜，狂暴的能量潮汐从未停歇，法则的碎片漫天飞舞，将整片天空都渲染得光怪陆离。那10位大夏皇朝的化龙境供奉，此刻人人带伤，气息萎靡，他们怕了，彻底被打怕了。1天1夜，这个赵道廷就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战争机器，他身上的伤口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多，金色的血液几乎将那身残破的玄色龙袍彻底浸透，可他挥舞九龙魔煞戟的力道却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愈发狂暴。他们10人联手，本该是绝对的碾压之局，可现在他们却连正面硬汉赵道廷的勇气都没有了，只能凭借人数优势不断游走、周旋、消耗。他们试图拖垮他，耗尽他最后一丝气力。然而赵道廷似乎根本没有力竭的迹象，大道天眼竟在体内疯狂运转，磅礴的生命精气不断修复着他受损的肉身，支撑着他进行如此高强度的搏杀。扑哧，又一名供奉躲闪稍慢，被九龙魔煞戟的几刃擦过胸口，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瞬间出现，鲜血狂喷。那名供奉发出一声惨叫，身形暴退，脸上满是惊恐。其他人见状，心中更是寒气大盛。他们是拿钱办事的供奉，不是来拼命的死士。再这么打下去，就算最后能耗死赵道廷，他们10个人里又能有几个活下来？一时间，10人的攻势再次变得迟缓，彼此之间都多了一丝戒备与疏离，谁也不想当那个被赵道廷临死反扑带走的倒霉蛋。赵道廷将这一切尽收心底，脸上浮现一抹冰冷的讥讽。一群乌合之众，他的攻势却丝毫不停，手中的魔戟化作一道道撕裂天穹的黑色闪电，追着那10道流光疯狂劈砍。他要用绝对的疯狂彻底击溃这群人的心理防线。与此同时，下方的战场已然化作了一片修罗地狱，喊杀声、哀嚎声、兵器碰撞声、城墙崩塌声，无数种声音混杂在一起，汇成了一曲末日般的交响。大夏的军队疯了，他们不计任何伤亡，如同黑色的潮水，一波接着一波，悍不畏死地冲击着黑水关的城墙。城头之上，守城的戍边军早已杀到了麻木，滚石泪目早已用尽，火油也已告罄，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手中的刀剑去阻挡那无穷无尽的敌人。李擎苍浑身浴血，手中的战刀已经砍得卷了刃，他一刀将一名攀上城头的4级境大夏将领的头颅劈飞，滚烫的血液溅了他满脸。他看了一眼身边，原本跟在他身边的亲卫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如今只剩下寥寥数人，个个带伤。整个东段城墙，戍边军的伤亡已经过半，到处都是残肢断臂，血流成河。一种名为绝望的气息开始在守军之中蔓延。李擎苍心头一沉，但他知道他不能倒下，他是主帅，他一到，全军的士气就彻底崩了。他抬头望向天空，那道依旧在与10名强敌搏杀的金色身影，是他心中最后的支柱。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李擎苍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看看天上，陛下还在为我们，为大周殊死搏杀。我们是大周的军人，我们身后就是家园，我们不能退。为了大周，杀！他的吼声点燃了身边士卒心中最后的一丝血性。为了大周，杀！杀光这帮狗娘养的！残存的守军发出了嘶哑的怒吼，再次与涌上城头的敌人绞杀在一起。可所有人都清楚，这不过是强弩之末，兵力差距太大了。就在这时，咚咚咚，大夏军阵后方，沉闷的战鼓声再次擂响，节奏比之前更加急促。李擎苍定睛望去，瞳孔骤然一缩，黑压压的军阵裂开，又是至少5万人的生力军，呐喊着加入了攻城的序列。这是总攻！完了！李擎苍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他身边的将士们脸上也浮现出彻骨的绝望。黑水关守不住了！就在李擎苍几乎要放弃，准备带着最后的弟兄们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刻，呜呜呜！一阵苍凉、雄浑却又截然不同的号角声忽然从遥远的地平线上传来。那号角声穿透了喧嚣的战场，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是大周的冲锋号角！李擎苍猛地扭头，朝着号角声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战场的左翼平原的尽头，一面面绣着劲字的玄色大旗迎风招展，黑色的洪流正以无可匹敌的气势从侧面狠狠撞向大夏军队臃肿的后阵。是赵道廷带来的10万禁卫军。这10万骑军之前一直处于防备状态，驻扎在黑水关外，此刻终于伴随着援军一起彻底开启了杀戮模式。战场上禁卫军所过之处，人仰马翻，大夏的军阵瞬间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李擎苍激动的浑身颤抖，刚想欢呼，然而更大的惊喜
还在后面。在战场的右翼，另一片烟尘冲天而起，那是一片白色的海洋。20万大军，人人白衣，虽然阵型不如禁卫军那般齐整，但那股一往无前的绝死气势却更加令人心悸。他们就像一柄烧红的利剑，从另一个方向，以一个更加刁钻的角度，狠狠地扎进了大夏军队的主力军阵之中。为首一人，一袭白衣，义气当先，正是赵承安。在他身旁，一个较小的身影如影随风，正是魏王侧妃萧楚楚。援军，是援军到了，是魏王殿下，魏王殿下来救我们了。城墙之上，不知是谁第一个喊出声来。下一刻，震天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黑水关。魏王来了，援军到了，大周必胜，大周必胜！所有的绝望和疲惫，在这一刻一扫而空，死寂的士气瞬间被重新点燃，沸腾到了顶点。李擎苍看着那从左右两翼包抄而来的友军，看着那道熟悉的白衣身影，虎目之中瞬间涌上了一层滚烫的雾气。他仰天发出一阵狂放的大笑，手中的战刀再次举起，直指城下目瞪口呆的敌军。弟兄们，援军已至，随我反攻！弟兄们，援军已至，随我反攻！李擎苍的咆哮如同一道惊雷，在所有戍边军士族的耳边炸响。反攻！反攻！绝望的死气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沸腾的战意。城墙之上的守军跟随着主帅的步伐，如同下山的猛虎，竟主动冲下了城墙，朝着那些刚刚还在耀武扬威，此刻却陷入混乱的大夏士族反扑而去。战场之上，局势瞬息万变，原本如潮水般围攻黑水关的大夏军队，此刻却像是被两柄烧红的铁钳从左右两翼狠狠夹住。左翼10万玄甲禁卫军如同一道黑色的死亡洪流，军阵齐整，杀伐果断，所过之处，大夏军队的阵型被摧枯拉朽般撕裂。右翼20万白衣死士气势更是惨烈决绝，他们没有固定的阵型，却像一柄最锋利的锥子，以一种一往无前的疯狂姿态，狠狠凿穿了大夏军队最厚实的主力阵营，腹背受敌。大夏军队的指挥系统在第一时间就陷入了瘫痪，后方的士簇想要转身抵挡，前方的士簇却还在惯性的向前冲击，整个几10万人的大军瞬间乱成了一锅粥。苍穹之上，赵道廷将下方战场的一切尽收心底，那张沾满金色血液的脸上终于绽放出一抹狂放至极的笑意，笑声震彻云霄，充满了酣畅淋漓的快意。朕的好儿子，你果然没有让朕失望。那10位气息萎靡的大夏供奉此刻面面相觑，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疑与骇然，他们自然也看到了下方的战局。大周王朝竟然还有如此规模的援军，这怎么可能？一个区区王朝哪来这么雄厚的兵力？更重要的是，随着下方战局的逆转，他们心中最后的一丝战意也彻底消散了。他们怕了，这个叫赵道廷的疯子本就难以对付，如今援军已至，他更是气焰滔天，再打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为了一点供奉的钱财，把命丢在这里，不值当。一时间10人攻守之势彻底瓦解，每个人都开始暗自盘算着脱身之法，谁也不愿再冲在前面去承受那个疯子临死前的疯狂反扑。赵道廷将他们的怯懦看在眼里，讥讽更甚，但他并没有乘胜追击，他在等一条真正的大鱼。就在这时，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如同天倾一般，自遥远的天际骤然降临。轰！整个黑水关战场，无论是正在厮杀的士簇，还是天上对峙的化龙境强者，所有人都感到心头一沉，仿佛有一座无形的神山狠狠压在了自己的神魂之上。狂暴的能量潮汐瞬间平息，喧嚣的喊杀声也为之一滞，就连天空中飞舞的法则碎片似乎都在这一刻凝固。那10位大夏供奉感受到这股熟悉而又令人敬畏的气息，先是一愣，随即脸上涌现出狂喜与恭敬，他们齐齐朝着威压传来的方向躬身行礼，恭迎陛下。只见东方天际，一道身着黑金龙袍的身影脚踏虚空，一步步走来。他并未刻意释放气息，但每一步落下，都让这方天地的大道随之共鸣，虚空都在微微颤抖。化龙境9重天，只差一步便可问鼎仙台之境的恐怖存在。来者正是大夏皇朝的皇帝陆天龙，他终于还是来了。赵道廷看着那道身影，非但没有半分紧张，反而重重的松了一口气，他嘴角的笑意愈发浓郁。不对了，朕赢定了！陆天龙的身影几个闪烁，便已降临在战场上空。他先是鄙夷地瞥了一眼那10个狼狈不堪的供奉，一群废物。冰冷的话语让那10名供奉浑身一颤，头埋得更低了，不敢有丝毫辩驳。不过陆天龙也并未真的动怒，不过能将他耗到这般地步，也算你们没有白拿朕的俸禄。他挥了挥手，示意10人退下。10名供奉如蒙大赦，仓皇地退到陆天龙身后，看向赵道廷的表情充满了怜悯与幸灾乐祸。赵道廷，你死定了！陛下亲临，天上地下谁也救不了你。陆天龙的目光终于落在了赵道廷的身上，那是一种看待死人的目光，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与居高临下的漠然。赵道廷，你果然没有让朕失望，你应该已经猜到朕一定会亲临此地，取你狗命，为我而报仇雪恨。陆天龙的话语很平静，却蕴含着令人心悸的杀意。所以做好去死的准备了吗？面对这必杀的宣言，浑身浴血，灵力近乎枯竭的赵道廷却缓缓摇了摇头。他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被金色血液染红的牙齿。死？朕为何要死？陆天龙，该上路的人是你才对。此言一出，不仅是陆天龙，就连他身后那10位供奉都愣住了。他们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一个油尽灯枯的化龙境初期，对一个全盛状态的化龙境9重天说：“该死的是你！”他疯了吗？陆天龙先是错愕，随即像是被气笑了。哦，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赵道廷。朕倒是很好奇，你哪来的底气？凭你这副油尽灯枯的残躯，还是凭下面那2支援军？陆天龙扫了一眼下方已经开始反推大夏军队的大周氏族，不屑地嗤笑一声：“不错，朕承认，倒是小看了你大周的国力，竟然还能凑出30万大军。只可惜，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数量没有任何意义。今日，朕会先宰了你，再将这黑水关连同你的国家军队一同抹去。朕要让你大周为你今日的愚蠢付出灭国的代价。”恐怖的杀意化作实质，席卷全场。赵道廷却依旧在笑，他甚至没有去看陆天龙，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下方那道在万军从中冲杀的白衣身影。赵承安第一次上战场，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惧，这让他非常欣慰。赵道廷无视了陆天龙，压根没有开口。可一个清冷淡漠、不含丝毫情绪波动的女子话语，却毫无征兆地在所有人的耳边突兀响起。听说就是你，重金悬赏本尊徒儿的人头。听说就是你，重金悬赏本尊徒儿的人头。话音落下，天地间一片死寂。陆天龙那居高临下的漠然姿态瞬间凝固，他猛地转头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虚空之中一道青衣身影悄然浮现，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仿佛亘古以来便已存在。身姿绰约，青丝如瀑，面容被一层淡淡的云雾遮掩，看不真切，却自有一股超然于世外的清冷仙韵。他没有释放任何惊天动地的威压，但他所立之处，方圆100丈的大道法则都仿佛被冻结了一般，变得沉寂而顺从。陆天龙的瞳孔骤然一缩，化龙境巅峰，又一个化龙境9重天的存在，怎么可能？区大周王朝，除了一个疯子赵道廷，怎么还藏着这等强者？他身后的10名供奉更是浑身剧颤，几乎要站立不稳。今天是什么日子？先是赵道廷这个打不死的疯子，再是突然出现的30万大军，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气息丝毫不弱于自家陛下的神秘女子。这个大周王朝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赵道廷看着那道青衣身影，紧绷到极致的心神终于彻底松弛下来。他咧开大嘴，无声地笑了。赌赢了，这场以国运为赌注的豪赌，他赢了个盆满钵满。陆天龙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作为大夏皇朝之主，他自有其威严与傲气。阁下是何人？为何插手我大夏与大周的国战？他没有直接回答那个问题，而是试图先探清对方的底细。然而那青衣女子正是从皇城一路赶来的莫玉清，他压根没有回答的兴趣。他只是重复了一遍之前的问题，语调依旧平淡，却多了一丝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本尊再问你，悬赏我徒儿萧楚楚人头的是不是你？萧楚楚。听到这个名字，陆天龙瞬间明白了，原来是萧家请来的帮手。他心中最后一丝疑虑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被挑衅的怒火。区一个万年世家，竟敢请人来对抗一国皇朝，找死！不错，悬赏是朕下的。陆天龙昂首，帝王的威严展露无遗。他冷冷地注视着莫玉清，朕不仅要悬赏他的人头，还要将整个萧家连根拔起。阁下若现在退去，朕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否则与我大夏皇朝为敌。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莫玉清轻轻打断。很好，2个字，轻描淡写。下一刻，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注视下，异变陡生。只见莫玉清的身后那片虚无的苍穹，竟如同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一颗石子，荡漾开一圈圈肉眼可见的涟漪。紧接着，一片广袤无垠、苍翠欲滴的古老竹林凭空浮现。那竹林仿佛从另一个维度降临，带着一股蛮荒、古老、生机勃勃到令人心悸的气息。这是什么？空间秘法还是领域？那10名大夏供奉失声惊呼，满脸的不可思议。赵道廷也是看得目瞪口呆，他知道莫玉清很强，却完全没料到他会强到这种地步，这已经超出了他对化龙境的认知范畴。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恐怖还在后面。在那片凭空出现的竹林之中，一道道形态各异的身影缓缓迈步而出。一个身披金色袈裟、宝相庄严的佛门僧人，他手持禅杖，每一步落下，脚下都有金色莲花绽放。一个背负古剑、浑身散发着凌厉剑意的青山剑修，他只是站在那里，周身的虚空就被无形的剑气切割出一道道细密的裂痕。一个身段妖娆、媚骨天成的红衣妖女，她巧笑嫣然，一颦一笑间仿佛能勾走人的魂魄。一个身高丈许、肌肉虬结、形如蛮牛的妖族巨汉，一个手持白骨法杖，周身环绕着灰色死气的巫族祭司。一个、2个、10个、20个，足足数10道身影从那片众生灵中鱼贯而出，静静地排列在莫玉清的身后。而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无一例外，全都达到了化龙境。虽然大部分都只是化龙1重天到4重天之间，但那可是足足几10个化龙境强者啊！嘶，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在天地间此起彼伏。
静，死一般的寂静。无论是天上对峙的强者，还是下方正在厮杀的数十万大军，所有人都被这神迹般的一幕震得大脑一片空白。赵道廷张大了嘴巴，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这就是浑元宗的手段，这就是108上宗的无上妙法。众生灵以一人之力画出一支由化龙境强者组成的军队，这他妈的强的也太离谱了。他原本以为莫玉清出手最多也就是凭借其化龙巅峰的实力，与陆天龙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最后艰难的将其斩杀。可现在看来，这哪里是大战，这分明就是碾压，赤裸裸的降维打击。陆天龙脸上的帝王威严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惊骇与恐惧。不可能，这绝对是幻术，是障眼法。他疯狂地咆哮着，神念如同潮水般涌出，朝着那数10道身影探查而去。然而下一秒，他整个人如遭雷击，僵在了原地。不是幻觉，全是真的。那佛门僧人身上浑厚的佛力，那剑修身上纯粹的剑意，那妖女身上勾魂夺魄的魅惑之力，每一个都是真实不虚的存在，每一个都是货真价实的化龙境强者。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从他的尾椎骨直冲天灵盖，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招惹到了一个何等恐怖的存在。逃，必须立刻逃走。这个念头如同疯长的野草，瞬间占据了他全部的心神。什么皇朝尊严，什么杀子之仇，在绝对的死亡威胁面前，全都不值一提。然而就在他准备燃烧精血，施展秘法逃离的瞬间，莫玉清那清冷淡漠的话语再次悠悠响起：不用想着跑了，此地方圆10里，已被本尊部下画地为牢，仙台之下无人可破。轰！这句话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陆天龙的心理防线。他面如死灰。不！绝望的嘶吼声中，陆天龙彻底疯狂了。陆天龙将全身的灵力催动到极致，化作一道黑金色的流光，没有攻向莫玉清，而是朝着他身后那数10道身影中一个看起来最为孱弱的愚人扑去。他乃是化龙9重天的至强者，寒怒一击，何其恐怖！那名只有化龙2重天修为的愚人，连反应都来不及，便被那黑金色的恐怖能量洪流瞬间轰成了漫天齑粉。一击得手，陆天龙心中刚刚升起一丝微弱的希望。然而下一刻，让他亡魂皆冒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那片翠绿的众生林中光华一闪，那个刚刚被他轰杀至渣的愚人，竟然完好无损的再次从林中迈步而出，气息没有丝毫的减弱，无限复活，无穷无尽。陆天龙的脸上终于流露出一丝崩溃。黑水关城墙之上，赵晨安早已停止了冲杀，被萧楚储护着退了回来。他浑身脱力，拄着长枪，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仰头观望着天空中的神仙打架。当看到莫玉清身后那片凭空出现的竹林，以及那几10个走出来的化龙境强者时，他整个人都傻了，嘴巴张得足以塞下一个鸡蛋。众生灵，芸芸众生，源源不绝，这手段也太恐怖了吧！这就是来自外域上宗的仙人手段吗？他看着那被数10个化龙境强者包围，如同瓮中之鳖的陆天龙，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这位大夏皇帝今天怕是真的要上路了。上空战场，陆天龙的脸上终于流露出一种彻底的崩溃。无限复活，无穷无尽，这还怎么打？一股彻骨的寒意混合着无边的绝望，将他彻底吞噬。不能就这么认输！朕是皇朝之主，朕是化龙9重天的至强者，就算是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开：杀了他！只要杀了那个女人，这片该死的竹林，这些该死的怪物全都会消失。陆天龙猩红的双目死死地锁定了那道立于众生灵之前的青衣身影。给朕死！他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咆哮，全身的骨骼都在噼啪作响。轰！他体内的黄道龙气连同他的神魂精血，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燃烧起来。一道漆黑如墨却又带着毁灭性金芒的恐怖光柱自他体内冲天而起，撕裂了苍穹，径直轰向莫玉清。这一击是他赌上了一切的绝命一击，威力之强，甚至已经隐隐触碰到了仙台境的门槛。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莫玉清却连动都未动一下，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任由那道恐怖的光柱将自己完全吞噬。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法则的碰撞，莫玉清的身影就在那黑金色的光芒中悄无声息的湮灭，化作了点点光线，消散于天地之间。死了，就这么死了！陆天龙大口喘着粗气，几乎要从空中跌落。他成功了，他真的杀了一个能召唤几10个化龙境的恐怖存在。一丝劫后余生的狂喜刚刚从心底涌起。然而下一刻，一道清冷淡漠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的话语从那片众生林中悠悠传来：谁告诉你本尊就是真的了呢？话音落下，在那片翠绿的竹林之中，光影流转，一道与之前一模一样的青衣身影迈着莲步缓缓走出。他身姿绰约，青丝如瀑，气息圆融无瑕，没有丝毫的损伤。陆天龙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他呆呆地看着那个重新走出来的莫玉清，又看了看他身后那片生机盎然的众生灵，一个让他灵魂都为之战栗的猜测浮上心头：难道连他本人也是这众生灵的一部分？这到底是什么妖法？啊呀呀呀呀！陆天龙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塌。
他状若疯魔，再也没有了任何战术，只是疯狂地挥舞着拳头，将一道道凌厉洪流胡乱地砸向四面八方。他不再去管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只是机械的、麻木的对着那些将他团团包围的身影发动着无差别的攻击。这一战便是不知时日，转眼3天已过，黑水关下血流成河，喊杀声早已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伤兵的呻吟和将士们清理战场的号令。数十万大夏将卒被收缴了兵器，垂头丧气地看管起来。赵承安站在城墙上，目光越过下方忙碌的景象，投向了高天之上，那里的战斗还在继续。陆天龙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疯子，被数十道身影围困在中央，疯狂地出手，但他身上的气息已经衰弱到了极点。强弩之末，这位大夏皇主陨落只是时间问题。赵承安收回了目光，心中再无半点波澜。这场灭国之战，大周赢了，赢得干净利落，赢得超乎想象。可他此刻的心思却早已不在这里。他望向皇城的方向，心里莫名有些发慌。算算日子，青鸾的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了，也不知道王府里怎么样了。那丫头性子烈得很，若不是因为怀着身孕，这次出征她怕是第一个就要冲上战场的。可越是这样要强的性子，生孩子的时候怕是越要吃苦头。仿佛是为了印证她的担忧，遥远的大周皇城魏王府产房之内，一声声痛苦到极致的惨叫，撕心裂肺啊！李青鸾躺在产床上，浑身早已被汗水湿透，一张英气逼人的俏脸此刻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青鸾妹妹，再加把劲，马上就好了。乌兰雪紧紧抓着她的手，自己也是急得满头大汗，只能用干巴巴的话语去安慰。产房之外，柳若霜一改往日的清冷沉静，正焦躁地来回踱步。每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惨叫，她的心就跟着揪紧一分。自从李青鸾怀孕，肚子里的那个小家伙就没安分过，胎动反应比她和乌兰雪当初都要剧烈得多。大家平日里还总开玩笑说这孩子定是继承了李家的江门血脉，是个不安分的小魔童。可谁能想到一语成谶，这小家伙似乎是真的不想从娘胎里出来。从阵痛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5个时辰了。稳婆换了好几个，个个都是满头大汗，束手无策。若非李青鸾是道宫进的修士，体魄远超常人，恐怕早就已经油尽灯枯了。这孩子是要他娘的命啊！就在柳若霜心急如焚之际，吱呀一声，产房的门被猛地推开，一个满脸倦容，鬓角被汗水浸湿的稳婆踉跄着冲了出来，脸上却带着一种劫后余生般的狂喜。生了，王妃，柳院长生了！她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变调。是个千金，母女平安。柳若霜那颗悬了整整5个时辰的心，在这一刻轰然落地。她几乎是下意识的一个箭步，越过那稳婆，直接冲进了产房之内。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混合着汗味扑面而来，但她此刻却全然顾不上这些。产床上，李青鸾发丝凌乱，一张英气的脸庞苍白如纸，却绽放着一个无比灿烂而虚弱的笑容。在她的身旁，乌兰雪正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襁褓，动作轻柔的仿佛在捧着一件绝世珍宝。柳若霜3步并作2步地走了过去，凑到跟前。襁褓之中，一个小小的红彤彤的婴孩正安静地睡着。他那么小，小脸皱巴巴的，却能看出是个美人胚子，眉眼之间隐隐有几分李青鸾的英气，呼吸平稳，气息绵长，很健康。柳若霜彻底放下心来，一丝温柔的笑意在她清冷的脸庞上漾开。青鸾妹妹，辛苦你了。李青鸾摇了摇头，看着女儿，满是初为人母的柔情。值得的，这小家伙可真能折腾人。乌兰雪在一旁心有余悸的开口，不过总算是平安出来了，你看他多可爱啊。柳若霜看着那安睡的小脸，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远在边关的那个男人。赵承安不止一次在他和姐妹们面前念叨过，女儿好啊，女儿才是爹爹的贴心小棉袄。你们想啊，以后我们家闺女软软糯糯的喊我一声爹爹，我的心都能化了。哪像臭小子调皮捣蛋不说，长大了叛逆期到了，说不定还要跟老子对着干。当初只当是他随口说的玩笑话，可现在看着这个刚刚降世的小生命，柳若霜却觉得那家伙看到女儿的时候一定会高兴的找不到北吧。李青鸾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女儿，那是一种倾注了所有爱意的凝望，欣慰而满足。等夫君回来，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吧。乌兰雪柔声提议。李青鸾和柳若霜齐齐点头。产房内的气氛一时间变得温馨而宁静。然而这份宁静并未持续太久。哇哇！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了赵潇响亮无比的啼哭声。哎呀，小九醒了，肯定是饿了。乌兰雪赶忙将怀里的小女婴递给旁边经验丰富的稳婆，快步走了出去。我先去给小九喂奶，或许是兄妹之间真有什么奇妙的感应。赵潇的哭声刚起，襁褓里原本安睡的小女婴也仿佛被按下了什么开关，小嘴一扁，跟着发出了同样嘹亮的啼哭。哇呀！一时间2个小娃娃隔着一堵墙开始了此起彼伏的哭泣2重奏。产房内外顿时又是一阵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黑水关城墙之上，赵承安凭栏而立，目光投向远处那片被莫玉清的众生灵所笼罩的天空。陆天龙的嘶吼声已经微不可闻，其气息也已衰弱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位大夏皇主败亡在即，可赵承安的心思
却完全不在这里。他心里莫名发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算算日子，青鸾的预产期就是今天，也不知道王府里怎么样了。那丫头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就在他心神不宁之际，一个冰冷而熟悉的提示音毫无征兆的在他脑海中炸响。叮！恭喜宿主喜的第2位子嗣来了！赵晨安浑身一震，所有的焦躁与不安瞬间被一股巨大的狂喜所取代。生了，青鸾生了！他强行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全神贯注地等待着系统的后续提示。孩子给自己什么惊喜？青鸾的天赋本就不俗，这第2个孩子资质绝对差不了。子嗣未命名，母亲李青鸾，性别女，综合资质评分95分，天赋91分，潜力101分，血脉无特殊血脉，体质无特殊道体，命格子级魔星，特殊。一连串的信息在赵晨安的脑海中浮现，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女儿，真的是个女儿？那家伙的念叨成真了。巨大的喜悦之后，却是更深的困惑。综合评分95，这个分数已经无限接近拥有9霄神雷体的小九了。可是没有特殊血脉，也没有特殊道体，这怎么可能拿到这么高的分数？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落在了那条与众不同的属性上。潜力101分，分数居然能超过100，这彻底颠覆了他对系统评分的认知。而造成这一切的源头，似乎都指向了最后那一行散发着淡淡紫色光晕的文字。命格子级魔星，特殊。命格，这是什么东西？仿佛是感应到了他的疑惑，一行全新的小字在那行文字下方缓缓展开。子级魔星，身负此命歌者，一生坎坷，灾厄相随，极易引动天外邪魔觊觎。然若能渡尽劫波，不致夭折，未来成就不可限量，有望登临魔道之巅。轰！这段解释宛如一道惊雷，在赵晨安的脑海中轰然炸响。他脸上的喜悦瞬间凝固，转而被一片冰冷的骇然所覆盖。一生坎坷，灾厄相随，天外邪魔觊觎，夭折，这都他妈的是什么虎狼之词？他心心念念的贴心小棉袄，他那个还没来得及见上一面的宝贝女儿，竟然背负了这样一个注定要与灾难和危险为伴的恐怖命格。一个荒唐的念头猛地从他记忆深处翻涌上来，这孩子定是继承了李家的江门血脉，是个不安分的小魔童。当初在王府里的一句玩笑话，此刻却成了最恶毒的谶言。魔童降世，一语成谶。赵晨安的拳头在无人看见的地方瞬间捏紧，一股彻骨的寒意混杂着无边的后怕与心疼，将他整个人彻底淹没。我这张乌鸦嘴！他几乎是咬着牙从齿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也就在这时，系统的奖励提示姗姗来迟。检测到子嗣综合评分为95，100倍奖励发放中。叮！检测到子嗣综合评分为95，100倍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大梦千秋。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将赵晨安从那片冰冷的骇然中猛地拽了出来。大梦千秋，这是什么？没等他细想，一股庞杂而玄奥的信息流便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入他的脑海。大梦千秋，宿主将会进入梦世界修行，不受打扰，直至参悟梦境机缘后方可回归现实。轰！赵晨安整个人僵在原地。梦世界，梦境机缘，他有些搞不懂，主要是系统说的也非常模糊。但赵晨安可以肯定，这个刚刚出生的女儿天赋评分不比长子差多少，其奖励也肯定更加强大。只是眼下身处战场，赵晨安不敢轻易使用这个奖励。鬼知道自己进入梦世界需要多久，万一就这么嘎在这里，那岂不是亏大了？谨慎起见，赵晨安并没有立刻使用大梦千秋，准备等回到皇城之后平稳下来了再用。就在赵晨安内心波澜壮阔之际，黑水关上空的厮杀也终于走向了终点。莫玉清，你杀不了朕！被无尽的众生灵分身围困了3天3夜，陆天龙早已是强弩之末，他浑身浴血，披头散发，原本象征着皇者威严的龙袍，此刻破烂的如同乞丐的烂布。他体内的灵力早已在无穷无尽的消耗战中被榨干，每一道分身的攻击都在他那坚于金铁的肉身上留下一道新的伤痕。这位曾经睥睨一方，执掌亿万生灵生死的大夏皇主，此刻狼狈的像一条丧家之犬。他不甘，他愤怒，他想不明白，自己堂堂化龙境巅峰的强者，为何会败得如此彻底？朕乃天命之子，大夏的真龙，就算是死，也只能死在自己手中。陆天龙发出了最后的，也是最绝望的咆哮。他放弃了所有防御，任由成百上千道攻击落在自己身上。他那早已不堪重负的肉身开始寸寸皲裂，金色的血液从中喷涌而出，却又在瞬间被一股狂暴的力量点燃。一股毁灭性的气息以他为中心疯狂地膨胀开来。不好，他要自爆！下方的赵道廷面色巨变，第一时间察觉到了那股气息的恐怖。莫玉清的身影在半空中一闪而过，瞬间退出了爆炸的核心范围。他那清冷的面容上没有半分波澜。困杀陆天龙本就是他的目的，至于他选择何种死法，他并不在意。退！赵道廷真气鼓荡，冲着下方正在与大夏残军搏杀的禁卫军和武安死卫发出一声暴喝。轰隆！大夏皇帝最后的挽歌，一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巨响，撼动了整片天地。一轮璀璨到极致的金色太阳在黑水关的上空骤然升起。化龙境巅峰强者的自爆，其威力何等恐怖！狂暴的能量冲击波以摧枯拉朽之势
向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山体在哀鸣，在崩塌，无数参天古木被连根拔起，然后在半空中被狂暴的能量撕成齑粉。赵晨安站在城墙上，被这末日般的景象害得浑身冰凉。这就是化龙境强者的威能吗？仅仅是自爆就足以将方圆数十里夷为平地，若非黑水关有阵法守护，恐怕也难逃被波及的命运。他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顶尖战力的恐怖，也更加坚定了他要疯狂提升实力的决心。金色光芒渐渐散去，天空之上，莫玉清的众生灵早已消失不见，大夏皇帝陆天龙也彻底从这个世界上被抹去，神魂俱灭。持续了数日的黑水关之战，终于以大周的完胜而告终。城墙下，幸存的大周将士们爆发出震天的欢呼：赢了！我们赢了！大夏皇帝死了！我们胜利了！劫后余生的狂喜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赵道廷也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此战之后，大周北境可保百年无忧，他的谋划都成功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消化这次巨大的战果，不断从大夏皇朝身上割下一块块肉来，并且继续给赵晨安这个好儿子赐婚，让他尽快成长起来。赵道廷的心思很深，野心也很大。这一战他从相信赵晨安所谓上古大能的谎言那一刻开始就在谋划，甚至莫玉清也是他谋划的关键一环。因为萧楚楚这位天骄可不是乱选的，大夏皇朝境内的万年世家突然崛起一位强大的天骄，却没有任何师承，没依靠任何势力，一切的一切赵道廷都算到了，并且这一刻他也赢了。只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尘埃落定之时，一道恢宏威严仿佛从9天之外传来的梵音，毫无征兆的在每个人的耳畔响起。那声音不带丝毫烟火气，却蕴含着一股言出法随，令万物臣服的无上威压。谁杀了老夫的后代？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让整片天地瞬间死寂。刚刚还在欢呼的数十万大军，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喉咙，所有声音戛然而止。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让每个人都动弹不得，连呼吸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什么级别的存在？赵晨安只觉得自己的神魂都在颤栗，仅仅是一道隔空传来的话语，就让他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仙台境，绝对是仙台境的强者。那声音的主人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一道无形的意志瞬间锁定了站在半空中的莫玉清。是你！那道梵音再次响起，这一次其中带上了一丝冰冷的杀意。完了！赵晨安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他们杀了小的，结果惹来了老的，重点是特么大夏皇朝怎么还有仙台境强者呀？这简直就离了大谱。反倒是莫玉清此刻感受到仙台境强者降临，却没有慌乱，第一时间将赵晨安和萧楚楚隔空抓住，随后果断道：我带你们离开这里，走。说罢，不等赵晨安和萧楚楚反应，便直接带着两人迅速飞远。一个清冷的字脱口而出，下一秒他身形一晃，瞬间出现在赵晨安和萧楚楚的身旁，一只手一个直接将两人拎了起来，化作一道流光，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朝着与那梵音相反的方向亡命飞遁。与此同时，下方的赵道廷也反应了过来，他用尽全身力气对着早已被吓傻的大军狂吼：撤！全军撤退，撤回关内！狂风在耳边呼啸，刮得人脸颊生疼。赵晨安只觉得眼前景物飞速倒退，化作一片片模糊的流光，他被莫玉清拎着，整个人几乎无法呼吸。这就是化龙境巅峰强者的速度吗？仅仅是余波就让他这个轮海境的修士感到窒息。身旁的萧楚楚更是俏脸煞白，紧紧抓着赵晨安的衣袖，才勉强稳住心神。仙子师尊，刚才那道声音。赵晨安艰难地开口，真气运转，才将话语送出。莫玉清没有回头，清冷的声音却清晰地传入两人耳中，带着一丝前所未有的凝重。应该是大夏皇朝的底牌，一个仙台境的老怪物。轰！赵晨安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仙台境，那可是天朝势力才拥有的无上存在。整个大周，连一个化龙境都是父皇赵道廷刚刚才侥幸突破的，一个大夏皇朝居然有仙台存在。难怪赵晨安瞬间想通了许多事情，难怪大夏皇朝能盘踞北境富饶之地这么多年，周围的势力竟无一敢与之争锋。原来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谁能想到，这小小的皇朝背后竟然藏着一尊仙台境的老祖，这简直是降维打击。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若是没有这次黑水关之战，若是没有逼出陆天龙，若是没有莫玉清出手任由这个老怪物一直隐藏在暗中，等到某一天他心血来潮想要一统周边，大周王朝恐怕连反抗都做不到，就会被他弹指间覆灭。想到这里，赵晨安静感到一丝庆幸，多亏了父皇的步步为营，多亏了这一场惨烈的大战，竟提前将这颗足以毁灭一切的炸弹给引爆了。虽然危险，但至少敌人已经从暗处走向了明处。仙子师尊，此人修为如何？您有把握吗？赵晨安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这是他们能否活下去的唯一指望。莫玉清在急速飞遁中，气息微微有些起伏。仙台二重天，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杀之不难，只不过有些麻烦，能赢，代价巨大，代价巨大。这4个字让赵晨安的心又一次沉了下去。莫玉清是何等人物？
浑元宗的天才弟子能跨境界斩杀强敌，连他都说代价巨大，那这个代价恐怕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就在这时，正在飞遁的莫玉清身形猛地一滞，骤然停在了半空之中。巨大的惯性让赵晨安和萧楚楚差点被甩飞出去。怎么了？赵晨安话音未落，便感到前方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凭空出现，笼罩了整片天地。前方的空间开始扭曲褶皱，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正在搅动乾坤。一道苍老而枯槁的身影就那么从扭曲的空间中一步步走了出来。他身穿一身陈旧的金色龙纹麻衣，须发皆白，面容古拙，看不出喜怒。可他出现的瞬间，方圆百里的风停了，流动的云静了，就连天地间的灵气都仿佛被冻结，陷入了绝对的死寂。赵晨安的神魂在疯狂颤栗，那是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恐惧。他感觉自己像一只渺小的蚂蚁，正在仰望一座随时可能崩塌的万丈神山，连一丝一毫的反抗意志都无法凝聚。这就是仙台境的威压，言出法随，意念所至，天地臣服。追上来了！赵晨安一颗心直坠冰窟，莫玉清的反应却快到了极致。他甚至没有看那老者一眼，反手一推，一股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量便将赵晨安和萧楚楚送出100丈之外。走！一个清冷的字带着前所未有的急切。去找你父皇，立刻回关内，千万别回头。赵晨安不是优柔寡断之人，他清楚地知道，以自己和楚楚的实力留在这里，除了成为莫玉清的累赘，没有任何用处。师尊！萧楚楚泪水瞬间涌出，却被赵晨安一把抓住手腕。走！赵晨安低吼一声，拉着他头也不回地向着黑水关的方向亡命飞遁。他不能辜负莫玉清为他们争取到的这一点生机。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那麻衣老者并未阻拦，甚至连看都未看一眼。在他眼中，那两只蝼蚁的死活无足轻重。他那双浑浊的眸子死死地锁定在莫玉清的身上，无尽的怒火与杀意在其中酝酿，让周围的空间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噼啪声。你是何人？老者的声音很慢很平静，却蕴含着足以压他山川的怒意。看你的气息，应是来自上宗的弟子，为何要插手这凡俗地狱的皇朝之争？为何要下此毒手，杀本尊的后代？最后一句，他几乎是咆哮而出，恐怖的声浪化作实质的冲击波，将下方的山林夷为平地。莫玉清悬浮于空，白衣胜雪，青丝飞扬。面对仙台2重天强者的滔天怒火，他那清冷绝美的容颜上没有半分惧色，他甚至连解释的兴趣都没有。陆天龙悬赏本尊的弟子，他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那平淡的口吻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本尊杀他有何不可？麻衣老者一愣，狂暴的气势都为之一滞。他没想到会是这个理由，更没想到对方会是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然而还没等他再次开口，莫玉清那清冷的声音便再次响起，这一次带上了一股凌驾于9天之上的傲然与杀伐。老东西，他该死，你也一样，多管闲事，今日你便与他一起上路吧。狂风呼啸，赵晨安死死拉着萧楚楚的手腕，真气运转到极致，朝着黑水关的方向亡命奔逃。他不敢回头，甚至不敢去想身后那片被无上威压笼罩的天地。仙台境，那是一个光是听着就足以让化龙境之下的所有修士绝望的境界，留下来就是死，是拖累。他不能辜负莫玉清用生命为他们争取到的机会。萧楚楚早已泪眼婆娑，被赵晨安拽着踉踉跄跄，每一步都用尽了全力。师尊，他呢喃着，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舍。就在二人即将力竭之时，前方一道金色的龙影骤然出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那股熟悉又霸道的龙威让赵晨安身形一滞。父皇，来人正是刚刚才指挥大军撤退的赵道廷。此刻的他一身龙袍早已在先前的战斗中变得残破不堪，发冠歪斜，气息也有些紊乱，但那双眼眸却写满了焦急与担忧。莫仙子呢？赵道廷一把抓住赵晨安的肩膀，力道之大，几乎要将他的骨头捏碎。父皇，快走！赵晨安来不及喘息，急促地说道：“是大夏皇朝的老祖，一个仙台境的老怪物！”轰！赵道廷的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仙台境这3个字，仿佛3座太古神山，狠狠地压在了他的心头，让他这个刚刚晋升化龙境、正意气风发的大周皇帝瞬间喘不过气来。他下意识地抬头望向遥远的天际，在那片区域，空间扭曲，风云倒卷，2道模糊的身影正在对峙，其中一道白衣胜雪，风华绝代，另一道枯槁苍老，却散发着令天地都为之臣服的恐怖气息。仅仅是远远看上一眼，赵道廷就感觉自己的神魂都在刺痛，仿佛要被那股无形的威压撕裂。完了！这是赵道廷心中升起的第一个念头。他所有的谋划，所有的雄心壮志，在这一刻都显得那么可笑。他算计了陆天龙，算计了大夏皇朝的10位化龙境供奉，他甚至做好了血战到底，拼着自己重伤垂死，也要引出陆天龙，让莫玉清将其斩杀的准备。只要陆天龙一死，大夏皇朝群龙无首，必定内乱。届时大周北境可保100年无忧。他甚至可以借此机会徐徐图之，一步步蚕食大夏，让大周王朝晋升为大周皇朝。这是他作为一代帝王的野心，也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可他千算万算，怎
怎么也算不到，一个小小的皇朝背后竟然藏着一尊仙台境的老祖，这还怎么打？拿什么打？用大周数百万将士的命去填吗？在那等存在的面前，别说100万大军，就是1000万大军，恐怕也不过是挥手间便可覆灭的蝼蚁。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他这位刚刚踏入化龙境，自以为已经站在了这片地狱顶端的大周皇帝，在真正的强者面前，原来依旧和凡人没什么区别。父皇，这不是我们能够参与的战斗。赵承安的声音将他从失神中拉了回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仙子师尊。赵道廷身躯一震，猛地转头，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赵承安，声音沙哑的厉害。莫仙子，他真的没问题吗？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杀伐果断的帝王，只是一个在绝境中寻找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父亲。赵承安沉默了，他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那是仙台境，是传说中的存在。一旁的萧楚楚擦了擦眼泪，带着一丝哽咽，却用无比坚定的口吻说道：“父皇，请放心，师尊就算在浑元宗也是数一数二的天才，绝对可以跃进一战。”他顿了顿，想起了师尊之前的话，又补充道：“对付仙台2重天的强者，师尊说杀之不难，只不过代价巨大。”代价巨大这4个字像4柄重锤，狠狠地砸在赵道廷的心上。他当然明白，对于一个修士而言，代价巨大意味着什么。轻则修为倒退，根基受损，重则生死道消，神魂俱灭。莫玉清是为了他们大周，为了他的儿子才陷入这等险境，这份恩情，他赵道廷，他大周王朝该如何偿还？赵道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整个人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他再次望向远方的战场，那里的战斗已经爆发，一道道璀璨的神光冲天而起，每一次碰撞都让苍穹颤抖，大地轰鸣。恐怖的能量鱼波化作肉眼可见的涟漪，朝着4面8方扩散，将一座座山峰夷为平地。这等毁天灭地的景象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良久，他收回了视线，转头看向赵承安，那复杂的眼神中有不甘，有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决绝。承安，他的声音很轻，却无比清晰。等这一次，等楚楚诞下孩儿之后，你们就离开大周，去浑元宗吧。赵承安猛地一愣，父皇，您这里太小了。赵道廷打断了他的话，自嘲地笑了笑。朕今日才明白，困在这方地狱，终究只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外面的世界，才是你们这些年轻人该去的舞台。大周不能成为你们的束缚。这位铁血帝王在见识了真正的力量之后，终于为自己的子嗣规划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一条他无法企及却充满无限希望的道路。赵承安看着自己的父皇，心中五味杂陈。他深刻地体会到了那种实力不足的无力感。今天若不是有莫玉清在，他和萧楚楚，甚至整个大周都将在那老怪物的一念之间灰飞烟灭。他点了点头，没有矫情。父皇，赵道廷摆了摆手，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意。你的子嗣，朕会亲自带在身边教导，他们是我赵氏的麒麟儿，是未来的希望。有朕在一天，就绝不会让他们受半点委屈。听到这话，赵承安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自己那个被批为紫极魔星命格的宝贝女儿，还有未来可能会接二连三出生的一个个身负逆天资质的小家伙们。他忽然笑了，对着赵道廷挤了挤眼。那儿臣可就提前替您老人家担心了，希望您到时候不会被这几个小家伙给折腾得崩溃掉。赵道廷一怔，随即吹胡子瞪眼，笑骂道：“臭小子，朕连仙台境都不怕，还会怕几个吃奶的娃娃不成？”谈笑间，风云突变，那片被无尽神光笼罩，连赵道廷都无法窥探的恐怖战场骤然间死寂。下一刻，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血雨，每一滴雨水都蕴含着令人心悸的能量，落在地上便将大地腐蚀出一个个深不见底的坑洞。天地同悲，这是仙台境大能陨落的异象。赵道廷和赵承安父子俩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齐齐抬头望向那片苍穹。大夏那位老祖宗死了，就这么被莫玉清给杀了。这个念头刚刚升起，一道白色的身影便从9天之上无力地坠落下来。那袭白衣此刻已被鲜血浸染得触目惊心，宛如一朵在血泊中凋零的雪莲。师尊！萧楚楚发出一声凄厉的悲鸣，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在半空中稳稳地接住了那道坠落的身影。赵承安的心脏狠狠地揪了一下，他看不清战斗的过程，甚至连感知都做不到。那等级别的战斗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他只能看到结果：大夏皇朝那位不可一世的仙台境老祖陨落了，而代价便是莫玉清的重伤昏迷。这位风华绝代的浑元宗天骄，为了大周，为了他赵承安，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这份恩情太重了。赢了！赵道廷喃喃自语，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他看着远处被萧楚楚抱在怀中，气息微弱的莫玉清，又看了一眼血雨洒落的天空，胸中郁结的闷气一扫而空。他猛地吸了一口气，卯足了全身的灵力，发出一声震彻天地的咆哮：“大夏老祖已诛，全军听令，班师回朝！”凯旋！声音化作滚滚音浪，传遍了整个黑水关。原本被那仙神之战压得喘不过气的数十万大军，在短暂的死寂之后，爆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赢了！我们赢了！陛下万岁！大周万年！”
大夏贼子不过如此。压抑在所有人心头的亡国灭种之威，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劫后余生的狂喜化作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汇聚成一股冲天的气势，将天穹之上的血云都冲散了几分。黑水关上，大周的旗帜迎风招展，前所未有的鲜艳。赵晨安却没有心思去享受这份胜利的喜悦，他快步走到萧楚楚身边，看着他怀中面无血色、双目紧闭的莫玉清，心情沉重。他伸出手指，轻轻搭在莫玉清的手腕上，脉搏虽然微弱，但还算平稳，性命无忧。赵晨安心中稍定，看来莫玉清所说的代价巨大，指的就是这一身重创以及可能导致的修为倒退。楚楚，别哭了，师尊他还活着。赵晨安轻声安慰着，将一件干净的披风盖在了莫玉清身上。萧楚楚泪眼婆娑地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抱着自己的师尊，生怕一用力就会弄疼他。赵晨安抬起头望向远方，浑元宗，必须尽快去一趟浑元宗，以混元宗奈等圣朝级别势力的底蕴，必定有办法让莫玉清恢复如初，甚至更进一步。至于大周，赵晨安回头看了一眼正在意气风发的指挥大军、处理战后事宜的赵道廷，这位父皇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接下来的事情已经不需要他操心了。半个月后，凯旋的大军终于回到了大周皇城，车队还未入城，鼎沸的人声便已隔着数里之遥，清晰地传入了马车之内。皇城30里相迎，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尽皆出城，更有无数百姓自发地涌上街头，将通往皇宫的御道围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盛况空前。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周万年，国祚永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人群之中还夹杂着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魏王殿下英武，若无魏王殿下，我等焉有今日。这些声音虽然不如给皇帝的山呼声那般整齐，却同样充满了发自肺腑的感激与崇敬。赵晨安的名字经此一役，已经彻底传遍了整个大周，不再是那个不学无术的废物皇子，而是挽救王朝于危难之中的英雄。然而马车内的赵晨安却对这一切都显得兴致缺缺，他只是静静地靠在车壁上，掀开车帘的一角，目光越过那一张张激动狂热的脸庞，望向皇城的方向。胜利的荣耀，万民的拥戴，于他而言都只是过眼云烟。他现在满心想的只有一件事，那个被自己戏称为魔童降世的孩子，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是不是和自己很像，会不会很顽皮，也不知道李青鸾那清冷的性子当了娘之后会不会变得温柔一些。马车缓缓前行，穿过人群组成的海洋，终于在宫门前停了下来。赵晨安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走了下去，入目所及是黑压压跪倒一片的文武百官，他的目光快速扫过，最终定格在了人群最前方。那3位家人也在望向自己，他们的怀中正抱着2个小娃娃，似乎是感受到周围的喧闹，其中一个小家伙还随着氛围哇哇叫嚷着，小手用力地向外抓着空气。这一刻，赵晨安的世界里只剩下那3道倩影，以及他们怀中让他魂牵梦绕的小生命。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他几乎是带着一阵风冲到了3女面前，周围的山呼万岁，百官的恭敬叩拜，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模糊的背景音。他张开双臂，将乌兰雪、李青鸾和柳若霜连同他们怀里的孩子一同揽入一个宽阔而温暖的怀抱中。我回来了，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这最简单的3个字。怀中的3具娇躯微微颤抖，有喜悦，有思念，更有那份终于落地的安心。赵晨安松开手臂，先是低头，在乌兰雪怀中熟睡的赵潇那肉嘟嘟的小脸上轻轻亲了一口。小家伙咂巴嘴，似乎在做什么美梦，浑然不知自己的父亲已经凯旋。随后看向李青鸾怀中的小宝宝，这小家伙同样瞪着好奇的大眼睛，正在打量赵晨安。那是一个被包裹在锦绣襁褓中的小婴儿，皮肤白皙粉嫩，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小手在空中胡乱抓舞着，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夫君，你可算回来了。柳若霜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娇嗔，她挨着李青鸾压低了声音，宝宝，可是你心心念念的女儿哦，这都半个月了，就等着你回来取名字呢。真的是女儿。赵晨安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喜悦瞬间冲上了头顶，让他整个人都有些飘飘然。他咧开嘴，发出了爽朗而毫无顾忌的大笑声。好，我的好女儿。这笑声中气十足，充满了发自内心的狂喜，让周围跪着的百官都忍不住悄悄抬头，想看看是什么让这位力挽狂澜的魏王殿下如此失态。似乎是感受到了父亲那难以言喻的兴奋情绪，被李青鸾抱在怀里的小婴儿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也跟着咯咯地笑了起来。他那只挥舞的小手竟精准地一把揪住了赵晨安凑过来的头发。哎呦！赵晨安假装吃痛，却笑得更加开怀。父女俩的笑声一大一小交织在一起，驱散了战场归来的所有阴霾与疲惫。就在这时，一道微不可察的真气传音钻入赵晨安的耳中，是父皇赵道廷的声音：“这里交给朕，你先带王妃们和莫仙子回府，晚些朕处理完宫中事务，再去你府上。”赵晨安闻言，心中一暖，父皇这是在给他创造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他当即不再犹豫，一手拉着乌兰雪，一手牵着柳若霜，回头对李青鸾和萧楚楚道：“走，我们回家。”他甚至没有回头跟赵道廷打声招呼，
也没有理会那些跪着的文武百官，就这么拉着自己的家人们转身登上了来时的那辆宽大马车。这种目无朝仪的举动，若是放在其他皇子身上，早已被御史弹劾800遍了，但放在如今的赵承安身上，却无人敢说半个不字，因为所有人都明白，没有他就没有这场胜利，更没有此刻站在这里接受万民朝拜的资格。马车缓缓启动，朝着魏王府的方向驶去。车厢内空间宽敞，赵承安小心翼翼地从李青鸾手中接过自己的宝贝女儿，抱在怀里，怎么看都看不够。小家伙也不认生，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时不时还伸出小手去摸他的下巴。赵承安的心简直都要被萌化了。相较之下，一旁被乌兰雪抱着的赵潇就显得安静多了，依旧睡得香甜。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赵承安此刻的心思几乎全都在这个刚见面的女儿身上。乌兰雪见状，非但没有丝毫妒忌，反而温柔地笑道：“夫君，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青鸾妹妹刚生产完身子弱，我便帮着一同照看。这小宝宝可活泼了，精力旺盛得很，不像小九，吃了就睡。”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孩子的喜爱，无论是亲生的还是非亲生的，在他眼里都是赵承安的孩子，都是这个家的一份子。赵承安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有妻如此，夫复何求？一路温馨。很快，马车便抵达了魏王府。一家人下了车，自有府上的下人将昏迷的莫玉清抬下，并按照吩咐送往早已准备好的进室。萧楚楚在路上已经将莫玉清的情况跟乌兰雪和柳若霜大致说了一遍。柳若霜听完，立刻就表明了态度：“夫君说的对，莫仙子伤得这么重，绝非凡俗丹药能医治。混元宗乃是上宗，底蕴深不可测，待此件事了，必须尽快将师尊送回宗门，那里一定有救治他的办法。”几女对此都没有异议。将莫玉清先行安置妥当之后，一家人这才终于能坐下来好好的说话。赵承安抱着女儿坐在主位上，看着这个活跃的不像话，一点都不贪睡的小家伙，心中涌起一股豪情。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地宣布：“我决定了，女儿的名字就叫赵子兴。”赵子兴，三女在口中默念了一遍，都觉得这个名字清亮好听，又带着几分贵气。紫气东来，星辰璀璨，是个好名字。乌兰雪率先点头称赞。然而赵承安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的心都提了起来。他没有丝毫遮掩，选择对自己的妻子们坦诚相告。子兴这个名字并非随意取的，他生而带有紫极魔星的命格。紫极魔星这4个字一出，车厢内的气氛瞬间凝重了。哪怕是不谙世事的萧楚楚，也曾在家中典籍上看到过关于这种传说命格的记载。身负此命格者，一生坎坷，灾厄相随，是天外邪魔最觊觎的养料。但凡事皆有两面，若能渡尽劫波，不致夭折，未来的成就也将无可限量，甚至有望登临那传说中的魔道之巅。李青鸾的身体微微一僵，她作为母亲，听到女儿身负如此凶险的命格，心疼得无以复加。赵承安感受到了她的担忧，伸手握住了她的手，给予她温暖和力量。他看着怀中依旧懵懂无知，还在咯咯笑着的女儿，继续说道：“命格凶险，但我等身为父母，自会为她护道。所以从今天起，她的小名就叫灵珠。希望她能像一颗纯净的灵珠，无论外界如何污浊，都能保持本心，平安喜乐。”赵子兴，灵珠，一个大气磅礴，一个灵秀内敛。几女细细品味着，都觉得再合适不过。李青鸾心中的担忧，在丈夫那坚定的承诺下，也渐渐消散，化作了无尽的温柔。都听夫君的。赵承安满意的点点头，低头逗弄着怀中的小灵珠。小家伙似乎感受到了什么，小手紧攥住了他的衣襟。夜色渐深，魏王府内灯火阑珊，哄睡了2个精力旺盛的小家伙，乌兰雪几女也各自回房歇息。偌大的王府逐渐归于宁静。书房内烛火摇曳，赵承安独自一人坐在案前，手指有节奏的轻扣着桌面，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空间泛起一丝微不可察的涟漪，一道身着龙袍的身影便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书房中央，仿佛他本就一直站在此处，除了赵承安，无人察觉。父皇。赵承安起身，微微躬身。赵道廷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礼，径直走到一旁坐下。他的出现没有带来任何帝王的威压，更像是一个关心儿子的寻常父亲。莫仙子如何了？这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赵承安摇了摇头，神色平静，生机未断，但依旧昏迷。我去看过，他的气息很平稳，体内似乎有一股奇异的力量在自行运转，修复着损伤。他顿了顿，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而臣感觉这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让仙子师尊的身体进入一种类似归西冬眠的状态，以此来对抗那恐怖的伤势。赵道廷闻言，轻轻颔首，这个解释合情合理。仙台境强者的手段，远非他们所能揣度，只要人还活着，便有希望。如此便好。赵道廷不再纠结于莫玉清的状况，话锋一转，正算着日子，若霜和楚楚应该也就是这2个月前后便要临盆了吧？是。太医说一切安好。赵承安点头应道。赵道廷沉吟片刻，似乎在心中做着某种盘算，随后用一种不容置喙的口吻安排道：接下来的半年，你就安心待在王府，专心修炼，不要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修行所需的资源，朕会让魏公定时送来，或者你直接让雪儿他们入宫去取，内库之中的东西任你挑选。
赵承安没有作声，静静听着。他知道父皇的安排必有深意。果然，赵道廷继续说道：“半年之后，待朝中诸事平稳，2个孩子也满100日，你就带着楚楚启程前往域外，将墨仙子送回浑元宗，这才是最终的目的。将墨玉清送回宗门，不仅是为了救治他，更是为了与浑元宗这个庞然大物真正搭上线。身为归元大道体，赵承安有如此机遇可以加入上宗，自然是要去试试，哪怕没有通过外门考核，但出门长长见识也是不亏。儿臣明白。”赵承安躬身领命，对此安排并无半分异议。这本就是计划中的一环。如今的大周看似风光无限，战胜了一尊皇朝，并且斩杀其皇帝和老祖，但实际上根基尚浅。一个王朝想要晋升为皇朝，需要的不仅仅是化龙境的强者，更需要庞大的疆域和深不可测的底蕴。大周还差得很远。赵道廷看着儿子沉稳的模样，心中很是满意。他站起身，走到赵承安身边，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的路与朕不同，与大周历代先祖都不同。放手去做，身后有朕，有整个大周，去见识一下真正的广阔天地，对你的修行有好处。”留下这句话，赵道廷的身影便再次化作虚无，悄然离去。书房内重归寂静。赵承安重新坐下，端起桌上早已凉透的茶水，一饮而尽。半年时间，于旁人而言或许只是弹指一瞬，但对他来说却完全是另一番光景。淬体灵雷日夜不休地淬炼着他的肉身，归元大道体无时无刻不在自行吸纳天地精气，修炼速度本就1日千里，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没来得及使用的奖励——大梦千秋。虽然目前为止赵承安还不懂系统所说的梦世界和机缘到底是什么，但离开之前他一定是要抽出时间尝试一下的。届时再前往域外，面对那些真正的天骄妖孽，赵承安才算有了一丝自保的底气。毕竟域外的水远比这小小的王朝之地要深得多。赵承安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将所有的思绪压下。当务之急是提升实力。他的指尖在桌面上轻轻划过，思绪飘向了另外2处院落。柳若霜、萧楚楚，他们腹中的孩子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惊喜？真是越来越期待了。当第一缕晨曦透过窗棂洒入书房时，赵承安准时睁开了双眼。他舒展了一下身体，骨节发出一连串噼里啪啦的脆响，浑身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皇城在大圣的喜悦中苏醒，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欢腾的气息。赵承安却没有理会这些，径直穿过回廊，走向后院。咿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家伙正被乌兰雪抱在怀里，看见赵承安，立刻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兴奋地叫嚷着：“正是赵萧！”赵承安笑着上前，将儿子抱入怀中。小家伙身上传来一股淡淡的奶香，还有一丝微不可察的雷霆气息。小九，想父王了没有？赵萧似乎听懂了，在他怀里拱来拱去，小手抓着他的衣襟，咧开没牙的嘴笑个不停。不远处，李青鸾也抱着女儿走了过来。赵子欣比哥哥还要顽皮一些，哪怕被抱着也不老实，活脱脱一个小魔童的灵动劲，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赵承安，只是那双纯净的眼眸深处偶尔会闪过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深邃的紫色光华。子集魔心，天生便与众不同。赵承安左手抱着儿子，右手轻轻逗弄着女儿，享受着这片刻的温馨。征战沙场的疲惫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他变强的欲望从未如此刻一般强烈，不为权势，不为长生，只为守护眼前这份宁静。陪着一双儿女玩闹了许久，直到2个小家伙都有些困倦，赵承安才将他们交还给乌兰雪和李青鸾。接下来赵承安要开启大梦千秋，对乌兰雪吩咐自己准备闭关，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后，赵承安在脑海中唤出系统，叮，大梦千秋开启，宿主即将进入梦世界。一阵晕眩感袭来，赵承安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虚无的房间之中，这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一道诡异的迷幻之光。看着这道诡异的光，赵承安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突然坐在地上开始静静感悟起来。系统也说了，这里有机缘，而周围空无一物，这机缘也只能眼前的五彩光芒，而五彩恰好就对应了赵承安心中的某种猜想。但现在他只是轮海境，就算猜到了也无济于事，所以赵承安干脆盘膝开始修炼。他要尽快突破道道宫境，然后验证自己心中的猜想。梦境机缘他拿定了，修行之路一步一登天。轮海境是修行的起点，武者需在丹田之下开辟一方苦海，而后于苦海之中修出命泉，泉眼喷涌神力，再以神力架起通天神桥，最终横渡苦海，抵达彼岸。此4步，一步一重天。寻常武者穷尽一生，或许也只能在苦海中挣扎，而赵承安凭借归元大道体和大道天眼睛，早已走到了轮海境的终点，彼岸圆满。他的苦海无边无际，金色的神力浪涛汹涌，命泉喷薄如龙，一道横贯天地的七彩神桥连接着苦海两端，根基之雄厚远超常人想象。但这还不够，轮海境之上是为道宫，道宫境才是真正超凡脱俗的开始。修士需在人体之内开辟5座神藏，对应心、肝、脾、肺、肾5大脏器，每一座神藏都如同一座真正的宫殿，其中孕育着一尊先天神祇。修成心之神藏，
可得神心通之能，心念一动，万法自生。修成干支神藏，可长青地木黄气，生机不绝，疗伤续命。五座道功若能全部修至圆满，五神合一，举手投足间便有毁天灭地之威，远非轮海境修士可比。这其中的差距是生命层次的跃迁。不过到这一步，赵承安也不急了，他再次睁开眼，看向面前的五彩神光，微笑道：“果然，我猜的没错，这五种光芒的运转方式，其实就是灵力在五脏流转的轨迹。而这次梦境所谓的机缘，肯定与道宫境有关。”赵承安说到这里，便开始尝试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将灵力渗透进入五脏之中。一开始，由于无法确定哪种颜色对应哪个脏器，赵承安错了很多次，但随着一次次尝试，他逐渐找到了灵力运转的最正确路径。与功法不同，这种灵力运转路径一成，便仿佛与生俱来一般，直接在赵承安体内形成循环和轮回。下一刻，赵承安只感觉体内传来无穷无尽的饥渴之感，梦世界之中源源不断的灵气疯狂涌入赵承安的体内，进入这个刚刚搭建完成的循环之中。而一直默默在发挥作用的归元大道体，在这一刻突然发挥了作用，或者说，这种灵力运转路径就是打开归元大道体宝藏的钥匙。随着大量灵气疯狂涌入体内，赵承安也连忙摒弃一切杂念，将大道天眼经运转到了极致。海量的天地灵气被牵引而来，经过功法的炼化，化作最精纯的神力，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金色苦海。原本就汹涌的苦海，此刻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金色的神力浪潮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彼岸的壁垒。他要做的就是以这无边神力为锤，以彼岸为基，强行轰开通往更高生命层次的大门。时间在梦境和修行中飞速流逝，不知过了多久，轰！一声沉闷的巨响，仿佛开天辟地，在赵承安的体内炸开。梦境空间内，那片无边无际的金色苦海掀起万丈狂澜，汹涌的神力化作一道通天彻地的金色光柱，狠狠地撞向了那层无形的壁垒。彼岸之上，通往更高生命层次的大门，在这一刻被悍然轰开。咔嚓，清脆的碎裂声响起，一道璀璨的神光自那破碎的壁垒后喷薄而出，照亮了整个苦海。心之神藏，开！一瞬间，赵承安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仿佛化作了一轮煌煌大日，无尽的光和热从中散发出来。一座虚幻而又真实的宏伟宫殿在心脏的位置缓缓凝聚成型。宫殿之中，一尊模糊的先天神指盘膝而坐，周身环绕着玄奥的道语。神心通，一股明悟涌上心头。此刻的他，思维运转速度比之前快了何止10倍，对于功法的理解，对于天地大道的感悟，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大道天眼经疯狂运转，彻底被激活的归元大道体霸道之处尽显无疑。海量的天地灵气被鲸吞而来，化作最精纯的神力，补充这方才突破的消耗，并且继续朝着下一座神藏发起冲击。肝之神藏，青地木黄气；脾之神藏，戊己中央土；肺之神藏，庚金白地气；肾之神藏，人鬼黑地水。在梦境空间之中，赵承安就这样默默修行，竟然一路闯到了道宫境。对于寻常修士而言，开辟一座道宫神藏，动辄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苦功，即便是一些天骄，想要将一座神藏修炼到圆满，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可对赵承安而言，这一切都如同吃饭喝水般简单。归元大道体被这机缘完全激发，全功率运转之下，整个道宫境的修炼仿佛水到渠成一般自如。再加上大道天眼经这部天品功法直指大道本源，两者叠加，造就了一个无法用常理揣度的修行怪物。赵承安体内的5座神藏宫殿已经全部被点亮，巍峨耸立，绽放着不朽的神光。心、肝、脾、肺、肾5尊先天神旗各自盘坐于对应的道宫之中，宝香庄严，神威浩荡，五行流转，相生相克，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缓缓睁开双眼，一道神光自他双眸中一闪而逝，梦世界内的空气都为之扭曲。他轻轻吐出一口浊气，气流如剑，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划痕。感受着体内那比之前强大了100倍不止的神力，赵承安的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一阵噼里啪啦的骨骼爆鸣声响起。好机缘，这一下省去了我至少3年的苦修。赵承安心中感慨，可惜这机缘只能加快自己到宫境的修炼，无法让更进一步。但人不能贪心，能够得到这些已经足够赵承安惊喜了。毕竟地狱的天骄榜上30岁之下的道宫境巅峰已经足够进入100名之内了。当然和萧楚楚这种年纪轻轻就4级境的怪物还是没法比，但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再给赵承安一些时间，4级境也就是顺手的事。机缘参悟成功，恭喜宿主，梦世界即将关闭。赵承安回到书房之中，仿佛一切都只是过了一瞬间，但看到房间内的一层浮灰，赵承安估计现实中应该是过了1个月左右时间。他也明白了这次系统奖励的含金量之高。大梦千秋首先给自己提供了一个灵力完全无穷无尽的修炼场所，然后这里还有一把可以让归元大道体全功率运转的钥匙，相当于硬生生将他的修为从轮海境一路拔高到宫境巅峰。一切只不过发生在区1个月内，简直太爽了。庭院里，乌兰雪和李青鸾正带着2个小家伙玩耍。呀呀，
赵萧已经能蹒跚学步，满地乱爬，看到赵晨安，立刻张开双臂，摇摇晃晃地朝他蹭去。赵晨安哈哈一笑，俯身将儿子抱起，在他肉嘟嘟的小脸上亲了一口。另一边，被李青鸾抱在怀里的灵珠赵子欣也伸出小手，咿咿呀呀地叫着，似乎在争宠。赵晨安走过去，将女儿也揽入怀中，左手儿子，右手女儿，人生至此，夫复何求？他陪着孩子们玩闹着，享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温馨。变强的意义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守护眼前这片宁静吗？就在这时，赵晨安的动作忽然一顿，他敏锐地察觉到一股微弱但却混乱的气息从不远处的另一座庭院中传来，那是柳若霜的住处。怎么了，夫君？乌兰雪察觉到他的异样，赵晨安的面色变得有些凝重。若霜的气息有些不对劲，应该是要生了。话音未落，他的身影已经化作一道残影，瞬间消失在原地。乌兰雪和李青鸾对视一眼，心中也是一紧，连忙抱着孩子跟了上去。柳若霜的庭院内，啊！一声压抑的痛呼从卧房内传出，几名经验丰富的侍女正手忙脚乱地进进出出，端着热水和干净的布巾。当赵晨安冲进庭院时，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王爷！侍女们见到他，连忙行礼。怎么回事？赵晨安沉声问道。一名年长的侍女赶忙上前，脸上带着几分焦急和喜色，回禀道：回王爷，柳夫人怕是要生了，方才羊水已经破了，要生了。赵晨安的心猛地提了起来，虽然早有准备，但当这一刻真正来临时，他还是感到了一阵紧张。主要是他这闭关1个月，刚出来就遇到这种大事，难免有些恍惚。稳婆呢？都准备好了吗？回王爷，都准备好了，已经进去了。赵晨安点点头。很快，乌兰雪、李青鸾和得到消息的萧楚楚也都赶了过来。夫君别担心，若霜妹妹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乌兰雪柔声安慰道。李青鸾也点点头。产婆都是皇城里最有经验的，不会有事的。赵晨安站在门外，听着里面断断续续传来的痛苦呻吟，一颗心也跟着揪紧。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等待是如此的煎熬。从午后一直到黄昏，夕阳的余晖将整个王府都染上了一层金色。卧房内的声音也从一开始的压抑变得越来越高亢，也越来越虚弱。赵晨安的拳头不知不觉间已经紧紧攥住，他恨不得此刻就冲进去，让自己为柳若霜分担痛苦，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就在他焦躁不安，几乎要失去耐心的时候，哇！一声响亮而清脆的婴儿啼哭，如同天籁之音，骤然划破了庭院的宁静。生了！所有人的精神都是一震，赵晨安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在此刻落了地。几乎在同一时间，一道只有他能听见的机械提示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宿主第3位子嗣降生，万4天骄系统启动，正在对子嗣进行综合资质评分。评分生成完毕，子嗣综合评分88分，天赋80分，潜力90分，体质无，血脉无，特殊天赋七窍玲珑心。七窍玲珑心天生心有七窍，心思聪明，聪慧绝伦，拥有过目不忘之能，对任何事物都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并有一定概率洞察人心。七窍玲珑心，赵晨安微微一愣，这个天赋简直是逆天了，过目不忘，超强的理解分析能力，还能洞察人心，这不就是一个低配版的读心术加超级大脑吗？寻常的读心术或许只能听到表层想法，但这七窍玲珑心配合其超强的分析能力，恐怕能将人心看得更加透彻。这样的天赋若是用来修行，可能不如先天道体，但若是用来处理政务，权衡人心呢？一个念头不受控制的从赵晨安的脑海中冒了出来，这个孩子简直是天生为皇位而生的，自己肯定是没有半点当皇帝的打算，毕竟他无法忍受自己被整日关在皇宫里，还要处理各种政务。但大周的未来还是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继承人，自己的其他几个兄弟虽然也有出色的，但比起拥有七窍玲珑心的这个孩子，恐怕都要黯然失色。当然，孩子现在还小，未来如何还是要看他自己的选择。赵晨安要做的就是为他们扫平一切障碍，让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走的路。就在他思绪万千之际，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子嗣评分超过80分，触发100倍暴击奖励，恭喜宿主获得圣品法器九州乾坤鼎。圣品法器，赵晨安的心脏猛地一跳。九州乾坤鼎，上古圣人采九州金晶炼天的玄黄器，耗时1000年而成。此鼎可用于炼丹、炼器，成功率与品质大幅提升，亦可用于对敌，重御万军，坚不可摧，自带镇压之力，更可聚拢一地气运，镇压国运，为不世之宝。镇压国运，看到最后4个字，赵晨安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这尊鼎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寻常圣品的范畴，这简直就是为一方势力量身打造的镇国神器。有了它，大周王朝的国运将会更加稳固，甚至有望在未来冲击更高的皇朝之位。吱呀！就在此时，卧房的门被缓缓打开，一名满脸喜色的产婆抱着一个被襁褓包裹的婴儿走了出来，对着赵晨安深深一俯：“恭喜王爷，贺喜王爷，柳夫人生了一位小殿下，母子平安。”赵晨安快步走入卧房，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与新生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并不难闻。床榻上，
柳若霜发丝被汗水浸湿，贴在苍白的脸颊上，整个人透着一股虚弱，但那双美丽的眸子里却闪烁着母性的光辉与喜悦。王爷，他轻声唤道，想要起身，却被赵晨安快步上前按住。别动，好好躺着。赵晨安的声音前所未有的温柔。他坐在床沿，接过产婆递来的襁褓，怀中的小家伙很安静，正闭着眼睛酣睡，小小的拳头攥着，脸蛋红扑扑的，带着些许褶皱，眉眼之间却是与柳若霜有7、8分相似。可以预见，将来长大了，也定是一位能让无数女子倾心的翩翩公子。这就是自己的第3个孩子，一个天生拥有7窍玲珑心的妖孽。赵晨安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与责任感。辛苦你了。他握住柳若霜的手，轻声说道。柳若霜摇摇头，幸福地看着他怀里的孩子，能为夫君担下子嗣，是若霜的福气。傻话。赵晨安笑了笑，低头看着怀里的婴儿，这小家伙天生聪慧，将来必成大器，我看就叫他赵鼎吧。鼎，镇国之器，定鼎江山。这个名字寄托了他对这个孩子以及对大周未来的期许。至于小名，赵晨安心念一动，想到了那逆天的天赋，就叫玲珑儿，如何？赵鼎，玲珑儿。柳若霜在口中轻念了2遍，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都听夫君的，这名字很好。赵晨安又陪着柳若霜说了一会儿话，直到他倦意上涌，沉沉睡去，他才将孩子小心翼翼地交给一旁的乳母，并嘱咐他们好生照料。随后他转身离开了卧房，径直回到了自己的书房，关上房门，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赵晨安坐在椅子上，心绪却久久不能平静。九州乾坤鼎，圣品法器，更重要的是，它拥有镇压国运的逆天之能。此等重宝，对于一个王朝而言，其价值甚至超越了所谓的仙台境强者。强者可能会陨落，但镇国神器却能护佑王朝千秋万代，国运昌盛。按照常理，此等神器，它理应第一时间上交给父皇赵道廷，由父皇执掌，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让整个大周王朝受益。然而，不知为何，他心中总有一丝犹豫。这并非是出于私心，而是一种直觉。就在他权衡利弊，准备做出决定之时，那道熟悉的机械提示音适时的在他脑海中响起，提示九州乾坤鼎已经与宿主气运绑定，不可转增他人，否则会受到严重反噬。赵晨安微微一怔，这样的吗？那就没办法了，不是他不想给，是系统根本不允许啊。赵晨安无奈地摊了摊手，那就只能自己笑纳了。这泼天的富贵，看来是注定要由他来扛了。解决了九州乾坤鼎的归属问题，赵晨安将心神沉静下来，准备开始修炼。接连诞下3个子嗣，系统奖励丰厚的超乎想象。归元大道体让他拥有了直通圣境的资质，大梦千秋直接帮助自己1个月突破到宫境巅峰。如今他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天赋尽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修为。4级境，这是他当前的目标。只要突破到4级境，在大周王朝之内，他也算得上是一方强者，拥有了真正的自保之力。然而，就在他准备继续修行的时候，一道轻微的滴滴声突兀地在他脑海中响起，是天地灵物探测仪。赵晨安念头一动，一张虚拟的地图瞬间在他眼前展开，地图之上代表着皇城区域的版图清晰可见，而在皇城的东侧区域，一个明亮的黄色光点正在不断闪烁。皇品天地灵物，而且看其移动轨迹，分明是刚刚进入皇城范围。赵晨安的心跳漏了一拍。天地灵物，哪怕是最低级的皇品，也蕴含着狂暴的天地之力，无特殊体质者至少也要化龙境才能尝试吸收。但他不同，他身负归元大道体，万法归元，可容纳世间任何属性的力量。这皇品天地灵物对他而言简直就是送上门的大补之物，若是能将其吸收，他的修为定然能突飞猛进，甚至一举冲破到宫境的桎梏，踏入4级秘境。一股强烈的冲动涌上心头，让他几乎想立刻动身前往那光点所在之地。但下一刻他便强行将这股冲动压了下去。不行，不能冲动，这里是卧虎藏龙的大周皇城，能携带天地灵物进入此地的绝非等闲之辈，贸然前去只会打草惊蛇，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地图上那个黄色的光点在移动了一段距离后，最终停留在了一个位置，不再动弹。赵晨安凝神看去，记下了那个位置。他决定等到夜深人静，再悄悄前去一探究竟。夜色如墨，月影星稀，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从魏王府的一处角落翻越而出，几个闪烁间便融入了沉沉的夜幕之中。赵晨安运转敛息之法，将自身气息压制到最低，整个人仿佛与黑暗融为一体。凭借着脑海中天地灵物探测仪的指引，他一路避开巡逻的城卫军，朝着那个皇品灵物所在的位置疾驰而去。一炷香后，他停下脚步，藏身于一处高楼的阴影之中。前方不远处，一座古朴而大气的建筑静静矗立，牌匾之上龙飞凤舞地刻着4个大字：春秋商行。赵晨安心头一凛，竟然是这里，难怪能堂而皇之的将天地灵物带入皇城。对于这个春秋商行，赵晨安也只是听闻过一些传言。这是一个无比古老且神秘的商行，据说其背景深不可测，乃是圣朝级别的恐怖势力，分店遍布整个中天主世界。他们的生意范围极广，从丹药法器到情报功法，无所不包。只要你出得起价钱，
甚至可以从他们那里买到圣人级别的传承。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别说他一个小小的大周皇子，便是父皇赵道廷，恐怕也不敢轻易招惹。赵承安远远地望着那座灯火通明的商行，确认了那黄品天地灵物就在其中后，便没有再做任何多余的举动。硬闯、抢劫、零元购，那是找死！他悄无声息地原路返回，没有惊动任何人。回到王府书房，赵承安重新坐下，脑中思绪翻涌。春秋商行突然将一件黄品天地灵物运送到大周皇城的分店，究竟意欲何为？难道是要举办什么大型的拍卖会不成？这似乎是唯一的解释。若真是如此，那自己想要得到这件天地灵物，恐怕就只能通过竞拍的方式了。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钱财，看来是时候该想办法搞点钱了。翌日清晨，皇宫御书房，身穿龙袍的赵道廷正听着一名黑衣暗卫的汇报。16殿下于子时离开王府，一路向东，最终在春秋商行外停留，未曾靠近，随后便返回府中，再未外出。暗卫的声音毫无波澜，只是在陈述事实。赵道廷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下。偌大的御书房内只剩下他一人。春秋商行，赵道廷的指节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富有节奏的声响。他比赵承安知道的要多一些。春秋商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隔10年便会在某个地域挑选一座气运昌盛的王都或皇都，举办一场盛大的天骄大赛。参赛者皆是30岁以下的年轻天骄，而大赛的奖励每一次都丰厚到让无数势力眼红，从而更新出最权威的天骄榜。例如萧楚楚之前也在天骄榜上有名，但这个只是根据名气推测出来的榜单，并不权威。这次天骄大赛的最终结果才会真正被大众接受和认可。算算时间，距离上一次天骄大赛正好过去了10年，而这一次的举办地点不出意外就是大周皇城。这小子总能给朕带来惊喜。赵道廷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他可没忘记当初赵承安是如何碰巧找到了淬体灵雷。赵道廷知道儿子必然是掌握了某种可以探查天地灵物的特殊手段。昨夜他悄悄前往春秋商行，必然是发现了什么，将这2件事联系起来，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这次春秋商行天骄大赛的最终奖励很可能就是一件天地灵物。赵道廷的双眼瞬间迸发出一阵金光，正好这个天骄赛可以让赵承安去练手，见识到同辈天才的手段和实力。至于能否得到第一，拿到这件天地灵物，赵道廷心中不断思虑，似乎是在考虑一个万全之策。身为一个善于权谋的皇帝，他自然是不可能就这么看着一件至宝就这么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如果赵承安无法夺冠，那他也会用其他手段得到这件天地灵物，为大周王朝增加更多的底蕴积累。可能有些贪婪，但没办法，这就是权谋。王道从来不是唯我独尊，而是我全都要。赵道廷的指尖在桌案上停下，御书房内一片沉寂。这件天地灵物，大周王朝必须要收入囊中。当日午时，大周皇城正中央的上空，毫无征兆的风云变色，金光乍现，锐气千条。一道巨大的金色卷轴凭空展开，悬于天际，遮蔽了半个皇城。卷轴之上，龙飞凤舞地书写着一行行鎏金大字，每一个字都蕴含着一股磅礴浩瀚的气息，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心神俱震。春秋商行天骄大赛，凡30岁以下轮海境之上者皆可报名。大赛魁首可得黄品天地灵物1件，其余名次也皆有至宝作为奖励。轰！整个皇城瞬间沸腾了，无数修士从闭关中惊醒，无数百姓涌上街头，骇然地仰望天空。春秋商行是那个遍布天下的春秋商行。天骄大赛，10年一度的天骄大赛，这次竟然在我们大周举办。黄品天地灵物，我的天，居然拿这东西当奖励！议论声、惊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就在众人心神激荡之际，天空中的金色榜单光芒大盛，随即轰然破碎。它化作了上万片细碎的金色流光，如同有了生命一般，朝着四面八方激射而去，瞬间消失在天际。每一片流光都是一份邀请函，将飞往这片广袤地狱的每一个角落，通知到每一个有资格的势力和天骄。这手笔霸道绝伦。魏王府，赵承安刚刚结束了上午的修行，正陪着萧楚楚在庭院里散步。一块金榜的碎片飞落到府中，在萧楚楚的面前缓缓停下，随后变成一封金色的邀请函。两人看完，赵承安恍然，不是拍卖会，而是天骄大赛。春秋商行果然名不虚传，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将一件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黄品天地灵物当做一场比赛的彩头。夫君，是天骄大赛。萧楚楚抓着赵承安的衣袖，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里写满了兴奋。他可是曾经的天骄榜第6，对这种盛世骨子里就有一种渴望。可下一秒，他的小脸就垮了下来，整个人都蔫了。他嘟着嘴，委屈巴巴地算着手指头。1个月后，正好是我的预产期。完了，彻底赶不上了。这简直是天底下最难过的事情。眼看着一场为自己量身定做的盛会就在家门口举办，自己却因为要生孩子，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赵承安看着他这副模样，又是好笑又是心疼。他伸手刮了刮萧楚楚的穷鼻，傻丫头，有什么好难过的？你不能去，夫君替你去，帮你拿个第一回来，好不好？萧楚楚怔了一下，
随即眼睛猛地亮了起来。对啊，自己虽然不能去，但是夫君可以啊。他和夫君谁拿第一又没什么差别，反正都是一家人。他瞬间满血复活，斗志昂扬。夫君说的对。萧楚楚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一脸严肃地看着赵晨安。夫君，你现在是到宫境巅峰，虽然战力不俗，但那些能在天骄榜上留名的家伙，可没有一个是弱者，大部分都已经是4级境了。所以接下来的1个月，你必须突破到4级境。我会让若霜姐姐好好监督你的，不是陪着你一起修炼。赵晨安闻言不由得苦笑。好家伙，之前花了3个月，从轮海境巅峰一路修炼到宫境巅峰，这速度已经骇人听闻了。现在你又给我安排了1个月的 KPI， 要突破到4级境，真当你夫君修炼跟喝水一样轻松吗？好吧，有系统安排的各种外挂在，好像也确实如此。两人又在庭院里温存了一会儿，赵晨安这才安抚好这个即将临盆却依旧心系战斗的准妈妈。随后他将乌兰雪、李青鸾和柳若霜3女都叫到了书房。天骄大赛的事情自然也要告知他们。事情就是这样，你们有谁想去试试吗？赵晨安将情况简单说明后，看向3女。乌兰雪温柔地笑了笑，轻轻摇头，我就不去了，我要留在家里照顾萧儿，还要陪着楚楚妹妹。对她而言，相夫教子远比什么天骄大赛重要的多。而李青鸾和柳若霜则是对视了一眼，同时露出坚定的目光。李青鸾这段时间除了照顾女儿赵子欣，自身的修行也丝毫没有落下。在大道天眼睛和海量资源的支撑下，他早已成功突破，如今已是4级境初期的修为。而柳若霜身为先天轮回道体，天赋本就卓绝，突破到4级境的时间比李青鸾更早，甚至柳若霜也代表稷下学宫收到了邀请函。他们2人若是参赛，绝对有实力去争一争前10的名次。我想去，我也想去。2女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开口，话语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她们不仅是赵晨安的妻子，更是有着自己骄傲的武者，这样的盛会他们不想错过。赵晨安看着他们战意盎然的模样，点了点头。好，那我们一家就去3个。不过比赛之时，万事以自身安全为重。这天骄大赛听起来风光无限，但历届比赛中陨落的天才也不在少数，刀剑无眼，生死难料。夫君放心。李青鸾和柳若霜齐声应道。赵晨安看着眼前这几位风华绝代的妻子，心中豪情万丈。别人家的天骄都是孤身一人，为了宗门荣耀而战，自己倒好，直接拖家带口上阵。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不知会作何感想。1个月的时间，突破4级境，赵晨安的思绪沉淀下来，开始规划接下来的修行。他不仅要去，还要以最强的姿态去拿下那个第一。这件天地灵物，赵晨安势在必得。看来是时候将大荒求天指的修炼提上日程了，不然一昧提升境界，战斗手段太单一，也在比赛中走不远。想到这里，赵晨安起身揽住李青鸾和柳若霜的腰肢。走了，2位娘子，咱们去修炼。又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整个大周皇城在这1个月内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来自大周王朝疆域内乃至周边数个王朝的天才俊杰如过江之鲫，纷纷涌入这座古老的都城。一时间，皇城内风云际会，各大酒楼、茶馆随处可见气息强横的年轻武者，他们3五成群，高谈阔论，意气风发。城中的武馆更是场场爆满，时常有天才之间因为言语不合当场切磋，引来无数人围观。更有甚者，一些好事之徒已经在城中各大赌坊提前开盘，将这次参赛的热门选手列成榜单，供人下注，赌谁能夺魁，谁能进入前10。一时间，整个皇城都沉浸在一种狂热而又紧张的氛围之中。然而，作为风暴中心的魏王府却显得异常安静。这整整1个月，赵晨安几乎没有踏出过王府半步。庭院深处的修炼室内，赵晨安盘膝而坐，周身灵气氤氲，形成一道到肉眼可见的漩涡，疯狂涌入他的体内。在他的四肢之上，隐隐有神光流转，仿佛连接着天地4极，与冥冥之中的大道产生了共鸣。到宫境巅峰的桎梏早已被冲破。某一刻，他猛地睁开双眼，一道金光一闪而逝，呼，一口浊气被长长吐出，气流如剑，将前方一块青石击得粉碎。4级境初期成了。1个月的时间，从到宫境巅峰到4级境，这种速度若是传出去，足以让那些所谓的天才们怀疑人生。但对拥有归元大道体的赵晨安而言，这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除了境界的突破，他对大荒求天指的领悟也已成功入门。一指求天地，二指碎星辰，虽然远未达到那般毁天灭地的威能，但作为他目前最强的攻击手段，已然足够。现在的他与李青鸾、柳若霜终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当赵晨安走出修炼室时，庭院里正是一片温馨的景象。小九，慢一点，别摔着了。乌兰雪温柔的声音传来。只见尚未满周岁的赵潇已经能摇摇晃晃地走路了。小家伙穿着一身锦绣小袍，走得跌跌撞撞，却一脸兴奋，咿咿呀呀地追逐着一只蝴蝶。而在另一边的石凳上，李青鸾正抱着女儿赵子欣。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未满周岁的赵子欣口中已经能清晰地吐出几个字：娘亲抱。小灵珠伸出粉嫩的小手，搂着李青鸾的脖子，
奶声奶气的撒着娇。好家伙，一个能走了，一个会说话了。这两个小家伙，一个比一个妖孽。相比之下，被柳若双抱在怀里的赵鼎，则显得异常乖巧安静，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不哭不闹。对于这3个孩子，乌兰雪没有丝毫偏颇，全都视如己出，照顾得无微不至。也正是因为她的悉心照料，才让李青鸾和柳若双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修炼之中，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做准备。夫君，你出关了！乌兰雪最先发现赵晨安，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李青鸾和柳若双也看了过来，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赵晨安身上那股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气息，那是属于4级境强者的威压。总算没辜负娘子们的期望。赵晨安笑着走上前，伸手将跑过来的赵潇一把抱起，小九在他怀里咯咯直笑，小手抓着他的头发，显得亲密无比。就在一家人享受这难得的温馨时刻时，一道风风火火的身影冲了进来。夫君，夫君，快看我整理的情报！萧楚楚举着一卷厚厚的卷轴，像只献宝的小狐狸，满脸兴奋地跑到赵晨安面前。这1个月，他俨然化身成了魏王府的专属小军师。对于自己无法参赛这件事，他早已释怀。在他看来，帮助夫君和2位姐姐取得好成绩，比自己上场更有意义。每天除了雷打不动地去探望依旧昏迷的师尊莫玉清，他剩余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打探和分析各路天骄的情报上。哦，我们的军师大人又有什么新发现了？赵晨安笑着接过卷轴，同时细心地拉住萧楚楚，生怕他磕到碰到。这几天就是萧楚楚的预产期，大意不得，也就是他这个心大的，没事还四处乱跑。卷轴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数十位被认为是夺冠热门的人选，每个人的姓名、宗门、修为、擅长地功法武技，乃至过往的战绩都被标注得清清楚楚。你看这个大前王朝的太子钱无双，22岁，4级境中期，据说身负黄道龙气，战力极强。还有这个天剑山的首席大弟子叶圣灵，一手快剑出神入化，曾经有过越级斩杀4级境巅峰强者的记录。还有这个百花谷的圣女。萧楚楚指着卷轴，如数家珍地介绍着。赵晨安、李青鸾和柳若双3人认真地听着，将这些名字一一记在心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就在这时，整个皇城的天空毫无征兆地暗了下来。不是天黑了，而是无尽的金光从9天之上倾泻而下，将整片苍穹都染成了一片璀璨的金色。一股浩瀚、威严、古老的气息笼罩了整个天地。皇城内，无数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天地异象所惊动，纷纷走出房间，抬头望天。魏王府庭院中，赵晨安等人也停下了交谈，齐齐抬头，只见那金色的天穹中央，一道巨大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画卷之上，龙飞凤舞的古老文字开始逐一浮现。10年一届，由春秋商行举办的地狱天骄大赛正式开启。赵晨安回头看了一眼满脸期待的萧楚楚，摸了摸他的头，随后率先升入空中，来到那金榜之上，虚空而立。紧随其后的是将怀中孩子交给乌兰雪的柳若双，然后是李青鸾。等3人都到了那空中金榜之上时，周围也有数百道恭敬4级境的年轻修士赶到。金榜之上文字变化，缓缓凝聚成为一条简单的规则：海选阶段，请诸位选手踏上金榜，在确定身份后开启乱斗淘汰，本轮只有100人晋级。金榜之上规则文字刚刚定格，赵晨安第一时间就准备行动，想先找到李青鸾和柳若双。在这等混战之中，3人合力才是上策。可他脚步尚未迈出，整个金榜突然爆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一股无法抗拒的挪移之力将所有人笼罩，天旋地转。下一瞬，赵晨安发现自己已然身处金榜的另一端，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个个神情戒备，杀气腾腾。李青鸾和柳若双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群之中，还未等他稳住身形，一道凌厉的剑光便破空而来，直刺他的眉心。一名身穿青衣的剑客，显然是看他刚刚现身，气息未稳，想趁机偷袭，先淘汰一人。赵晨安面色不变，甚至连躲闪的动作都懒得做，他只是轻轻抬起右手，雄浑的灵力瞬间在身前凝聚成一道金色屏障。叮一声脆响，那无匹的剑光撞在屏障之上，寸寸碎裂，连一丝波澜都未能掀起。偷袭的剑客大惊失色，完全没料到对方的护体灵力竟如此浑厚，他想也不想，抽身便要后退。晚了。赵晨安淡漠地吐出2个字，并指一点：大荒求天指。一根裹挟着荒芜与死寂气息的巨大手指凭空凝聚，以一种无可匹敌的威势直接点在了那剑客的肩膀上。啊！一声惨叫，剑客的护体灵力如同纸糊的一般被瞬间洞穿，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被狠狠地轰出了金榜的范围，朝着下方的皇城坠落而去。赵晨安收回手指，随意地瞥了一眼下方，只见春秋商行所在的楼阁中，一道身影冲天而起，精准地接住了那名坠落的剑客，随即迅速返回，显然是进行救治去了。这春秋商行倒是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赞助商不仅负责提供场地，还负责战后救治，值得好评。皇城之内，无数道强大的气息升腾而起，遥遥观望着天空中的战场。那些地域各大势力的权贵、宗门之主，甚至是一些闭关的老怪物，都被这场盛事所吸引。
皇宫深处，赵道廷负手立于一座高塔之顶，深邃的目光穿透虚空，落在金榜之上。当他看到赵晨安一直秒杀对手后，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他尝试着将自己化龙境的庞大神念探入金榜，想要更清晰地观察内部的战况。然而，他的神念刚一触碰到金榜的边缘，就被一股浩瀚而古老的力量轻柔地弹开，无法侵入分毫。赵道廷微微一怔，旋即咂舌：好宝贝，竟能隔绝化龙境的神念，品级恐怕还在天品之上。也罢，如此一来，倒是杜绝了场外之人暗中作弊的可能，足够公平。金榜战场之上，赵晨安身形闪动，在混乱的人群中快速穿梭。他并不恋战，目标明确，就是寻找自己的2位妻子。很快，一片耀眼的枪芒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战场一角，李青鸾长枪如龙，身姿矫健，正以一敌5，杀得酣畅淋漓，霸气十足。赵晨安不禁有些无奈，这个好战的女人还真把这场淘汰赛当成2军对垒的战场了。如此大开大合，锋芒毕露，自然会成为众人集火的目标。就在他准备上前帮忙时，战圈中一名修士抓住了李青鸾一个微小的破绽，手中长刀化作一道阴冷的寒光，从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斩向他的后心。赵晨安正欲出手，一变突生，斜刺里猛地冲出一道白衣身影，手中折扇一展，竟然后发先至，精准地挡住了那偷袭的一刀。枪！金铁交鸣声中，白衣修士借力一旋，一脚踹在偷袭者的胸口，将其直接踹飞了出去。卑鄙小人，竟在背后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白衣修士义正言辞地呵斥了一句，随即又是一击，将那偷袭者也打落金榜。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尽显高手风范。赵晨安停下了脚步，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英雄救美！只见那白衣修士整理了一下衣袍，转过身，露出一副自认为潇洒倜傥的笑容，对着李青鸾拱了拱手：姑娘不必惊慌，在下青竹宗陈建新，最是见不得这等宵小之辈的龌龊行径，能与姑娘这般绝代佳人并肩作战，实乃陈某3生有幸。他一边说着，一边还试图靠近。然而李青鸾根本没有看他长枪一抖，将另一名围攻者逼退，枪尖划过一道凌厉的弧线，口中只冷冷地蹦出一个字：滚！陈建新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远处的赵晨安看到这一幕，差点没笑出声来。好家伙，这是什么情况？当着自己的面公然搭讪自己的老婆，这陈建新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赵晨安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玩味的笑意，迈开步子，不紧不慢地朝着那片战圈走了过去。陈建新被那个滚字枪得面红耳赤，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他自诩风流，何曾受过这等待遇？可看着李青鸾那冷若冰霜却又美得惊心动魄的侧脸，他心中的那点火热反而愈发旺盛了。他深吸一口气，正准备再说些什么来挽回颜面，一个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却从他身后悠悠传来：这位道友，你好像对我娘子很有想法。赵晨安说罢，突然全力运转体内灵力，4级境的修为骤然爆发，大荒求天指瞬间如龙般触动，当场将这陈建新吓成木偶，呆愣愣地站在原地，没有直接下死手。赵晨安看他被吓得忘记反抗，也便收了力，单手抓住他的后颈领子，随后用力直接丢出金榜区域之中。青竹宗是吧？本王记下了，回头让你宗主来皇城找我道歉。不长眼的家伙！冷酷地转过头，赵晨安再看向李青鸾，他已经解决了周围的对手，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哟，夫君吃醋了？赵晨安果断摇头：吃醋？不可能的事，你们2个够了呀！人家在生死搏杀，你们在这公然秀恩爱。柳若霜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夫妻3人组再次聚集。赵晨安回头一笑，看来这第1轮海选晋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你们2个够了呀！柳若霜清冷的声音自身后传来，打断了夫妻2人的对视。人家在生死搏杀，你们在这公然秀恩爱。他缓步走来，虽然话语里带着几分嗔怪，但眉宇间却藏着一丝笑意。赵晨安回头一笑，伸手将他也拉到身边。这不叫秀恩爱，这叫战术性威慑。李青鸾也收起了长枪，配合的点点头。没错，让那些宵小之辈看看，我们可不是好惹的。3人再次聚首，形成了一个稳固的铁三角。周围的修士看到这一幕，特别是见识了赵晨安刚才随手丢垃圾一般将那青竹宗陈建新扔出去的实力后，都下意识地远离了他们几分。开玩笑，那陈建新也是道恭敬的好手，在这位爷面前竟然连一招都走不过，谁还敢上来出这个眉头？一时间，赵晨安3人周围竟然形成了一片小小的真空地带。乱斗依旧在继续，金榜之上的修士数量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惨叫声、兵器碰撞声、凌厉爆裂声不绝于耳，不断有人被轰出金榜的范围，化作流星坠落，而后被春秋商行的人接住。赵晨安3人乐得清闲，干脆站在原地，好整以暇地观察着其他人的战斗。夫君，你看那边那个用双锤的，有点门道。李青鸾饶有兴致地指向一处战团。赵晨安顺着看去，只见一名身材魁梧的壮汉，手持一对紫金巨锤，每一次挥动都带着雷霆万钧之势，霸道绝伦，确实不错，根基扎实，灵力雄浑，是个体修。赵晨安点评道。柳若霜则注意到了另一边，那个用阵法的女子也不简单，以1敌3，游刃有余。
金榜之上的时间缓缓流逝，当最后一个名额确定，第101人被淘汰出局的瞬间，整个金榜猛地一震，所有还在战斗的修士都被一股柔和的力量分开。紧接着，一道宏大而威严的声音响彻天地：海选结束，100人晋级。话音刚落，众人脚下的金色榜单突然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金光大作，刺得人睁不开眼。赵晨安立刻将李青鸾和柳若霜护在身后，全身灵力涌动，警惕地防备着可能出现的变故。下一瞬，他们脚下一空，那巨大的金色榜单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作了漫天金色光点，消散于无形。怎么回事？金榜呢？难道大赛结束了？晋级的100名修士悬浮于空中，个面露金银之色。就在这时，那些消散的金色光点并未远去，而是在空中重新汇聚、拉伸、塑形。眨眼之间，一座通体由黄金铸就、看不到尽头的巍峨天梯横亘于皇城上空。天梯共有365节，每一节都宽阔无比，闪烁着玄奥的符文，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威压。第2轮考核，登天梯。天梯共365阶，攀登阶数将作为尔等最终排名高低关系到下一轮对决。本轮不设淘汰。简单的规则文字在天梯旁凝聚成型，清晰地映入每个人的脑海。不设淘汰，只看排名。众人先是一愣，随即不少人脸上都露出了轻松的神色。既然不淘汰，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然而赵晨安却敏锐地察觉到，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这春秋商行的手笔，一环扣一环，怎么可能设置一轮没有压力的考核？夫君，这天梯……柳若霜的声音带着一丝凝重，感觉到了吗？赵晨安点点头。威压。李青鸾手持长枪，战意昂扬。管他什么威压，我们3个一起上，难道还怕了不成？赵晨安微微一笑，牵起2女的手，走，我们去试试。3人并肩朝着天梯的起点走去。与此同时，其他晋级的选手也纷纷反应过来，争先恐后的冲向天梯。排名影响下一轮，谁都想抢占先机。我先来！一名姓吉的刀客大喝一声，身形如电，第一个踏上了第1节台阶。他刚刚站稳，身体就是一僵，但很快他便适应过来，哈哈大笑。也不过如此嘛。说着，他便抬脚迈向第2节。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他人也纷纷效仿。100名天骄陆续踏上了金色天梯。赵晨安3人不急不缓，走在人群的中间位置。当他的脚掌接触到第1节台阶的瞬间，一股磅礴浩瀚的威压轰然降临。这股威压并非单纯的力量压迫，而是从肉身到神魂的全方位碾压，仿佛有一位真正的化龙境强者，正用他那睥睨天下的气势在审视着自己。化龙境一重，赵晨安瞬间就判断出了这股威压的强度。对于已经达到4级境的他来说，这点压力还在承受范围之内。他的归元大道体微微一震，雄浑的灵力自行流转，轻易就将这股威压抵消了大半。身旁的李青鸾和柳若霜也都只是身体微微一顿，便立刻适应了过来。他们都修炼了大道天眼经，根基之深厚，远超同阶修士，有点意思。赵晨安抬头望向那层层叠叠，仿佛无穷无尽的台阶，嘴角泛起一抹玩味的笑意。此时已经有不少人冲到了前面，最快的那名刀客已经一口气冲上了第9节台阶。哈哈哈，这天梯也不过如此。第1名，我。他的话还没说完，当他的脚踏上第10节台阶的刹那，噗！刀客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仿佛被一座无形的大山狠狠砸中，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双腿一软，险些直接跪倒在地。威压陡然增强了，从化龙境1重直接跃升到了化龙境2重的层次。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一些同样冲得很快的修士猝不及防之下也被压得踉跄后退，甚至有人直接被震得从台阶上滚落下来，虽然没有受伤，却也狼狈不堪。原来如此，每10节台阶，威压就会提升一个档次。有人立刻发现了其中的规律，这一下再也没有人敢冒进，所有人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一步一步感受着威压的递增。赵晨安3人对视一眼，心中了然。他们迈开脚步，不紧不慢，一步一步向上攀登。10节、20节、30节化龙境2重、3重、4重的威压接踵而至。李青鸾的呼吸开始变得有些急促，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但他的身姿依旧挺拔，手中的长枪被他当做了拐杖，支撑着身体。柳若霜则闭上了双眼，周身有淡淡的轮回气息流转，似乎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化解压力。40节、50节，当3人同时踏上第50节台阶时，一股堪比化龙境5重强者的恐怖威压从4面8方挤压而来。赵晨安闷哼一声，感觉自己的骨骼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他体内的灵力疯狂运转，大荒求天旨的奥义在心中流淌，一股荒芜死寂的意境弥漫开来，竟是将身边的威压排开了一丝。好家伙，这金榜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宝物，竟然能模拟出如此真实的强者威压？按照这个规律，等上到第100节台阶，那岂不是先抬进的威压？一想到这里，赵晨安的心头都忍不住一阵狂跳。他抬起头望向更高处，那被云雾缭绕，仿佛连接着9重天的天梯之顶。赵晨安体内的归元大道体自行运转，气血奔涌如同江河，
抵御着这股化龙境5重的恐怖威压。60节、70节威压已经攀升至化龙境7重。天梯之上，人数锐减。最初踏上天梯的100名天骄，此刻还能继续向上攀登的已不足30人，大部分人都停留在50节以下，一个个脸色苍白，盘膝而坐，艰难地抵抗着威压，再也无法前行半步。李青鸾的俏脸已经毫无血色，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鬓角滑落，浸湿了衣襟。他紧咬着银牙，每抬起一步都仿佛耗尽了全身的力气。手中的长枪枪尖在金色的台阶上划出一道道浅浅的痕迹，支撑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柳若霜的情况稍好一些，他周身轮回气息流转得越发玄奥，将大部分威压都隔绝在外，但他的脚步也明显变得沉重了许多。青鸾，还能坚持吗？赵晨安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我还行。李青鸾倔强地吐出3个字，再次艰难地迈出一步，踏上了第79节台阶。化龙境8重的威压轰然降临。第80节、第81节。当李青鸾的右脚刚刚踏上第81节台阶的瞬间，他的身体猛地一颤，整个人再也支撑不住，向后倒去。赵晨安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柔软的腰肢。不行了，夫君，我到极限了。李青鸾靠在赵晨安怀里，大口地喘着气，胸口剧烈起伏，他的双腿在不受控制的颤抖，体内的灵力几乎已经凝滞。赵晨安拍了拍他的肩膀，柔声安慰：已经很了不起了。他示意李青鸾回头看。李青鸾顺着他的方向望去，只见天梯之下密密麻麻的身影被他们远远甩在身后，能够超越他的寥寥无几。足足80多位来自各地的天骄都被他这个刚刚突破到4级境的女子踩在了脚下。你只是刚刚突破到4级境，根基尚浅，能走到这一步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人。李青鸾心中的一丝不甘，在赵晨安的安慰和眼前的事实面前渐渐消散。他点了点头，不再强求，就地盘膝坐下，开始稳固自己的状态。赵晨安和柳若霜对视一眼，继续向上。85节、90节、95节，威压已经达到了化龙境9重的巅峰。此刻还能站立在天梯之上的，算上赵晨安和柳若霜，也只剩下寥寥6人。除了他们，另外4人无一不是气息沉凝、根基雄厚之辈，显然都是各大势力雪藏的真正妖孽。第99节，当赵晨安踏上这一节台阶时，柳若霜却停下了脚步，他的身体只是微微晃动了一下，便稳住了身形，显然还未到达极限。不走了吗？赵晨安有些意外。柳若霜摇了摇头，他的神色无比凝重，望向第100节台阶，仿佛那里蛰伏着一头洪荒巨兽。我的直觉告诉我，再往上一步会是质变。仙台境的威压与化龙境截然不同，若是贸然踏入，很可能会直接被压垮，神魂受创。说罢，柳若霜的视线扫过身旁的4人，那4人也同样停在了99节台阶，神色变幻不定，显然也在犹豫。赵晨安了然，这一轮考核除了给选手排名，更重要的是考验大家对自我的认知。柳若霜的声音清冷，却蕴含着智慧。他看向天梯最低端，你看下面那些人，因为急于求成，贸然向上，结果被超出自己极限的威压所伤，如今只能停留在最底层，连自己本该有的成绩都达不到了。甚至有些人已经心生畏惧，干脆放弃了继续承受威压的考验。赵晨安点点头，他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春秋商行果然好手段，这一场看似简单的登天梯，却将所有人的心性、实力、潜力、智慧都考验得淋漓尽致。我明白，我会量力而行。赵晨安对柳若霜投去一个安心的示意。夫君小心。柳若霜不再多言，也在99节台阶上盘膝坐下。赵晨安深吸一口气，将自身状态调整到巅峰。归元大道体轰鸣，4级秘境的力量贯通4肢百骸，雄浑的灵力蓄势待发。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毅然抬起脚，迈向那代表着天壤之别的第100节台阶。落足的瞬间，没有轰鸣，没有巨响，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压力无声无息地笼罩了他。如果说之前的威压是一座大山，那么此刻的威压就是一整片苍穹，浩瀚威严，不可抗拒。仙台境，咔嚓！赵晨安的护体灵力在接触到这股威压的瞬间便寸寸碎裂，化为光点消散。紧接着，他全身的骨骼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仿佛下一秒就要被碾成齑粉。他的身体猛地向下一沉，双膝一弯，差点直接跪倒在地。好恐怖的威压！这还只是仙台境一重天的威压而已。赵晨安不敢有丝毫拖大，强忍着神魂传来的撕裂感，艰难地盘膝坐下。他必须尽快适应这股威压，否则别说继续向上，能在这里坚持多久都是个问题。大道天眼睛在体内疯狂运转，试图化解这股深入骨髓的压力。然而，就在他开始修炼的瞬间，异变突生。赵晨安突然感觉到，在这股恐怖的威压之下，他运转功法的速度竟然比平时快了数倍不止。四周的天地灵气仿佛受到了某种牵引，疯狂地朝着他的身体涌来，被强行挤压，灌入他的经脉之中。这种修炼效率简直骇人听闻。赵晨安心头巨震，原来如此，原来这才是春秋商行真正的目的。排名是次要的，让所有天骄提前感受强者的威压，并且在这种极限压力下进行修炼，这才是这场考核最大的机缘。这哪里是什么考核，这分明是一场天大的赏赐。想通了这一点，
赵晨安再无半分抵抗之意，他彻底放开了身心，主动引导着那股仙台境的威压，淬炼自己的肉身与神魂。一股精纯至极的灵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他的经脉中轰然炸开。轰！赵晨安的体内归元大道体发出雷鸣般的轰响，那股浩瀚无边的仙台境威压，此刻不再是摧毁他的力量，反而成了一双无形的大手，疯狂地将外界的天地灵气揉碎、压缩，再强行灌入他的四肢百骸。每一寸血肉，每一根骨骼，都在这股压力下被反复淬炼，变得更加凝实，更加坚韧。就在他沉浸在这种极限修炼带来的裨益中时，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旁。来人身穿一袭绣着四爪金蟒的华贵长袍，头戴紫金冠，面容俊朗，却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倨傲，正是大前王朝的太子钱无双。他同样踏上了第100阶台阶。嗡！仙台境的威压降临，钱无双的身躯猛地一震，护体灵光瞬间暗淡下去。他的修为已达4级境中期，根基雄厚，远超同柴，可在这股跨越了一个大境界的威压面前，依旧显得有些吃力。钱无双闷哼一声，膝盖微微弯曲，险些当场跪下。他强行挺直了脊梁，体内传出龙吟虎啸之声，显然是催动了某种强大的秘法，这才勉强稳住了身形。他扫了一眼已经盘膝坐下的赵晨安，倨傲的脸上闪过一丝凝重。这个大周魏王竟然能比他还先一步抵达这里。不过他也清楚，现在不是争强好胜的时候，这仙台威压不仅仅是考验，更是机缘。钱无双没有丝毫犹豫，同样在赵晨安不远处盘膝坐下，开始运转功法，借助这股压力淬炼己身。紧接着又有2道倩影连袂而至，其中一人身着一袭淡绿色的罗裙，身姿婀娜，气质空灵。他一出现，周围的空气中都仿佛多了一丝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百花谷花仙子牡丹。另一人则是一身火红的宫装，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一颦一笑间媚态天成，仿佛能勾走人的魂魄。合欢宗圣女邀月，两人几乎是同时踏上第100阶台阶，也几乎是同时娇躯一颤。牡丹的周身浮现出无数花瓣虚影，不断生灭，抵消着那股恐怖的压力，而邀月的体表则弥漫起一层粉色的雾气，将威压消弭于无形。即便如此，他们的脚步也到此为止了。两位天之娇女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的决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和赵晨安、钱无双一样的方式，就地盘膝开始修炼。一时间，第100阶台阶上4位顶级天骄并排而坐，形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天梯之外的观战席上早已是一片哗然。我的天，竟然有4人同时登上了第100阶台阶！大前太子钱无双、百花谷仙子牡丹、合欢宗圣女邀月，这3位都是天骄榜上排名前5的存在，能做到这一点不奇怪。可那个大周的魏王是怎么回事？他不是才4级境初期吗？竟然能和这3位并驾齐驱。一位来自大势力的长老抚须感叹：此子不凡啊！看来我们都小觑了大周，也小觑了这位魏王殿下。是啊，能在这等威压下坚持住，心性、根基、功法缺一不可，此子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众人议论纷纷，皆为赵晨安的表现感到震惊。然而就在这时，又一道身影动了。那是一个身穿青衣的青年，背负一柄古朴长剑，气质冷冽，整个人就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锋芒毕露。天剑山首席大弟子叶圣灵，他一步一步，不疾不徐，很快也来到了第99阶台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过去。叶圣灵也到了，他会停下吗？肯定会吧，那可是仙台境的威压，一步之差，天壤之别。在万众瞩目之下，叶圣灵在第99阶台阶上仅仅是停顿了一个呼吸的时间，然后他抬起了脚，落在了第100阶台阶上。恐怖的威压降临，他的身体只是轻微的晃动了一下，便稳如磐石。他甚至没有像赵晨安等人那样立刻坐下适应，他的动作没有停止。在所有人不敢置信的注视下，他再次抬脚，毅然决然地迈向了第101阶台阶。轰！一股比之前更加恐怖的威压轰然落下，叶圣灵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青色的衣衫被冷汗浸透，但他依旧站得笔直，宛如一杆刺破苍穹的长枪。全场死寂，真落可闻。所有人都被叶圣灵这惊世骇俗的举动给震慑住了。他竟然直接踏上了101阶，疯了，简直是疯了！他难道不怕神魂被压碎吗？这就是天骄榜第1的实力吗？太恐怖了！他和其他人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观战席上，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眼中金光爆射，激动地站了起来。好一个天剑山的麒麟儿！此子剑心通明，意志坚如神铁，这仙台威压对他而言非但不是阻碍，反而是磨砺剑心的最佳底石。旁边有人附和道：不错，叶圣灵走的乃是无上剑道，一往无前，有进无退。若是他像其他人一样停在第100阶，反而落了下乘，不愧是天剑山雪藏了20年的绝世妖孽，此次天骄大赛魁首之位，怕是非他莫属了。赞叹声此起彼伏，所有人都将叶圣灵视为了此次大赛的唯一焦点。相比之下，停留在第100阶台阶的赵晨安4人瞬间就显得暗淡无光了。皇室的观礼台上，赵道廷的拳头不知不觉间已经攥紧，他看着金榜天梯上那道领先一步、孤傲卓绝的身影，心中涌起的不仅是赞叹，还有浓浓的担忧。首先，赵道廷也没想到
自己这个儿子居然短短2个月时间，修为便一路来到了4级境初期，不仅追赶上同龄人，甚至连大多数天才都被他甩在身后。这种进步速度让赵道廷敏锐地猜到了，一定是那位上古大能的手笔。对于赵承安的成长，赵道廷自然是非常欣慰，但除此之外，他还隐隐的担忧，千万不要冲动。他太了解赵承安了，表面上看起来随性洒脱，与世无争，但和他的母亲一样，骨子里却藏着一股不输于任何人的傲气。就凭他敢带着一群新兵上战场支援自己，就凭他敢将上古大能的事情和自己摊牌，赵道廷就知道往日的纨绔只是他的伪装，真正的赵道廷本性还是一身傲骨，渴望成为站在最顶峰的存在。如今叶圣灵当着所有人的面，以一种碾压的姿态超越了他，以赵承安的性子怎能无动于衷？可现在绝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赵道廷很清楚，先台境的威压每上一节，压力都是成倍增长的。赵承安能在第100节台阶上坚持住，已经是极限了。若是在尚未完全适应这股威压的情况下，强行踏出下一步，后果不堪设想。轻则经脉寸断，重则神魂受创，甚至可能到机崩毁，从此沦为废人。赵道廷的心瞬间揪紧了。而此刻，天梯之上，沉浸在修炼中的赵承安也缓缓睁开了双眼。那股精纯至极的灵力洪流在他的体内冲刷了数个周天，让他原本刚刚突破的境界彻底稳固下来，甚至还有了一丝精进。他抬起头，正好看到叶圣灵那道屹立在第101节台阶上的背影。他看到了那个背影，孤高决绝，仿佛一柄刺破天穹的神剑，将所有同辈都远远甩在了身后，差距是巨大的。这一点，赵承安在踏上第100节台阶的瞬间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知。先台境的威压如同无形的山岳，镇压着他的肉身与神魂。若非他的根基远超同阶修士，恐怕连站稳都做不到。皇室观礼台上，赵道廷悬着的心悄然放下了一半。还好，这小子没有被冲昏头脑。他看到了叶圣灵的强大，却没有选择鲁莽的追赶，而是安然坐下，利用这难得的机缘巩固自身。这份心性已然超越了绝大多数天骄。然而，赵道廷的这口气还没完全松下来。天梯上的赵承安又有了新的动作。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全力运转功法去对抗那股无孔不入的威压，反而是闭上了双目，仔细地感知着叶圣灵屹立在101节台阶上的状态。那股威压比自己这里要恐怖得多，可叶圣灵的身躯却如同一柄归鞘的神剑，看似平静，实则内蕴着一股斩灭一切的锋锐。一道道无形的剑意在他的周身流转，将大部分的威压都隔绝在外，剩下的部分则被他用来磨砺自身的剑心。原来如此，以自身之势抗衡天地之威。赵承安的脑海中一道灵光乍然闪过，叶圣灵走的是无上剑道，他的事便是那无坚不摧的剑意。前无双修炼的是黄道龙气，他的事便是那君临天下的霸道。牡丹仙子和邀月圣女同样有各自的道，那我的事又是什么？大道天眼睛，归元大道体？不，这些都是根本，是承载一切的道，却不是最锋利的事。赵承安的思绪飞速转动，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念头在他的心底滋生。威压能淬炼肉身与意志，那么同样以爆裂霸道著称的天地灵物呢？比如自己体内那道的自儿子赵萧的黄品天地灵物淬体灵雷，如果将这2种极致的淬炼之力叠加在一起，又会发生何等惊人的蜕变？这个念头一出现，便再也无法遏制，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是内外夹击，生死道消的下场。可负贵险中求。武道一途本就是逆天而行，若无一往无前的勇气，谈何登临绝顶？叶圣灵，你用剑意开路，那我赵承安便用天雷淬体，看看谁的路走得更远更霸道。下一刻，赵承安不再有丝毫犹豫，他心念一动，沉寂在他丹田气海之中的那道紫色灵雷被悍然催动。轰！一声沉闷的雷鸣不是从外界传来，而是从赵承安的体内炸响。原本只是温顺的流淌在他四肢百骸，默默滋养着他肉身的淬体灵雷，在这一刻彻底暴走了。噼里啪啦，无数道细密的紫色电弧瞬间从他的毛孔中钻出，交织成一张狂暴的雷网，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其中。恐怖的麻痹感和撕裂般的剧痛同时席卷了他的每一寸神经。赵承安的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牙关紧咬，额头上青筋暴起，豆大的汗珠瞬间滚落。这股疼痛远超他的想象。仙台威压是由外向内的碾压，考验的是筋骨与意志；而淬体灵雷的爆发，则是由内向外的破坏与重塑。每一寸血肉，每一根骨骼，都在经历着雷霆的洗礼。2种力量叠加，痛苦何止是倍增？这家伙在做什么？距离赵承安最近的钱无双第一个察觉到了异样，他猛地睁开双眼，恰好看到赵承安被紫色雷电包裹的骇人景象。那股狂暴的雷霆之力，即便只是溢散出的一丝，也让他感到心惊肉跳。另一边的牡丹仙子和邀月圣女同样被惊动了，2位天之娇女的美眸中都写满了难以置信。在仙台威压下，分心他故意是取死之道。这个大周魏王竟然还敢催动如此暴烈的力量来淬炼己身，他是疯了吗？天梯之外，观战席上更是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惊呆了。雷，是雷电，他体内怎么会有雷电？那不是普通的雷电，你们看那颜色，那股气息，
是天地灵物，是传说中的天地灵雷。一位见多识广的老者声音颤抖地喊了出来。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什么？天地灵物？还是属性最为暴躁的雷属性灵物？我的天！一个4级境的修士竟然炼化了天地灵雷，这怎么可能？他不要命了吗？在仙台威压下引爆灵雷淬体，这和自杀有什么区别？议论声、惊呼声此起彼伏。皇城之上，李青鸾和柳若霜的心瞬间揪紧了。他们能感受到赵晨安此刻正在承受何等恐怖的痛苦，俏脸上血色尽退，充满了担忧。赵道廷更是猛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一股化龙境的恐怖气息不受控制地溢洒而出。他双目死死地盯着那道被雷光包裹的身影。这个逆子，他竟然真的敢这么做！他以为自己是谁？玩雷？可是比玩火的下场还要恐怖啊！愤怒、担忧、惊骇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这位大周帝皇的心神都有些失守。而在万众瞩目的天梯之上，赵晨安承受的痛苦已经达到了顶点，他的意识都开始变得模糊，仿佛随时都会被那内外夹击的恐怖力量撕成碎片。但就在这时，他体内那神秘的归元大道体自行运转起来，一股温热而磅礴的生机从道体深处涌出，迅速修复着他被雷霆破坏的经脉与血肉。破坏、修复，再破坏，再修复，一个玄奥而完美的循环在他的体内悄然形成。而那股来自外界的仙台威压，在此刻反而成了一种绝佳的镇定剂。他死死地压制着赵晨安的肉身，让淬体灵雷的力量无法彻底爆发，只能被束缚在他的体内，以一种更加精纯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他的肉身。赵晨安的身体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快地变强，包裹着他的紫色雷光也愈发浓郁，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紫色雷茧，将他的身影彻底吞没。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上面的电弧已经不再狂暴，而是化作了温顺的电蛇，有节奏的游走，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毁灭与心声交织的气息。半个时辰悄然而过，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场疯狂的淬体将以一个悄无声息的结局收场时，咔嚓一声极其细微的碎裂声从雷茧上传来，紧接着第2声、第3声裂纹如同蛛网般迅速遍布了整个雷茧的表面。轰！下一瞬，雷茧轰然炸开，漫天紫色电光四散飞溅，露出了其中那道盘膝而坐的身影。赵晨安依旧是那个姿势，只是此刻的他浑身上下再无一寸完好的肌肤，焦黑的血痂与新生的嫩肉交错，缕缕鲜血顺着他的身体滑落，滴答在白玉阶梯上，触目惊心。他缓缓睁开双眼，那双眸子没有丝毫痛苦与虚弱，反而亮得惊人，宛若2颗蕴藏着雷霆的星辰。他活下来了。观战席上有人发出了梦一般的低语，没有人能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在那种由内而外的雷霆爆裂与由外向内的仙台威压双重夹击下，一个4级境修士竟然真的挺过来了，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仅活下来了，你们看他的气息。一位皇朝老祖骇然起身，死死盯着天梯上的赵晨安。那道身影虽然看上去狼狈不堪，但其体内散发出的气血之力却比之前强盛了何止1倍。雄浑凝练，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皇城之上，李青鸾和柳若霜早已泪流满面，他们紧紧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那揪紧的心终于在这一刻稍稍落下。赵道廷紧绷的身体也骤然一松，一股无力感涌来，他竟是踉跄了一下，重新跌坐回龙椅之上。这个逆子真的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天梯之上，赵晨安没有理会外界的任何喧嚣，他正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之中。肉身，他的归元大道体在这一次堪称自杀式的双重淬炼下发生了惊人的蜕变，每一寸筋骨，每一滴血液都仿佛被紫雷重新锻造过一遍，坚韧无比，充满了磅礴的生机与力量。现在的他单凭肉身强度，恐怕已经足以媲美那些传说中的上古凶兽幼崽，甚至寻常的地品灵气都未必能轻易破开他的防御。4级境之下，无人能伤他分毫，甚至寻常4级境也很难伤害到赵晨安的肉身。这便是富贵险中求得来的巨大回报。除了肉身，他的意志同样经历了一场恐怖的洗礼，在那种撕裂神魂的剧痛中坚持下来，让他的精神意志变得坚韧如铁。虽然他并未主修此道，无法具体感知提升了多少，但那份源自灵魂深处的强大与自信却是做不得假的。在无数道复杂的注视下，赵晨安动了，他缓缓站起身，筋骨齐鸣，发出一连串噼里啪啦的爆响，宛若雷鸣。他要做什么？淬体刚刚结束，身体正处于最虚弱的时候，他难道不打算调息一下吗？众人心中刚刚升起这个念头，然后他们就看到赵晨安迈开了腿，目标赫然是第101节台阶。疯了，他真的疯了！刚经历过生死大劫，就敢冲击更高的台阶，他不怕根基不稳，被威压直接碾碎吗？所有人都无法理解，就连钱无双、牡丹仙子等人也都是一脸的错愕。然而赵晨安的脚步沉稳而有力，一步踏出，咚一声闷响，仿佛巨锤砸在所有人的心口。他稳稳地落在了第101节台阶之上，与天剑山首席弟子叶圣灵并肩而立。刹那间，全场死寂。那个一直以来以无敌之姿将所有同辈远远甩在身后的孤高身影，第一次被人追上了。叶圣灵那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动容，
他缓缓转过头，看向身旁这个浑身是血的男人，那股扑面而来的狂暴气血，让他体内的剑意都开始不受控制的嗡鸣起来。好强的肉身，好霸道的意志！叶圣灵的心中第一次对一个同辈生出了威胁二字。可这还不是结束，不等叶圣灵开口，不等全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赵晨安又有了新的动作。他看都未看叶圣灵一眼，仿佛身边站着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他抬起了另一只脚，再次向上迈出。轰隆！当他的脚掌接触到第102节台阶的瞬间，一股比之前恐怖数倍的仙台威压轰然降临。那股力量沉重到足以压塌山岳。赵晨安的身体猛地一沉，刚刚经过千锤百炼的骨骼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鲜血从他身体的每一个毛孔中被重新挤压出来，将他瞬间染成了一个血人。但他挺住了，他咬碎了牙，硬生生扛住了这股足以让寻常化龙境强者都瞬间崩溃的威压，将那只脚死死地踩在了第102节台阶上。然后他缓缓直起了身躯，转过身，他站在更高处，俯瞰着身后的一切，俯瞰着一脸惊愕的叶圣灵，俯瞰着满脸呆滞的钱无双，俯瞰着天梯之下那一张张如同见了鬼一般的面孔。他没有说话，但他的姿态，他的存在已经向整个世界发出了最霸道的宣言：老子才是第一。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整个皇城落针可闻，所有人都被这逆天的一幕冲击得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皇城之上，赵道廷手中的龙椅扶手被他无意识地捏成了齑粉，他死死地盯着那道屹立于巅峰的血色身影，胸膛剧烈起伏。好一个逆子，你这是要逆天不成？就在整个皇城都陷入一种诡异的死寂，被赵晨安那霸道绝伦的姿态所震慑时，一道宏大而古老的声音自9天之上垂落，响彻在每个人的耳畔：天梯试炼结束。这声音不带丝毫情感，却蕴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瞬间将所有人从失神中唤醒。最终排名已定。随着话音落下，天梯一侧的虚空中，一道巨大的金色榜单凭空浮现，金光流转，一个个名字自上而下清晰地显现出来。第1名大周王朝赵晨安，第2名天剑山叶圣灵，第3名大钱王朝钱无双，第4名百花谷牡丹仙子，第5名合欢宗邀月。第100名。当看到榜首那个名字时，全场再次掀起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虽然早已亲眼目睹，但当春秋商行这权威的金榜将其彻底坐实时，那份冲击力依旧无与伦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王朝皇子，竟然真的力压了众多成名已久的顶尖天骄，登顶第一。虽然这只是暂时的排名，接下来还要看第3轮的战斗，但饶是如此，赵晨安也足够扬名整个地域了。接下来将进行第3轮排位淘汰战。那古老的声音没有理会众人的哗然，继续宣布着规则。本轮规则由天梯排名高者优先选择排名低于自己的任何一名对手进行对决，胜者晋级，败者淘汰。现在由第1名赵晨安开始选择你的对手。轰！此言一出，整个观战席彻底炸开了锅。排名高者优先选择，这规则对于排名靠前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优势，这还用选吗？赵晨安虽然登顶了，但你们看他那样子，明显是强弩之末，身受重创。没错，他现在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从90名开外挑一个最弱的，或者是在天梯上同样受伤不轻的倒霉蛋，先稳稳晋级再说。此乃老成之举，保存实力才是王道。无数修士议论纷纷，几乎所有人都为赵晨安规划好了最优路线，就连皇城之上的赵道廷也是微微颔首。这个逆子虽然行事张狂，但脑子一向好使，他应该明白此刻最重要的是什么。天梯之下，那近100位成功登上天梯的天骄，此刻也是心思各异。排在末尾的那些人，一个个面色发白，身体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生怕那道血色的身影会把目光投向自己。被一个刚刚创造了奇迹的怪物盯上，那滋味可不好受。而叶圣灵、钱无双等人则是神色平静，他们很清楚赵晨安绝对不可能选择他们。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天梯之上的赵晨安终于动了，他那双蕴藏着雷光的眸子缓缓扫视着下方，他的视线掠过了那些瑟瑟发抖的底层选手，没有丝毫停留，又掠过了那些实力中游面露紧张的天骄，依旧是视若无物。众人的心都随着他的视线移动而悬了起来，他到底要选谁？终于他的目光停下了，他没有看任何人，而是抬起头看向了虚空中的金榜，仿佛在欣赏自己的杰作。片刻后，他才重新低下头，沙哑而平淡的声音传遍全场：挺没意思的。这莫名其妙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什么意思？反正打到最后，站在这里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赵晨安的活动了一下筋骨，身上干涸的血痂顿时簌簌落下，露出下面新生的闪烁着淡淡紫芒的皮肤。一场一场打下去，太浪费时间了，观众们也等得着急。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鲜血染红的牙齿，显得有些狰狞。不如我们直接点，也给其他普通人一些机会，让他们多打几场，不至于白来一趟。这话一出，下方那些排名靠后的天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精彩。普通人，他们哪一个不是各自宗门王朝里千年难遇的天才？结果在这个男人嘴里
竟然成了普通人，这简直是赤裸裸的蔑视。但偏偏他们无从反驳，因为说这话的人是刚刚将他们所有人都踩在脚下的第一名。所以赵晨安的目光终于有了明确的目标，他越过了身后的叶圣灵，直接锁定在了排名第3的那道身影之上。大前王朝太子钱无双。钱无双，赵晨安直接点名，你是大前太子，我是大周王爷，咱们的身份倒是挺配，第一场就你我来打，如何？静，死一般的寂静，整个世界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赵晨安。他选了谁？钱无双，天骄榜原本的第3名，大前王朝的太子，一个货真价实的化龙境强者，他竟然放弃了所有简单的选项，直接挑战最顶尖的那几个人之一，这简直就是将所有人无视的桀骜啊！天梯上，柳若霜和李青鸾刚刚放下的心，瞬间又揪紧到了极致，他们甚至忘记了呼吸。赵道廷更是猛地站起身，一股恐怖的龙威不受控制的溢散而出，让周围的空间都开始扭曲。这个逆子，他到底想干什么？在无数道骇然、错愕、不解的注视中，被点名的钱无双先是一怔，随即他那张俊朗的脸上缓缓绽放出一抹极具侵略性的笑容。有意思，他看着天梯上那道血色的身影，非但没有动怒，反而流露出一丝欣赏。本宫还以为你会挑个软柿子捏，看来是本宫小看你了。钱无双一步踏出，身上的黄道龙气冲天而起，与赵晨安那狂暴的气血遥遥相对。你这个朋友，本宫交了，这一战本宫硬了。他的声音掷地有声，充满了属于王朝太子的霸气与自信。外界的众人彻底麻木了，一个疯了，另一个竟然也跟着他一起疯。天才的世界，他们真的不懂。而那些被赵晨安称为普通人的天骄们，此刻的心情更是复杂到了极点。他们既有被轻视的愤怒，又有一丝莫名的感激。赵晨安的选择确实给了他们喘息和晋级的机会，这种被人当成杂鱼，却又实实在在得了好处的感觉，让他们憋屈又无奈。好，赵晨安大笑一声，震得身上的伤口再次渗出鲜血。他毫不在意，从天梯上一跃而下，重重地落在了中央的对战金榜之上。咚一声巨响，整个金榜都为之震颤。他抬起手，摇摇指向钱无双，姿态狂傲到了极点。那就来战！伴随着赵晨安那狂傲至极的宣战声，9天之上的宏大声音再次响起，不带一丝波澜。第3轮第1场，大周王朝赵晨安对决大前王朝钱无双。对决开始。话音落下的瞬间，整个天地都为之震动。轰隆隆，众人脚下的天梯，那365节闪烁着古老符文的台阶，竟开始剧烈的收缩融合，金光冲天，法则交织。不过是眨眼之间，那通天彻地的天梯便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无比巨大的悬空擂台。擂台由不知名的金色神经铸成，上面烙印着密密麻麻的阵纹，散发着一股不朽不灭的气息。除了赵晨安与钱无双2人被留在了擂台中央，其余近100位天骄，连同柳若霜和李青鸾在内，全都被一股柔和的力量挪移到了观战席之上。整个擂台彻底成为了2个人的舞台。钱无双并未立刻动手，他身姿挺拔，黄道龙气缭绕，自有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度。他打量着浑身血污的赵晨安，平静开口：你这伤势问题不大，本宫不想趁人之危。此话一出，观战席上不少人都暗自点头，不愧是太子，这份气度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赵晨安闻言咧嘴一笑，多谢太子关心，不过一些皮外伤罢了。话音未落，他身躯猛然一震，嗡，一股磅礴的灵力自他体内爆发，化作无形的冲击波扫过全身。速，他身上那些早已干涸的血痂瞬间被尽数震落，化为齑粉飘散。下一刻，崭新的皮肤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皮肤晶莹如玉，隐隐有紫色雷光在皮下流转，身躯线条流畅而充满爆发力，哪里还有半点受伤的痕迹。他甚至连气息都平稳悠长，比在长久成久的人都要显得更加轻松写意。这怎么可能？观战席上，一名天骄失声惊呼，满脸的难以置信。毫发无损，他在那种恐怖的仙台威压下，竟然毫发无损。怪物，这家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哗然之声如同海啸般席卷全场。皇城之上，赵道廷紧绷的身体缓缓放松，随即又涌起一股哭笑不得的感觉。这个逆子总能给他整出点新花样。柳若霜和李青鸾2女则是彻底松了一口气，心头的大石轰然落地。擂台之上，赵晨安活动了一下手腕，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他瞥了一眼众人震惊的反应，有些无趣的撇了撇嘴。其实还能再往上走几步的，不过也没那个必要了。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更是让无数天骄气得差点吐血。还能再走几步，那岂不是说连仙台境的威压对他来说都并非极限？钱无双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的神色。很好，你有资格让本宫全力以赴。话音刚落，钱无双动了，没有丝毫征兆，他脚下猛地一踏，整座金色擂台都为之轰鸣，身影快到极致，在空中拉出一道残影，黄道龙气凝聚于右拳之上，化作一颗璀璨的金色龙头，咆哮着轰向赵晨安的面门。九黄龙拳一出手，便是石破天惊的杀招。这一拳
蕴含着王朝龙脉的无上威严。拳锋未至，那股霸道绝伦的拳意已经将赵承安周围的空间尽数封锁，地平5界，而且是早已被钱无双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面对这足以秒杀寻常化龙境强者的恐怖一拳，赵承安却是不闪不避，他的反应同样快到了极致。就在那金色龙头即将触碰到他身体的刹那，他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对着前方悍然点出大荒求天指。嗡！一根巨大无比的古老手指虚影凭空凝聚而成，那手指之上布满了沧桑的纹路，仿佛是从太古洪荒延伸而来，带着一股囚禁天地、镇压万古的恐怖气息。一指点出，天地失色。轰！金色的龙头与古老的巨指在擂台中央轰然相撞，狂暴的能量风暴以2人为中心，疯狂地向四周席卷开来。擂台边缘的防御阵纹瞬间被激活，亮起一道道璀璨的光幕，才堪堪将这毁灭性的余波挡下。即便如此，整个观战席上的修士依旧感到一阵心悸。烟尘散去，赵承安与钱无双各自退后了3步，平分秋色。赵承安心中微微一凛，若非这1个月将大荒求天指修炼至入门，今日恐怕还真要吃个大亏。而对面的钱无双心中的震惊更是无以复加，他这一拳动用了8成力量，足以镇压同阶任何对手，可一个4级境竟然能与他正面硬汉，不落下风，这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再来！钱无双战意冲霄，不再保留，准备再次出手。但就在此时，他却发现赵承安的攻势已经先一步抵达。轮到我了！赵承安大笑一声，身形一晃，主动发起了进攻。同样是一记大荒求天指，但这一次气势比之前更加狂暴。钱无双冷哼一声，9黄龙拳再次迎上，轰轰轰！两人在擂台之上展开了最原始、最野蛮的肉身搏杀，拳指交击，每一次碰撞都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溢散的能量让虚空都泛起涟漪。转眼间，两人已经对轰了数十记，依旧是不分胜负。武技上竟然奈何不了他。钱无双眉头紧锁，果断改变策略。他身形暴退，拉开距离，右手一翻，铮！一声清越的刀鸣响彻云霄，一把通体清脆的长刀出现在他的手中，刀身之上有龙影盘旋，散发着一股凌厉到极致的锋锐之气，仅仅是看上一眼都让人觉得双目刺痛。天平法器！观战席上有人骇然出声。钱无双持刀而立，整个人的气势再度攀升，仿佛化作了一柄即将出鞘的绝世神兵。能逼我出刀，你足以自傲了。话落，刀起！一道100丈长的青色刀芒撕裂长空，带着斩断山河之势，朝着赵承安当头劈下。这一刀快到了极致，赵承安瞳孔骤缩，身形急闪，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要害。吃了！刀芒擦着他的手臂划过，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瞬间出现，鲜血喷涌而出。受伤了！魏王府！萧楚楚正一脸紧张地仰头注视着天空中由春秋商行投影出的巨大光幕。当看到赵承安手臂上那道刺目的血痕时，他的小脸瞬间煞白，下意识地捂住了嘴，腹中仿佛也感受到母亲的紧张，胎儿猛地一动，一股突如其来的剧痛让萧楚楚闷哼一声，身体一软。魏王府内，萧楚楚的痛呼声被压抑在喉咙里，额头上瞬间渗出细密的冷汗。楚楚！乌兰雪惊呼一声，连忙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焦急地朝着内院大喊：快来人，王妃要生了！早已待命的产婆和侍女们闻声而动，整个魏王府瞬间陷入一种紧张而有序的忙乱之中。萧楚楚被搀扶着踉跄地走向产房，剧痛让她几乎无法思考，但她的视线依旧死死地粘在那片巨大的光幕之上。最后她只看到赵承安的身影在擂台上狼狈躲闪，那道青色的刀芒如影随形，每一次挥动都带着撕裂天地的恐怖威势。房门被重重关上，隔绝了外界的一切。擂台之上，赵承安的情况确实不妙，钱无双的势不饶人，手中青龙刀挥舞得密不透风，刀气纵横交错，形成一张天罗地网，将赵承安所有的退路尽数封死。躲！我看你能躲到几时？钱无双冷喝，刀势愈发凌厉。他手持天平法器，却迟迟拿不下对手，这对他而言本身就是一种耻辱。是！又一道刀芒擦着赵承安的腰侧划过，衣袍破碎，一道血痕浮现。虽然伤势在强大的肉身下迅速愈合，但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让赵承安的火气也上来了。这家伙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正当赵承安准备不顾一切硬抗一刀也要反击的瞬间，天地骤然一暗，毫无征兆，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将天穹之上的烈日瞬间遮蔽，一股无法形容的古老、苍茫、洪荒的气息自9天之上垂落而下，笼罩了整个大周皇城。怎么回事？天怎么黑了？观战席上所有天骄骇然抬头，满脸惊恐。皇城之中的无数百姓更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异变吓得跪伏在地，瑟瑟发抖。就连皇城之上见多识广的赵道廷，此刻也是一脸凝重地站起身来。这股气息超越了仙台。轰隆隆！天空之中千云汇聚，旋转成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漩涡。紧接着，在无数人惊骇欲绝的注视下，一头又一头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恐怖巨兽虚影从那漩涡之中探出，一头身绕混沌气的饕餮，张开足以吞噬日月的巨口，
一头浑身燃烧着9色神火的凤凰，展翅横击3000里；一头脚踏祥云，鳞甲闪烁的麒麟，仰天发出一声仁德的咆哮。更有真龙盘踞，白虎啸天，玄武拓海，朱雀焚天，上古4神兽，上古4凶兽，还有无数叫不出名字但气息同样恐怖到极致的魔兽、妖兽、灵兽，数百只形态各异的巨兽虚影遮蔽了整片天穹。他们的身影或神圣，或凶厉，或威严，或诡秘，但无一例外都散发着足以让圣人颤栗的恐怖威压。吼啊厉！下一刻，万兽齐鸣，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宏大音波化作实质的涟漪，席卷了整个天地。在这恐怖的齐鸣声中，整个皇城的防御大阵都在剧烈摇晃，仿佛随时都会崩溃。无数修为低下的修士在这声音下直接七窍流血，昏死过去。观战席上的天骄们也纷纷运起全部灵力抵挡，个个面色惨白，心神俱震。这是何等恐怖的景象！万兽朝拜，不，这更像是万兽降临，宣告着某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即将君临此世。然而，在这天地巨变、众生惶恐的时刻，擂台中央的2人却仿佛置身事外。钱无双的眼中只有赵晨安，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异象惊扰，攻势出现了一丝微不可察的停滞，但随即变得更加狂暴。他要在这异象结束前击败赵晨安，而赵晨安则是全神贯注地躲避着那致命的刀锋，根本无暇他顾。2人的生死搏杀，在这万兽虚影的背景下，依旧在疯狂继续。也就在这时，魏王府产房之内，哇！一声响亮至极的婴儿啼哭冲破了屋顶，仿佛带着一股奇异的魔力，瞬间传遍了整个皇城。啼哭声响起的刹那，天穹之上那数百只足以威压万古的巨兽虚影竟齐齐一颤，他们奈或威严，或凶厉，或神圣的头颅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魏王府的方向，微微低下，仿佛是在行礼。随即，所有的虚影如同潮水般退去，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中的漩涡消散，千云散尽，温暖的阳光重新洒落大地，仿佛刚才那毁天灭地般的恐怖景象只是一场幻觉，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只有那一声清亮的婴儿啼哭依旧在皇城上空回荡。擂台之上，赵晨安的身形猛然一顿，一道只有他能听见的机械提示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恭喜宿主获得第4位子嗣。什么？孩子出生了？赵晨安心头巨震，随即一股狂喜涌上心头。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恢复如初的天空，又联想到刚才那几乎毁天灭地的恐怖异象，一个荒谬却又极有可能的念头在他心中疯狂滋生。刚刚那搞得跟世界末日一样的阵仗，是我家老四弄出来的，这是生了个什么逆天玩意儿出来？一时间，赵晨安又是惊喜又是错愕，但很快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浓浓的担忧和急切。楚楚怎么样了？孩子怎么样了？他现在只想立刻飞回王府，看看自己的妻儿，不陪你玩了。赵晨安低喝一声，再也不想跟钱无双继续纠缠下去。狂妄！钱无双见他分神，以为有机可乘，手中青龙刀光芒大放，一记力劈华山，带着斩灭一切的气势当头落下。面对这必杀一击，赵晨安这次却是不闪不避，他只是缓缓抬起了右手，顶来。嗡一声，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嗡鸣陡然响彻天地，虚空在赵晨安面前寸寸碎裂。一尊古朴厚重铭刻着山川日月鸟兽虫鱼的青铜3足小鼎从虚无中缓缓浮现。它出现的瞬间，一股镇压9天10地、威慑万古诸天的恐怖气息轰然降临，整个擂台，不是整个天地，在这一刻都仿佛凝固了。时间、空间、法则，所有的一切在这尊大鼎面前都变得无比渺小。钱无双那足以开山断月的恐怖刀芒，在接触到鼎的刹那，连一丝涟漪都未能激起，便如冰雪消融般无声无息地湮灭了。噗！钱无双如遭雷击，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身体倒飞而出，手中的天平法器青龙刀发出一声哀鸣，刀身之上竟出现了一道细密的裂纹。全场死寂，所有人的视线都死死地定在那尊悬浮在赵晨安身前的小鼎之上。皇城之上，赵道廷手中的玉杯啪的一声被捏成了齑粉，他死死地盯着那尊鼎，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这股气息，这股道韵超越了天品，是圣品，绝对是传说中的圣品法器——九州乾坤鼎。赵晨安神色淡然，心念一动，九州乾坤鼎滴溜溜一转，瞬间放大，化作山岳般大小，悬浮于他的头顶之上。他看着远处一脸骇然、满是难以置信的钱无双，嘴角微微一撇。现在轮到我了。赵晨安看着远处的钱无双，没有多余的废话，心念微动，悬浮于头顶，如山岳般巨大的九州乾坤鼎，带着镇压万古的气息，缓缓朝着钱无双压了过去。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毁天灭地的威能，大鼎下落的速度很慢，慢到在场的所有人都能清晰地看见它的轨迹。然而，就是这缓慢的下压，却让所有人都感到一阵窒息。空间在寸寸塌陷，法则在哀鸣中断裂。擂台之上，钱无双骇然欲绝，他想要逃，可身体却像是被亿万座神山镇压，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尊青铜巨鼎离自己越来越近，死亡的阴影前所未有的将他笼罩。我认。
钱无双拼尽全身力气，想要喊出那2个字，但顶身散发出的恐怖威压，却连他周遭的空气都凝固了，声音根本无法传出。皇城之上，大钱王朝的使者脸色惨白，猛地站起身来，失声惊呼：“住手！魏王殿下，手下留情！”然而赵承安充耳不闻，巨鼎依旧在下落，眼看钱无双就要被碾成一滩肉泥。嗡！九州乾坤鼎在距离钱无双头顶不到3寸的地方骤然停下，溢散出的气劲将坚硬无比的擂台地面压出了一片蛛网般的裂痕。钱无双整个人瘫软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早已被冷汗浸透。劫后余生的庆幸与被彻底碾压的屈辱，2种极端的情绪在他心中交织，让他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赵承安收回九州乾坤鼎，那尊圣品法器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他的体内，消失不见。他甚至没有再看钱无双一眼。这个所谓的大钱太子，从始至终都未被他放在心上。若不是急着回去看老婆孩子，他甚至都懒得动用这尊大鼎。春秋商行的范英使者飞上擂台，深深地看了一眼赵承安，随即高声宣布：第1场，大周王朝赵承安胜。话音落下，全场先是死寂，随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魏王威武，16殿下无敌！大周的子民们激动得满脸通红，他们何曾想过，自家这位一直被认为是废物的皇子，竟能以如此摧枯拉朽的姿态碾压大钱王朝的太子。皇城之上，赵道廷紧握的拳头缓缓松开，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狂喜。圣品法器，陈安这小子竟然真的搞到了一件圣品法器，这简直是天佑大周！擂台之上，范英使者看向天梯第2名的位置，请天梯第2位天剑山叶圣灵选择你的对手。叶圣灵一身白衣，背负长剑，他没有丝毫犹豫，身形一动便落在了另一座擂台上。他的剑锋直指百花谷的花仙子牡丹。牡丹仙子，请。牡丹仙子微微一笑，莲步轻移，欣然应战。所有人都明白赵承安刚才那句话说的没错，反正最后都是这几个人争夺前几名，早打晚打又有什么区别？不如干脆利落，也给后面的天骄们留些机会。然而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赵承安却对后续的比赛没有丝毫兴趣。在范英宣布结果的瞬间，他甚至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身形便化作一道长虹，直接冲天而起，朝着魏王府的方向疾驰而去。哎，魏王殿下人呢？走了？这就走了？赢了比赛连场面话都不说一句，这也太随性了吧！众人一阵错愕。赵承安此刻心急如焚，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比赛什么天骄，他只想立刻见到自己的妻儿。魏王府，赵承安的身影从天而降，稳稳落在庭院之中。王爷！早已等候多时的乌兰雪连忙迎了上来，他的怀中正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襁褓。楚楚怎么样了？赵承安急切地问道，同时伸出手想要接过孩子。母女平安。乌兰雪将襁褓递了过去，脸上也洋溢着温柔的笑意。妹妹是4级境的修士，身体底子好，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正在房里休息呢。赵承安闻言，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下，他低下头看向怀中那个小小的生命，是个女孩。小家伙睡得很沉，粉雕玉琢的小脸蛋，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可爱的让人心都化了。这就是我的女儿。一股血脉相连的奇妙感觉涌上心头。就在此时，那道熟悉的机械提示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检测到宿主第4位子嗣，开始进行综合资质评分。评分完毕，子嗣姓名未命名，子嗣综合评价99分，天赋99，潜力99，身份上古御兽之王转世，祝福疑似拥有幸运女神的祝福，命格御兽之王，体质先天道体，6道轮回体。一连串的信息如同惊雷般在赵承安的脑海中炸开，他整个人都僵住了。啥玩意儿？上古御兽之王转世，还疑似有幸运女神的祝福，命格是御兽之王也就算了，体质竟然还是6道轮回体，这他妈是生了个什么逆天玩意儿出来？赵承安彻底傻眼了。他知道刚才那毁天灭地般的天地异象就预示着这孩子来历不凡，可他万万没想到来历能大到这种程度啊！这资质，这身份，简直比他这个开了挂的爹还要离谱。夫君，怎么了？是孩子有什么不对吗？乌兰雪见他神色有异，不由得有些担心。没事。赵承安回过神来，连忙摇头，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他抱着孩子，拉着乌兰雪的手，快步走进了产房。房间里，萧楚楚正靠在床头，虽然气息还有些虚弱，但精神看起来还不错。楚楚，辛苦你了。赵承安走到床边，将孩子抱到他面前，柔声说道：不辛苦。萧楚楚看着自己的女儿，又看看赵承安，脸上露出了幸福满足的笑容。你放心，等过段时间你身体养好了，我就带你去浑元宗，仙子师尊一定会没问题的。赵承安温柔地安抚道。萧楚楚轻轻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就在这时，啾一声清脆的鸟鸣响起，一道金色的光影从窗外飞了进来，速度极快。赵承安下意识地将妻女护在身后，然而那道金光并没有任何恶意，他在房间里盘旋了一圈，最后轻巧地落在了赵承安的肩膀上。那是一只通体金黄的小鸟，体型和麻雀差不多，一双豆大的眼睛充满了灵性，正歪着脑袋好奇地注视着他怀里熟睡的婴儿。
啾！清脆的鸣叫声在房间内回荡，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仿佛能直达人的灵魂深处。赵晨安的身体瞬间紧绷，下意识将萧楚楚和怀中的女儿护得更紧，他的气机流转，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然而，那只通体金黄的小鸟并未展现出任何敌意，它只是歪着脑袋，一双黑豆般的眼睛里满是纯粹的好奇，专注地凝视着襁褓中熟睡的婴儿。这是上古金屋。床榻上，萧楚楚的声音带着一丝虚弱，但更多的是难以置信的震惊。他出身万年世家，自幼博览群书，对各种上古异兽的记载了如指掌。眼前这只小鸟的形态、神韵，乃至羽翼上流淌着的淡淡金色光辉，都与古籍中描述得上古神鸟金乌的幼崽别无二致。上古金乌，赵晨安的心头猛地一跳，那不是传说中太阳的化身，是能焚山逐海的恐怖存在吗？这种神话里的生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听到萧楚楚的惊呼，那只金色小鸟似乎有些疑惑，它偏了偏头，清脆的又叫了一声。它的注意力从始至终都未曾离开过赵晨安怀里的孩子。看着这一幕，赵晨安心中瞬间了然，原来如此，这恐怕不是什么敌人，而是送上门的机缘。联系到女儿那逆天到离谱的资质，上古御兽之王转世，6道轮回体，降生时引动天地异象，万兽朝拜。现在有一只疑似上古金乌幼崽的神鸟主动找上门来，似乎也变得合情合理了。这哪里是女儿，这简直是个行走的灵兽吸引器。这只小金乌八成是某位隐士的上古金乌大能，感应到了女儿的降生，特意将自己的后代送来，作为半生灵兽一同成长。想通了这一点，赵晨安紧绷的身体缓缓放松下来，他摇了摇头，对着还有些紧张的萧楚楚和乌兰雪温和一笑：“别担心，他没有恶意。看来我们的小宝贝天生就受这些小家伙的喜欢。”他抱着孩子走到床边坐下，将襁褓小心翼翼地放在萧楚楚的身旁。既然孩子平安降生了，也该给他取个名字了。赵晨安的动作轻柔，生怕惊醒了熟睡的女儿。萧楚楚和乌兰雪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了过来。赵晨安沉吟片刻，脑海中闪过几个名字，最终定格在一个，就叫赵兰玉吧。他看向萧楚楚，柔声解释道：“兰是波澜的兰，希望他未来的人生能够波澜不惊，平安顺遂。玉是因为你的师尊莫玉清，他的名字里有一个玉字，他为了我们付出良多，至今昏迷未醒，也算是一种纪念和祈福。”听到这个解释，萧楚楚的眼眶瞬间就红了。他没想到赵晨安会如此细心，连他师尊的事情都考虑了进去。莫玉清对他而言，一师一母是他最敬重的人。夫君，谢谢你。萧楚楚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好名字。一旁的乌兰雪也由衷的赞叹道：“这个名字既好听又寓意深远。”赵晨安微微一笑，又补充了一句：“大名有了，再取个小名吧，叫起来亲切些。”他捏了捏女儿粉嫩的小脸蛋，促狭的说道：“小名就叫山娃吧。”山娃。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了。萧楚楚和乌兰雪面面相觑，脸上满是困惑。赵兰玉多么诗情画意，充满仙韵的名字，怎么配上山娃这么一个如此接地气，甚至有些土气的小名？这反差也太大了。看着妻子们不解的神情，赵晨安故作神秘的笑了笑：“你们不懂，咱们女儿是先天道体，6道轮回体，天生就与万兽亲和，未来注定是要走上御兽之道的。这山娃在我们某个小地方的方言里，就是御兽娃娃的意思，寓意着他将来会成为御兽领域的王者。”萧楚楚听得若有所思，单纯的他并未怀疑赵晨安话里的真假，只是觉得这个说法很新奇。殊不知几十年后，当新一代御兽之王赵兰玉君临终，天主世界之巅，风华绝代，威压万古之时，一生来自兄长赵萧的山娃，能让他辛苦营造的女神气质当场破碎，追着他打遍9天10地。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就在赵晨安为女儿定下名字的瞬间，那道熟悉的机械提示音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响：“恭喜宿主为第4位子嗣命名成功，触发100倍暴击奖励，检测到子嗣资质评分为99分，奖励增幅中，100倍暴击成功，获得圣品辅修功法单道通天诀，获得圣品辅修功法9转炼气功，获得各书称号丹气双绝，佩戴此称号，炼丹炼气成功率与品质大幅提升。”一连串的系统提示让赵晨安整个人都懵了。圣品，又是圣品，而且一次就是2本，还是丹道和气道的辅修功法。赵晨安的心脏不争气的狂跳起来。他深知，在这个玄幻世界，战斗功法固然重要，但炼丹师和炼气师的地位同样尊崇无比。一个顶级的炼丹师能让一个势力的强者数量成倍增长，一个顶级的炼气师能让整个势力的战力提升一个档次。而圣品级别的丹道和气道功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他有足够的材料，理论上甚至可以炼制出圣品丹药和圣品法器。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助力了，这是足以改变整个中天主世界格局的恐怖能力。发了，这次真的血赚，女儿果然是我的贴心小棉袄，不是我的无价神装。赵晨安内心狂喜，脸上却不动声色，依旧维持着温柔的笑容，仿佛只是在享受着初为人父的喜悦。啾啾！就在此时，那只一直停留在赵晨安肩头的金色小鸟忽然又叫了2声，它展开金色的翅膀，轻盈地飞了起来，在房间里盘旋一圈，
最后小心翼翼地落在了婴儿赵兰玉的襁褓边上。他歪着头，用那双纯净的眼睛看了看熟睡的小家伙，然后伸出小小的鸟喙，在赵兰玉粉嫩的脸颊上轻轻地啄了一下，似乎是被小鸟唤醒。赵兰玉睁开了双眼，一把将小鸟的脚捉住，然后熊孩子一般直接将其抱在怀里，肆意玩弄。一时间，小金屋的惨叫声伴随着几根凌乱的羽毛响彻房间。看着他们愉快的互动，赵晨安夫妻属实是一阵心惊肉跳。上古金乌幼崽被当成橡皮泥按在怀里捏，偏偏对方还不生气，不愧是御兽之王啊！看着女儿抓着小金乌的脚丫子，将其当成玩具肆意蹂躏，赵晨安哑然失笑。萧楚楚则是满脸担忧，生怕女儿一个不小心就把这只尊贵的上古神鸟给捏坏了。夫君，赵晨安摆了摆手，示意他安心，无妨，这小家伙可是金乌，肉身强着呢。你看他虽叫得凄惨，却未曾有半分挣扎和反抗的意思，这便是血脉上的压制，是御兽之王与生俱来的天赋。万兽清和，万灵臣服。又温存了片刻，看着萧楚楚眉宇间难掩的疲惫，赵晨安柔声开口：你刚生产完，身体虚弱，好好休息，我得回天骄赛那边去了。萧楚楚乖巧地点了点头，夫君快去吧，不用担心我们母女，这里有乌兰姐姐照看着呢。她也清楚天骄大赛对赵晨安，对整个大周王朝的重要性。赵晨安俯身在萧楚楚和女儿的额头上各亲了一下，这才转身离开。走出房间，他的面容恢复了平静，但内心却波涛汹涌。2本圣品功法，单道通天诀，9转炼气功，还有那个丹气双绝的特殊称号，这些奖励任何一样拿出去，都足以让整个中天主世界为之疯狂。圣品，那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品阶，是圣朝和神庭才可能拥有的底蕴。赵晨安脚步不停，思绪飞速运转。他现在空有宝山而无法动用，9州乾坤鼎是圣品法器，理论上可以炼制丹药和法器，可催动他所需要的灵力是一个天文数字。以他如今4级境的修为，恐怕连给鼎预热都做不到，就会被瞬间抽干。这就好比一个3岁孩童手里却拿着一柄万斤重的巨锤，根本挥舞不起来，除非有外力相助。他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天骄大赛的最终奖励——黄品天地灵物，而且恰好就是天地灵火。若是能得到这朵天地灵火，以火为引，以鼎为炉，他的炼丹炼气之道便能正式开启。到那时，丹药法器将能源源不断地从他手中诞生，整个大周王朝的实力都将因此迎来一次井喷式的暴涨。想到这里，赵晨安的决心愈发坚定。天骄赛第一，他拿定了。当赵晨安重新回到皇城上空的观战席时，金榜擂台上的战斗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兵器碰撞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气氛热烈到了极点。他随意扫了一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擂台上的对决几乎都是势均力敌的场面，再也没有出现之前那种排名靠前的天骄为了稳妥起见去挑选排名靠后的软柿子捏的情况。每一个登上擂台的年轻天骄都选择了与自己实力相近甚至更强的对手，他们的脸上带着一种昂扬的战意和不屈的骄傲。显然赵晨安之前第一个选择大前皇朝太子钱无双的举动，像一根火柴点燃了这些年轻天才心中的那份傲气。都是20岁上下的年纪，正是血气方刚，把脸面看得比性命还重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在这种万众瞩目的舞台上被人贴上欺软怕硬的标签。夫君回来了！一道清冷中带着关切的嗓音响起。柳若霜和李青鸾快步走了过来，他们的战斗显然已经结束。楚楚妹妹和孩子怎么样了？李青鸾急切地问道。赵晨安温和一笑，母女平安，是个女孩，我给她取名叫赵兰玉。赵兰玉，柳若霜轻声念着这个名字，是个好名字呢。两女闻言都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由衷的喜悦。你们的比赛呢？赵晨安问道。都赢了。李青鸾言简意赅，眉宇间透着一股自信。作为将门虎女，战斗对她而言如同呼吸般自然。柳若霜也点了点头。他们的对手虽然不弱，但比起已经突破到4级境，并且修炼了天品功法5技的他们，还是差了不少。就在3人交谈之际，一道锐利如剑的气息锁定了赵晨安。赵晨安有所感应，转头望去，只见不远处一个身穿白衣、背负长剑的青年正静静地看着他。青年身形笔直，宛如一柄出鞘的利剑，周身都散发着凌厉的气机，仿佛能割裂虚空。天剑山首席弟子叶圣灵，上一轮天梯榜第2，一个纯粹的剑修，他的世界里只有剑。感受到这股毫不掩饰的战意，周围的喧嚣似乎都安静了许多，无数道视线汇聚过来，带着惊愕、好奇与期待。在众人的注视下，叶圣灵一步步走了过来。他每踏出一步，身上的剑意就凝练一分。当他走到赵晨安面前3步远时，那股剑意已经攀升到了顶峰，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李青鸾和柳若霜下意识地上前一步，挡在赵晨安身前，体内的灵力开始运转，警惕地盯着来人。叶圣灵停下脚步，他的视线越过两女，径直落在赵晨安身上。他的神态很平静，没有挑衅，也没有倨傲，只有一种纯粹的属于剑客的认真。下一轮，我希望你可以选择我。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这简直就是当众下战书。天剑山的叶圣灵要挑战本届天骄赛最大的黑马大周16皇子赵晨安，这绝对是巅峰对决。观战席上的气氛瞬间被点燃，无数人激动地站了起来，伸长了脖子，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妖战，赵晨安示意李青鸾和柳若霜不必紧张。他从两女身后走出，直面叶圣灵那几乎化为实质的剑意。那股压力足以让寻常的4级境修噬星神失手，但他却如沐春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看着叶圣灵，看着对方那双纯粹的只剩下剑的眼眸，忽然笑了。这个叶圣灵是个有意思的对手，不是敌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求道者。赵晨安上前一步，与叶圣灵的距离拉近到1步之内，两人身上的气机在虚空中碰撞，发出细微的噼啪声。他迎着对方灼热的战意，慢悠悠的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无可动摇的自信：你的剑能劈开我的顶吗？一言既出，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他那双只映照着剑影的眸子里第一次燃起了炽热的火焰。那是一种棋逢对手的兴奋，是求道者遇见更高山峰的渴望。好，叶圣灵吐出一个字，身上的剑意骤然收敛，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转身走回了自己的位置，重新坐下，闭上了双眼，仿佛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对峙只是一场幻觉。可所有人都知道，一场真正的风暴正在酝酿。随着一轮轮比赛的结束，金榜擂台上的名字不断变换，终于那道金色的光束再次定格在了赵晨安的身上。整个观战席瞬间安静下来，无数道视线齐刷刷地汇聚于此，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等待着他的选择。这一次他会选谁？在万众瞩目之下，赵晨安缓缓起身，淡然的话语传遍全场：天剑山，叶圣灵。轰！人群彻底沸腾，果然是他。哪怕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当亲耳听到这个选择时，众人依旧感到一阵热血上涌。天骄赛至今最巅峰的一场对决即将上演，已经被淘汰却没有选择离开的钱无双此刻也站了起来。他死死地盯着即将走上擂台的两人，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他想看看这个击败了自己的赵晨安究竟有多强，也想看看那个一直压在自己头上的天剑山首席是否真的不可战胜。皇城最高的观礼台上，赵道廷端坐于龙椅之上，脸上带着一丝满意的微笑。就在刚才，他已经收到了从王府传来的喜讯，萧楚楚顺利产下一女，母女平安。更让他欣喜若狂的是，这个刚出生的孙女竟然是传说中的御兽之王命格6道轮回体，这是何等逆天的天赋！赵道廷甚至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大周王朝将拥有一支由无数强大妖兽组成的无敌军团。他将视线投向金榜擂台，看着那道从容走向战场中央的挺拔身影，心中感慨万千。这个自己最宠溺也曾最不抱希望的儿子，如今已经成长到了这样的高度。回想起来，自己还真是多虑了。为了确保获得那朵天地灵火，他甚至已经做好了2手准备。若是赵晨安不敌，他便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与春秋商行交恶，也要将那灵火抢到手。现在看来，这个后手完全是多余的。自己的儿子比想象中还要强大，还要可靠。这小子真是给了朕一个又一个惊喜啊！赵道廷轻声自语，满是欣慰。金榜擂台之上，赵晨安与叶圣灵相隔10丈，遥遥对立。一个气定神闲，渊庭月至，仿佛与整片天地融为一体；一个静默无言，人剑合一，自身便是一柄蓄势该发的绝世神兵。两人还未动手，那无形的市场碰撞就已经让下方的观战者感到一阵心悸。请！赵晨安做了个手势，请叶圣灵回礼。话音落下的瞬间，叶圣灵动了，没有丝毫征兆，他的人影骤然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一道璀璨到极致的剑光撕裂长空，直刺赵晨安的眉心。快到了极致！这一剑仿佛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然而赵晨安的反应更快，他并指如戟，金色的灵力在指尖汇聚，一指点出，大荒求天指，一指求天地。当指尖与剑尖精准地碰撞在一起，发出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狂暴的气浪以两人为中心，向着四周疯狂席卷。擂台的防御光罩剧烈地闪烁起来，荡起一圈圈涟漪。一击无果，叶圣灵手腕一抖，长剑化作漫天剑影，笼罩了赵晨安周身的所有要害。每一道剑影都凝若实质，蕴含着足以洞穿山岳的恐怖力量。赵晨安不退不避，双指连点，一道道金色的指劲破空而出，精准地拦截下每一道剑影。当当当当当，密集的碰撞声连成一片，火星四溅。两人的身影在擂台上不断闪烁，快得只剩下2道模糊的残影。剑气纵横，指尽裂空。这是一场纯粹的力量与技巧的对决。观战席上的众人看的是眼花缭乱，心神激荡。太强了！这就是我们东荒年轻一辈的巅峰战力吗？无论是赵晨安的指法，还是叶圣灵的剑术，都已经登峰造极。我感觉他们两人任何一个都能轻易碾压寻常的4级境修士。擂台之上，激战仍在继续。叶圣灵的剑越来越快，越来越利，他整个人都仿佛融入了剑中，每一招每一式都浑然天成，毫无破绽。他的剑意不断攀升积蓄，那是一种纯粹到极致的锋锐，仿佛要将这天这地
都一剑斩开。赵晨安则始终从容不迫，大荒求天指在他手中施展的淋漓尽致，时而霸道绝伦，一指点出天地失色；时而灵动飘逸，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攻势。两人转瞬间已经交手了数百回合，依旧是不分胜负的局面。突然，叶圣灵的身形暴退，与赵晨安拉开了距离。他持剑而立，身上的剑意已经积蓄到了一个临界点。他看着赵晨安，平静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挑衅：“热身结束了，你不是想知道我的剑能不能劈开你的顶吗？来啊！”赵晨安笑了，他等的就是这句话。下一刻，他体内的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嗡！一尊古朴厚重的三足两耳圆鼎凭空出现，悬浮于他的头顶，正是九州乾坤鼎。此鼎一出，一股镇压九天十地的恐怖气息瞬间弥漫开来，整个金榜擂台都为之剧烈一颤。观战席上一片惊呼。赵晨安没有理会外界的震撼，他单手向天一托，九州乾坤鼎迎风暴涨，转瞬间化作一座小山大小，携带着碾碎虚空的恐怖威势，朝着叶圣灵当头砸下。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叶圣灵脸上却不见丝毫惧色。就在巨鼎落下的刹那，他突然变招，他竟是完全无视了头顶的九州乾坤鼎，而是将手中长剑横于胸前，将那积蓄了许久的攀升至顶点的全部剑意尽数灌注其中。嗡！一道凝练到极致的白色剑意脱离了剑身，没有冲向巨鼎，反而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横向斩向赵晨安的脖颈，以命搏命。他竟然选择了这种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的打法。他在赌自己的剑比赵晨安的鼎更快。这一刻，时间仿佛变慢了，所有人都看到那道白色的剑意确实比下落的巨鼎更快一线，率先抵达了赵晨安的身前。而赵晨安想要躲闪已然不及，电光火石之间，他只能交叉双臂，调动全身灵力，硬生生挡在身前。扑哧，那道凝练到极致的白色剑意终究是快了一线。他没有遇到想象中的坚硬头骨，而是斩在了赵晨安仓促间交叉格挡的双臂之上。血光迸溅，金色的灵力护罩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被撕裂。锋锐无匹的剑气切开皮肉，斩断筋骨，发出令人牙酸的碎裂声。剧痛如潮水般涌来，赵晨安的意识都出现了一瞬间的恍惚。他低头看去，自己的双臂之上，两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狰狞可怖，鲜血正疯狂地向外喷涌。右手的小指和无名指更是被齐根斩断，只剩下一点皮肉还勉强连接着，无力地垂落下来。若非他在天梯之上将肉身淬炼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强度，这一剑足以将他的双臂连同头颅一并斩下。然而他终究是挡住了，代价惨重，但他还站着。另一边，叶圣灵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轰隆！失去了赵晨安全力操控的九州乾坤鼎，以一种更加蛮横霸道的姿态重重砸落。擂台的防御光罩在支撑了不到一息之后，便在一阵剧烈的闪烁中轰然破碎。巨鼎落下，整个皇城都为之震动，没有惨叫，没有悲鸣，只有一声沉闷到令人心头发慌的骨肉碎裂声。那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擂台之上，烟尘弥漫，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这突起骨落、惨烈至极的结局惊得说不出话来。谁赢了？好像都输了。一声焦急的咆哮打破了沉寂。赵道廷的身影第一个出现在擂台之上，快得宛如一道幻影。他甚至没去看被巨鼎压住的叶圣灵一眼，径直冲到赵晨安身边，一把抓住他血肉模糊的双手。看到那两根几乎断掉的手指，赵道廷的心脏都揪紧了。他不敢有丝毫耽搁，雄浑的灵力喷薄而出，小心翼翼地包裹住赵晨安的伤口，强行将断骨对齐，固定住经脉。这种伤势若是耽误片刻，留下后遗症，那对他未来的修行之路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另外两拨人也冲上了擂台，一方是天剑山的一众长老，他们个个面色铁青，冲向那尊巨大的铜鼎；另一方则是春秋商行的强者，负责维持秩序和救治。快将鼎移开！天剑山的一位长老嘶声喊道。五名化龙境的强者同时出手，合力催动灵力，才将那沉重无比的九州乾坤鼎缓缓抬起。鼎下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叶圣灵躺在一个不规则的人形坑洞里，浑身浴血，四肢以一种诡异的角度扭曲着，他的身体就像一个被砸烂的瓷娃娃，没有一处是完好的，全身的骨头恐怕都已经碎成了粉末。若非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尚存，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快护住心脉，用天星续命丹！天剑山的长老们手忙脚乱地围了上去，各种珍贵的丹药不要钱似的往叶成林嘴里塞，浓郁的药香和血腥气混合在一起，弥漫在整个擂台之上。观战席上，钱无双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冷汗已经浸湿了他的后背。他死死地盯着擂台上的惨状，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就是叶圣灵的下场。如果当初赵晨安对自己也用出这一招，自己能活下来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一刻，他才真正明白自己与赵晨安的差距究竟有多大。那不是技巧上的差距，而是生死之间的绝对碾压。擂台上，赵晨安在赵道廷的紧急救治下，手臂上的剧痛稍稍缓解，神志也清醒了许多。他甩了甩昏沉的脑袋，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不远处的另一片混乱中心。
天剑山的长老们将叶圣灵团团围住，有人在施展疗伤法术，有人在喂食丹药，还有人刻意用身体遮挡着外界的视线。就在一片手忙脚乱之中，赵晨安恍惚间看到一名长老在为叶圣灵擦拭脸上的血迹时，似乎触动了什么。叶圣灵那张棱角分明、俊朗冷酷的脸好像变了，只是短短的一瞬间，那张脸的线条似乎变得柔和了许多，不再那么具有攻击性。是错觉吗？因为失血过多，所以眼花了。赵晨安皱起眉，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但天剑山的人已经将叶圣灵完全遮蔽了起来。就在他疑惑之际，一道声音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是赵道廷的灵力传音。别看了，臭小子！赵道廷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没好气的责备，还有一丝隐藏不住的古怪。下手没轻没重的，人家姑娘都被你砸毁容了。轰！赵晨安的脑袋里仿佛有亿万道惊雷同时炸开，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姑娘？谁？叶圣灵，那个孤傲冷酷、一心求剑、横压东荒年轻一代天骄榜上常年霸占第一的天剑山首席是个姑娘。手臂上传来的剧痛在这一刻似乎都消失了。赵晨安呆呆地站在那里，嘴巴微微张开，大脑一片空白。这个现实是如此的荒谬，以至于赵晨安下意识的就想反驳，可说出这句话的人是他的父皇，大周皇帝赵道廷。赵道廷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吗？绝无可能。所以是真的。一瞬间，无数混乱的画面涌入脑海。初见时，那人一身白衣，背负长剑，气质清冷，拒人于千里之外。天梯上，他一言不发，默默攀登，剑意冲霄，压过钱无双，胜过花仙子。擂台上，他拔剑而立，战意昂扬，那股纯粹的剑道意志是他生平仅见。还有最后那以命搏命的惊天一剑，何等的刚烈，何等的决绝！这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个孤傲、强大，甚至有些偏执的男性剑客形象。可现在，赵道廷告诉他，这是个姑娘。赵晨安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呆滞地站在原地，双臂的剧痛仿佛都离他远去，只剩下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看到儿子这般模样，赵道廷也是直接笑了。这混小子不会看上人家了吧？看上也没用，不说叶圣灵刚刚被这一顶直接砸废了，就是那张原本可能还比较漂亮的脸蛋，多半也毁容了哟。逆子一顶砸没了一段姻缘啊！接下来的比赛对于整个皇城的观众而言，精彩程度骤然下降了不止一个档次。原因无他，最顶尖的那几位天骄在第一轮淘汰赛就因为赵晨安这个搅局者提前上演了巅峰对决，而赵晨安在经历了与叶圣灵那场惨烈的搏命之战后，接下来的对手再也无人能对他造成任何威胁，甚至于他都没再动用过那尊恐怖的9州乾坤鼎。无论是面对何方神圣，他都只是一指点出大荒求天指，一指求天地，二指碎山河。那煌煌天威般的恐怖指力根本不是4级境的修士所能抵挡的。比赛变得索然无味，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有赵晨安在，这第一便毫无悬念。唯一的看点或许只剩下合欢宗的圣女妖月。这位媚骨天成的妖女在对上赵晨安时，并未直接动手，而是施展出了合欢宗的无上媚术，一颦一笑皆是风情，一言一语勾魂夺魄。擂台之上，粉色的迷雾升腾，靡靡之音缭绕，无数旖旎的幻象丛生。观战席上不少定力稍差的年轻修士当场就面红耳赤，丑态百出。然而擂台中心的赵晨安却自始至终都平静如水，归元大道体，万法不侵，诛邪辟易，区区媚术又岂能动摇他的心神？最终眼见所有手段都无法对赵晨安造成丝毫影响，妖月很是干脆的轻笑一声，主动认输，飘然下台。至此再无悬念。这场由春秋商行发起，轰动了周边10数个王朝、皇朝的天骄大赛，在持续了整整3天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最后的决赛更是戏剧性十足。赵晨安的对手是一位来自某个小宗门的修士，他自己都没想到能一路走到最后。此人运气极佳，好几次都轮空，遇到的对手又恰好被他克制，就这么稀里糊涂地闯进了决赛。当他站到赵晨安面前，感受到那股渊庭月至的恐怖气息时，连拔出武器的勇气都没有。他很光棍地对着赵晨安拱了拱手，喊了一句为王殿下神威无敌，在下认输，便主动跳下了擂台，喜滋滋地去领自己的亚军奖励了。一场虎头蛇尾的决赛，为这场天骄大赛画上了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春秋商行的人对此头疼不已，因为赵晨安等人的乱搞，导致这一届的天骄榜排名变得异常混乱，最终的名次根本无法完全体现出这些天骄的真实实力。但规矩就是规矩，他们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当然，这些都与赵晨安无关了。他作为当之无愧的冠军，在万众瞩目之下，从春秋商行的一位仙台境长老手中接过了一个由万年温玉打造的匣子。匣子入手微凉，隔着玉匣都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一股灼热而又阴冷的气息。这便是此次大赛的最终奖励——黄品天地灵物，不灭鬼火。赵晨安将玉匣收入储物界，心中的一块大石总算是落了地。他没有急着离开，而是转身在无数道复杂的视线中缓步走向了天剑山众人所在的区域。天剑山的人没有离开，虽然叶圣灵被淘汰，但他们还有其他弟子参赛，自然要等到大赛完全结束。
此刻看到赵承安走来，天剑山的一众年轻弟子个个都露出了警惕和愤慨的神情。你还来做什么？一名性子急躁的弟子忍不住站了出来，对着赵承安怒目而视。叶师兄已经被你害成那样了，你还想怎么样？是来看我们笑话，还是来耀武扬威的？赵承安脚步未停，甚至没有看那个弟子一眼，他的视线落在了一位须发皆白、身穿灰袍的老者身上。这位老者是此次天剑山带队的长老，修为已至化龙境巅峰。前辈。赵承安走到近前，微微颔首，算是行礼。那灰袍老者抬起头，浑浊的眸子里看不出喜怒，只是平静地看着他。魏王殿下有何指教？指教不敢当。赵承安开门见山，我来是想问问叶兄的伤势。提到叶圣灵，他还是习惯性的称呼为叶兄，只是话到嘴边总觉得有些别扭。听到这个问题，灰袍老者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他没有说话，只是几不可闻地轻叹了一声。那一声叹息中充满了无尽的惋落与悲凉。旁边那名年轻弟子却再次忍不住了，他红着眼睛低吼道：假惺惺！叶师兄他全身经脉尽断，骨骼寸碎，道基被毁，这辈子都无法再修行了。你满意了？全身经脉尽断，骨骼寸碎，赵承安的心微微一沉。虽然早有预料，但亲耳听到这个结果，还是让他感到一阵窒息。一个如此纯粹、如此精彩绝艳的剑道天才，就这么废了，还是毁在了自己手上。他沉默了片刻，再次看向灰袍老者：当真没有恢复的可能了吗？灰袍老者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而干涩。有这个字让周围的天剑山弟子猛地抬起头，但老者接下来的话却又将他们打入了更深的绝望。除非能找到传说中的圣品疗伤丹药，或许还有一丝希望。圣品丹药这4个字如同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压在所有人的心头。别说圣品，就算是天品丹药，在整个东荒地域都已是凤毛麟角，有价无市。圣品那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只是天品丹药都不行吗？赵承安追问。老者缓缓摇头，脸上满是苦涩。寻常伤势天品丹药足矣，可圣灵的伤太过严重，9州乾坤鼎的镇压之力不仅摧毁了他的肉身，更是将他的经脉碾成了齑粉。想要重塑经脉，非圣品神丹不可。重点是，就算我们能凑齐炼丹所需的药材，也没有圣品炼丹师啊。说到这里，老者闭上了眼睛，似乎不愿再多言。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没有希望。周围一片死寂，天剑山的弟子们一个个都垂下了头，神情黯然。就在这片压抑的沉默中，赵承安的声音却清晰地响了起来：如果我说我有办法呢？一言出，石破天惊。所有天剑山的人，包括那名闭目的灰袍老者，都在同一时间猛地睁开双眼，死死地盯住了赵承安。你说什么？灰袍老者声音颤抖，一步踏出，瞬间便来到了赵承安面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殿下，此话当真？赵承安任由他抓着，神情不变，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认识一位炼丹大师，他的炼丹术出神入化，如果你们信得过我，1个月后凑齐炼制9转还魂丹所需的材料，来大周皇城找我。我不敢保证100%成功，但至少有7成把握。7成把握？炼制圣品丹药有7成把握？灰袍老者的大脑嗡的一声，几乎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他死死地盯着赵承安的脸，想要从上面找出一丝1毫开玩笑的痕迹，但是没有。赵承安的神情前所未有的认真，那灰袍老者的手掌干枯有力，五指扣在赵承安的肩上，微微颤抖。他枯槁的面容上，一双浑浊的老眼死死地锁定着赵承安，仿佛要将他的灵魂都看穿。殿下，此言绝非戏言。他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无尽的期盼与不敢置信的惶恐。周围的天剑山弟子也都屏住了呼吸，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心脏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圣品丹药7成把握，这几个字组合在一起所带来的冲击力，足以让任何一个修士为之疯狂。赵承安任由他抓着，身形纹丝不动。前辈觉得我有必要在这种事情上开你们天剑山的玩笑吗？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这句反问比任何肯定的回答都更有力量。是啊，他可是大周王朝的魏王，是此次天骄大赛当之无愧的冠军，他有什么必要拿这种事情来戏耍一个已经废了的天才，戏耍整个天剑山？灰袍老者手臂的力道不自觉地松了几分，他眼中的激动几乎要溢出来，嘴唇哆嗦着，却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好，殿下大恩，我天剑山铭记于心。最终他深吸一口气，对着赵承安郑重其事地深深一躬。无论事成与否，殿下这份恩情，我天剑山上下没齿难忘。身后的天剑山弟子们也纷纷醒悟过来，齐刷刷地对着赵承安躬身行礼。他们之前的愤慨与敌意，此刻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感激与敬畏。他们很清楚，无论赵承安是出于什么目的，这都是叶圣灵，也是天剑山唯一的机会。1个月后，大周皇城魏王府，赵承安没有多言，留下这句话后，便在无数复杂的注视下转身离去。他走得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只留下天剑山众人在原地久久无法平静。当赵承安回到大周王朝的休息区时，柳若霜和李青鸾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但都没有多问。走吧，
回家。赵晨安脸上露出一抹轻松的笑意，仿佛刚才与天剑山的对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两女轻轻点头，跟在了他的身后。一行三人在无数道敬畏、羡慕、嫉妒的视线中离开了喧闹的赛场。魏王府朱红色的大门前，两道倩影早已翘首以盼，正是乌兰雪和萧楚楚。他们怀中各抱着两个襁褓，粉雕玉琢的婴孩正在熟睡。看到赵晨安三人的身影出现在街角，萧楚楚最先欢呼起来，抱着孩子就想往前跑。夫君，你们回来了！乌兰雪连忙拉住了他，温言提醒道：“小心孩子。”萧楚楚这才吐了吐舌头，放慢了脚步。赵晨安几步上前，脸上洋溢着归家的喜悦。他的视线在两个妻子和孩子身上扫过，心中的那份满足感几乎要溢出来。等急了吧？他伸手，先是捏了捏萧楚楚怀中赵鼎那肉嘟嘟的小脸，再用手指轻轻蹭了一下赵兰玉的额头，然后又看向乌兰雪怀里的赵潇和赵子兴。两小家伙似乎感应到了父亲的气息，都在睡梦中咂巴了一下小嘴。不急，我们知道夫君定会凯旋。乌兰雪的笑容温柔似水。李青鸾和柳若霜也走上前来，看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清冷的面容上都柔和了几分。先进去吧，外面风大。一家人簇拥着走进了王府，晚膳早已备好，丰盛的菜肴摆满了整张桌子，孩子们被交给了奶妈照看，一家人终于能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席间气氛温馨而融洽，萧楚像个好奇宝宝，缠着李青鸾和柳若霜问东问西，询问着天骄大赛上的各种趣事。李青鸾虽然性子高傲，但对自己人向来没什么架子，将比赛中的一些见闻讲给他们听。柳若霜话不多，但每当萧楚问到关键处，他总会恰到好处的补充几句，引得众人不时发笑。乌兰雪则安静地给赵晨安布菜，眉宇间满是为人妻的温婉。赵晨安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安宁，无论是惊心动魄的战斗，还是波谲云诡的算计，在回到这个家的时候，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这里是他的港湾，也是他一切奋斗的根源。一顿饭吃完，夜色已深，赵晨安陪着几女说了会儿话，便起身告辞。我进宫一趟，见父皇。皇宫御书房烛火通明，赵道廷正在批阅奏折，听到太监通报赵晨安求见，他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朱笔，让他进来。很快，赵晨安的身影便出现在了门口。儿臣拜见父皇，免礼。赵道廷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儿子，老谋深算的脸上满是毫不掩饰的满意与欣赏。不错，真是不错，天骄榜第一。他大笑着起身，走过来拍了拍赵晨安的肩膀。这次天骄大赛，你为我大周挣足了脸面，说吧，想要什么赏赐，只要朕给得起，绝不吝啬。赵晨安咧嘴一笑，父皇的赏赐，儿臣可不敢随便要。父子二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赵道廷重新坐回龙椅，示意赵晨安也坐下说话。他敛去笑意，面容变得严肃了几分。这次你虽然风光无限，但也彻底暴露在了个大势力的眼皮底下，尤其是你那尊鼎，恐怕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觊觎。儿臣明白。赵晨安点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他自然懂，但他既然敢当众用出9州乾坤鼎，就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赵道廷看着儿子平静的模样，心中更是满意。不骄不躁，宠辱不惊，有此心性，方能成大事。对了，赵道廷话锋一转，还有3个月，你就要送墨仙子返回浑元宗了，这段时间还需要什么准备吗？赵晨安默念了一句，时间不算长，但也不短了。去浑元宗是他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大周王朝虽然在地域算是有点分量，但放眼整个中天主世界，不过是沧海一粟，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去接触更高层次的修行世界，而混元宗这个天朝级别的庞然大物，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他不会真的就此留在浑元宗，他的根永远在大周，只是去见识一圈，然后还是要回来的。毕竟妻儿老小都在这里。想到这里，赵晨安站起身，对着赵道廷行了一礼。而臣眼下倒也没什么急需的东西。赵道廷刚想说些什么，却听赵晨安话锋一转，只是父皇如果不介意的话，能否让儿臣去皇家宝库之中闭关1个月？御书房内瞬间安静下来。赵道廷愣住了，他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半晌才反应过来，你小子没什么需要的，一开口就要把朕的整个宝库给端了。赵晨安嘿嘿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父皇言重了，儿臣这不是得了圣品9州鼎，又侥幸在天骄大赛上得了一缕天地灵火吗？这么好的条件不拿来练手，岂不是暴殄天物？父皇放心，宝库里那些神兵利器、功法秘籍，儿臣一概不取，儿臣就要些炼丹和炼器的材料，用完了就出来。听到这话，赵道廷的表情才缓和下来，原来只是要材料。不过炼丹、炼器，他狐疑地看着赵晨安，你小子什么时候还学了这2门手艺？略懂，略懂。赵晨安含糊其辞。赵道廷沉思片刻，最终还是大手一挥，也罢，朕的宝库就是你的宝库，别说1个月，你想在里面待多久都行，需要什么自己去拿。谢父皇。赵晨安大喜过望，去吧。赵道廷摆了摆手，赵晨安躬身一拜，转身离去。从王府到皇宫，再到离开御书房，赵晨安的脚步没有丝毫停歇。他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转向了皇宫深处。那座象征着大周王朝数百年底蕴的皇家宝库就在那里。宝库之前，2队禁军身披玄甲，手持长戈，肃然而立。他们的气息沉凝，每一个都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精锐，修为最低也是轮海境彼岸。为首的2名禁军统领更是到宫境的强者。看到赵承安的身影出现，2名统领的脸上没有丝毫意外，仿佛早已接到命令。他们上前一步，单膝跪地，声音铿锵：“末将参见魏王殿下。”身后的禁军也齐刷刷跪下，甲胄碰撞之声清脆而肃穆。奉陛下口谕，殿下可随意出入宝库，我等不得阻拦。平身吧。赵承安淡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一名禁军的耳中。多谢殿下。众人起身，为首的统领上前，双手捧着一枚古朴的令牌，恭敬地递上。殿下，这是宝库的枢纽令牌。赵承安颔首接过令牌，他没有多言，径直走向那扇高达10丈、通体由深海玄铁铸造的巨大门户。随着他将灵力注入令牌，厚重的大门上无数繁复的阵法纹路逐一亮起，发出一阵低沉的嗡鸣。嘎吱，沉重的足以让山岳崩塌的门户缓缓向内开启，一股混杂着晶石、药草、灵气的浓郁气息扑面而来，几乎要化为实质。赵承安迈步而入，身后的巨门随之缓缓合拢，将内外隔绝成2个世界。宝库之内的空间远比外面看起来要广阔得多，显然是运用了空间折叠的手段。肉眼所及是一排排由千年养魂木打造的巨大货架，整齐地分列在宽敞的通道两侧，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左手边的区域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兵器法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琳琅满目，每一件都灵光闪烁，散发着不弱的威能。可惜绝大多数都只是黄品，玄品已是凤毛麟角，被单独放置在有阵法守护的格子里。右手边的区域则是丹药、功法、符篆之类的杂物，玉瓶林立，丹香四溢，书卷成堆，记载着各种修行法门。这些同样以黄品和玄品居多。赵承安的脚步不曾停下，视线只是随意扫过。这些东西对于寻常修士而言，或许是梦寐以求的至宝，但在他眼中却并无太多吸引力。他的目标是宝库最深处的材料区。穿过一排排货架，他终于来到了目的地。这里的灵气浓度比外面还要高上数倍，各种珍稀的矿石、灵草、妖兽材料被分门别类地放置在特制的玉盒或水晶柜中，散发着五光十色的宝辉。就是这里了。赵承安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些许激动。他心念一动，一尊古朴厚重的3足2耳圆鼎凭空出现，轰然落在地面，正是圣品法器九州乾坤鼎。鼎身出现的刹那，一股镇压天地的厚重气息弥漫开来，整个宝库空间内的灵气都仿佛凝滞了一瞬。紧接着，一缕幽白色的火焰自他指尖升腾而起，不灭鬼火。这黄品天地灵物一出现，周围的温度便骤然下降，空气中都仿佛凝结出了冰霜。圣品丹鼎，天地灵火，再加上圣品功法，赵承安看着眼前的配置，嘴角不由自主地咧开。这条件简直奢侈到了极点。若是寻常4级境修士，别说炼制天品丹药，就是能成功炼制出玄品高级丹药，都足以自傲了。可他不同，他拥有的是无数炼丹师梦寐以求的顶级配置。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赵承安很快收敛心神，目光在材料架上迅速搜寻。他要炼制的是市面上最常见也是最基础的黄品丹药聚灵丹，所需材料不过是100年份的聚灵草，辅以几种常见的药材即可。对于皇家宝库而言，这种级别的材料简直堆积如山。他随手取来10份材料，神识沉入脑海，圣品功法丹道通天诀中关于聚灵丹的炼制法门瞬间清晰明了。下一刻，他屈指一弹，不灭鬼火化作一道白线，瞬间没入九州乾坤鼎的下方。轰！鼎内空间幽白色的火焰熊熊燃烧。赵承安没有丝毫犹豫，将1份聚灵草的材料精准地投入鼎中。在丹道通天诀那精妙绝伦的控制法门下，他的神识仿佛化作了无数只无形的手，对鼎内的药材进行着最细微的分解与提纯。药材在鬼火的灼烧下迅速融化成精纯的药液，杂质被一一剔除，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的滞涩。九州乾坤鼎的强大功效此刻展露无遗，它不仅能完美的锁住药力，更能自行辅助提纯，大大降低了炼丹的难度。不过1炷香的时间，赵承安猛地睁开双眼，单手掐诀，对着丹鼎轻轻一拍，凝！鼎内翻滚的药液瞬间收缩，凝聚成型。嗡！丹鼎发出一声轻鸣，鼎盖自行飞起，12枚通体碧绿、圆润饱满的丹药静静地躺在鼎底，浓郁的药香瞬间弥漫了整个空间。每一枚丹药上都带着3圈清晰的丹纹，黄品上等，而且是满丹，第一次就成功了，而且品质如此之高。赵承安拿起一枚聚灵丹，仔细端详，哪怕心中早有预料，此刻也不免有些惊喜。圣品丹鼎，天地灵火，圣品功法的组合，效果比他想象中还要恐怖。这要是传出去，恐怕会惊掉一地眼球。没有停歇，赵承安紧接着开始了第2次炼制。这一次他更加得心应手，提纯、融合、凝丹，一气呵成，又是满丹，12枚黄品上等聚灵丹。他没有停下，1份又1份材料被他投入鼎中，如同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
聚灵丹、回元丹、清心丹各种黄品丹药在他手中接连诞生，成功率100%，且每一炉都是满丹，每一枚都是上等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承安对丹道通天诀的理解越来越深，对不灭鬼火的操控也愈发精妙。当宝库中所有黄品炼丹材料被他消耗一空时，时间才过去了3天，该尝试选品了。赵承安没有丝毫疲惫，反而精神更加亢奋。他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年份更久、灵性更足的选品材料。他选择炼制的是选品中阶丹药紫府丹，此丹能帮助到恭敬修士洗炼道功，稳固修为，价值不菲。其炼制难度比黄品丹药高了10倍不止。赵承安深吸一口气，按照丹方将数十种药材依次投入鼎中，神识全力催动，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火候。这一次时间花费得更久，足足3个时辰后，鼎中才传来一阵丹成的嗡鸣。开！鼎盖飞起，9枚紫气萦绕的丹药出现在眼前。选品上等，虽然不是满丹，但这个结果依旧足以让任何炼丹师为之疯狂。赵承安的信心愈发充足，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几乎是不眠不休，沉浸在炼丹的世界里。宝库中所有选品材料被他挥霍一空，而他的炼丹术也在这种疯狂的练习中，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突飞猛进。到了第10天，他已经能稳定地炼制出选品上等丹药，偶尔甚至能出现满丹的奇迹。是时候挑战地品了。赵承安的目光落在了货架最高层，那些被重重阵法守护的玉盒之上。赵承安的目光落在了货架最高层，那些被重重阵法守护的玉盒之上。这些玉盒通体流转着温润的光泽，阵法纹路细密，散发出淡淡的威压，里面封存的正是那些品阶更高的天地灵物。他深吸一口气，调整着体内灵力的运转。选品丹药的炼制已然让他对丹道通天诀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不灭鬼火的操控也越发得心应手。他此刻的炼丹术，放眼整个大洲，也足以跻身一流之列。然而地品丹药其难度与选品相比却有着天壤之别。寻常的炼丹师，哪怕是到恭敬的强者，想要炼制地品丹药，也需耗费数年甚至数10年的光阴去钻研，成功率更是寥寥无几。可赵承安不在此列，他拥有圣品功法、圣品丹鼎以及天地灵火这3重保障，让他有挑战地品的底气。他迈步上前，神识在层层玉盒上扫过，最终他选定了一种地品低阶丹药洗髓丹。此丹能洗涤修士肉身，伐毛洗髓，提升资质，对化龙境以下的修士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至宝。所需材料亦是宝库中最为珍惜的几种地品灵草。赵承安小心翼翼地取出3份洗髓丹的材料，每一株灵草都散发着浓郁的灵气，药力澎湃。他将这些材料逐一投入9州乾坤鼎，不灭鬼火随之升腾，将鼎内的温度瞬间拉升至一个恐怖的程度。丹道通天诀的法门在脑海中流淌，他将神识化作万千丝线，精确地探入鼎内。药材在鬼火的灼烧下开始缓慢地分解，这个过程比炼制选品丹药要漫长数倍。每一丝杂质的剔除，每一缕药液的融合，都需要他全神贯注。时间在寂静的宝库中流逝，赵承安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的心神高度集中，不敢有丝毫懈怠。鼎内的药液翻滚，发出细微的咕噜声，药香逐渐浓郁，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清冽。足足1天1夜，当最后一丝药液被彻底提纯，赵承安猛地睁开双眼，眼中金光一闪，他双手结印，对着丹鼎猛地一拍，凝！鼎内药液瞬间收缩，凝聚成型，一股强大的药力波动自鼎中扩散开来。嗡！丹鼎发出一声清越的鸣响，鼎盖自行飞起，3枚通体晶莹、散发着淡淡青光的丹药静静地躺在鼎底，每一枚丹药上都清晰地浮现出5圈丹纹。地品上等，成功了！赵承安拿起一枚洗髓丹，感受着其中蕴含的精纯药力。他没有想到，第一次炼制地品丹药便能达到上等品质，这成果足以让任何炼丹大师为之震撼。他嘴角勾起一抹笑容，这般效率，这般品质，若是传到外界，恐怕会惊掉无数人的下巴。那些苦修一辈子也未能炼制出地品丹药的炼丹师，此刻若是知晓，不知该作何感想。没有丝毫停歇，赵承安紧接着开始了第2次炼制。有了第1次的经验，他更加熟练，对火候的掌控，对药力的提纯，都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又是1天1夜，当鼎盖再次飞起时，依旧是3枚地品上等洗髓丹。赵承安陷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他仿佛与9州乾坤鼎融为一体，与不灭鬼火心意相通。炼丹不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一种极致的修行。他沉浸其中，不知疲倦。接下来的几天里，赵承安几乎是不眠不休，他将宝库中所有地品炼丹材料挥霍一空，洗髓丹、运灵丹、破障丹，各种地品丹药在他手中接连诞生，成功率达到了惊人的100%，且每一炉都是上等品质。当最后一炉地品丹药炼制完毕，赵承安长吐一口浊气，他的心神虽然疲惫，但精神却无比亢奋。他能感受到自己的炼丹术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地品丹药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了挑战性，是时候了。他低声自语，他的目光落在了宝库最深处，一个被9重战法严密守护的石台上。石台上只有寥寥几份材料，每一份都散发着玄奥的气息，
仿佛蕴含着天地之理。这是炼制天品丹药的材料，他要炼制的是天品低阶丹药春风雨露丹。此丹能修复修士本源，滋养道基，甚至能让濒死的修士起死回生，其价值足以让圣朝强者为之疯狂。赵晨安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激荡的情绪。他知道，这将是他炼丹生涯中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天品丹药已经涉及天地法则，非人力可轻易触及。他小心翼翼地取出第一份春风雨漏丹的材料，每一株灵药都如同活物一般，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他将它们逐一投入九州乾坤鼎，不灭鬼火瞬间暴涨，将鼎内的空间映照得一片雪白。丹道通天诀运转到极致，赵晨安的神识如潮水般涌入鼎内。他小心翼翼地分解着药材，提纯着药液，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差错。然而，天品丹药的炼制远比他想象中要艰难，药材的药性复杂而狂暴，彼此之间的融合更是充满了变数。他耗费了整整3天时间，才堪将药液提纯完毕。他开始尝试融合药液，药液在鼎内翻滚，发出沉闷的轰鸣。赵晨安全力催动不灭鬼火，试图让药液完美融合。然而，就在药液即将融合成功的刹那，轰！一声巨响，震彻整个宝库。九州乾坤鼎猛地一颤，鼎盖被一股狂暴的药力冲开，药液四散飞溅，化作一股焦黑的烟雾弥漫开来。炸炉了！赵晨安身形一震，脸色瞬间苍白。他感受着鼎内残留的狂暴气息，心中却没有丝毫沮丧。果然，天品丹药没那么容易。他低声自语，眼中反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失败意味着他还有提升的空间。他迅速清理了鼎内残余的药渣，再次取出第2份春风雨漏丹的材料。他开始复盘刚才的失败，是火候掌控不足，还是药液融合的时机不对？他闭上双眼，脑海中不断模拟着炼丹的过程，一遍又一遍，细致入微。再次开炉，这一次赵晨安更加谨慎，他对不灭鬼火的操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妙程度。他甚至能感受到每一缕火焰的跳动，每一滴药液的脉搏。时间再次流逝，又是3天。当药液提纯完毕，开始融合时，赵晨安的心神绷紧到极致。他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一股玄奥的波动自他体内扩散开来，与九州乾坤鼎产生共鸣。药液在鼎内缓慢而坚定地融合着。这一次没有狂暴，没有冲突，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那么自然。当药液彻底融合，开始凝聚成丹时，赵晨安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预感。宁！他轻喝一声，鼎内药液瞬间收缩，一股磅礴的药力波动冲天而起。嗡！丹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鼎盖飞起，3枚通体碧绿、散发着氤氲霞光的丹药静静地悬浮在鼎口。丹药之上7圈丹纹清晰可见，仿佛蕴含着天地法则。天品上等。赵晨安看着这3枚丹药，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他成功了！第一次炼制天品丹药，虽然经历了炸炉，但最终还是炼制出了上等品质。这等成就足以让整个中天主世界为之震动。他感受着丹药中蕴含的生机，心中升起一股豪情。此等丹药足以逆天改命，若是外界知晓，恐怕所有势力都会为之疯狂，那些高高在上的圣朝强者也会为之侧目。赵晨安没有停下，他还有最后一份春风雨漏丹的材料，他要趁热打铁，将这门技艺彻底掌握。他再次投入材料，开始炼制。有了2次经验，这一次他更加得心应手。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丝毫阻滞。仅仅2天时间，轰鸣声再次响起，鼎盖飞起，又是3枚天品上等春风雨漏丹。赵晨安看着鼎中悬浮的丹药，心中的喜悦达到了巅峰。他知道自己的丹道已经彻底跨入了另一个层次。他没有再尝试炼器，丹道之上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待他去探索。当宝库内所有地品材料被他消耗一空，他手中的天品丹药也达到了3炉。10多天的时间，他从地品丹药一路狂飙至天品。他站在巨大的货架前，目光扫过那些空荡荡的玉盒。是时候出去了，他低声自语。他深吸一口气，感受着体内充盈的灵力。他抬手一挥，九州乾坤鼎瞬间消失。他迈步走向宝库的出口，嘎吱，厚重的玄铁大门在他灵力的催动下缓缓向外开启。门外的光线瞬间涌入，将他笼罩。赵晨安的脚步迈出宝库，嘎吱，厚重的玄铁大门在他灵力的催动下缓缓向外开启。门外的光线瞬间涌入，将他笼罩。赵晨安的脚步迈出宝库，刺目的阳光让他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1个月不见天日，让他有些不太适应。宝库之外，2名忠心耿耿的王府护卫笔直地站立着，如同2尊雕塑。看到赵晨安出来，2人神情一肃，单膝跪地，声音洪亮：“恭迎王爷出关，起来吧。”赵晨安摆了摆手，声音略带一丝沙哑，这是长时间没有说话的缘故。他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筋骨，骨节发出一连串噼里啪啦的脆响。虽然心神因为炼丹而感到疲惫，但他的精神内核却前所未有的饱满，修为也愈发稳固，隐隐有向2重迈进的趋势。回到阔别已久的王府后院，还未走进主屋，便听到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和嬉笑声，夹杂着侍女们轻柔的哄劝。赵晨安的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心中涌起一股暖流。那里是他的家，
是他一切奋斗的根源。推开门，一幅温馨的画面映入眼帘：乌兰雪、李青鸾、柳若霜、萧楚楚4女都在，她们或坐或立，各自抱着一个襁褓，脸上洋溢着母性的光辉。4个小家伙，赵萧、赵子兴、赵鼎、赵兰玉，正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宣告着自己的存在。夫君，你出关了！最先发现他的是乌兰雪，她脸上带着惊喜，抱着怀中的赵萧站了起来。其他3女也纷纷望来，神色各异。李青鸾依旧英气，柳若霜清冷中带着柔和，萧楚楚则是纯粹的喜悦。赵晨安环视一圈，看着4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心中的疲惫一扫而空。去浑元宗是必须要去的，为了莫玉清，也为了萧楚楚，但绝不能久留，最多3-5个月必须回来。他不想错过孩子们的成长，更重要的是，他真正的依仗是万4天骄系统，只有留在大周王朝，才能不断开枝散叶，获得更多逆天奖励，这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外界的机缘再好，哪有系统奖励来的直接？我回来了。赵晨安走到乌兰雪身边，伸手轻轻捏了捏赵萧肉嘟嘟的小脸。小家伙正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他，似乎在辨认这个有些陌生的父亲。夫君，你清瘦了些。乌兰雪有些心疼地说道，他心思单纯，全部放在了王府和赵晨安身上。无妨，闭关而已。赵晨安笑了笑，听着乌兰雪开始说起王府的家长里短。前院的管事最近有些懈怠，采买的物件品质差了些，我已经训斥过了。还有后花园新来的那个花匠，手脚也不利索，养死了2盆名贵兰花。赵晨安安静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这些琐事虽然不大，却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他享受这种感觉。说着说着，被抱在怀里的赵萧忽然伸出小手，一缕纤细的金色电弧在他的指尖跳跃，滋啦，电弧一闪而逝，带着轻微的破空声。旁边的侍女吓了一跳，连忙后退2步，脸上满是敬畏。乌兰雪却习以为常，只是无奈地拍了拍小家伙的屁股，又不听话。赵晨安见状，却是哈哈一笑，从乌兰雪怀中接过赵萧。不愧是我的儿子，九霄神雷体，果然霸道。他心念一动，一缕从赵萧体内借来的淬体灵雷在指尖浮现，化作一条金色的小蛇，围绕着他的手指盘旋。赵萧看到这金色小蛇，顿时来了兴趣，咿咿呀呀地伸出小手去抓。父子2人就这样将寻常修士避之不及的狂暴雷电当成了玩具，在手中把玩。这一幕让周围的侍女们看得心惊肉跳，却又不敢出声，陪着乌兰雪和赵萧玩闹了一阵。赵晨安将目光投向了另一边的李青鸾，他正坐在一旁，用一块上好的丝绸细细擦拭着一杆银色长枪，枪身流光溢彩，显然不是凡品。他的女儿赵子欣则被放在一旁的摇篮里，小手抓着赵晨安的衣角，正用力的撕扯，口中发出咯咯的笑声，一点也不安分。赵晨安走过去，坐在李青鸾身边。边境最近如何？岳父大人可有书信传来？李青鸾擦拭长枪的动作没有停，他头也不抬的回答：半月前有信，父亲率领3万铁骑，孤军深入大夏皇朝腹地，连下7城，逼得大夏不得不后撤300里，签订了暂时的休战协议。他的声音清冷，但话语中却透着一股自豪。赵晨安点点头，李擎苍的勇猛他是知道的，告诉岳父穷寇莫追，大夏皇朝底蕴不浅，小心他们的反扑。我已在回信中提过。李青鸾应了一声。就在这时，摇篮里的赵子兴似乎不满意被冷落，小手抓得更紧了，甚至开始啃咬赵晨安的衣袍，还抓起他的一缕头发往自己嘴里塞。赵晨安哭笑不得，将这个小魔女抱了起来。你这丫头真不愧是紫极魔星，从小就这么能折腾。赵子兴被抱起，非但不怕，反而笑得更开心了，2只小手直接抓住了赵晨安的胡须，用力拉着。这股力道对赵晨安来说自然不算什么，但那股顽皮劲却让他心中一片柔软。安抚了魔童赵子兴，赵晨安又走向了柳若霜。柳若霜正坐在一张书案前，翻阅着一些卷宗，眉宇间带着一丝思索。他怀里的赵鼎则安静得不像个婴儿，既不哭也不闹，一双漆黑的眼珠滴溜溜地转，仿佛能看懂世间万物。在看什么？赵晨安在他身边坐下，柳若霜将一份卷宗递给他，是大夏皇朝的战报，还有一些关于大夏皇朝内部的密报。他曾是稷下学宫的院长，对天下大事有着远超常人的敏锐洞察。我们大周自从上次大战胜利后，并没有休养生息，反而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和利益，不断在边境与大夏发生摩擦，严重增加了民间普通百姓的压力，需要长期维持战时税收。我以为此时并非与大夏皇朝继续纠缠的最佳时机。柳若霜的声音很轻，却条理分明。陛下雄才大略，但似乎有些急于求成了。我希望你能向陛下进言，至少休养生3-5年，待国力恢复，再图谋大夏不迟。赵晨安看着柳若霜认真的神情，心中赞叹，不愧是学宫之主，这份眼光和格局远非寻常女子可比。你说的有道理，我会找机会和父皇提的。就在2人交谈时，柳若霜怀里的赵鼎像是听懂了他们的话，竟然真的微微点了点头。这个细微的动作让赵晨安和柳若霜都愣了一下，相视一笑。七窍玲珑心，天生聪慧绝伦，果然名不虚传。这个儿子未来或许能在权谋之上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通天大道。最后，赵晨安来到了萧楚楚身边，他没有看书，也没有处理事务，
只是抱着女儿赵兰玉静静的发呆。他的神情有些落寞，时不时会望向内院深处的一个房间，那里是莫玉清养伤的地方。赵承安轻轻握住他的手，柔声问道：“师尊他还是没有醒吗？”萧楚楚摇了摇头，眼圈微微泛红。师尊的气息很平稳，但就是一直昏迷不醒。别担心，我已经炼制出了一些丹药，或许对师尊的伤势有用。赵承安安慰道：“春风雨漏丹，天品上等，专治本源道基之伤，正是为莫玉清准备的。”但说是如此，其实赵承安和萧楚楚也没抱太多期望，毕竟莫玉清的伤势。萧楚楚怀里的小兰玉，小名山娃，此刻正伸出白嫩的小手，抓着一只巴掌大小、通体金黄的小鸟，那正是上古异种三足金乌。此刻，这只足以焚山逐海的恐怖凶兽，却在小兰玉的手中瑟瑟发抖，一动也不敢动，生怕自己身上溢散出的一丝火星伤到了这个小祖宗。他被小兰玉抓着翅膀，一会儿被当乘风车甩，一会儿又被塞进嘴里啃，金色的羽毛上沾满了口水，显得狼狈不堪。六道轮回体，御兽之王，天生便对万般灵兽有着绝对的压制和亲和力。赵承安看着这一幕，也是忍俊不禁。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着这难得的温馨时光。这时，仆人的突然出现打断了美好的气氛。王爷，外面自称是天剑山掌门的人拜访。仆人的声音在温馨的庭院中显得有些突兀。赵承安脸上的笑容微微收敛，将怀里的赵子欣交给李青鸾，站起身来。天剑山掌门这几个字让他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来意。算算时间，天骄赛结束已经快1个月了。想必天剑山用尽了所有办法，也无法治愈叶圣灵那被9州乾坤鼎硬生生砸断的经脉。请他到正厅稍后，我马上就到。赵承安吩咐道。是，王爷。仆人躬身退下。赵承安转向几位妻子，温和地说道：“你们带着孩子先回房吧，我去处理些事情。”柳若霜抱着赵鼎，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好奇，但她没有多问，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乌兰雪和萧楚楚也各自抱着孩子准备离开。李青鸾将女儿抱在怀里，低声说了一句：“天剑山的人不好打交道。”无妨。赵承安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示意。魏王府正厅，一个身穿青色长袍、面容清癯、背负古剑的中年男子正襟危坐。他身上没有丝毫气势外露，却自有一股如山岳般沉稳、如剑锋般锐利的风骨。此人正是天剑山当代掌门叶浩然。赵承安龙行虎步地从侧门走入，脸上挂着随和的笑容。叶掌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叶浩然站起身，对着赵承安拱了拱手，神色间却不见半点客套的虚伪，而是开门见山：“魏王殿下，老夫今日前来，只为一事。”他的声音沉稳，却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焦急。“殿下当日所言，可还作数？您当真认识能够炼制圣品丹药的炼丹大师？”问出这句话时，他的呼吸都下意识地屏住了。这是天剑山最后的希望。这1个月来，他们访遍名医，求进丹师，甚至不惜代价请动了一位皇朝级别的天品炼丹师出手，可结果都一样。叶圣灵的伤，非圣品丹药不可医。赵承安在主位上坐下，亲自为叶浩然斟了一杯茶，不急不缓地开口：“认识，自然是认识的。”得到这个肯定的答复，叶浩然紧绷的身体瞬间松弛了几分，整个人都像是卸下了一座大山。赵承安继续说道：“请那位前辈出手，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叶掌门，炼制圣品丹药的材料，你们可曾准备妥当？”“准备好了。”叶浩然立刻回应，语气甚至有些急切。他深吸一口气，似乎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最终还是坦然开口：“殿下，叶圣灵并非我天剑山的天才弟子那么简单，她是我的女儿。”叶浩然的脸上露出一抹苦涩与愧疚。当年为了让她能斩断俗念，一心向剑，我便用秘法遮掩了她的女儿身，让她以男子的身份示人，却不曾想养成了她这般刚强好胜、宁折不弯的性子。若非如此，天骄赛上她也不会与殿下死磕到底，落得如此下场。赵承安闻言，心中了然，原来如此。他安慰道：“叶掌门不必自责，剑修本就该有一往无前的气魄。那日擂台之上，刀剑无眼，也是我未能留住手，才致使令爱重伤。”这番话让叶浩然心中稍感慰藉，他不再犹豫，从怀中取出一个古朴的储物袋，双手郑重地递向赵承安：“殿下，这里面是炼制圣品疗伤丹、冰肌玉骨丹的5份材料，这是我天剑山变卖了近半产业，耗尽了数百年积蓄，才勉强凑齐的，还请殿下务必转交给那位前辈。”叶浩然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老夫知道，请动圣品炼丹师出手，代价定然不菲。只是如今的天剑山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东西了。但老夫可以承诺，只要能治好圣灵，我天剑山上下，包括老夫这条性命在内，日后但凭殿下驱使。”说完，他竟要起身行跪拜大礼。赵承安连忙上前一步，拖住他的手臂，没让他跪下去。他接过储物袋，神识沉入其中，瞬间便被里面所蕴藏的恐怖灵力所震撼。“叶掌门放心，我会将你的话原封不动地带到。”赵承安郑重承诺，那位前辈一定会尽力的。多谢殿下，大恩不言谢。叶浩然深深地看了赵承安一眼，仿佛要将他的样貌刻在心里，随后不再多言，转身大步离去。他走得很快，
背影却显得有些萧索。赵晨安目送他离开，掂了掂手中的储物袋，转身走向后院。柳若霜并未走远，他就站在不远处的月亮门下，显然是将刚才的对话都听了进去。见赵晨安走来，他迎了上来，清冷的脸上满是藏不住的惊异。夫君，你当真认识圣品炼丹师？大周王朝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王朝势力，最强者也才4级境。放眼整个地域，连天品炼丹师都凤毛麟角，圣品炼丹师那更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人物。赵晨安怎么会认识这等存在？赵晨安看着他震惊的模样，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指指了指自己。柳若霜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先是一愣，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那双聪慧绝伦的眸子猛地瞪大，里面写满了难以置信。他，夫君，他就是那个圣品炼丹师？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像野草般疯狂滋长。回想起赵晨安身上发生的种种奇迹，那些凭空出现的天品功法，那些逆天的丹药，还有他那深不可测的实力，似乎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只是这个解释太过骇人听闻，赵晨安没有给他太多消化震惊的时间，直接拉起他的手，走向王府最深处的一座独立院落。去，把乌兰雪他们都叫来，告诉他们守住院门，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踏入半步。赵晨安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好。柳若霜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重重地点了点头，转身快步离去。很快，乌兰雪、李青鸾、萧楚楚都带着一丝疑惑被叫了过来。在得知赵晨安要闭关炼制一种极其重要的丹药后，三女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亲自守在了院落的4个角落，神情戒备。空旷的院子中央只剩下赵晨安一人，他深吸一口气，心念一动，嗡！一尊古朴厚重的3足两耳圆顶凭空出现，轰然落在地面上，激起一阵尘土，正是9州乾坤鼎圣品法器。紧接着，他摊开右手，一簇幽蓝色的火焰在他掌心升腾而起，不灭鬼火，黄品天地灵物。虽然品级只是黄品，但其本质极高，用来炼制圣品丹药勉强够用。毕竟他还有圣品府修功法丹道通天诀以及丹气双绝的称号加持。饶是如此，这也是赵晨安第一次尝试炼制圣品丹药，难度之大远超天品，他心中也只有3成左右的把握。好在天剑山准备了足足5份材料，只要运气不是差到极点，总能成功一次，哪怕只炼成1枚，也足以救回叶圣灵的命。他将叶浩然给的那个储物袋打开，神识一扫，5份用玉盒精心保存的材料便整齐地悬浮在他面前的半空中。浓郁到极致的药香和灵气瞬间弥漫了整个院落，甚至连天空中的云彩都似乎被这股气息染上了几分色彩。第一份材料的主要是一块约莫婴儿拳头大小的玄冰，此冰通体剔透，内里却有一道道深邃的黑色纹路，仿佛蕴藏着万载岁月的痕迹。它静静悬浮着，周围的空气都被冻结，凝结出细密的冰晶，丝丝缕缕的寒气溢散而出，让整个院子的温度都骤降了10几度。万载玄冰髓，圣品天材，生于极寒之地的地脉深处，万年方可凝聚1寸，有重塑筋骨、洗涤肉身之神效。第2份材料是一株形似卧龙的人参，它通体温润如玉，根须虬结，仿佛一条条缩小了无数倍的龙脉。参参之上不多不少，正好生长着9片晶莹剔透的叶子，每一片叶子都散发着磅礴的生命精气。9叶玉龙参，圣品灵药，吸纳大地龙气而生，千年长1叶，9叶圆满需9000年，蕴含无尽生机，可生死人，肉白骨。第3份材料则是一朵巴掌大小的奇花，这朵花没有根茎，就那样凭空悬浮，花瓣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琉璃色泽，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晕，一股纯净神圣的气息从花蕊中散发出来，让人闻之便觉心神宁静，仿佛一切杂念都被洗涤一空。圣心琉璃花，圣品奇珍，传说只在圣人陨落之地以圣血浇灌，感悟天地大道方能诞生，是炼制静心破障类丹药的无上至宝。第4份是一个透明的水晶瓶，里面装着半瓶清澈见底的液体，那液体无色无味，纯净到了极致，甚至连光线穿过都不会发生任何偏折，若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它的存在。无垢天泉水，圣品灵物，采自9天之上，由天地间最纯粹的元气凝结而成，是天下间最好的炼丹溶剂，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药材的药性。而最后一份也是最为珍贵的一份材料，那是一枚被封印在水晶中的血珠，血珠只有指甲盖大小，却呈现出一种璀璨夺目的赤金色，其中仿佛有一只迷你的凤凰在展翅飞翔，每一次振翅都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涅槃众生之意散发出来，充满了不屈与高傲。凤凰涅槃血，圣品神物，上古神受凤凰涅槃之时所遗留的本源精血，一滴便蕴含着一次重生的机会，价值连城。看着眼前这5样堪称神物的圣品材料，即便是赵晨安也不禁感到一阵心潮澎湃。天剑山为了救叶圣灵，当真是下了血本。也就在赵晨安将9州乾坤鼎和诸多圣品材料取出的瞬间，皇宫深处一座宏伟的宫殿内，正在批阅奏折的赵道廷忽然动作一顿，他豁然抬头，深邃的眸光仿佛穿透了层层宫墙，望向了魏王府的方向。好惊人的灵力波动，这是圣品材料的气息。赵道廷脸上露出一抹惊疑不定，而且这股气息不止一种。
他身为化龙境强者，感知何其敏锐。那股从魏王府传来的气息，虽然被阵法遮掩了大半，但其中蕴含的道韵和能量层次却瞒不过他。陈安这小子又在搞什么名堂？好奇心驱使之下，赵道廷的身影瞬间从龙椅上消失。下一刻，他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魏王府的上空，以秘法隐匿了身形和气息，低头俯瞰，只看了一眼这位大周王朝的皇帝，便彻底呆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万载玄冰髓、九叶玉龙餐、圣心琉璃花，这些只存在于古籍记载中的圣品神物，此刻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小子，赵道廷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在抽搐。他这是要炼制圣品丹药？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升起，让他自己都觉得荒谬。可眼前的一切却又无比真实。院中，赵晨安已经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心神一片空明。他看着眼前的九州乾坤鼎和诸多神材，眼中燃起一股前所未有的专注与炽热。他缓缓抬起手，催动掌心的不灭鬼火，幽蓝色的火焰开始剧烈跳动。赵晨安神色肃穆，单手掐诀，那簇不灭鬼火便如一条听话的火蛇，瞬间钻入九州乾坤鼎的底部。嗡！圣品法器与天地灵物接触的刹那，整个鼎身都发出一声低沉的嗡鸣，一股无形的威压扩散开来，让周遭的空气都变得粘稠。赵晨安没有丝毫迟疑，神念一动，第一份材料中的万载玄冰髓便缓缓飘向鼎口。就在玄冰髓即将落入鼎中的瞬间，赵晨安的手指微微一动，切！一声轻喝，不灭鬼火的温度骤然拔高，鼎内的空间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扭曲，幽蓝色的火焰化作一只大手，稳稳地拖住了那块玄冰髓。炼制圣品丹药，每一步都必须慎之又慎。寻常炼丹都是先热鼎再投药，但这些材料皆是圣品，蕴含的能量太过庞大，一旦直接接触，极有可能瞬间引爆。必须以火焰之力先行包裹，缓缓消解其外层的能量壁垒，再慢慢萃取其中的精华。这是丹道通天诀中记载的无上法门，对神魂的操控力要求高到了极致。赵晨安屏息凝神，神识高度集中，小心翼翼地操控着火焰，一点点地剥离着玄冰髓的寒气。丝丝缕缕的白色寒气被火焰蒸发，又在院落的上空凝结成冰晶，簌簌落下。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半个时辰后，整块玄冰髓终于被完全炼化，化作一团纯净到极致的黑色液体，静静悬浮在鼎内。就是现在！赵晨安眼中金光一闪，第二份材料九叶玉龙餐紧随其后投入鼎中。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一次的过程顺畅了许多。磅礴的生命精气被火焰包裹，与那团黑色液体开始缓慢融合，一阴一阳，一生一死，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在鼎内交织碰撞，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魏王府上空，隐匿身形的赵道廷看得是心惊肉跳，他的心脏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圣品材料啊，任何一样都足以让一个皇朝为之疯狂，可现在就这么被他那个逆子当成寻常药材一样丢进了丹炉里。虽然过程看起来有条不紊，但赵道廷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小子真的行吗？他才多大，修为也才4级境，凭什么敢炼制圣品丹药？就在赵道廷胡思乱想之际，异变陡生。鼎内，当第三样材料圣心琉璃花融入的刹那，原本维持的平衡瞬间被打破，一股狂暴绝伦的能量波动猛地从九州乾坤鼎内爆发开来。不好！赵晨安面色一变，立刻全力催动神识，试图压制住这股暴动的药力。然而，圣品材料的力量岂是他一个4级境修士能够完全掌控的？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九州乾坤鼎的顶盖被一股恐怖的气浪直接掀飞，冲天而起。五光十色的能量洪流夹杂着无数珍贵的药材精华，如同一场绚烂的烟花，在院落上空炸开，随后化作漫天光雨洒落下来。第一次炼制失败，炸炉了！噗！赵晨安受到气浪冲击，身形一晃，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而高空之上，赵道廷感觉自己的心也跟着那丹炉一起炸了，他的嘴角疯狂抽搐，捂着胸口，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败家子，这逆子真是个天字第一号的败家子！万载玄冰髓、九叶玉龙餐、圣心琉璃花，就这么没了？那炸开的哪里是丹药，分明是他的心肝脾肺肾啊！赵道廷心痛到无法呼吸，整个人都在哆嗦。可转念一想，不对啊，这些材料都是天剑山的，又不是他大周皇室的。这么一想，赵道廷的心情顿时平复了不少，心不疼了，腰不酸了，连呼吸都顺畅了。他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不过担忧随之而来，这要是5份材料全都失败了，天剑山那边该怎么交代？院中，赵晨安擦去嘴角的血迹，看着空空如也的丹鼎，脸上却没有丝毫气馁。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他盘膝坐下，迅速回顾刚才的每一个细节，总结着失败的原因。3种主要的融合顺序出了问题，圣心琉璃花的能量太过纯粹，不应该第3个放入，它的中正平和之力应该用来调和最后的凤凰涅槃血。1个时辰后，赵晨安睁开双眼，再次取出了第2份材料。他深吸一口气，开始了第2次尝试。高空中的赵道廷一颗心又悬了起来。这一次，赵晨安调整了顺序，过程比上一次更加顺畅。眼看着3种主药都已经完美融合，即将开始萃取无垢天泉水。
赵道廷的呼吸都屏住了，要成了。然而轰，又是一声巨响，比上一次更加猛烈的爆炸，直接将院子里的地面都掀起了一层，绚烂的光雨再次洒落。第二次失败，赵道廷他已经麻木了，算了，炸吧，炸吧，反正不是自家的东西。接下来的时间里，赵晨安仿佛不知疲倦的机器。失败，总结，再来，轰！第三次失败。当第三份圣品材料化作漫天光雨时，赵道廷已经彻底没脾气了，他甚至开始同情启天剑山来。这要是让叶浩然看到这一幕，怕不是要当场心肌梗塞，追随他天剑山的老祖宗去了。时间飞逝，转眼便是7天过去。院落之外，柳若霜、乌兰雪、李青鸾、萧楚楚4女轮流守候，寸步不离。他们听到了院子里接连传来的3次巨大爆炸声，每一次都让他们的心揪紧1分。夫君他不会有事吧？乌兰雪的脸上写满了担忧。放心吧，他不是鲁莽之人。柳若霜轻声安慰，但他紧握的双手还是暴露了内心的紧张。就在此时，院内赵晨安开始了第4次炼制。这一次他显得沉稳了许多，他没有再像之前那样试图去完美掌控鼎内所有的药力。以他4级境的修为，想要一丝不漏的保留所有圣品材料的药力，根本就是痴人说梦。